你正在和女友求婚，却被神秘老头拐走，将你带到大山中暴打了10年。非说你是什么天生灵体，每次逃跑都会将你抓回来打个半死。10年间每天对你进行最严苛的训练，早上打拳踢腿，中午舞刀弄剑，晚上桐树药术，甚至深夜都要吐息纳气。虽然修道是一桩大机缘，可你一点也不在乎，女友还在等着你提亲，家里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妹妹都在等你赚钱养家。但无论你如何求，他都无动于衷。老头冷言说道：“修道乃逆天而行，必须斩断一切红尘因果，除非我死，否则你别想下山。”10年转瞬即逝，老头突然暴毙，死前说你世间已无敌，可你并不高兴。将老头安葬后，祭出长剑，御剑飞行，消失在天际之中。半刻过后，你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平房。就在这时，平房里传来一道凄厉的哭喊声，好像有人在欺负妹妹小瑶。该死！你瞬移一般朝着平房大门冲去，看着2个纹身大汉正围住小瑶，发出阵阵淫笑。就在这时，你闪电般冲了进来，给我死！隔空一巴掌拍出，2个大汉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你拍成一团血雾。林云瑶看到这恐怖的一幕，直接晕了过去。你泣不成声的赶紧将妹妹抱在怀中，伸手按在妹妹的头上，抹去了纹身大汉被拍死的记忆片段，并将屋内的血迹全部清理干净。10年不见，当年的那个小不点已经长成大美女。妹妹醒来后，你跟她说：“小瑶，我是你哥哥呀，以后再也不会让人欺负你。”可没有想到，妹妹一把推开了你的手，冷漠地说道：“我没有哥哥，别叫我小瑶，你不配。爸妈去世的时候你不在，现在家里面眼看着要拆迁了，你倒是想着回来分家产了。原来当你凭空消失后，父母为了找你散尽家财，结果路上出车祸死了。”听到这话，你如被雷击，呆滞当场。妹妹把你推出了门外，使劲地关上了大门。你暗自发誓，如今父母已经不在，那现在保护妹妹就是你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至于一诺，陈一诺正是你当年的女友，2个人在一起了7年，高中3年，大学4年。虽然情投意合，可终究是有缘无分。10年过去，估计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不再多想，开始修炼老头教你的9天仙炎。只有天生灵体才能修炼，所以才对你如此无情。老头于末法时代成就渡劫境，可惜在寿命耗尽之时，也未能问到仙班，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并将毕生所学全都交给了你，希望你能替他打破不能成仙的枷锁。在老头的魔鬼训练下，仅仅10年，你就成为了一名金丹期巅峰的修者。凡修一道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出窍、元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10个境界。可以说，在这末法时代，以金丹期巅峰的修为，几乎可以横扫天下。一夜转瞬即逝，你从修炼中睁开双眼，这次不远处开来一辆红色迷你，车上下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她叫李小可，是林云瑶的高中同学。她奇怪地看着你，并对着平房大喊：“小瑶，你在家吗？”林云瑶将李小可拉进了屋内，你想要跟上去，大门便是啪的一声关上了。在外面，你听到妹妹考取了大学，却没钱交学费。你万万没有想到，堂堂一个金丹期大修者的妹妹，竟然会没钱上学。转眼间，你直接来到金陵城市区的集市，找了一个空地方，盘膝坐了下来，在面前的地上写出了一行字：出租自己2个小时，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此刻，一个中年男人要租我2小时。他叫王冲，是建筑公司老板。宁夏工地半夜有小孩哭声，昨晚工人还见到黄鼠狼说人话，问自己：小伙子，你看我是像人还是像仙啊？听到这，你心中已经有了大概，便要价10万才能解决。王冲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暂时选择了相信。你花了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在集市上买了最便宜的笔纸，在纸上随意写了几个字，就递给了王冲。回去的时候，把这张纸挂在工地门口。他此刻有点懵逼，以为你在耍他，可看到你一本正经的样子，交了钱拿了纸条就走了。随后吩咐手下跟踪你，到了商场，你买了2台手机，发现有人跟踪，可你并不在乎，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直接一飞冲天，消失在了天际之中。几十公里的路程，1分钟就到了。这时你发现有挖掘机正在强拆你家破败的小平房前，正停着2辆挖土机，10几个大汉正在调戏2个青涩女生，嘴里喷出各种的污言秽语。林云瑶和李小可2人气得面色涨红，可他俩都不敢去还嘴。有2个猥琐男正要对他们动手，你飞一般的挡在他们面前，大声吼道：“你们2个再往前走一步！”场中的7、8个地痞无赖则是在短暂的发懵之后，立即反应了过来，特么的，你脑子有病吧？赶紧给我滚蛋！可下一刻，2个小弟的脖子于同一时刻被你轻易的举了起来，简直就像是2只小鸡仔。你随手一丢，便是将2个小弟丢飞出去，失击于野。这时为首叫鸡哥的冷冷问道：“小子，你究竟是谁？敢管我3口堂的事情？你自己完全没听说过？”倒是身后的李小可听到这3个字，瞬间面色就惨白起来，紧张道：“我们学校的谭子明就是3口堂其中一个堂主。”几乎没有人敢惹他，就算是那些老师见到他都要低头，喊一声谭少好。林峰，算了吧。林云瑶紧张地说道。你回头惊讶地看了一眼妹妹，这还是妹妹第一次主动跟他说话。鸡哥听到林云瑶的话，冷笑一声，把我2个手下打得这么惨，不给个180万，今天这是没完。你平静地说了一句，的确没完，敢欺负我妹妹，结局注定只有一个。没有丝毫的迟疑，单脚猛地蹲地，借力爆射而出，整个人像是离弦之箭一般向着鸡哥等人冲去。事实上，以你的实力，只需要随手一挥，就足以将这群人轻易抹杀。鸡哥冷哼一声，挥了挥手，身后的一群小弟纷纷拿着武器冲了上去，可下一刻你面无表情，一拳一个小朋友，眨眼间那几个凶狠的壮汉便是被你给捶倒在地，身上的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不可能！鸡哥整个人都吓傻了。轮到你了，你一巴掌就将鸡哥扇飞出去4、5米远，牙齿都不知道打掉了多少个。
而就在这时，只见挖土机对着自己撞了，然而下一刻，你神色平静地伸出了一只手，竟然直接将挖土机举了起来。你不想在妹妹眼前杀人，一脚将鸡哥踹飞出去了4、5米远，冷冰冰的，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一群人挤在2辆挖土机上，一溜烟的就跑走了。这群人的命脉已断，短短时间内都会死。除此之外，你还在鸡哥的身上留下了一道印记，不管鸡哥去了哪里，你都能找到。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你不仅要鸡哥这群人的命，其背后指使乃至那个什么3口堂都得死。把妹妹送回家中后，要小瑶在家做饭，自己出去办点事。你找了个偏僻的角落，一飞冲天，瞬间消失在天际。与此同时，鸡哥狼狈不堪地回到郊区的豪华别墅内，将适才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老大郑天虎。就在这时，你一脚将别墅大门踹开，郑天虎坐在沙发上挥了挥手，5、60个保镖从4面8方立即围攻上来。你手持3尺长剑，轻轻一挥，无形的剑气弥漫而出，围攻上去的几十个保镖瞬间被切成了无数碎片。此刻豪华别墅已是修罗地狱。郑天虎和鸡哥见到这幕，直接瘫软在地。你冷冷地问道：“你们3口堂总部在哪里？”郑天虎赶紧跪了下来，不停地求饶，颤声说道：“我不知道。”你直接将手放在他的额头上，使用搜魂术。原来他真不知道具体位置，只知道他的上层叫司徒浩。你走出别墅后，轻轻一挥，整个别墅直接变成废墟。立刻回到家中，妹妹刚好已经把饭做好，很常见的家常小菜，你却是10年没有吃过了。闲聊中，你将过往告诉了小瑶。10年前，我去找女友的路上，被那个修仙大能带走，他强行逼我修仙。10年后他作画，我才得以回来。哥，你别说了。林云瑶捂住嘴，眼中溢出泪水，哭着哭着躺在你怀里睡着了。你轻轻地将妹妹放在床上，独自走到门外仰望星空，想起了那个让你魂牵梦绕的女人。现在虽然2个人之间不可能了，但你还是决定等把妹妹入学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去云川市找陈一诺。一夜转瞬即逝，你和小可带着妹妹去学校报名，随后独自在大学里闲逛起来。此刻忽然见到昔日的老同学云景初，他穿着一身名牌，满脸笑意地走上前，向你炫耀他过亿的资产，还要跟你安排底薪5000的保洁工作。你也只是一笑而过罢了。就在这时，一个倩丽的身影从不远处走来，吸引了不少男同学的目光。云景初这时笑得更加灿烂，连忙招手示意女人过来。女人看到你的时候，惊讶地捂住了红唇。林峰，竟然是你！赵双儿，10年不见，别来无恙。你嘴角挂着笑意。当年赵双儿是无数男同学的梦中情人，他曾经追求过你，只不过当时你正和陈一诺在一起。我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怎么都联系不上？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赵双儿用小拳头捶了捶你的胸膛，精致的笑脸上2个浅浅的小酒窝，看起来很是迷人。出了点意外，你脸上始终挂着一成不变的笑意。这时，旁边的云景初摇了摇头说道：“你说能出现什么意外？刚刚我还在说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呢，可惜峰哥不愿意。”赵双儿似水的眸子带着些许复杂。当年你可是大学里公认的校草，那时候的他可是跟你说一句话都会脸红。如今时过境迁，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迷恋帅哥的小女孩了。在商场上摸滚打爬了这么多年，她现在交朋友都是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你看出了赵双儿的变化，心中微微一叹，原来他们俩是作为学校代表来评选优秀校友，交换了联系方式后就离开了。这时小瑶打电话来说，入学手续办好了，可以去吃饭了，你们约在学校门口汇聚。妹妹小瑶一见到你就挽住你的胳膊，小可见状还说要跟你生猴子。3人正说笑时，街道的对面有个30岁左右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正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妈妈，怎么了？小女孩轻轻问道，年纪约莫5、6岁，像是一个洋娃娃一般，可她在说话时却显得很木讷，连吐出的字句都含糊不清。她叫林恋恋，恋恋不忘的恋恋。没事，妈妈在想晚上烧什么给小恋恋吃呢。陈一诺枯黄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抱起小女孩转身向着远处走去。在转身的那一刻，他的眼中流出了无声的泪水。这么多年来，他不顾父母的劝阻，带着女儿从云川来到金陵，一直在寻找那个被深深刻在他脑海中的男人。所有人都说你失踪了，或许遭遇不测了，没想到如今终于见到，而他那颗期盼的心在此刻彻底碎掉了。林峰，原来你没有失踪，原来你真的没有死，原来你自始至终只喜欢18岁的女孩。这一刻，陈一诺心灰意冷，彻底死心，只想要立马远离这座城市。你似乎有感应的抬了抬头，看到了一个身材枯瘦的女人抱着小女孩消失在了街角。这时李小可告诉你，她见过这个女人很多次，她的女儿患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病，叫歌舞伎综合征。这种病长不大的，天生智力缺陷，而且好像活不过20岁。你也没有多想，便叫小瑶他俩先去吃饭。3人走到一家人均1000多的高档饭店，小瑶见这么贵，想换个地方，你却要她想吃什么就点，不需要省钱，钱对你来说真的不是问题，只要你想，可以随时赚到一大笔钱。就在这时，学校的领导也走进饭店，云景初和赵双儿也跟在身后。你想起刚刚的一幕，并没有上去打招呼，云景初则一脸笑意走上前来跟你打招呼，哈哈，真巧啊，咱们刚刚才分开，现在又遇到了。当他看到林云瑶和李小可时，眼中又划过一丝嫉妒之色。早在当年上大学时，你就是学校中无数女生眼中的男神，没想到一晃10年过去，你都已经落魄成这样了，竟然还能泡到这么漂亮的妹子，这让他心里面很不爽。你不咸不淡的回了一句，是啊，挺巧。这时一个学校的领导走了过来，云景初笑着调侃道，王副校长，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叫林峰，当年可是
是我们学校的校草。王天高很是热情地邀请你一起吃饭。既然王校长邀请了，那林峰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包厢吃吧，正好省了一顿饭钱。据我所知，这川香阁的消费还不低。云锦初嘴角微翘，可以说王校长的此举正合他意。等会的聚会上，他作为优秀校友外加捐赠人的身份，绝对会风光无限。如果你在场，可以很好的满足他的虚荣心。你当年不是很牛逼吗？现在呢，你就是一个废物而已。而我云锦初是社会的精英人士，是大家追捧的对象。还是不了，我这里有3个人，不方便。你摇了摇头，婉言拒绝。没事，他俩也可以一起，我订的包厢足够大。云锦初将目光移向了林云瑶和李小可，笑着说道：“这2个女孩目光清澈，绝对还是个处，而且长得很漂亮。最关键的是，这2个女孩和你关系不浅，就这么一个理由就足以让她心动。若是能够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云锦初眼底深处划过一丝淫秽之色。虽然云锦初隐藏得很好，但你还是注意到了。你目光顺冷，冷冷的。我说了不方便，你没听到吗？云锦初眼睛微眯起来，似乎是没想到你敢这样和自己说话。在他看来，你现在混成这逼样，我邀请你吃饭是给你面子，你特么还蹬鼻子上脸了。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动怒的样子，而是一脸歉意道：“林峰，我知道你现在混得不好，看到我这么优秀，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但我作为老同学，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跟你聚一聚。你应该不会还在生当年的气吧？当年你我虽然有些矛盾，但那些都是过去，没必要记在心里面。瞧瞧，瞧瞧，到底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这度量气质就是不一样。”周围几个领导很是佩服，赵双儿也是异彩连连，而你则是眉头微皱，算是彻底看出云锦初的为人了，典型的笑里藏刀的小人。与这样的人，你实在没有交流的欲望，于是嘴中冷冷地吐出一个字：“滚！”林峰，云锦初笑容僵硬，心中大为恼火。果然穷是有原因的，就你林峰这种狂妄的性格，能混得好才怪。这位同学，你没必要出口成脏吧？王天高皱眉说道，觉得你太没素质。而赵双儿则是眉头一皱，走上前说道：“林峰，大家都是老同学，锦初他好心好意邀请你，也想跟你聚聚，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双儿，难道我的意思表达的还不够明显吗？”你看向赵双儿，眼中满是失望之色。想当年，赵双儿可是你最好的朋友之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坚定的站在你的身边。可现在终究是都变了。说真的，你太自以为是了。赵双儿冷冷说道。其实他大概也能看出来云锦初的意图，但依旧选择了帮云锦初说话。毕竟现在云锦初可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而你只是一个无业游民，根本就没得比。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要说错，只能怪你林峰现在无权无势，怪你林峰无能，其他人谁也怪不了。算了，既然林峰不愿意，咱们没必要管他，以后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赵双儿看向云锦初说道。云锦初面色阴沉，心中很不甘心，预想之中应该是你看自己有钱有势，然后跪舔自己才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自己滚。他云锦初不要面子的吗？就在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半白老人快步走进了川香阁。老人戴着金丝眼镜，步伐稳健，看起来很是雷厉风行。此人正是之前你的班主任欧阳修。云锦初心中一动，立即笑着挥手喊道：“欧阳老师，在这里。”欧阳修闻言快步的走了过来，当看到你时，又是一脸惊讶：“老班，好久不见！”你站了起来，对于这个曾经的恩师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当年眼前这个半白老人对你无微不至，把你当成了关门弟子，得意门生，不管什么好事，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你。正因为有这个老人的照顾，你才能在人才辈出的金陵大学混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个老人是你人生中最尊敬的人之一。你本来打算找个机会亲自登门拜访的，但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小峰，这些年你都去哪了？欧阳修看了你一眼，神色有些复杂。这个当年他最看好的学生，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你又为什么要抛弃一诺这么一个好姑娘？说来话长，林峰叹了一口气，没事，既然回来了，那就好好的去生活，有什么难处跟我说。欧阳修并没有追问，而是像从前那般拍了拍林峰的肩膀，给予了足够的理解。林峰鼻子忽然有些发酸。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和母亲去世之后，眼前这个老人相当于他唯一的长辈了。他林峰可以不在乎所有人的态度，唯独那个有限的几个人，他很在乎。这2位是……这时，欧阳修看向了旁边的林云瑶和李小可。林峰笑着说道：“这是我妹妹和她同学。小瑶，这是哥哥之前的班主任，是哥哥最好的老师。”林云瑶和李小可闻言赶忙站了起来，很是乖巧说道：“欧阳老师好，欧阳老师好，你们好。”欧阳修点了点头，露出很慈祥的笑容。见到这一幕，云锦初眼中划过一丝不满，觉得班主任真的是偏心，当年就对林峰另眼相看，现在林峰都混成这样了，竟然态度还这么好，凭什么？我云锦初哪点比林峰差了？如今我是上市公司老总，是金陵城杰出青年，是学校的优秀校友，我坐拥近10亿资产，名下豪车别墅无数，而他林峰有什么？他除了长得帅了一点，哪点比我云锦初优秀？想到这里，云锦初吐出一口浊气说道：“欧阳老师，我想着老同学难得相聚，就邀请林峰一起吃饭，他不是很愿意，是吗？”欧阳修皱了皱眉，然后看向林峰说道：“小峰，10年不见，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好好聊聊，老师也有一些话要跟你说。”好。这一次，林峰点了点头，没有拒绝。很快，一群人就来到了川香阁顶层的一个名为帝王包的包厢内。这个包厢不愧是川香阁最豪华的一个包厢，面积足足有近100平米，各种设施都有，光是服务的人员就有5个。可以说，就算什么都不点，
光开这么一间包厢就要个大几千块了。还有一些人没有来，大家先坐着聊会天吧。云景初一副东道主的模样，笑着招呼几个学校领导坐下。几个学校领导纷纷笑着围坐在云景初的旁边，说着一些恭维的话。从这些话中，林峰听出了一些消息。金陵大学在城市远郊板块正在新建一个独立学院，工程造价约莫是2个多亿，结果现在钱不够，大概还差3000多万，所以希望云景初赞助一点。什么叫赞助一点？这不是在埋汰我的？作为金陵大学的一份子，区3000多万，我云景初还是拿得起的。云景初很是大方地说道。云董大气，哈哈，我就知道这件事和云董一说不是问题。我们学校出了一个好学生啊。以王天高为首的几个学校领导纷纷笑着说道。一旁的赵双看向云景初的眼中也是异彩连连。3000多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现金出来，足以见得云景初现在的强大实力。之前云景初一直在追求他犹豫不定，打算多观察一番。可现在看到这一幕，他觉得自己可以跟云景初交往一番试试看。哎，你们可千万别折杀我了，我只是做了一件自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云景初故作谦虚地说道。说着说着，他又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林峰。当看到林峰正在看着自己的时候，心中一阵暗爽。哈哈哈！林峰啊，林峰，现在你应该知道和我的差距了吧？3000多万，我随手拿出。而你呢？现在3000多块都不一定能拿出来吧？几个学校领导等人注意到了云景初的目光，纷纷瞥了一眼林峰，但很快就收回了目光。一个小透明而已，根本就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也就是云景初邀请了，不然像林峰这种普通人是没资格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哼，真会装逼。见到哥哥被鄙视了，林云瑶心中不忿，低声说道。也不算是装逼，能随手拿出3000多万的现金真的很厉害了。而且这个云景初我也听说过，是金陵市10大杰出青年呢。最近兴起的一个名为天景集团，好像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这时赵双儿压低声音说道。那又怎么样，他又没有我哥哥帅。林云瑶嘟囔了一句。晕了。赵双儿闻言不由翻了个白眼。话虽然是这个理，但如今这世道帅是没用的，多才多艺才是王道啊。双儿，要是让你从他跟我哥哥之间选，你选哪个？林云瑶问道。赵双儿想了想说道。按道理我应该选云景初的，但你是我的好闺蜜，所以我肯定是站在你哥哥这边的。嘻嘻。林云瑶闻言立即笑了起来。旁边林峰将2个少女的话全都听在了耳中，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李小可真是个活宝啊。这时坐在旁边的欧阳修也是说道。小峰，老实说，你也别生气，人家云景初现在混的的确是好，市里面已经有很多大人物注意到他了，不出意外的话，他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没什么好生气的。他有他的光明大道，我有我的独木桥。林峰摇了摇头。哎，有一句话，老师不知当讲不当讲。老班，你尽管说。其实人有时候一定要学会放下，有放才有得。如果能得到云景初的帮助，你可以轻易改变现在的处境。你的本事我也知道，你只是差一个好平台而已。卧薪尝胆的故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林峰看着一脸诚恳的欧阳修，沉默了片刻，才是笑着说道。老班，若是我这样做了，我还是林峰吗？况且现在的我不见得就比云景初差。唉。欧阳修闻言叹了一口气，话语一转，又说道。你和一诺2个人是怎么回事？当年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分开就分开？可能是有缘无分吧。林峰神色有些痛苦，他这辈子除了对不起父母、妹妹之外，最对不起的应该就是陈一诺了。当年陈一诺是那么爱他，根本不在乎他没车没房，说只要自己去云川向他父母提亲，他就不顾一切的嫁给自己。哪怕过去了那么久，林峰依旧记得临别前的那一幕。那一晚，金陵火车站前，霓虹灯闪烁，陈一诺一边帮他整理着衣领，一边轻声说道。林峰，我先回家了，你记住一定要早点来哦。转眼间10年就过去了，足足过去了10年啊。他终究是没能等到自己的到来。其实一诺不久前曾来找过我，问我有没有见过你。欧阳修说道。林峰心中一颤，问道。然后呢？他好像过得很不好，几年不见，整个人都变了，再也不像当年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了。唉。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肯说，只是留下了一个电话，说如果我看到你，就把这个电话给你，让你一定要联系他。欧阳修说着说着，拿出笔纸，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了林峰。第16，解铃还须系铃人。林峰看着纸条上的号码，滋味莫名，犹豫了片刻，便是拿着纸条向包厢外走去。林峰，等会就要开始了，你又去哪里？云景初一直在留意着林峰，所以立即大声问道。林峰要是走了，他今晚装逼给谁看？可林峰像是没听见一般，直接忽视了他，
走出了包厢。干！云锦初握紧了拳头，心中的愤怒让他恨不得立即找一群人过来，把林峰狠狠地踩在脚下。社会的蛀虫，蝼蚁之辈，你特么到底凭什么这么狂？敢三番两次的忽视我？云董，一个小透明而已，没必要在意他。一个校领导看到情况不对劲，立即出声说道：锦初，你和林峰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不值得你多加关注。赵双也是柔声劝说：呵呵，你们误会了，我只是害怕自己招待不周而已。林峰他可能心态不好，但我这个人却是很看重感情，他是我的老同学，我不能丢了他的面子。云锦初脸上恢复了笑容，眼底深处却是划过一丝冷色。林峰一而再再而三地落他脸面，已经彻底得罪了他。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拿出电话发出了一条信息出去。林峰走出包厢之后，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拿出手机按照纸条上的电话打了过去。事已至此，唯有面对。他决定了，假如陈一诺真的过得很不好，婚姻不幸福，那他就重新把陈一诺追回来。即使陈一诺有了孩子，他也无所谓了。爱一个人是可以包容他的一切的，而且毕竟是他林峰负了他。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喂，陈一诺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这声音完全不像是一个30岁的女人该有的声音，倒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妇人才能发出的声音。是我。林峰声音微颤。一诺，我是林峰，我回来了。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林峰不死心的又打了过去，然而这一次对方连接都没有接。一诺。林峰握紧了拳头，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与此同时，一间昏暗狭窄的地下室里，陈一诺握着一个老旧手机，呆呆地坐在床上，眼中无声地流下了大串大串的泪珠。若是在之前，他听到林峰的电话，绝对会将其破口大骂一番，问他这些年都去了哪里，当年为什么要玩失踪。可在白天，当看到了林峰跟2个年轻女孩搂搂抱抱之后，他的心就彻底死了。不是他不相信林峰，而是现在的他又有什么理由让自己去相信？陈一诺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憔悴的脸，枯黄的头发，就像是一个40、50岁的黄脸婆。他想着这10年所受的苦，只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傻逼。明明是个白富美的他，为什么要硬生生的把自己折腾成这样？生活的一地鸡毛，宛如一坨狗屎，就是为了所谓而又可笑的爱情。妈妈，妈妈！这时，一个穿着粉色小裙裙的女孩忽然从梦中惊醒。小女孩大眼睛，长睫毛，五官精致的就像是一个洋娃娃，但整个人看起来却显得很呆板木讷。妈妈在，妈妈在这里。陈一诺赶忙心疼的安慰了一下，待小女孩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之后，才是拿出电话拨了出去。等电话接通之后，才是说道：妈，我明天就回去。一诺，你终于想通了，你也别怪你爸，你爸是看你苦在眼里，疼在心里，他要是不冻结你的卡，你是永远不会死心的。电话那头有一个女人苦口婆心的说道，随后又问道：那你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大概中午。好，那我让小李去机场接你。挂断了电话，陈一诺憔悴的脸上瞬间变得冷漠起来。他发誓，从今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自己和女儿，绝对不会。另一边，林峰默默地回到了包厢内。哥，你没事吧？林云瑶注意到了不对劲，有些担心地问道。没事。林峰摇了摇头。其实陈一诺的反应在他预料之中。相谈7年，他太了解陈一诺的性格了。陈一诺是一个对感情很认真的人，既然他已经嫁人为妇，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就算日子过得再不好，也不可能再搭理自己。只是让他不解的是，陈一诺为什么要留电话号码给老师？他说什么了？这时，欧阳修在一旁问道。说了一个喂，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林峰苦笑一声，这不可能吧？当时他留电话时，就是为了让你打电话给他。欧阳修皱了皱眉，可能中途又出现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吧。林峰摇了摇头，又叹道：唉，事已至此，说再多也没有用了呀。有些事有些人，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一味的去强求，反而对双方都不好。欧阳修点了点头，他作为2个人的老师，能做的有限，也懂得感情这种事情，外人是帮助不了。解铃还须系铃人。WWW。随着时间流逝，包厢内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个人，皆是学校的领导以及新校区建设的一些负责人。这些人来了，无一不对着云锦初点头哈腰，表现得很是热情。闻名不如见面，云董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哈哈，云董，这一次的事情可就麻烦你了。云董，有机会我做东，请你吃个饭，到时候可务必要赏脸。大家太折杀我了，能为母校贡献一份力，是我的荣幸才是。云锦初昂首挺胸，很是享受众人的追捧，尤其是这些人还是母校的领导，这让他更有一种功成名就之感。就在这时，王天高看向了林峰，淡淡道：云董就是有度量，
不像有些人小肚鸡肠，什么本事也没有，这架子摆的倒是挺高。此言一出，场中众人皆是看向林峰，面露怪异之色。一些后来的人不知道王副校长为什么要针对林峰，在旁边的人解释之后，顿时理解了。得了，又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尺贱的人，这样的人他们见多了，所以稍加看了一眼，便是收回了目光。今天这种场合是他们和云锦初攀关系的时候，可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到一个不自量力的蝼蚁身上。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哥？林云瑶听不了有人这么说自己哥哥，所以立即生气问道：小瑶，别乱说。旁边的李小可赶忙拉住了林云瑶。王天高可是金陵大学的副校长，而他们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小瑶说这话简直就是在把自己的火架上烤啊！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王天高看向林云瑶，面色阴沉。不等林云瑶回话，李小可就赶忙站了起来，陪笑道：王校长，小瑶她还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哼，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样子，别以为有满腔热血就可以无所畏惧，否则要付出的代价不是你能承受的。小小年纪不知分寸，你若是不想上学，我可以满足你。王天高冷哼一声。林云瑶闻言面色苍白，他没有想到对方这么不讲理，直接就拿他的学籍来威胁。见到这一幕，云锦初在一旁双手环胸，就像是在看戏一般。他知道王天高这样做是在有意讨好自己，但心中依旧暗爽。旁边赵双微微摇头，觉得很可笑。没想到林峰无知就算了，他的妹妹竟然也是那么的蠢。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区区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生，有什么资格去质问一位学校领导？第16解铃还须系铃人。第17撕破脸皮。王校长，你这话有些严重了，今晚大家聚会开开心心，没必要闹成这样。这时欧阳修见情况不对劲，赶紧出声劝和。欧阳老师，这事跟你无关，你别插手。王天高根本就不给欧阳修面子。欧阳修虽然是学校的老教师了，但他可是学校的副校长，无论是地位还是权势，都不是欧阳修能比的。有些人不教训打磨一下，他就永远不知天高地厚。云董好言相说，是给他面子，我王天高可不需要给这个面子。我最看不起这种自己没本事还喜欢装腔作势的人，就是一个废物而已。王天高看着林峰，毫不客气地抨击道。其实早在外面大厅的时候，他就看林峰不顺眼了，现在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发作而已。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很帅？林峰抬了抬眼皮，深邃的眸子平静地看着王天高。不知为何，面对林峰的眼睛，王天高心中忽然一紧，只觉得自己像是被一头魔鬼盯上了一般。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自己堂堂重点大学的副校长需要害怕这么一个小人物？难道我说的不对吗？王天高冷笑一声，你说对不对姑且两论，但是你刚刚吼了我妹妹，我曾经发过誓，我回来之后不会允许任何人再欺负我妹妹。林峰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看着王天高。现在我给你一个补过的机会，给我妹妹道个歉，我可以考虑饶了你。让我给这个小丫头道歉，你觉得可能吗？王天高满脸的嘲弄。所以这就是你的选择吗？林峰脸上看不出丝毫色彩。这一刻让得场中的气氛压抑到了极致，一些人心中发毛，感觉到有些紧张。林峰这是想要干什么？难不成还想打王校长？一旁云锦初嘴角微翘起来，他知道该轮到自己上场了，自己只需要随便开一句口，就可以轻易化解此刻的危机。这不仅可以在众人面前装逼，而且还能让林峰对自己感恩戴德。这般一想，云锦初轻咳了2声，离开座位，走到林峰身边，拍了拍林峰的肩膀，笑着说道：好了好了，今天我做东，大家都少说2句，不要闹成这样嘛。说罢，他又看向王天高说道：王校长，给我个面子，这事情就这么算了。林峰是我老同学，他妹妹也就是我妹妹，既然云董都开口了，我自然要给这个面子。王天高不在意的耸了耸肩，他目的就是为教好云锦初，既然云锦初都这样说了，他自然要给个面子。至于林峰和林云瑶，在他眼中就是个小人物而已，开心了就赏颗糖吃，不开心就打压一下，纯属玩乐而已。场中众人见到这一幕，纷纷暗自点头。当真觉得云锦初气度不凡，林峰之前那样无视他，可他依旧真诚相待。如今这个社会，这样的年轻人可真得少见了，怪不得能被评为金陵市10大杰出青年，将事业发展到这种地步是有原因的。林峰，你还不谢谢锦初？今天若不是锦初帮你，你可就惨了。赵双在不远处大声说道。不用不用，老同学嘛。云锦初微微一笑，但一双眼睛却是看着林峰，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等着林峰的感谢。然而就在这时，砰！林峰一巴掌就将云锦初扇飞了出去，然后冷冰冰地看向王天高说道：给你最后10秒的时间选择，如果不给我妹妹道歉，
我保证你活不过今晚。你若是以为我在开玩笑，你大可以拿自己的命试试。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得整个包厢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是长大了嘴巴，目瞪口呆。欧阳修目光失神，赵双儿整个人都傻了，地上的云锦初更是捂着红肿的脸，满脸的难以置信。他敢打自己，他竟然敢打老子！云锦初死死地握住拳头，寒声道：林峰，你他妈什么意思？我帮你说话，你还打我！林峰直接无视了他，依旧冷冷地盯着王天高，开始了倒计时。3、2，对不起。王天高紧张开口，他的额头上已经是冒出了丝丝冷汗。林峰的目光真的太瘆人了，就像电视中那些冷血无情的杀手一般，让他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让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站立起来，仿佛如果自己不道歉就真的会死一般。罢了，这个林峰就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而我可是金陵大学的副校长，没必要去和这种人一般见识。王天高在心中这样安慰自己，而见到王天高竟然真的道歉了，场中众人皆是面露复杂之色。不过转而一想，这也是正常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峰这种人估计心态已经扭曲了，倒不是怕，而是和这种人正面硬刚实在没这个必要。以他们的身份，可以有10000种办法让林峰吃不了兜着走。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林峰冷冷说道。这位小姑娘，对不起，是我刚刚唐突了。王天高看向林云瑶，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心中很是憋屈。早知道今天过来就带几个保镖一起的，可谁又能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没关系，林云瑶心中复杂。虽然王天高现在是道歉了，但之后呢？他几乎可以预料得到自己接下来的下场，被退学基本上是肯定的。不过他也不怪哥哥，不管如何，哥哥都是在为他出头。如果连他都责怪哥哥举动不对，那哥哥得多伤心啊！既然你道歉了，那刚刚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导致我妹妹退学什么的，你明白吗？林峰又是说道。那是自然。王天高表面点了点头，心中却是一阵冷笑。可能吗？你这么羞辱我，你妹妹还想在我的地方继续读下去？吃屎去吧你！希望你能做到，不然我保证你会后悔。林峰平静说道。王天高心中怎么想的，他大概能猜出来，不过并不在意，他已经给了其一个机会，若是对方不好好珍惜，那也别怪他无情。老班，今晚这饭怕是吃不成了，等后面有时间我再单独请你。林峰又对着欧阳修一脸歉意的说道。唉，欧阳修没有回话，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刚过一舌呀，小峰为什么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呢？这让他无可奈何的同时，又是一阵痛心。小瑶，我们走吧。林峰对着妹妹说道。林云瑶点了点头，很是乖巧的跟在哥哥的后面。李小可犹豫了一番，也是选择跟着一起。可就在这时，给我站住！云锦初面色冰冷的拦住了3人的去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林峰打了一巴掌，他自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既然林峰这么不识抬举，那自己就只能满足他了。林峰，你打了我一巴掌，想就这么走了，你觉得可能吗？云锦初冷冷问道。怎么，你觉得一巴掌不够，还想多挨几次？林峰问道。云锦初闻言嘴角一抽，特么的，自己是这个意思吗？滚吧，看在昔日同窗的份上，我不想让你太难看，你最好别不自量力。林峰说道。不自量力？我真不知道你究竟是哪里来的勇气，敢和我这样说话。云锦初怒极反笑，他拍了拍手掌，包厢外面顿时冲进来7、8个黑衣保镖。这些黑衣保镖身高7尺，面容冷酷，肌肉膨胀，一看就战斗力不俗。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皆是心头一惊。我就说以云董的身份，身边怎么会没有保镖？原来都隐藏在了暗处。大家看到了那个带头的大汉吗？这个人我之前在电视上见过，名为赵虎，不仅是退役特种兵，而且还曾获得了江南省8市联决格斗赛前100名。这么厉害！8市联决格斗赛的含金量可是很高的，有很多格斗高手。这个赵虎能排进前100，以一敌十估计不是问题。云董还是有钱啊，请这种级别的保镖，一年估计至少要60、70万。听到众人的议论声，赵虎面露不屑之色。一群没见识的文弱书生，什么叫以一敌十？就你们这些普通人，老子能打5、60个不是问题。当然，他也只是在心里面这样想想，表面上自然不会直接说出来。毕竟如今这个社会上能打没什么用，有钱才是王道。他就算这么厉害，也要给有钱人打工，养家糊口。云董，发生什么事了？赵虎朗声问道。他一双铜炉大眼轻蔑地扫视场中众人，瞳孔内像是有一团火焰在燃烧。被他看到的人都是身体发毛，只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头人形野兽盯上了一般，不寒而栗。就连李小可和林云瑶都是有些害怕，躲在了林峰的身后。第17，撕破脸皮。第18。
200万的保镖也不怎么样。随着赵虎带人到来，云锦初的气势明显变了。他双臂环胸，嘴角微翘，一双眼睛更是戏谑地盯着林峰，似是想从林峰脸上看出一丝惊慌失措之色。可没想到，林峰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似乎没看到赵虎几人一般。难道是吓傻了吗？到底是个废物！云锦初满脸的不屑。锦初，毕竟也是同学，悠着点。这时，赵双在一旁劝说道：“他虽然不想与林峰有所交集，但想着曾经的友谊，所以也不希望将事情闹得太大。毕竟8个保镖一起上，可是真的会打死人的。”想到这里，赵双看向林峰，眼中满是怜悯。林峰啊，林峰，你还以为是10年前吗？现在的你在云锦初面前就是一条蝼蚁，真把他逼急了，随便花个100-200万就能要你的命，知道吗？双儿，你也看到了，不是我想找事。事实上，我一直都在憋着火气，尽量不想跟他起冲突。可你看他是怎么做的？云锦初看向林峰，冷冷说道：“他竟然毫不犹豫就给了我一巴掌。你说我云锦初现在也是金陵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此事我若是就这么算了，我以后还怎么混？”此言一出，旁边的赵虎就愤怒地说道：“什么？云董，这小子刚刚打了你？不错，刚刚你们不在，这人可是狂得很啊。”云锦初淡淡的点了点头。妈的，小子，你胆子够肥的呀，连我们云董都敢打，是不是找死啊？赵虎冷冷地看向林峰，使劲地揉了揉沙包大的拳头，指骨发出滋滋的响声，听得在场众人毛骨悚然。这尼玛也太吓人了吧！这一拳要是打在人身上，谁能承受得住？小峰，你赶紧给锦初道歉！欧阳修害怕出事，立即站起来示意林峰道歉。可他话音刚落，就被云锦初出声制止了。欧阳老师，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今天这件事肯定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那你想怎么样？欧阳修皱了皱眉。很简单，让林峰给我跪下来道歉，再让我抽10个大嘴巴子，这件事就算了。云锦初看向林峰，很是轻蔑说道。听到此话，场中众人皆是神色一怔。跪下来道歉就算了，还要抽10个大嘴巴子，就算那几个看林峰不爽的学校领导都觉得云锦初的条件有些过分了。不过他们也不会管闲事，在他们看来，林峰这是咎由自取。你让我给你跪下来道歉？林峰饶有兴趣地看着云锦初。不错，今天你必须跪下，没得商量，不然……砰！一道沉闷的响声之后，云锦初整个人被林峰一脚踹飞了出去，最后重重地砸在餐桌上，将餐桌上的碗碟砸得稀巴烂，嘴中更是喷出了一大口鲜血。啊！云锦初痛苦呻吟，几度挣扎着想要爬起来，都没能爬起来。嘶！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冷气。谁也没想到，都这种时候了，林峰竟然还敢动手，并且出手还这么重，把云锦初打成了这逼样。这是疯了吗？简直就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很快，8个保镖就反应过来，7个保镖上前将林峰团团包围住，防止林峰逃跑。赵虎则是冲上前去，将云锦初搀扶了起来。云董，你没事吧？赵虎紧张地问道。云锦初一把推开赵虎，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然后冷冷地看着林峰，神色难看到了极点。林峰，你他妈真的是在找死！老虎不发威，你真的把我当成Hello Kitty了吗？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话语落下，那围住林峰的7个保镖便是毫不犹豫动手了。可以看出，这7个保镖都是练家子，底盘很稳，出拳速度极快，分别从4个方向对着林峰攻击而去，几乎封住了林峰所有的退路。而面对如此严密的攻击，林峰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7人拳头到来的一瞬间，他才是纵身一跃，一个360度回旋踢，砰砰砰，7个壮汉保镖瞬间被他踢飞了出去了7-8米远，最后都重重地砸在包厢内的墙上，将墙壁都砸出了一条肉眼可见的裂缝。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都陷入了呆滞状态，久久不能缓过神来。以1敌7，一脚踹飞7个，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不可能！云锦初死死地握住拳头，面色狰狞无比。记忆中，林峰明明就是一个柔弱书生，根本就不会打架，为什么现在这么厉害？大叔好帅！李小可挥舞着小拳头，眼睛都要冒出小星星了。这确定不是在拍电视剧吗？360度回旋踢，这可是只有在电视剧中才能看到的场景啊！林云瑶眼中异彩连连，虽然她知道哥哥是修仙者，这只是个小 case 而已，但看到哥哥如此神武，心中依旧感到很激动。这就是自己的哥哥呀，盖世无敌的哥哥，怪不得你敢如此嚣张，原来是有2把刷子，不过也仅此而已，对付你，我10招都不需要。这时，赵虎冷不丁地说了一句。此言一出，云锦初瞬间缓过神来，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脸上再次洋溢出自信的笑容。就算林峰能以1敌7又如何？
自己旁边的这个赵虎可是江南省格斗联赛前百的存在，以1敌50不成问题，打你一个林峰还不是简简单单。场中其他人也是微微摇头，眼神恢复了原有的色彩。说句实话，林峰真的惊到他们了。谁也没想到林峰看似柔弱的身子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威力。但可惜强中更有强中手，有赵虎在，还轮不到林峰来逞威风。林峰，这10年你是去学武了吧？刚刚那一招的确有2把刷子，可若是你以为这样就能欺负我，那我只能说你想的太简单了。云锦初淡淡说道。不等林峰回话，他就很自信地说道：赵虎，我1年花200万请你，现在你终于可以发挥出自己的用处了。此言一出，场中众人又是一惊，他们还以为5、60万就能请到赵虎，没想到竟然是200万，这足以证明了赵虎可怕的实力。没有相应的实力，能获得这么丰厚的报酬吗？云董，你放心，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你这200万花的值不值。赵虎狞笑一声，大步向着林峰走去。他是如此的嚣张跋扈，直接就一拳朝着林峰的胸口轰去。在他看来，林峰绝对躲不过自己的这一拳。长久以来的锻炼，他的出手速度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寻常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可没想到，林峰很轻易的就躲开了他的拳头，然后随意一脚踹出，砰！200多斤重的赵虎便是被狠狠的踹了出去，最后重重的砸在墙上，嘴中不停的吐血，凄惨无比。这就是200万的保镖吗？也不怎么样啊。林峰看向云锦初，淡淡说道。这一刻，全场陡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像只死狗的赵虎，心中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复下来。一脚，依旧只是一脚，便是 KO 了江南省格斗大赛的100强选手。若不是亲眼看见，谁敢相信？林峰，他怎么会这么强？第18 200万的保镖也不怎么样，第19水很深，你把握不住。不可能！云锦初愤怒低吼，英俊的面容都近乎扭曲，显得无比的狰狞。这里明明是自己的主场，明明是自己要把林峰的脸狠狠地踩在脚下，可现在这特么算什么？此时此刻，云锦初甚至都可以感觉到周围众人的怪异目光了，甚至就连赵双都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似乎是在说：你也太垃圾了吧，竟然连林峰都摆不平。赵双可是他现在追求的对象，在心爱女人面前丢了这么一个大脸，云锦初心态真的有些崩了。他一双带着血丝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林峰，声音有些尖锐沙哑：林峰，你绝对不可能打过赵虎，你一定是使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吧？云锦初，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林峰平静地问道。于他而言，云锦初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只蚂蚁罢了，若不是看在昔日同窗，他绝对不会跟云锦初废一句话。说到底，他终究是一个念旧的人，对于一些老友，他很珍惜过往的情分，但奈何事情总是事与愿违。当然有意思，我是上市公司董事长，资产好几亿，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废物而已。林峰，当年在学校时你就处处压我一头，现在你还想压我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拿什么跟我比？你凭什么跟我嚣张？就算你能打又如何？如今这世道，能打是没有用的。云锦初连连出声，发泄着心中的怨气，似乎是想要用话语来找回刚刚丢失的颜面。林峰看着云锦初狰狞的面容，沉默了，心中忽然就觉得索然无味，没意思。红尘百态，大浪淘沙，滚滚时间长河一涌而过，那些难忘的往过往终是昙花一现，难起丝毫浪花。或许唯有道之一途才是永恒吧。罢了，此事就此接过，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林峰摇了摇头，淡淡说了一句，随后带着妹妹和李小可转身就走。场中众人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皆是面露复杂之色，尤其是赵双，眼中更是流波连连，心中难以平静。他想不明白，林峰明明已经落魄成这样，为什么还是如此的自信？在商场打拼10年，他十分理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是看到此刻的林峰，不知为何平静的心竟然又荡起了一丝丝涟漪。这种感觉就像是回到了10年前的那场篮球比赛，他和陈一诺一起为林峰鼓舞加油，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可惜终究是过去了。正如云锦初所说，如今这个社会能打没有任何用，再能打，能打得过枪炮吗？有钱有势才是王道，而这2样，林峰一个都没有。想到这里，赵双目光渐渐平静下来，觉得自己刚刚的情绪太不应该。就在这时，云锦初却是不甘心的怒吼道：林峰，我告诉你，此事没完，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让你知道，现在的你与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噔！林峰停下了脚步，他是一个很不喜欢留麻烦的人，做什么事都想着永绝后患，就如之前灭了那一别墅的人，不留一个活口一样。所以
云锦初的话让他动了一丝杀心。林峰回头看着云锦初，缓缓说道：“你非要这样吗？”云锦初闻言，心中咯噔一声，不由后退了一小步。王天高等人一时面色微变，心中暗骂云锦初真的太蠢。你他妈现在搞不过别人，非要嘴贱干什么？该怂就怂，别人要走就让他走就好了，到时候在暗地里报复，岂不是美滋滋？这样吧，既然你不想，就这么算了。那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你呼叫援助。现在把你认为最牛逼的人给我找来，不论来多少个，我都在这里等着。记住，机会只有一次。林峰淡淡说道。云锦初闻言心中一喜，甚至都差点要仰天狂笑了。他没有想到林峰竟然自大到了这一步，这不是自取其辱吗？真以为自己是战神下凡，无敌世间吗？你说的可是真的？云锦初压住心中的喜意，故作淡定地问道。自然是真的，不过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午餐。我既然愿意让你找人，那如果到时候你找来的人摆不平我，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林峰很是认真地说道。什么代价？云锦初下意识地问道。按理来说，这个代价应该是你命，但是毕竟是老同学，我给你打个8折吧，断你4肢就行了。林峰看了一眼云锦初，又善意劝说道。说真的，我希望你还是选择现在收手，因为我真的给了你太多机会了，该服输就要服输，这个世界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的。听到前面的话，云锦初心里面还有些害怕，毕竟断4肢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听到后面的话，他瞬间就气血上涌，愤怒至极。什么叫水很深？我把握不住？你他妈一个无业游民，社会最底层，也配说这样的话？我云锦初除了打不过你，论眼界，论经历，论资历，论社交圈，哪个不是远超于你？井底之蛙又如何知道井外的世界？林峰，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云锦初冷笑一声，随后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很快电话就接通了，一道深沉的声音从那边传来。谁？王董，是我呀，我是天景集团的云锦初啊，上次我还跟你一起吃饭的。云锦初笑着说道。虽然对方没有存自己的号码，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显得很是恭敬。这一幕让得场中众人神情肃穆万分。以云锦初的身份，在金陵城内绝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能让他这般恭敬对待，电话中的那个人身份绝对难以想象。王董，金陵城内有哪个大人物姓王的？众人在脑海中思索，忽的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众人心中一凛，再度看向林峰的眼中已然多了一丝幸灾乐祸与怜悯。如果真是他们猜测的那样，那这个林峰就惨了。第19，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第20，神秘的王董。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才是回道：原来是金陵大学分校建设项目的投资人云董。怎么，你有事吗？云董这个称呼可不敢当，您直接叫我小云就行了。是这样的。云锦初一脸激动，赶忙将自己遇到的事情一一说出来，希望对方能派人过来帮自己解决这个麻烦。当然，他恭敬话语之中也委婉提出会给予一定的报酬。对于这个王董，他曾特意打听过一番，只要肯出钱，一切都好谈。果不其然，电话那头马上就回道：川香阁是吧？我正好就在这附近不远，现在过去预计20分钟到。雨落，电话便是被挂断了。而云锦初则是拿着手机陷入了巨大的惊喜之中，久久未能缓过神来。王董竟然亲自过来！王董竟然要亲自过来！云锦初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这句话，整个身体都因为过度激动而在微微发抖。预想之中，王董最多派几个手下过来，万万没有想到其本尊竟然会降临。要知道，以王董的身份地位，整个金陵城内又有几人能让他亲自出面的？哦，下划线，哦哈哈，我云锦初果然是天选之人，运气竟然如此好，恰好碰到了王董就在附近。云锦初心中笑开了花，他一扫刚刚的萎靡之气，昂首挺胸，傲气十足，满是轻蔑地看向林峰。就在这时，王天高一脸肃穆地问道：云董，你刚刚口中所说的王董，难道是？不错，正是青龙建设集团的王董。云锦初淡淡说道。听到此话，场中众人瞳孔微缩，看向云锦初的目光明显变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云锦初的人脉关系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连金陵城内巨头人物都能结交上，就连赵栓都难以淡定了。青龙建设集团市值过1000亿，是金陵城在建设工程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其集团董事长王冲更是据传为金陵城3大帮派之一青龙帮的帮主。虽说如今是法治社会，这些帮派之事已经拿不上台面的，但只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人才会知道帮派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蛰伏起来罢了。帮派几乎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一些大帮派
都与一些名门望族搭上关系，管控着社会的秩序。云锦初的天景集团虽然已经上市，但是和这种龙头企业还是远远比不上的。赵双儿实在没有想到云锦初能结交上王冲这等巨擘。其实我能认识王董，也是托了母校的福。这一次金陵分校建设工程的承包人，你们应该知道是谁吧？云锦初看了一眼林峰，故意放慢了语气。这个我们自然知道，招标工作是我负责的，中标人是天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一个校领导立即回道：哈哈，不错。但其实这个天虹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正是青龙集团的王董。云锦初忍不住笑了起来，又道：之前你们联系我要我投资校区建设，我就特地去工地看了一眼，结果就看到了王董在工地里面。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了，毕竟王董这种人物怎么会去工地呢？我特地拿出手机百度搜索了一下图片，结果发现真的就是王董，所以我立即就冲上去趁机结交了，并要到了王董的手机号。听到这番话，众人心中震惊的同时又是有些羡慕。这人的一生啊，机遇这种事情当真是说不好，有的人不仅能遇到，还能及时把握住，而有的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就算遇到了，也只会让他白白流失了。云董能有今日的成就，果真是有原因的，佩服佩服。王天高语气明显恭敬了不少。之前他虽然对云锦初态度很好，但也只是平常论交而已。但是现在看到云锦初与青龙集团的王董搭上关系，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云董果真是人中龙凤。云董，日后一定要多多照顾我们这些老家伙啊！其他人亦是纷纷笑着出声，说好听点是在结交，说难听点简直就是在拍马屁了。赵双儿也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云锦初，眼中的柔情似乎是想要将云锦初给溺死在里面。放心吧，喝水不忘挖井人，诸位都是我的恩师，我云锦初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们。云锦初很是风度翩翩地说道。众人闻言脸上的笑意更加旺盛了。不错不错，云锦初的确是个优秀的人物，能力强，谦虚，不骄不躁，这可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条件。而见到这一幕，李小可不免有些忧虑。他自然听说过青龙建设集团，那可是一个很强的企业，且众所周知，搞工程的这种企业都或多或少有点硬实力。大叔，要不咱们还是走吧，这个青龙集团真的不好惹。李小可低声说道。林峰想了想说道：你和小姚先走吧，我到时候自己回去。他怕到时候场面过于血腥，会吓到两个小女孩，而且两人留在这里也没啥意义。大叔，你别意气用事，求你了。李小可脸上已经带了一丝哀求了。他又看向林云瑶，想要小瑶也劝劝他哥哥，可没想到林云瑶却是直接拉着他向着外面走去。小瑶，你干什么啊？没事，我相信哥哥。林云瑶一边说一边抓着李小可离开了包厢。可在离开包厢的那一刻，他清澈的眸子中也是划过一丝担忧。虽然哥哥说了自己是修仙者，但作为妹妹的又岂能不担心？不过他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倒不如和小可赶紧离开，免得到时候出现意外，让哥哥分就不好了。而看着两女离去，云锦初只是冷笑一声，没有阻拦。只要林峰不走，其他人去留，他根本就不在乎。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场中的气氛渐渐压抑起来，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一言不吭，静静地等待着王董的到来。有几个人，诸如赵双儿、王天高，则是不时看一眼林峰，眼中满是可怜之色，像是在看一只小可怜虫。而对于这些目光，林峰直接忽视了，因为他知道，任何言语都没有事实来的有说服力。等会，他只需要一拳撂倒这个所谓的王董，然后轻轻地把云锦初的四肢折断，就可以让这群人的闭嘴。就这样，约莫20分钟过去了，包厢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细细听去，脚步声齐整划一，清脆而又厚重，就像是训练有素的部队一般。我的天，这是来了多少人？众人心中一紧，赶忙站了起来。第20神秘的王董，第21高人，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在众人翘首以盼中，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紧接着，一个身穿黑衣的国字脸中年人大步走了进来。在中年人的背后，则是密密麻麻的站着一排身穿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这些保镖身上都有一股血煞之气，仿佛是刚刚从战场中走出来的一般，让人看一眼就心悸万分。见到来人，场中众人都是咽了一口唾沫，手掌心微微颤抖。竟然真的是王董亲自来了。众人脑海中不由浮现出有关于国字脸中年人的传奇经历。王冲，金陵城巨擘之一，其17岁从一个小县城来金陵城打拼，20岁得到一个富婆包养，吃软饭10年，30岁借富婆上位，搭上名门望族这条线，创建青龙建设集团，从此一飞冲天。在他的带领下，短短几年内，青龙建设集团便成为了金陵城内工程行业的领头企业，其本人更是如日中天，跺一跺脚，金陵城都要抖一抖。王董，
您来了。云景初都激动得快晕厥过去了，他卑躬屈膝，一脸谄笑迎了上去，一副活脱脱的奴才样。可即使如此，也没有人会去嘲笑他，因为若是换成他们，怕是比云景初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金陵城的巨头大佬，谁又能淡定得起来？场中也只有林峰面露古怪之色。怎么会是他？不久前，他曾在江宁百货交易集市卖了一张鬼画符给一位老板，而这个老板正是眼前这个国字脸中年人，倒是挺巧的。林峰不禁一笑，倒也没有多想，毕竟他和王冲也没有什么大交情，只是普通的交易关系而已。无需废话。王冲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想要拍马屁的云景初，他现在的心情真的很烦躁，恨不得拿刀出来砍人。之前他从一位高人手中求到了一张镇妖符，成功将作祟的黄大仙震死。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没想到就在黄鼠狼死后当晚，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工地上毛坯建筑无缘无故的倒塌，压死了8个工人。再然后，那8个工人的尸体忽然消失不见了。难道是有偷尸贼？王冲神情难看，立即让人调出监控查看。可接下来的一幕让得王冲瞬间头皮发麻，毛骨悚然。监控中，那8个已经死去的工人竟然自己缓缓地站了起来，趁着夜色走向了茫茫大山之中。王冲自认为走南闯北，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可遇到这种邪门的事情，也是不由下了一个哆嗦，没有丝毫犹豫。他第2天一早就又去了一次江宁百货交易集市，想要寻找昨日见到的那位高人，再买一门驱鬼符。可没想到，他从早上等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正在心情烦躁之际，云景初给他打来了电话。本着奏人取乐的想法，他亲自带人来到了川香阁，打算舒缓一下压抑的心情。要不然，换做一般情况下，他根本就不会搭理云景初这种小人物。金陵城10大杰出青年又如何？金陵大学的优秀校友又如何？在他看来，都是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没一点的含金量。谁找你的麻烦？给我指出来！王冲冷声问道。云景初闻言，不但没有丝毫的生气，心中反而乐开了花。看来王董今日心情不好啊，这小豹脾气杠杠的，我喜欢。在云景初看来，王董脾气越坏，林峰就会越惨。他几乎已经脑补出等会林峰哭爹喊娘的场景了。场中其他人自然也是看出了王冲此刻心情极差，所以不由很是怜悯地看向林峰，在心中为林峰默默哀悼。是他，就是他！云景初一脸阴恻恻地伸出右手指向林峰。众人闻言赶忙移开身形，以便让王冲更好地看见林峰。王冲一目看去，当看到身处于人群之后的林峰之后，他愣了，他傻了，他要晕过去了。紧接着，一股狂喜涌上心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在集市等了大半天都没能等到高人，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此刻，王冲眼睛都有些红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外面受到欺负的儿子见到了爸爸一般，心中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感。他堂堂金陵大佬，吃软饭吃了10年，好不容易有了今日的成就，结果还没怎么享福，就遇到了黄大仙讨封以及尸变这种事情，这谁能受得了？别看了，他说的就是我，你可以出手了。这时林峰出声了，他声音很清淡，英俊的面容像是一潭死水，看不出丝毫的变化，显然没有将王冲放在眼里。林峰，你他妈还敢大言不惭？你可知道我身边这位是谁？你个小垃圾，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云景初忍不住讥笑一声。是谁？林峰淡淡问道。是。啪！不等云景初说完，王冲反手一巴掌就抽在了云景初的脸上，将云景初抽得眼冒金花，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见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赵栓懵了，欧阳修傻了，王天高等人更是张大了嘴巴。这是什么情况？就连林峰都是面色一怔，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幕。可转而一想，林峰就大概猜测到了原因，应该是自己那张镇妖符起作用了。王董，你打错人了吧？云景初坐在地上，捂住嘴巴，下意识的就这样说了一句。砰！王冲一脚就踹在了云景初的肚子上，将云景初踹得惨叫连连。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狗东西，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也敢找高人麻烦？高人？云景初忍住剧痛，不由看向林峰，一脸的茫然。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惊惧的语无伦次。王董，你肯定是被骗了啊！他叫林峰，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就是一个穷小子，现在还是无业游民，他能是什么高人？你可一定要搞清楚啊！你的意思是我瞎？王冲面色阴沉的要滴水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不是高人，他是以某种手段骗了你。住口！王冲冷冷地打断了云景初。他亲眼所见，那张镇妖符将一只黄大仙劈死，这能是假的吗？王冲已经懒得去跟云景初废话了，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他直接大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林峰的手，泪眼婆娑地说道：“不，高人，我可算是找到你了。”林峰皱了皱眉，王冲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而且这般举动可不像是一个大佬的作风。想到这里，林峰不着痕迹地抽出了手，并且退后了几步。高人，之前是我的错，我误会了你，你的本事真的很硬。王冲又是跟了上来，很是激动地说道。此言一出，场中众人皆是面露异色。毕竟传闻中王冲吃了10年的软饭，而服侍富婆久了，这性格难免就有些变态，容易对女人产生厌恶感。再加上林峰又长得那么帅，刀削斧砍，剑眉飞扬，棱角分明，自身还带着一股忧郁气质。难道？众人咽了一口唾沫，心中一阵发毛，已经想通了关键点。怪不得王冲这种级别的大佬会对林峰一个穷小子这么好，一上去就握住了林峰的手，泪眼婆娑，哭哭啼啼，欲言又止，还本事真的很硬。这尼玛太疯狂了吧，果真是迎难而上啊。原来是这样，当年在学校靠女人，现在出社会靠男人，这个狗东西。云锦初显然也是这样想的，他死死地握紧拳头，心中万般不甘心，可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确帅不过林峰。林峰注意到了众人怪异的目光，眉头皱得更紧了，看到王冲还想凑近，立即冷声道：“你再敢靠近我半步，我就杀了你！”王冲停下了脚步，有些不懂高人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如此冷淡，难道自己表现的还不够热情吗？高人，你是不是还在生昨天的气？昨天我不是故意看不起你，我开始以为你不行，可没想到晚上回去之后一检验，我才知道你的本事原来这么厉害。王冲一脸歉意。此言一出，场中众人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这尼玛也太劲爆了吧！林峰，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赵双儿听不下去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直接转身离开。林峰见此没有去解释什么，反正他和赵双儿之间的关系已经算是破裂了，日后不会再有交集。小峰啊，有些事情老师也不想多说，反正你自己好好把握就行。人生啊，有舍有得，万道不变其宗。欧阳修拍了拍林峰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老班，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林峰很是无语，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都往那方面去想。这群老乌龟，我想的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年轻，日后的路还很长，要多想想以后的计划，靠这个总归不是长久之计。欧阳修神色复杂地回了一句，然后便是离开了包厢。见到这一幕，包厢里面的其他校领导亦是趁机离开，毕竟这种关乎到王冲隐私的事情还是少听为妙，免得到时候消息传出去引火上身。第21高人，我可算是找到你了。第22诈尸还魂。转眼间包厢里面的人就走了一大半，看着自己邀请来的客人都走了，云锦初握紧了拳头，不甘心啊，我为什么会说我现在要钱有钱，要事有事，要人有人，而林峰有什么？他不过是一个只会卖屁股的小白脸而已。一想到这里，云锦初心中一阵耻辱，看向林峰的眼中充满了怨毒之色。难道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林峰注意到了这怨毒的目光，于是推开了王冲，直接朝着云锦初走去。你想要干什么？云锦初紧张问道。虽然心中愤怒至极，但他也知道以现在的情况，怕是无力回天了。刚刚我应该跟你说过了吧？很抱歉，你输了。林峰平静说道。云锦初闻言面色骤变，立即颤声道：林峰，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可是老同学啊，你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就饶了我这次行不行？我刚刚也是被气上了头，实际上我对你可没有多大的恶意。求！咔嚓！林峰没有丝毫犹豫，一脚踩断了云锦初的右臂。云锦初疼得倒吸一口冷气，额头上的汗水刷刷的流出。然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随后林峰又是接连3脚踩出，一脚比一脚重，一脚比一脚快。咔咔咔！云锦初另外3只也被林峰踩得血肉模糊，骨骼尽断。巨大的痛苦让得云锦初面色狰狞扭曲，眼睛泛白，张大嘴巴，直吐冷气，几乎要晕厥过去了。可面对这一切，林峰眼中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反而显得很是冷漠。机会他刚刚已经给过了，可惜云锦初没有好好珍惜。老同学又如何？一个想踩着自己头装逼的老同学，对他林峰来说就是敌人。尤其是刚刚云锦初还对着自己妹妹露出那副狼一般的目光，当真是自讨苦吃。林峰神色漠然，又是凌厉一脚对着云锦初的肚子狠狠踢了过去。砰！云锦初的身体顺着木地面滑飞出去了10几米远，最后重重地撞在墙壁上，嘴中吐出一大口鲜血，径直晕死过去。见到这一幕，王冲目光微动，
深深地看了一眼满脸平静的林峰。果然，人不可貌相啊！这个看起来忧郁柔弱的青年，竟然远比他想象的要狠毒啊！踩断人四肢不说，还一脚将人踹飞这么远，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云锦初下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不过王冲也没有在意，他经历过的血腥之事多了，自然也不可能会被这个吓到。没想到高人不仅懂得玄奥之术，这身手也极为不俗啊！我王某人佩服佩服。王冲笑着上前恭维道。林峰冷冷地看了一眼王冲，直接向外面走去。刚刚王冲的那一番表现，让他陷入了激情的漩涡。他现在能忍住没拍死王冲，已经算是够给对方面子了。高人，留步！王冲一边急忙说道，一边给门口的一群小弟使了一个眼色。小弟们当即知会其意，将林峰拦在了门口。林峰回头看向王冲，淡淡道：王冲，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王冲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到林峰面前，歉意道：高人，你别误会，我这一次是真的遇到大麻烦了，想要请你帮个忙，只要能帮忙解决，钱不是问题。林峰闻言沉思起来，对于钱，他其实兴趣不大，他现在身上也还有几万，足够他跟妹妹花了。不过他曾说过，要给陈一诺一笔花不完的钱，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想到这里，林峰说道：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符，应该足以应付精怪讨封的事情了。现在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是这样的，王冲立即将昨晚发生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说完之后，他的脸上明显苍白了许多，苦笑道：高人，我也不怕你笑话。我王冲走过南，闯过北，吃过软饭，喝过腥水，还跟毒蛇亲过嘴，但这诈尸还魂的事情真的超出了我的认知。我昨晚一夜都没睡着，一大早就去江宁百货集市去找你了，可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诈尸还魂吗？林峰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关于这个，倒是有多种可能，精怪作祟，蛊虫附体，场域影响。此外，旁门左道中还有一种控尸术，也可以达到让尸体起身行走的效果。所以在没有亲眼见到之前，林峰也不好确定是怎么回事。怎么样，高人，你有办法吗？王冲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别总叫我高人高人的，听起来很别扭，就叫我林峰即可。林峰皱眉说道。叫名字太生分了，我应该年长你10几岁，就托大就叫你一声林老弟，可以不？王冲有意拉近与林峰的关系。在他眼中，林峰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此等人才自然最好能收入囊中。外人都以为他很牛逼很厉害，跺一跺脚整个金陵城都会抖一抖，但实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在那些名门望族面前，他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个世界很大，水很深，远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随你便吧。林峰淡淡道。好，那就叫林老弟了，不知道林老弟可有妙计？王冲一脸热情，说着说着又想上前握住林峰的手。你他妈又想干嘛？林峰眸射杀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以前养成的职业病。王冲尴尬地摸了摸头。林峰冷冷地看了一眼王冲，随后才是说道：你这件事我现在还不好给你下结论，得去工地看一下才行。行，那我们现在就走。王冲心中一喜，赶忙说道：先谈一下价格吧。你也别说我坐地起价，你这件事没有个100万，我是不可能帮你的。林峰淡淡说道。此言一出，外面站着的那些保镖都是瞳孔骤缩。100万，这小子可真他妈的敢开口啊！真以为老大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王冲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不过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冤大头，他还是笑着问道：林老弟，之前不是才10万吗？别废话那么多，你若愿意，我现在就陪你去看看，你若是不愿意，那就算了。林峰不耐烦地回道：别说100万了，只要林老弟能摆平这件事，我可以给你500万。王冲伸出了5根手指，微笑着说道。外面站着的众多保镖听到此话，皆是难以置信。老大是疯了吗？一下子就给500万？要知道他们之中最多的一个人年薪也不过才50、60万而已，羡慕嫉妒恨啊！不过他们虽然心中不爽，但也不敢当面去指责什么，只能暗地里发牢骚了。林峰也是惊讶地看了一眼王冲，酬金竟然足足翻了5倍。说句实话，王冲的这番举动让得他不由高看了一眼。看来王冲能从一介无名小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不是偶然。想到这里，林峰点了点头道：好，你这件事我帮你摆平，那就拜托林老弟了。王冲微微一笑。第22诈尸还魂。第23 500亿，我也不会帮你。当下，一群人离开川香阁，向着外面的停车场走去。林峰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给妹妹小瑶打去了电话。哥，你还好吧？没什么大事吧？电话一接通，林云瑶就很是担心地问道。事情都解决了，不过我现在要外出办点事，可能会晚点回去。我刚刚给你转了3万块，你跟小可去逛逛街，买一点漂亮衣服，不要舍不得花钱。哥，那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早点回家。我知道了。林峰很是温柔地挂断了电话。见到这一幕，旁边的王冲一脸异色，这个家伙对自己的妹妹还真是够好的呀。林老弟，刚刚这个是你亲妹妹吗？王冲笑着问道。不错。林峰淡淡的点了点头。你对你妹妹还挺好的。王冲又说道。林峰看了一眼王冲，没有回话，直接大步走上了黑色悍马车。王冲看着林峰的背影，眼睛微眯起来。作为一个大佬，想问题自然要谨慎全面。如果林峰能帮他解决诈尸这件事，他就必须要把林峰牢牢地抓在手中，为自己所用。至于怎么抓，或许可以从这个妹妹入手。足足8辆加长悍马车组成了一个黑色车队，向着金陵城东郊太湖山的方向开去。因为城区堵车的缘故，50多公里的路程，车队硬生生花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此刻已经是下午4点多，太阳已经渐渐向着西山落下，漫天赤霞萦绕。石子小路上，黄昏斜照出车队长长的影子，配合着路边的3两棵古杨树，有一种寂寥之感。林老弟，已经到项目上了，可以下车了。待车身停稳之后，王冲立即小声说道。可以看出，他一来到这个工地后，神色之中依旧有些紧张，再也没有刚刚那副谈笑风生的模样。林峰点了点头，打开车门，走下了车。入目而去，是一片2层的小楼，蓝顶白皮，典型的工地简易房，约莫有500多间简易板房。按照一间房住4人来算，就是有2000多人。这种规模对于一个工地来说，已经算是很浩大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整整齐齐地堆在不远处，几个戴着黄帽子的工人正在心不在焉地做着搬运工作。林老弟，怎么样？王冲小心翼翼地问道。工地的规模倒是不小，就是这个地方风水貌似不怎么好。林峰摇了摇头。不可能，此地风水是一位堪舆大师看过的，绝对是1等1的风水宝地。如果风水不好，金陵大学也不可能要在这里建学校了。王冲立即否定了林峰的话。林峰看了一眼王冲，然后指着远处溪流边的2棵树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这是柳树啊。王冲理所当然地回道。你既然知道这是柳树，那就一点不觉得奇怪吗？柳树属阴，伴水而生，在这山中小溪边竟然长出了2棵直径足有1米宽的柳树，你觉得正常吗？林峰冷笑一声。王冲闻言面色一正，经过这么一点拨，他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寻常柳树树干直径能有个30-40厘米就很不错了，可这山里面竟然有如此粗壮的柳树。所谓气遇风则散，遇水则止，遇山则困。你看看这山前双柳盘踞，受阴气滋润，又粗又大。再抬头看去，这山体高达数百米，却又从中一分为2，双柱青天，阳光难入。一到夜晚，雾气加湿气，又阴又湿，便形成了最为典型的山地藏阴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此地风水也的确算是不错，不过那是对于精怪鬼魅而言，对于人嘛，倒是一个好的养尸地，埋在这里，指不定过个10几年就能变成僵尸了。林峰淡淡说道。咕噜，王冲听到这短短的几句话，额头上已经渐渐冒出了冷汗。难道此地风水真的有问题？可之前那个堪舆大师为什么没有看出来？林老弟，那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王冲紧张地问道。给你2个选择，第一，将这2株柳树砍掉，再将这2座山体夷为平地，让此处阴气散掉，就没事了。不行，2株柳树砍掉好解决，但这太湖山可是一个5A 级国家森林景区，根本不可能炸掉。林老弟，你还是说说第2个选择吧。王冲皱眉说道。第2个选择就是你们重新选址，我可以帮你选一个好地方，保证你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林峰说道。王冲闻言又苦笑一声，说道：林老弟，你也看到了，这个项目都已经快要收尾了，现在换地方要亏损好10来亿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又想要钱，又想要命，天底下的好事可全都被你占全了。林峰冷笑一声。王冲闻言干笑一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他很有钱，但是一下子亏掉10个亿，他也很肉疼啊。就在这时，不远处走来了一群戴着红色安全帽的人。关于工地上安全帽的意思，林峰倒是知道一些。一般红色安全帽是项目管理人员，黄色安全帽是普通工人，白色安全帽是监理人员，至于蓝色安全帽则是安全员亦或者特种作业人员。走来的这几个人都戴着红色安全帽，很显然就是项目管理人。老大，为首的一个中年汉子走过来，对着王冲恭敬地打了一声招呼。王冲点了点头，随后对着林峰笑着介绍道：林老弟，这位是张斌，是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也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林老弟，张斌惊讶地看着林峰，他可是知道自家老大的性格的，能被其称之为小老弟的，那定然有过人之处。想到近些时日发生的一些怪事，张斌心中顿时明白了什么，立即笑着说道：
这位想必就是那位赐福的高人吧？我是张斌，如果不嫌弃，叫我一声斌子就行。林峰点了点头，说道：高人谈不上，就是一介普通人而已。呵，素闻有才之人必然谦虚，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张斌笑着回道。林峰闻言没有再回话了。这个张斌既然能管理这么大的项目，八面玲珑的本事那肯定是有的，不过跟他关系不大。我去这山附近看一看吧。林峰看向王冲，我陪你一起。王冲赶忙说道：不用，你跟在我后面反而不方便，我会在天黑前回来。林峰摇了摇头，然后快速向着外面走去。他并没有掩饰什么，几个飞跃之间便是消失在了茫茫山林之中。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皆是瞳孔微缩。好快的速度！第23 500亿，我也不会帮你。第24山洞里的小萝莉，老大，此人不简单啊！速度竟然这么快，绝对是一个武者。你从哪里找来的？张斌很是警惕地说道。斌子，你是说他是一位武者？王冲皱了皱眉。不错，肯定是武者。寻常人就算锻炼的再健壮，速度也不可能那么快，唯有修出内力的武者才能达到他那种地步。张斌肯定地点了点头。这时人群中的小龙忍不住说道：老大，我之前电话中跟你说的是真的，这个林峰真的会飞，我亲眼看到他biu的一声就不见了。滚犊子，我都烦透了，你别搞了行不行？王冲没好气地说道。小龙，你一定是眼花了，就算是武者也不可能飞。你知道能飞是什么概念吗？以后别扯淡了。张斌也是语重心长地说道。昨天回来之后，小龙就一直在跟人说见到飞人这件事，但大家怎么可能相信？若是相信了，这不纯纯的有大病吗？小龙见到没人愿意相信自己，不由撇了撇嘴，心中开始自我怀疑起来。难道我当时真的眼花了？这个林峰到底是何人？会制服，懂风水，现在更是一个武者。王冲喃喃自语，关于武者，他自然也知道一些。泱泱大夏5000年，时间长河之中，总会传承下来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武者便是其中一个。武之一道，三花聚顶，气元归一，修出内力，劈石斩铁不在话下。不过这些，王冲之前也只是听闻而已。真正的武者有多厉害，他也不清楚，只知道一些强势的名门望族之中，便是有武者在暗中蛰伏。老大，这是一个机会啊！我们青龙帮如今已经发展到了瓶颈，想要再往前一步，就必须要寻求武者的庇佑。而且这些日子有些不太平，我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很可能是有人要对我们下手了。张斌压低了声音。王冲点了点头，道理他自然是懂的，这也是在看到林峰之后，他表现得这么热情的原因。任凭林峰怎么冷眼相对，他都只是一笑而过。若是换做别人，敢对他这样的态度，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另一边，林峰离开项目部之后，直接来到了太湖山的山顶，站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往下看去，整个太湖山的山川走势进入眼中，古树葱葱，水路交叉，蜿蜒曲折，犹如龙蛇。奇怪，这太湖山连接金陵城的紫金山，位于龙脉之尾，受地龙之气滋润，怎么会形成山地藏阴局呢？林峰双臂环胸，右手捏着下巴，若有所思。就在这时，一个地块引起了他的注意力。这个地块位于山地藏阴局的边缘，是阳光南照之地，阴气浓郁不散，很是显目。水有系龙珠，山有阴阳石，这个地方莫非还有极阴石不成？林峰眼中划过一丝热切。何为阴阳石？正所谓山体正面朝阳，背面朝阴，当正面阳气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一块名为极阳的石块，而当阴气达到一定的程度，也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种名为极阴的石块。这种阴阳石在修真界也算是难得的宝物，主要是用来淬体。被极阴石淬体之后，体魄便会形成耐寒抗性，而被极阳石淬体之后，则会形成耐热抗性。当初老头子就曾寻找过阴阳极石，想要给它淬体，可惜最后找了数百座山都没有找到。没想到今日倒是碰巧遇到了，机遇一试，还真是妙不可言啊！想到这里，林峰一个纵跃跳下了100多米的悬崖峭壁，然后又几个飞跃间来到了一处黑黝黝的洞穴前。洞穴中没有一点光亮，深邃的可怕。除此之外，还有一股股浓郁的阴风从洞中吹来，让人不寒而栗。可以说，若是一个普通人站在这里，绝对腿脚发软，毫不犹豫掉头就跑。但林峰却是眼中金光一闪，大步走了进去。看这种情况，此处8、9不离10会有极阴石了。而有了这块极阴石，自己或许可以凭着极阴之气淬体，踏入久久不能迈入的元阴期。林峰越往洞里走，阴气越重，气温骤降，几乎已经达到了零下10几度。山体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散发着森冷的寒气。除此之外，地上随处可见一些不知名生物的骨头。
有很多年前的枯骨，亦有一些骨头表面还挂着一点点血丝，显然就是不久前才诞生的。难不成有某种生物在这里居住？林峰这般一想，脚步不由加快了许多。虽然洞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对于他来说，和白天也没多大区别。很快，林峰就来到了洞内的最深处，一个约莫70-80平米的空间出现在林峰的眼中。空间很宽旷，而在空间的正中央处，有一块巨大的石块，石块呈乌青色，其正上方有一个直径约莫6-7厘米的凹槽。林峰走到近前，眉头微皱。根据残留的气息来看，这个凹槽应该就是极阴石诞生之地，现在极阴石不见，显然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随后，林峰又在洞中四处查看了一番，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想不到是空欢喜一场，罢了，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林峰摇了摇头，转身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黑暗的空间中忽然出现了咚咚咚的声音，声音很轻很轻，但这在静谧的环境中却显得尤为清晰。有暗示，林峰心中一动，循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一处墙壁内传来。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剑劈出。砰！墙壁应声而塌，露出了一间暗室。暗室之中有着一颗散发着微弱光辉的夜明珠，还有一张木床，床上竟然坐着一位17-18岁的少女。少女身穿白裙黑丝，带着2根兔耳朵，肌肤胜雪，五官小巧精致，秀气中又带着些许性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美少女，此刻却是满脸惊恐，泪如雨下。她蜷缩成一团，十分害怕地看着林峰。林峰也是有些懵，我了个大草，这是什么情况？如此阴盛阳衰、人迹罕至之地，怎么会有一个美少女出现在这里？而且这美女穿衣打扮性感俏皮，显然不是什么闭关修行的老怪物。你是谁？怎么在这里？林峰走上前去，看着少女皱眉问道。不是你把我抓来的吗？少女可怜兮兮地问道。当然不是。林峰回道。少女闻言愣了一下，她小心翼翼地瞅了一眼林峰，忽然发现林峰竟然还挺帅，当下心中也没有那么害怕了。第24山洞里的小萝莉。第25，江家的大小姐。少女低声说道。我叫江西宁，是金陵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昨晚我去网吧打游戏，差点就超神了。别废话，说重点。林峰皱了皱眉。江西宁委屈地撇了撇嘴，眼中又有泪水在打转了。林峰真的有些无语，这算个什么事啊？自己明明是来找机缘的，怎么竟摊上一些麻烦？可是看着这个小女孩单纯无邪的样子，就和小瑶差不多的年纪，终是有些心软。行，你继续说吧。林峰说道。哦，江西宁乖巧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当时我就差一个人头就超神了，结果不知怎么忽然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就出现在这里了。大哥哥，你是我爸爸派过来救我的吗？不是，我就是路过的。林峰没好气地说道。那大哥哥，你可以救救我吗？林峰思考了一下，点了点头说道。可以，不过你得给我报酬。江西宁闻言愣了一下，又弱弱的道。大哥哥，我零花钱不多了。那就抱歉了，没有钱，我是不会白干事的。你就在这里等着你爸来救你吧。可是我卡里只有1000多万了，都给你，你可以救我走吗？1000多块，这点钱我很难给你办事啊。林峰下意识的就反驳道。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不可思议道。多少？只有1320万了。林峰深深的看了一眼江西宁，零花钱1000多万，这个少女的身份看来很不简单啊，被绑到这里指不定是因为什么事情。不过他也不在意，1300多万足够他出手了，而且他怀疑此事和王冲的事情也有一定的关系。好，你跟我后面，我带你出去。林峰说道。江西宁闻言松了一口气，拍了拍硕大的胸脯，然后从床上爬下来，向着林峰走去。可刚走2步，他的眼睛就长得大大的，一脸惊恐地指着林峰的身后。大哥哥，你看你后面。其实不用江西宁说，林峰也已经感应到了。他回头看去，只见8个面目狰狞、浑身散发着腥臭味的怪人，正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僵尸？林峰皱了皱眉，随后又摇了摇头。应该不算是僵尸，只能算是行尸罢了。僵尸和行尸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僵而不腐，刀枪难入，力大无穷，便是僵尸。而行尸充其量只是一具能行走的尸体而已，两者之间差距太大了。看来这就是王冲口中诈尸的8个工人了。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林峰心中思索。大哥哥，这8个人好丑啊，肯定就是抓我来的坏人。江西宁躲到林峰身后，一脸害怕地说道。你这什么逻辑？长得丑就一定是坏人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天生的，相貌跟品性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眼前这8个可不是人。林峰认真给小姑娘进行科普。不是人，
那是什么？是行尸。行尸是什么？长得丑的就叫做行尸吗？林峰放弃了交谈，简直是对驴弹琴。就在这时，那8具行尸怒吼着冲了过来，张牙舞爪，狰狞凶恶。啊！江西宁吓得用手捂住了眼睛，可很快一切就平静下来。他小心翼翼地移开手，发现8具行尸竟然不见了，昏暗的地上则是密密麻麻地散落着无数碎片。行尸呢？江西宁很是困惑地问道。碎了。啥？睡了？林峰发现自己和这个小女孩有代沟，所以不再废话，上去把夜明珠收了起来，然后向着洞穴外面走去。江西宁瞅了一眼四周，身体不由打了一个寒战，赶忙跟了上去。就在两人走后不久，山洞内走进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老者看着暗室里面的情景，苍老的脸上阴沉都快滴水了。他只是出去办了一点事而已，回来竟然就被人端了老窝。我留下的8具行尸竟然都被轰成了碎片，难道是有玄境武者出手了？不出意外，应该是江家派人过来救那个小丫头的。没想到竟然能找到这里，这个江家倒是有些本事。老者阴恻恻地诱道。江家事情可没这么容易结束。在太阳落山之前，林峰带着江西宁回到了山下的项目部。一路上，江西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屡次语出惊人，脑洞更是出奇。林峰头疼的不行，他觉得这个小姑娘的性格和李小可倒是有些相似，两人在一起一定能合得来。王冲等人一直站在项目部门口焦急等待着，如今见到林峰回来，心中不由松了一口气，赶忙上前迎接。林老弟，你终于回来了。言罢，他又看向江西宁，只觉得这个小姑娘漂亮性感，而且竟然还有点眼熟。林老弟，这位是……不等林峰回话，江西宁就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江西宁，请多多指教。你好你好。王冲微微一笑，可很快他脸上的笑容就僵硬下来，不知想到了什么，他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你难道是江家的小公主江西宁？你认识我呀？江西宁好奇地问道。王冲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眼中惊喜的同时又带着些许兴奋。何止是认识，你昨晚失踪，现在你家里面都快找你快找疯了。王冲又看向林峰，奇怪地问道：林老弟，你怎么会和江小姐在一起？她被人绑架了，我恰好无意中救了她。林峰回道：原来如此，林老弟，这一次你要走大运了。王冲激动地拍了拍林峰的肩膀。林峰沉默下来，从王冲的反应中不难看出，这个小女孩的身份比自己想象的要惊人。江家很厉害吗？林峰心中思索无果之后，也懒得去想了。林老弟，你稍等一会。王冲兴奋地拿出手机，走到一个角落，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很显然是在通知江家的人。在说了几句话之后，王冲就挂断电话，走了过来，说道：江小姐，我已经通知你家里面了，他们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接你。谢谢你了。江西宁笑着说道。这时林峰淡淡说道：既然已经安全，那你也是时候兑现刚刚的承诺了，给你抹个零，给1300万就好。大哥哥，我现在手机不在身上，也没法给你转账，等会我家里面人过来，我让他们给你可不可以？江西宁弱弱地说道。也行。林峰点了点头。时间1分1秒过去，很快天色就黑暗下来，夜色茫茫，阴云密布，大山之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项目部内的灯光闪烁，给这座死寂的大山带来一点点烟火气息。约莫晚上7点左右，江家的人开了一辆黑色越野车来到了项目部内，车上下来了3个人，一个身穿唐装的中年人以及2个黑衣保镖。杨叔！见到中年人，江西宁立即兴奋地小跑上前，挽住了他的胳膊。我的姑奶奶，你说你大半夜跑去上什么网啊？家主他们都担心死了。杨天宝看到小姐没事，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也不知道会遇到这种事情啊。江西宁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后他又赶紧抬起头看向林峰说道：杨叔，就是这位大哥哥救了我，我答应了他要给他1300万当做报酬，你赶紧帮我给他转账吧。杨天宝闻言将目光移向林峰，眼睛微眯起来。大小姐昨晚深夜失踪，今晚就被人轻易救出来，而且索要1000多万的报酬，这很难让他不产生联想。小伙子，你叫什么？是在哪里救出我家小姐的？杨天宝出声问道。这个你就不需要问了，只需要把钱给我就行。林峰淡淡说道。虽然这个杨天宝气息沉稳，脚步轻如风，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但是在他眼中依旧太弱了，难以引起他太大的兴趣。呵呵，你救我家大小姐，这恩肯定是要报的，不过事情还是得说清楚点好，你说呢？杨天宝轻笑一声。林峰闻言皱了皱眉，没有回话。旁边的王冲察觉到有些不对劲，赶忙笑着说道：杨老哥，这位是我好朋友，刚刚就是我打电话通知你的。我知道你。
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青龙帮的帮主，在金陵城也算是个人物了。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不是你能插嘴的。杨天宝神色淡漠。王冲闻言面色难看，没想到杨天宝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说吧，你究竟是如何救出我家小姐的？当时除了你之外，还有哪些人在场？杨天宝继续看向林峰。你是在怀疑我？小伙子，我能怀疑你什么？还是说你在心虚？杨天宝冷笑一声。江西宁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立即解释道：杨叔，你肯定误会了，的确就是这位大哥哥救了我，你赶紧把钱转给别人吧。小姐，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就在一旁看着即可。杨叔，你不能做这种奔将仇报的事情。江西宁有些生气，可这一次杨天宝并没有回话，他示意2个保镖将大小姐拦住，然后冷冷地看着林峰。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那我只能将你回江家慢慢调查了。抱歉，我没这个闲工夫陪你们调查。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第一，把钱给我，事情就此结果；第二，我把你们小姐干掉，这样就不算救人了。林峰抬了抬眼皮，看着杨天宝继续说道：你自己选吧。第25江家的大小姐。第26江家武者。全场陡然安静下来，王冲一脸的呆滞，杨天宝亦是满脸愕然，就算是江西宁都不挣扎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好半晌，杨天宝才是失声而笑，轻蔑般的摇了摇头，说道：小伙子，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给你10秒钟的时间选择吧，你们小姐的命就在你手中。林峰神色平静，然后开始了倒计时。10、9。看着林峰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杨天宝神色骤然冷了下来。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看来必须得给点教训才行。他准备出手了。然而就在这时，大门前无尽的黑暗中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紧接着一只胡须发白的老黄鼠狼缓步走到了众人的面前。老黄鼠狼体长足有1米，一双黑溜溜的眼睛中满是人性化的狡黠，他邪魅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众人，笑眯眯地问道：你们看我是像人还是像仙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除了林峰之外在场所有的人。黑暗中竟然走出来一只口吐人言的老黄鼠狼来讨风。不得不说，这一幕着实有些诡异了。怎么可能？王冲浑身发毛，之前明明已经劈死了一只，怎么现在又出现了一只？杨叔，这是什么情况？江西宁则是躲在杨天宝的身后，灵动的眼眸中3分恐惧7分好奇。若是他一个人，绝对要吓哭，但在场毕竟有那么多人，连杨叔都在，他心中自然也没有太大的畏惧，反倒是有些好奇。一只畜生而已，无需担心。杨天宝倒是很淡定，以为小姐害怕，所以低声安慰了江西宁一句。哦。江西宁点了点头，一双大眼睛却是偷偷地瞄着老黄鼠狼，很是好奇。或许是注意到了江西宁的目光，老黄鼠狼将目光移向他，碧绿的眸光在黑夜中闪烁着诡异的色彩，诡异地笑道：小姑娘，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啊？不知道。江西宁闻言害怕地后退了一步。这时杨天宝冷哼一声，直接一拳对着老黄鼠狼轰去。哼，装神弄鬼。结。老黄鼠狼嘴角拟人化的一笑，微微一侧身，轻易躲过了杨天宝的攻击。细闻一些动物活久了便可以诞生灵智，没想到今日倒是被我遇到了。可惜畜生终究只是畜生，既然敢来招惹我，那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杨天宝讥笑连连，他伸展身躯，脚下虎虎生风，拳头呼呼作响，一招一式之间充斥着强悍的力道。砰！杨天宝又是一拳轰出，黄鼠狼虽然快速躲过，但其身下的石头却是被这一拳震碎成无数块。见到这一幕，王冲、张斌等人面色骤变。好强！一拳轻易轰碎混凝土石块，这若是换成人体，怕是5脏6腑都要碎裂吧。老大，这个杨天宝绝对是一位武者。张斌对着王冲低声说道。王冲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能被江家大小姐称之为叔的人，能是简单之辈吗？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其竟然是一位武者。王冲不由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林峰，据他猜测，林峰很可能也是一位武者，不知道2人之间谁厉害。看林老弟波澜不惊的神色，应该不会把杨天宝差，不过估计也强不了太多。王冲心中猜测。与此同时，杨天宝和老黄鼠狼之间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砰！轰！杨天宝气势惊人，挥舞着双拳，大开大合之间，有一种所向披靡之感。反观老黄鼠狼则是低调了许多，只是微微侧身躲避杨天宝的攻击，嘴中却是不时发出一阵桀桀的笑声。林老弟，你认为谁会赢？王冲走到林峰的身边，低声问道。
自始至终，这个老黄鼠狼都是在玩而已。你说谁赢？林峰淡淡回道。一旁的江西宁闻言反驳道：不可能，我杨叔很厉害的，可是黄境武者，一手七星拳纵横金陵城，区区一只畜生怎么可能是我杨叔对手？你看这畜生都无还手之力了，估计一会就要被杨叔打死。黄境武者，林峰皱了皱眉，老头子也一直教的他修仙之术，所以对于这武道境界倒是不怎么清楚。不错，武道境界分为天地玄黄四境，而唯有修炼出内境的才算是踏入武道境界。我杨叔如今正是一位黄境中期的武者，修炼的是拳技七星拳，此拳法以刚猛著称，开山劈石不在话下。江西宁一脸傲然，天地玄黄，黄境最高等级吗？林峰好奇地问道。江西宁闻言面色有些尴尬，说道：黄境是入门等级，然后是玄境、地境、天境，那也不怎么样啊。林峰哑然失笑：你懂个屁，你压根就不知道黄境武者这4个字的分量有多么重。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江南省的格斗大赛你应该知道吧？我杨叔如果去参加，估计直接横扫无敌，拿下第1名。江西宁骄傲地说道。林峰没有回话，倒是旁边的王冲和张斌神色很是震惊。江南省格斗大赛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能在格斗大赛上横扫无敌，的确是牛逼。林峰想了想，淡淡说道：你这个杨叔较之常人的确强上不少，但和这种成了精的精怪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尤其是这老黄鼠狼，胡子雪白，体型巨大，怕是有了100年道行。你杨叔是不可能斗得过他的。看来你真的不懂。江西宁摇了摇头，不打算再跟林峰废话了。他将目光移向战场，此刻杨叔犹如神兵下凡，打得黄鼠狼狼狈逃窜。这种局面怎么可能会输？然而就在这时，那老黄鼠狼忽然就停下了身形，紧接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中绽放出2道碧绿的光芒。在这股绿光下，杨天宝进攻的身形不由一滞，整个人就像是傻了一般，呆呆地站在原地。第26江家武者，第27我看你像个棒槌。桀，老黄鼠狼邪魅一笑，伸出尖锐的利爪就要去掏杨天宝的心脏。不好！见到这一幕，跟随杨天宝一起来的2位黑色保镖面色大变，立即冲上前去帮忙。可以看出，这2位保镖实力也极为不俗，步伐沉稳，挥拳有力，就算不是武者也差不了多少了。然而面对他俩的强势攻击，老黄鼠狼只是伸出了2只爪子，轻轻一挥，噗噗，2个保镖立即被开膛剖肚，惨叫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在挣扎了几下之后直接死去。而趁着这段时间，杨天宝的神色也是瞬间清醒过来，看着近在咫尺的老黄鼠狼，他面色骤变，赶忙后退躲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老黄鼠狼轻轻一挥利爪，虽然没有剖开他的胸膛，但却是将他的左臂给齐根割了下来。一瞬间，大量的鲜血从伤口处喷涌出来，触目惊心，瘆人无比。断臂之痛让得杨天宝倒吸一口冷气，他一边后退拉开距离的同时，一边用右手在自己的肩膀处点了几下，将血给暂时止住。随后他才是一脸骇然地看着不远处正盯着自己诡异发笑的老黄鼠狼，心中已然翻江倒海。魅惑，这个畜生的眼睛竟然有魅惑的能力。刚刚自己正是看到了他的眼睛，心神才会溃散。而见到这一幕，王冲、张斌等人更是毛骨悚然。片刻之间，局势逆转，江家3人2死1伤。这畜生的利爪也未免太过锋利，当真是削骨如泥，连黄境武者杨天宝的胳膊都轻易划断了。杨叔，你没事吧？江西宁在经过短暂的失神之后，立即反应过来，他冲过去搀扶住杨天宝，精致的脸上已经是苍白似雪，泪如雨下。在他心中，杨叔就是无敌的存在。他怎么也没想到，杨叔竟然会被一只老黄鼠狼伤成这样。杨天宝正准备说话，但就在这时，那老黄鼠狼竟然又冲了上来，4肢在地上快速爬动，眼中的绿光竟然化为了红光，诡异而又瘆人。小姐，快让开！杨天宝瞳孔骤缩，一把推开江西宁，然后聚集体内的内力于右手之上，想要攻击老黄鼠狼。结！老黄鼠狼邪魅一笑，轻易躲过了这一拳，然后又是一挥爪，昏暗的灯光下闪烁出3缕夺目的白光。哗啦！杨天宝惨叫一声，整个右臂又被连根割下，对碰产生的撞击力更是将他整个人都击飞出去，最后重重地撞在地上，口中不停地往外面吐出鲜血，再也没有了适才意气风发的模样。见到这一幕，众人倒吸一口冷气，不寒而栗。这可是一位黄境武者啊，竟然被伤成了这样。林老弟，我们现在怎么办？王冲有些紧张地问道。
怎么办？当然是继续看戏。林峰淡淡说道，浑然没有救人的意思。如果一开始杨天宝直接把钱给他，他或许看在钱的份上还会出手救一下人。可惜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是真的错过了。至于那1300万账单，等这两人死了，他依旧可以找江家的人要，所以并不着急。杨叔！江西宁惊呼一声，他小跑上去，一边帮杨天宝止着血，一边害怕的说道：杨叔，你没事吧？小姐，这畜生不简单，今晚我等怕是要栽在这里。杨天宝脸上满是惨然，眼中更是愧疚不已。他恨自己太过自大，不然他完全可以拖住老黄鼠狼，然后让2个手下宋小姐先离开这里。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王冲，今日你若是能护我家小姐出去，我江家一定会报答你。杨天宝将祈求的目光移向王冲，王冲面色微变，不敢回话。若是平时能教好江家这种名门望族，那他一定不遗余力。但现在能强忍住内心的恐惧不逃救已经很不错了，让他去对付老黄鼠狼，他可不敢。杨天宝似乎也知道王冲的想法，一双眸子彻底灰暗下来。他挣扎着身躯，将江西宁护在身后，死死地盯着老黄鼠狼。就算是死，他也要死在小姐的前面。可没想到，就在这时，那老黄鼠狼竟然将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了。转而，一双碧绿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林峰，诡异地笑道：小伙子，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啊？操！站在林峰身边的王冲和张斌身体一阵发麻，不由吓得后退了几步。林峰眉头微皱，他一点也不想救人，可没想到这畜生竟然敢主动挑衅自己。小伙子，我问你话，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啊？老黄鼠狼凑上前来，站在离林峰不过1米处，一双碧绿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林峰，脸上满是诡异的笑容。我看你像个棒槌。林峰有些无语。听到此话，场中众人皆是神色微变。这畜生实力如此强横，林峰竟然还敢骂他。桀！老黄鼠狼怪笑一声，碧绿的眼睛开始慢悠悠地转动，2股诡异的绿光照射入林峰的眼眸之中。林峰明显能感受到，有一股弱小的可怜的精神力想要侵入自己的脑海中，这让得他心中一动。难道那8具的尸体就是被这老黄鼠狼给控制住，化作了行尸？如此说来，山洞中的极阴石极大可能也被这个老黄鼠狼给拿走了。想到这里，心中忽然就兴奋起来。桀！老黄鼠狼以为得逞了，诡异地笑了笑，又开始故技重施，伸出利爪来掏林峰的心脏。见到这一幕，杨天宝面色死灰，王冲和张斌2个人握紧双拳，想要上去救林峰，可是一想到刚才江家2个黑衣保镖的下场，2人又是害怕的驻留在原地。江西宁则是吓得捂住了嘴巴，一双大眼睛中满是惊恐。完了，真的完了！刚刚杨叔就是这样，然后被割断左臂的。而就在这时，林峰像是没事人一般，伸出右手，很轻易地掐住了黄鼠狼的脖子，将其给拎了起来。吱吱吱，老黄鼠狼面色大恐，剧烈挣扎，但根本无用。不管他怎么做，都无法挣脱开林峰犹如钢钳一般的右手。极阴石是不是在你这里？林峰问道。老黄鼠狼闻言面色微变，眼中的绿光更加灿烂了，想要击溃林峰的心神。林峰失去了耐心，直接对其施展了搜魂术。可没想到搜遍了黄鼠狼的识海，也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林峰眼中有些失望，但他性子清淡，所以很快就无所谓了。看着已经翻白眼的老黄鼠狼，林峰右手微微一用力，咔嚓，老黄鼠狼的脖子应声而断，就这么惨死当场。第27，我看你像个棒槌。第28，你的心是铁做的吗？这一刻，场中骤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面露呆滞，难以置信。怎么可能？如此厉害的黄大仙，就这么轻易的被林峰给拧断了脖子，就像是掐死了一只小鸡仔一般。林峰看了一眼众人，然后将目光移向王冲，说道：王冲，那8个工人的尸体是被这老黄鼠狼给控制住了，所以才能行走。如今尸体已经被我毁掉，老黄鼠狼也被我干掉了，你的项目可以继续施工了。不过这地方的风水不好，日后必然后患不断，你自己还是要注意一点。谢谢林老弟了。王冲回过神来，很是恭敬地说道。他算是见识到林峰的本事了，连黄境武者都奈何不得的老黄鼠狼，竟然不是林峰一招之敌。难道他已经是玄境武者了吗？想到这里，王冲心中一凛，决定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教好林峰。武力强横，还懂风水堪舆之术，这等奇人异事可遇而不可求。别谢，一场普通的交易而已。林峰淡淡说道。林老弟真乃性情中人，我这就给你转账。王冲干笑一声，赶忙拿出手机转账。叮，您的 XXXX 银行卡到账5亿元。看着手机上的短信，
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不得不说，这个王冲在给钱的事情上还是挺靠谱的，不像某些人。林峰看向不远处的杨天宝和江西宁，冷冷说道：“还有你们的1300万，可以给我了吧？”不等杨天宝说话，江西宁就有些生气的说道：“既然你能打得过那个畜生，为什么不早点出手？你要是早点出手，杨叔和2个保镖就不会出事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出手救你们？我欠你们的吗？”林峰冷笑一声，随即上前一步，冷漠道：“什么大小姐不大小姐的，在我眼中皆为蝼蚁，天底下没有人能赖我林峰的账。不给钱，今日你必死无疑。”“你凶我干嘛呀？”身为江家大小姐，江西宁何曾见过这种场景？她神色惊慌，眼中有晶莹的泪花闪烁，有些不知所措。“小兄弟，区1300万而已，对于我江家来说不值一提。不过我现在这副样子，怕是也转不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回江家，我可以给你双倍的价钱，如何？”这时杨天宝虚弱的说道。虽然武者体力强横，但他双臂被斩，失血过多，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如果不是意志力强横，现在的他怕是早已经晕死了过去。林峰冷冷的看着杨天宝，到现在还不死心呢。小兄弟，你若是想要钱，现在只能相信我。只要你愿意带我和小姐回家，我江家一定会出双倍的酬金给你。杨天宝解释道。小姐莫名其妙被绑架到这里，然后又出现了一只如此恐怖的黄大仙，要对他们赶尽杀绝，这其中必然是有所关系，很有可能还有未知强者在暗中窥视。原先他怀疑的是林峰，但是在看到林峰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又打消了心中的疑虑。而且以他现在的状态，是必然护送不了大小姐的，所以他只能求林峰帮忙。你是想要我护送你们回家？林峰看出了杨天宝的想法。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2600万，只要你送我和小姐安全回到江家即可。杨天宝点了点头。林峰没有回话，而是对身边的王冲问道：“江家是不是很有钱？”王冲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回道：“江家在整个金陵城都是顶级的家族，那自然是超级有钱的，1万多亿资产应该是有的。”林峰闻言笑了，看向杨天宝说道：“要我送你们回去也可以，不过这护送的价格要翻1000倍。我要的是现金，不要什么资产证券之类的。”此言一出，场中陡然安静下来。王冲和张斌倒吸一口冷气，杨天宝和江西宁亦是瞳孔微缩，觉得林峰简直是疯了。翻1000倍，那不就是260亿了？且不要资产票券，如此庞大的现金流，就算是江家想要拿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兄弟，你不觉得自己有些狮子大张口了吗？杨天宝神色难看。狮子大张口这个词太难听了，你现在有求于我，我开条件，你愿意就成交，不愿意就拉倒，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江家资产万亿，我要个几百亿也不算太过分。林峰淡淡说道。不太过分？你知道260亿现金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口开得太大太大，说出去怕是都要让人笑话。杨天宝面色难看至极。你觉得过分，那就算了吧。林峰不在意的说道。算了便算了，我只不过是求个心安而已，你还真当回事了？杨天宝气的胸膛剧烈起伏，伤口又是开始溢血了。260亿，这个数字太大太大了，是绝无可能的。说句难听点，临时凑这么庞大的现金，不知道要廉价变卖多少资产，其实际价值至少要达到400亿左右。一旦给出去，整个江家都要元气大伤。而且就算他答应下来，后面江家也绝对不会给付。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是他和大小姐死在这里，江家也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来救人。这个小子当真是异想天开，不知分寸，愚蠢至极。想到这里，杨天宝对着旁边的江西宁说道：“小姐，你拿我口袋的手机通知家里面，让他们直接开直升机过来，别忘记了把我的钱也一起带过来，到时候没有钱，我可是真的会杀人的。”林峰在一旁淡淡提醒：“钱，你就知道钱。”江西宁对林峰失望透顶。原先林峰救了他是很有好感的，觉得这个大哥哥长得又帅，心地又善良。可是在经过刚刚的事情之后，他发现林峰就是一个冷血无情的自私鬼。2条人命啊，就这么在你面前死掉，你明明能救人，却无动于衷。你的心是铁做的吗？江西宁眼眶发红。呵，林峰笑了笑，没有回话。江西宁见此也不再废话，拿出手机拨了电话出去。只见他在电话中说了几句，在之后便是挂断了电话，然后一脸激动地说道：“杨叔，最多半个小时，家族那边的人就能到，你的手臂一定能及时接上的。”好，那我们就等半个小时。杨天宝闻言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即他又看向林峰，眼中满是讥讽：“小兄弟，现在后悔了吗？本来有一个让你多赚1000多万的机会，可是你就这么白白错过了。贪心不足蛇吞象，人啊，
要懂得知足才好。林峰正准备回话，但就在这时，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将目光看向远处的无尽黑暗。第28，你的心是铁做的吗？第29，两大高手。见到这一幕，杨天宝眉头微皱，顺着林峰的目光看去，只见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有一个朦胧的黑影正缓缓靠近，一步一步，黑影的步伐看似缓慢，但是近100米的距离却是眨眼即到。直到来到近前，众人才是看清楚了黑影的相貌。入目是一张犹如干涸河床的老脸，脸上的老皮堆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极为阴森恐怖。他头发雪白，全身上下枯瘦的不像人样，浑身散发着死气，就像是刚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的一般。见到此人，杨天宝、王冲、江西宁、张斌等人皆是头皮发麻，心底深处冒出阵阵的凉气。这看起来就不像是个人，特么的不会是鬼吧？阁下是谁？杨天宝压住心中的震动，率先出声问道。老者没有搭理杨天宝，一双浑浊的目光平静地盯着林峰说道：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小小年纪竟然就达到了玄境中后期的修为，实属难得。玄境中后期？林峰愣了愣，你也别否认了，我培养的2只黄皮子都死于你手，也只有玄境中后期的修为才能做到这一步。而且之前那张符纸也是出自你手吧？你这制符之法也颇为高超，不知是出自道门哪一分支？老者淡淡地看着林峰，一副我早已经看穿了一切的模样。这老头真特娘的是个人才啊！林峰微扯，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道门传人？他竟然是道门传人？这怎么可能？杨天宝则是满脸震惊。王冲和张斌两人对视了一眼，心中翻江倒海。虽然之前有所猜测，但现在得到证实，依旧觉得难以置信。玄境大能，林老弟果然是玄境大能，而且还是道门传人，这真的是小母牛长翅膀，牛逼上天了。看到林峰没有回话，老者又淡淡说道：看在你背后师门的份上，对于你杀了我2只宠物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你懂？懂，我可太懂了。林峰点了点头，向后退了几步。他本来就没打算出手，如今老者这样一说，他自然顺水推舟，不然到时又被逼救人，那就太无语了。很好，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刚刚在暗中观摩了很久，说实话，林峰这个人他看不透，未知即代表着不可控，所以谨慎的他不是很愿意招惹林峰。反正他主要的目标还是江家，至于这处项目上的事情，不过是因为施工动静太大吵到了他，他给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没必要多加搭理。想到这里，老者将阴恻恻的目光移向了杨天宝和江西宁。杨天宝心中一突，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恭敬道：不知前辈身份是？叶天心，这个名讳你可曾听说过？老者淡淡说道：你是携手人徒叶天心。杨天宝倒吸一口冷气，结，想不到你这个小辈倒是有点见识。不错，我正是江湖人称的携手人徒的叶天心。叶天心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听到此话，杨天宝整颗心都提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老者的身份如此的惊人。杨叔，血手人徒很厉害吗？江西宁有些紧张地问道。血手人徒是20年前江南省武道界臭名昭著的人之一，他修炼的一种名为吸血大法的邪恶至极的武功，此功法靠杀人吸血提升己身内劲。血手人徒出现江湖短短1年间，死在他手下的人族有1000数，其中不乏黄境武道高手。后来江南省武道联盟组成围剿部队，由一位地境高手带队打算击杀血手人徒，结果没想到被他跑走了。自那次之后，血手人徒就像是凭空蒸发一般，消失在世人面前。虽然杨天宝在竭力克制自己，但声音还是有些发颤。他不过只是一个黄境武者而已，而血手人徒在20年前就声名鹊起了。如今面对这种杀人如麻的老前辈，他自然心生恐惧。而听到杨天宝的话，江西宁、王冲、张斌等人都是头皮发麻。如今可是21世纪啊，世间竟然还存在这种电视中才会出现的老魔头，而且还是千人斩，这未免有些太吓人了。场中也只有林峰饶有兴趣地看着。血手人徒这称号倒是的确有些唬人，不过武道终究是武道，对于修仙一道不值一提。人徒前辈，如果我江家曾得罪过你，你完全可以说出来，我可以代表江家给你赔礼道歉，如何？杨天宝紧张问道。不，你们江家可没有得罪我。血手人徒笑容渗人。那前辈为何要这样？杨天宝面露疑惑。你们江家虽然没有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别人啊。血手人徒怪笑一声。杨天宝心中猛地一沉，原来血手人徒是其他人请过来的，究竟是谁？整个江南省武道界
又有谁有这个能力请来血手人屠这种老怪物？难道是秦家？杨天宝面色微变。如今金陵城名门望族之中，也就是秦家敢处处与江家作对了。想到这里，杨天宝脸上挤出一丝笑容，问道：难道是秦家人让前辈过来的？结一个将死之人知道的那么清楚做什么？血手人屠狞笑一声，他虽然体态显老，但速度却是极快，探出一只大手就向着杨天宝的头颅抓去。杨天宝此刻已是重伤之身，根本就躲避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攻来。给我住手！就在这时，一道厉喝声忽然在众人耳边炸响，只见不远处的黑暗中，有一位灰衣老人飞奔来。老人身形刚劲有力，如虎似豹，速度快得惊人，眨眼之间便是来到近前，一拳对着血手人屠轰去。血手人屠见此往后一跃，便是跳出10几米，轻松地躲过了这一拳。师叔！见到来人，杨天宝面色大喜。江西宁亦是兴奋地喊道：二爷爷，你怎么来了？我拜访老友，刚好路过这附近，接到你父亲的电话，就立即赶过来了。灰衣老人稳住身形，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慈祥的笑容，问道：宁宁，你没事吧？没事。二爷爷，你来的可太及时了，我们刚刚被欺负惨了。江西宁眼睛红红地说道。灰衣老人见此面色一冷，将充满杀意的目光移向血手人屠，冷冷道：好你个血手人屠，当年让你侥幸逃走，没想到你竟然还敢出现，打我小孙女主意，是谁给你的胆子？江千和，你用不着这么大的口气，以为我怕你吗？血手人屠神色平静，心中却是烦躁至极，真他妈的倒霉啊！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江千和竟然赶来了。第29两大高手，第30再见陈一诺。哼，这么多年不见，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是否有所长进。江千和冷哼一声，毫不犹豫发动了攻击。他双脚有力，拳刚腿猛，每一招每一式间都充满了绝对的力量。找死！血手人屠冷笑一声，没有畏惧，也是迎攻了上去。他很清楚的明白，事已至此，说些废话都毫无意义。砰！轰！两大强者瞬间大战在一起，你来我往，顷刻之间便是对碰了数十招，拳拳到肉，砰砰作响，看得场中几人心惊肉跳。不愧是血手人屠啊，竟然连师叔一时都无法拿下他。要知道师叔可是地境大能。杨天宝神色凝重地说道。那又如何？二爷爷强者无敌，拿下他只是迟早的事情。江西宁一边挥舞着小拳头，一边将愤愤不平的目光移向不远处的林峰，一口银牙咬得滋滋作响，显然还在为刚刚的事情耿耿于怀。注意到江西宁的目光，王冲等人有些害怕，这可是江家大小姐啊，一旦回到金陵城，那就是绝对的白富美，是无数富少眼中的小恶魔，谁能不怕？林老弟，这个江千和是江家的核心人物，连当代江家家主都要称其一声二叔，你等会要不要给他们道一个歉吧？王冲低声说道。虽然林峰是玄境大能，又疑似道门传人，但是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旦江家追究起来，一顿苦事少不了要吃的。林峰没有回话，他一双深邃的眸子平静地盯着战场。不得不说，这个江千和的确有些门道，竟然能压着血手人屠打。不过两人之间大差不差，江千和想要击败血手人屠，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当然，在他眼中，两人的战斗也就是过家家罢了，难以引起他内心的波动。就在两人打得你来我往，不可开交之际，远方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引擎轰鸣的声音，众人心头一惊，赶忙抬头看去，只见远处的天际竟然有一架直升机正快速飞来。哇，太好了，是家族那边派来救援的人。江西宁高兴地挥舞着小手，呵呵，小姐，看来家主对你很重视啊，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杨天宝也是大松一口气，笑着说道：那是自然，我父亲当然对我好了。江西宁晃悠着小脑袋，一脸的傲娇。而见到这一幕，血手人屠则是面色阴沉的要滴水了。该死，真的该死，大好的局面竟然会演变得如此糟糕。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磨叽下去了，一旦直升机上再出现一个江家高手，到时再想脱身就难了。想到这里，血手人屠积聚全身内劲于掌心之中，狠狠一掌对江千和拍去。江千和感受到了这一掌的厉害，瞳孔微缩，选择了稳一手，后退躲开。而趁着这个空档，血手人屠身形快速后退，几个飞跃之间便是消失在了茫茫的黑夜之中。什么情况？这是逃了？场中几人见此皆是有些懵逼。林峰看着血手人屠的逃走的方向，大拇指和中指轻轻一弹，一缕肉眼难见的光点便是飞了出去。这是一个用来追踪人的小术法。既然老黄鼠狼是血手人屠的宠物，那极阴石或许在血手人屠的手中，他自然不会放过。此外，还有江家的1300万钱和极阴石，他都要。二爷爷，快
快追上去，千万别他逃走。江西宁反应过来，大声说道：“宁啊，不是二爷爷不追上去，而是这叶天心实力不比我差多少，就算追上去也奈何不了。而且此人是武盟的通缉犯，等我们回去，让武盟的人去收拾他即可。”江千和摇了摇头：“好吧。”江西宁乖巧地点了点头。约莫1分钟之后，天上的直升机缓缓地落在了众人眼前。直升机硕大的螺旋桨快速转动，搅起大量的风尘，也吹得在场几人衣服凌乱，乌发飞扬。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下，直升机上下来了6个人，为首的是一男一女。男人一袭白衣，身高足有1.85米，面容俊朗，风神俊秀，气质极为不俗。女人则身穿黑色长裙，鹅蛋脸，柳叶眉，淡妆微抹，五官精致的像是从画中走出来一般。但她那一双眸子中却满是清冷，给人一种生人勿近之感。见到这个黑裙女人，原来还很淡然的林峰身体猛然的一颤，如被雷劈，呆立当场。伊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林峰心中翻江倒海，目光中满是不解。与此同时，陈一诺也是一眼就看到了林峰，他先是一愣，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嘴角噙着一丝冷笑：“哥，你怎么过来了？”江西宁兴奋的小跑上去，一下子扑到白衣男人的怀中，好奇的问道：“你个小丫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过来能行吗？”白衣男人揉了揉江西宁的小脑袋，温柔的说道。见到这一幕，王冲心中一紧，不由握了握拳头，手心都冒出了冷汗。这个白衣男人是谁？林峰注意到了王冲的动作，低声问道。他本无需关注男人的身份，只因陈一诺依偎在此人身边，10年之后再次相见，家人虽然依旧，但他的旁边却是有了别的男人。林峰心中的滋味自然万般复杂，难以言喻。其实他很想冲上去打一声招呼，问一下一诺这10年过得怎么样，问一下旁边的男人是谁，他也想亲口说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但转而一想，如今的他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些？感性永远是不顾一切的抛头颅洒热血，然而理智却让他硬生生的站在原地，选择默默注视。此人是江家嫡子江俊林，未来要掌控江家的人。王冲低声说道。虽然他是青龙帮帮主，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但面对江俊林这种人，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甚至就连他当初服侍过的富婆也斗不过江俊林。江俊林，林峰重复了一句，又问道：“那旁边的黑裙女子是他的妻子，有可能是他的未婚妻吧？”未婚妻？对，据我所知，江俊林应该还没有结婚。林峰闻言心中一动，据他所知，一诺明明已经结过婚，并且诞生下了一个女儿，现在怎么又变成江俊林的未婚妻了？难道一诺已经离婚了？想到这里，林峰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色彩。当年是他亏欠了一诺，如今若是有机会弥补，他自然将不惜一切代价。至于江家，若是敢有意见，随手灭了便是。第30再见陈一诺。第31，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两人说话间，江俊林也已经从杨天宝的口中得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他示意几个手下先开直升机把杨天宝带回去接续手臂，以免延误伤情，然后才是饶有兴趣地看向林峰。他目光淡然，气质脱俗，举止投足之间都给人一种高贵之感，就像是人间帝皇在俯视着自己的臣民，仿佛世间万物都不能引起他内心的波动一般。毫无疑问，这是一位真正的强二代，不是那种纨绔喜欢装逼打脸吃喝嫖赌的阔少能比的。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来概括，那就是深藏不露。这种人你是很难从外表看出他的底细的。就连林峰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江俊林看起来的确很优秀，属于站在人群中你一眼就会注意到他的那种人。这位小兄弟，之前是我江家怠慢了，这张卡里面有2000万，算是我江某给你赔个不是。预想之中，质问责骂没有到来，江俊林的态度显得很是谦逊，反而拿出了一张金色的银行卡递给林峰，脸上的笑容更是让人如沐春风，不由自主的就多出一丝好感。他又看向王冲，微笑说道：“还有你，我听说过你的青龙建设集团，很不错，有机会可以跟我们江家合作。”啊，江大少客气了。王冲有些受宠若惊，他还以为江大少会怪罪下来了，万万没想到，对方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在道歉，甚至还想跟自己合作。这哪里是什么合作啊？这摆明了就是要罩着自己啊！王冲心中一阵激动，哥，你在干什么呢？明明就是他见死不救，凭什么还给他钱？不远处，江西宁很是不解地说道：“宁宁，若不是这位小兄弟，你们能活到现在吗？而且人家说的也不错，没有这个义务救你们。我时常怎么教你的？人要懂得感恩，不要自以为是，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江俊林语重心长地说道。君临这句话说的在理，
江千和赞许的点了点头。江西宁闻言撇了撇嘴，看了一眼林峰，轻轻哼了一声，却是没有说话。小兄弟，钱你就收下吧。江俊林继续对着林峰笑着说道。林峰看着递来的银行卡，没有回话。这个男人可是一诺的未婚夫，自己若是收了，这算什么？想到这里，他将目光移向不远处的陈一诺，眼中充满了柔情，似有千言万语要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起。陈一诺也在看着他，不过与之恰好相反，他一双眸子中满是冷漠，嘴角讥讽的笑容更是毫不掩饰，那表情就像在看一个仇人。这一幕瞬间就被在场几人捕捉到了。王冲头皮炸裂，脑海中想到刚刚林峰问他的话，整颗心都提了起来。操！林老弟不会看上了江少的未婚妻吧？可千万别乱搞啊！王冲心底发毛，可在这时候又不敢插嘴说什么，真是个 LSP。江西宁嘀嘀咕咕，神色十分不满，当真是猥琐，竟然如此色眯眯地盯着自己未来的嫂子看。小兄弟，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陈一诺。江俊林依旧没有生气，反而面带笑容地介绍。他说的话很有深意，委婉地提醒林峰，这个女人是自己的未婚妻，你丫的就不要多想了。是吗？你的未婚妻长得很漂亮，我挺喜欢的。林峰淡淡说道。此言一出，王冲都差点吓得跪下来了。卧槽，求你了，林老弟，你就做个人吧。想当曹贼是件好事，但也要看情况，这可是江家嫡子，未来注定要掌控名门世家的人啊。你要是小女人，我可以帮你找，10个8个嫩模，随便挑啊。江大少见笑，我这个老弟就喜欢开玩笑。王冲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赶忙在一旁缓解气氛。无需如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说这样的话，正说明我未婚妻长得美丽动人。江俊林摆了摆手，不在意的笑道。江少果然有气度。王冲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林峰一双深邃的眸子平静地看着江俊林，这个男人当真是不简单啊，心思缜密，喜怒不言于表。若是换做一个普通人，面对江俊林这种看不出深浅的人，绝对会被轻易的拿捏。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江俊林的确很不错，温文儒雅，很有风度，让人找不出一丝可挑剔的地方。但是林峰知道，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往往越看起来完美的人反而越不完美。江少，其实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你的未婚妻是我前女友。林峰脸上罕见的露出一丝微笑。前女友？江俊林面色一正，王冲、江西林等人则是惊得长大了嘴巴，就连江千和都是皱了皱眉。林峰看向陈一诺，吐出一口浊气，微笑道：一诺，好久不见。是啊，10年了呢，倒的确很久了。陈一诺走上前来，直接挽住了江俊林的胳膊，一脸淡然地看着林峰。江俊林眉头一挑，要知道，这还是陈一诺第一次挽住他的胳膊，换做之前连手都不让他牵。有意思，看来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小女孩的父亲了。江俊林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林峰看着陈一诺挽住其他男人的胳膊，心中痛苦不已。他内心挣扎了片刻，还是大步向前，想要将陈一诺拉开。虽然他知道自己此举太无理，但他是真的看不了曾经深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这么亲密。就算让他与世界为敌，流进体内的血，他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幕。林峰，你脑子有问题吗？陈一诺躲开了林峰的手，俏脸冰寒，出声呵斥：有病你就滚远点，少来恶心我。小兄弟，我不管你和我未婚妻之前是什么关系，但从现在开始，你跟他只是陌生人，动手动脚的，可别怪我不客气。江俊林也在一旁冷冷说道。就算他性子再沉稳，面对这样一幕，也不可能忍的了。林峰无视了江俊林的话，他看着陈一诺，神情复杂，最终叹了一口气，说道：一诺，其实10年前我……别说这些了，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陈一诺冷声打断了林峰的话。林峰握紧了双拳，一时无言以对。他又能说什么？说自己当年爽约是因为被强行带去修仙了吗？说自己还爱着他，还想跟他再续前缘吗？这些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无耻。其实我当年去你家的时候，路上出现了一场意外，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不管结果如何，林峰还是选择解释一下，至少不要让自己内心留下遗憾。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过得很好，你别来打扰我了。陈一诺面色不变，语气淡漠。林峰闻言沉默了片刻，说道：对不起，对不起。陈一诺看着略显痛苦的林峰，脸上满是讥讽与嘲弄。就是这样一个男人，自己竟然为他苦等了10年，吃了10年的苦，现在想起来倒是的确可笑啊。第31，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第32，以后我会帮你好好疼爱他。君临，回去吧。陈一诺说了一句，
便是转身向不远处的黑色越野车走去。嫂子，等我一下。江西宁赶忙跟了上去。江千和冷冷看了一眼林峰，没有说话，也是走上了越野车。虽然杨天宝说林峰疑似道门传人，但是道门也分很多派，不是每一个道门传人都值得他们江家重视。尤其是这个林峰，竟然还敢惦记江家即将过门的少奶奶。他没一巴掌拍死林峰，已经是够给对方面子了。林峰，你也看到一诺的态度了。等到所有人都上车之后，江俊林才是对着林峰笑着说道：过去的就是过去了，你没能好好珍惜他，那是你的错，以后我会帮你好好疼爱他的。我相信我也有这个能力给他幸福。这句话很有风度，有风度到林峰当场就想干掉这个江俊林。可干掉之后呢？自己已经伤害了陈一诺，难道现在还要再一次伤害他吗？对了，林峰，还有一件事你肯定不知道，陈一诺可是云川陈家的嫡女。你知道云川陈家意味着什么吗？江俊林忽然压低了声音，饶有趣味地说道。林峰皱了皱眉，关于一诺的家世他其实也不太了解。当初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每当他问起，一诺都会找个借口搪塞过去，说等你来我家提亲就知道了。而现在从江俊林的口中不难看出，一诺的家族或许很厉害，所以你是为了他的身份才娶她的。林峰面色阴沉，你猜？江俊林微微一笑，一诺如果受了半点委屈，我保证你会死，连你背后的江家也会为你陪葬。林峰冷冷说道。呵呵，江俊林闻言竟然笑了起来。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体现出一种无能的狂怒，倒是可以理解。而且一只蝼蚁在你面前蹦跶，耀武扬威，你会生气吗？所以他并不生气，反而觉得有些搞笑。林峰，10月1号就是我和一诺的大婚之日，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喝喜酒，也算是祭奠一下你曾经失去的青春。江俊林轻笑一声，然后将手中那张2000万的银行卡丢在地上，转身走入了黑色越野车。PS 直升机先送杨天宝走了。很快，越野车就像是一头迅猛的野马一般，开着2盏大灯消失在了茫茫的黑夜之中。林峰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越野车离去的方向。看着看着，那双深邃的眸子中竟然微微湿润起来。10年了，当初在山上被老头折磨得死去活来，他都没有哭过，可现在不知什么为什么，鼻子竟然阵阵的发酸。他心里面很不甘心，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即使他现在很强，无敌于世间，但有的事情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当你回头来再想去追寻时，才会发现一切早已经物是人非。唉，一旁的王冲见此微微摇头，这又是何必呢？他走上前安慰道：林老弟，一个女人而已，犯不着这样，只要你开口，我给你安排几10个不比她差的女人，个个都是嫩模，让你一天换一个都行。林峰缓缓闭上双眼，再睁开，湿润的眼眸已经清明一片。这个江家究竟是什么来历？那可就太厉害了。王冲一脸凝重，然后说道：金陵城素有3族4堂之说，3大家族4大堂门，其中3大族控制着金陵城90%的经济，而江家赫然就是3族之一。这是一个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古老家族，据传从明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江家高手如云，底蕴深厚不见底。所以林老弟，我知道你也很厉害，但是犯不着为了一个女人和江家作对，实在没这个必要。王冲的语气可以说是很委婉了，话语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林峰是斗不过江家的，务必不要干这种无脑的事情。行，我知道了。林峰点了点头。王冲闻言心中一松，还以为林峰听进去了，于是捡起地上的银行卡，递向林峰说道：林老弟，这张卡你收着吧，毕竟也有2000万，不要白不要，送你了。林峰摇了摇头。王冲闻言面色一正，而就在他失神的时候，林峰几个跨步之间便是消失在了茫茫黑暗之中。这个林峰性格倒真是有些古怪，刚刚张口闭口都是钱，现在有2000万却又不要了。王冲摇了摇头，有些不解：老大，你觉得他这种存在会缺钱吗？张斌在一旁说道：说的倒也是，那你觉得他缺什么？显而易见，缺女人。王冲闻言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他拍了拍张斌的肩膀，赞许道：斌子，你真是我的好军师啊！吩咐下面找一堆看得过去的女孩子过来，我要挑选几个给林老弟送过去。另一边，崎岖的山路上，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平稳地前进着，车内气氛相对安静。江俊林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手指轻轻敲打着车窗框，发出细微的哒哒声。你要是想发火就发吧，莫必要憋着忍着。陈一诺语气冰冷：呵呵，一诺，你误会我了，我怎么舍得对你发火呢？江俊林温顺笑道：那你摆出这副姿态再给谁看？不错，你想对了，恋恋就是林峰的女儿，怎么样？你若是介意，我今晚就搬离江家。陈一诺冷冷说道。
什么？小女孩是林峰的女儿？江西宁和江千和两人面色微变，主驾驶位置上的司机更是恨不得立即把耳朵捂上，免得听到不该听的事情。可江俊林却并没有生气，反而一脸深情地看着陈一诺，眼中的温柔似水，像是要把眼前这个女人给溺进去。一诺，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关于你的曾经，我根本就不在意。小恋恋是谁的孩子，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她是你的女儿就行。陈一诺闻言别过头看向窗外，清冷的脸上充斥着复杂之色，哪怕他的心再硬，面对此刻的江俊林也发不起火来。而且江俊林对他是真的好啊，不管从哪一方面都完美的无可挑剔。江俊林温文儒雅，长相帅气，也不介意自己的过去，对小恋恋也很好。可他就是对眼前这个男人一点兴趣也没有，或者说自从林峰之后，他对天下所有的男人都难以有兴趣。反正事情都过去了，你自己也要想开一点。不是我在背后议论别人，那个林峰不简单，武道境界竟然不弱，而他现在回来很有可能是抱有其他目的。江俊林又一脸诚恳地说道，第32以后我会帮你好好疼爱他。第33，小恋恋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你什么意思啊？陈一诺皱眉问道。哼，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再说下去就显得我有些小人了，不说也罢。江俊林笑着摇了摇头，他很会做事，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也知道有些话要适可而止，再继续说下去反而适得其反。他只需要轻轻的点拨一下，剩下的就让陈一诺自己去猜想就可以了。果不其然，陈一诺在听完之后神色明显变幻不定。是啊，林峰明明已经消失了10年，现在怎么忽然又出现了？之前他给自己打电话的目的又是什么？难道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打算利用自己来接近陈家？想到这里，陈一诺只觉得心中痛苦无比。当年林峰忽然失踪之时，他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所以甘心等了10年。10年里，他不惜违背父母的话，生下小恋恋，吃了无尽的苦。可没想到，最后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林峰不仅没有出事，反而修得一身武术，而且之前他还亲眼目睹林峰跟2个18岁少女搂搂抱抱，这无一不说明着林峰这些年过得很好，很好。为什么？林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陈一诺死死地握紧拳头，指甲陷入肉中，流出丝丝鲜血，都不自知。见到陈一诺的表情，江俊林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只需要时间来慢慢酝酿。陈一诺和林峰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差，最后到达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麻烦要解决。一诺，如果林峰是怀有其他目的而来，那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小恋恋的身份，不然他肯定会用小恋恋来威胁你。不管如何，小恋恋都是有着你们陈家的血脉。江俊林好心提醒道。陈一诺闻言冷声说道，小恋恋是我的，谁也抢不走。呵呵，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若是那林峰敢对小恋恋有什么想法，我江俊林第一个不会放过他。此外，小恋恋所患的歌舞伎综合症，我这边也找到了一位神医，或许能有希望治好。江俊林笑道。陈一诺闻言心中说不敢动那是假的。与无耻的林峰相比，江俊林的所作所为真的太好了。如果当年自己情窦初开时遇到的是江俊林，那该多好。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如果，他的心已经被伤透了，再难以爱上任何一个男人。他轻声说道，谢谢，和我不需要客气，还有一段时间我俩可就要结婚了。江俊林转过身来，想要伸手去抓陈一诺的手，但是被陈一诺下意识的给躲开了，这让得他眼中划过一丝不满。都到了这一步了，还在这矜持什么呢？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而是尴尬的收回了手。给我一点时间吧。陈一诺平静说道。这是应该的，是我太过唐突了，你是一个好女人，可惜遇到了渣男。江俊林柔声说道。陈一诺没有再回话，而是将目光移向窗外，看着茫茫夜空，不知道在想什么。这时江俊林似乎想到了什么，对着江千和说道，二爷爷，杨叔说有可能是秦家让血手人屠绑架的宁宁，你觉得呢？有这个可能。秦老爷子即将突破天境，秦家现在可是膨胀得很，想要在这时候搞点小动作也不足为奇。江千和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也需要敲打一下秦家了，不然他还真以为我们江家好欺负不成？君临，那依你所见如何做？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可以先让三口堂那边出手试探一下。也是，我们江家暗中支持三口堂这么多年，对方也该回报一下了。太湖山脉，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逃出来的血手人屠背靠着一棵古树坐下，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电话那头立即传来一道深沉的声音。失败了。关键时刻，江千和那个老家伙赶来了。我见情况不对，所以就先退了。叶天心，我不想问过程，我只在意结果，知道吗？你别凶我，
我不懂你们非要抓个小丫头做什么，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那块吉阳石什么时候等你完成任务，我什么时候给你。没有完成任务，你想都别想。电话那头冷冷的说完，便是直接挂断了电话。血手人屠握着手机，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他可是纵横武道界20多年的老魔头，被一个人如此轻蔑呵斥，即使对方来历显赫也不行。不过一想到吉阳石，他又是硬生生冷静下来。世人都知道他的吸血大法很厉害，能通过吸人血液提升武道境界，但其实这种功法却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会腐蚀血脉，透支生命精气。要知道他如今才50多岁而已，就是因为修炼的这门功法，现在看起来说是有100多岁也不为过。所幸他得到一位高人指点，只要以阴阳2气淬体就能消除这种弊端。如今极阴石他已经得到，只差一块极阳石了。到时候以阴阳极石淬体，他或许能趁机突破到地境中期乃至后期。就在这时，黑暗中走来一道修长的身影。血手人屠心中一紧，当发现来人是林峰之后，才是松下心来，阴恻恻的一笑道：“你个小家伙，胆子还真是够大，追我竟然追到这里来了，莫不是以为道门传人的身份真的让我忌惮吗？”林峰看了一眼血手人屠，问道：“你刚刚和谁通话？吉阳石在哪里？这么说，刚刚的话你都听见了？”血手人屠眼睛微眯起来。不错，林峰点了点头。血手人屠闻言神色骤冷，身上的杀意毫不掩饰。小家伙，本来还打算饶你一命，既然你听到了不该听的话，那今日我只能将你干掉了。言罢，血手人屠单脚蹬地，整个人借力而出，速度快如闪电。他右手成爪，对着林峰的脖子狠狠抓去。看这力道，若是抓到林峰的脖子，整颗头颅怕是都得给扯下来。然而就在这时，林峰对着他挥了挥手，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感觉自己的腹部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猛烈击中了一般。砰！血手人屠整个人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树干之上，嘴中喷出一大口鲜血，凄惨无比。若是这一幕被江千和等人看到，绝对要惊骇无比。如今的血手人屠已然是地境初期的大能，竟然会被人一招击败。你究竟是谁？血手人屠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满脸惊恐地看着林峰。内劲外放，竟然是内劲外放，这可是天境高手才有的本事啊！也就是说，眼前这个青年竟然是一位天境高手。这一刻，血手人屠只觉得浑身发冷。他就算再自信再狂妄，面对一位天境大能也绝不敢放肆。极阴石在你身上吧？林峰平静问道。前辈说笑了，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砰！话还未说完，血手人屠再一次重重飞了出去，且这一次飞得更远，伤得更重，身体将沿途的大树都给砸断了。第33小链链是我的，谁也抢不走。第34，秦家2大高手。前辈，血手人屠挣扎着爬起来，眼中已然充满了畏惧。可怜弱小而又无助，在眼前这个青年手里，他感觉自己简直就像一只小鸡仔，不，甚至是连小鸡仔也不如。林峰走到了血手人屠身前，不再废话，直接探出了右手，打算动用搜魂术。这一幕可把血手人屠吓尿了，还以为林峰要杀自己，要捏爆自己的头颅。扑通！血手人屠立即跪了下来，不停地磕头，战战兢兢道：“前辈，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只要你饶了我，我以后就是你的狗，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他很聪明，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抵抗，所以立即跪地求饶，这才是唯一能活命的机会。林峰目光深邃不见底，这个老家伙倒也是能屈能伸，干脆利落。极阴石拿出来吧，林峰淡淡说道。血手人屠闻言虽然不舍，但此刻哪里还敢废话，赶忙从怀中掏出一颗小石块。石块直径约莫4-5公分，通体呈黑色，看起来就像一小块煤炭，但是握在手中却极为冰凉。除此之外，石块上还有着淡淡的阴气溢出，这就是极阴石吗？阴寒之气入骨3分，倒也奇妙。林峰喃喃自语。前辈，极阴石已经给你了，您就饶我一命吧。血手人屠陪笑道。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我。有一点让我不满，我不会给你开第2次口的机会。林峰说道。是，前辈，你尽管问，我绝对不敢隐瞒。血手人屠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紧张说道。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血手人屠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往往这种恶人反而更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与这种人打交道反而舒服一些。你为什么要对那个工地下手？因为工地施工动静太大，让我不爽，所以我就暗中搞点小动作，我没有其他恶意啊。血手人屠慌张回道。林峰一阵无语，老魔就是老魔呀，就因为别人施工动静大，
你就残害8个工人。也就是现在的他性子淡然了不少，若是换作年轻正义感爆棚的时候，指不定要几个大笔兜子抽上去。那是谁让你绑架江家小公主的？林峰继续问道。是秦家，是擎天柱那个老家伙让我做的。血手人图立即就把背后的雇主给出卖了。那块极阳石在秦家人手中。对，就在擎天柱那个老家伙手里面。我就是为了极阳石，我才为他卖命的。你要阴阳极石做什么？因为血手人图将自己功法后遗症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为了活命，他乖巧的就跟个小白兔一样，可谓是知无不言，没有一点犹豫。林峰挑了挑眉，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行将朽木的老人，真实年纪才50来岁，倒也的确够惨的。前辈，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可以放我走了吗？血手人图老脸笑得像是一张菊花。帮我把那个擎天柱约出来，等我拿到极阳石，你就可以走了。林峰说道。血手人图闻言毫不犹豫就拿出手机给擎天柱打去了电话。反正只要他不死，其他人死不死跟他关系不大。再说刚刚擎天柱的态度也让他很不爽，能拉擎天柱一起下水，他也是美滋滋。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血手人图阴恻恻地说道。人我又抓到了，我现在在太虎山这边，你可以过来交易了。你刚刚不是说失败了吗？我又去搞偷袭，然后成功了。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小丫头？废话这么多。好，我现在过去，别忘记带着极阳石。简短的一番对话之后，电话就挂断了。血手人图一脸惨笑地对林峰说道。前辈，人我给你骗过来了，干得不错，等极阳石到手，我就放你离开。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时间匆匆流逝，半个小时之后，月上梢头，山林之中寂静无声。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林峰和血手人图一目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衣的中年人正飞速奔来。此人气息沉稳，目光如炬，赫然是一位地境初期的强者。擎天柱走到近前，扫视了一眼四周，当看到林峰之时，面色一正，但很快就移开了目光。一个青年小子，自然不值得他放在眼里。人呢？极阳石带来了吗？自然是带来了。擎天柱拿出一块小巧的石头，石头直径也约莫是4-5公分，但通体竟然呈现血红色，像是岩浆一般，散发着灼热的高温。血手人图眼中划过一丝垂涎之色，这可是他之前一直想要的东西，阴阳结合，玄妙至极。不过想到旁边的林峰，他立即就冷静下来，大笑道：哈，擎天柱，你这个大傻逼，竟然这么相信我。却没想到擎天柱神色不变，轻笑一声说道：叶天心，我岂能不了解你的性格？不就是想骗我过来抢夺极阳石吗？皆在我意料之中。血手人图皱了皱眉问道：既然你猜到了，为什么还过来？因为我想明白了，靠你这种人办事，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而我今晚过来，是要你手上的那块极阴石。你若是识相，就乖乖交出来，免得受苦。你倒是够阴险的。血手人图冷笑一声：彼此。擎天柱不屑一笑，然后拍了拍手，只见林中深处竟走出来了一位灰袍老人。叶天心，好久不见啊。灰袍老人一走出来，就面露微笑的打了一声招呼：秦坤。血手人图瞳孔微缩，十分震惊，随后心中又一阵庆幸，幸亏今晚有林峰在旁边啊。前辈，此人名为秦坤，是秦家上一辈的高人，现在实力估计已经是地境中后期了。血手人图对着林峰恭敬说道。林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见到这一幕，秦坤和擎天柱两人皆是眼睛微眯起来。什么情况？堂堂血手人图竟然会对一个青年小子毕恭毕敬？两人细细打量起林峰来，可怎么看都看不出林峰有什么特别之处。叶天心，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竟然对一个小辈卑躬屈膝。擎天柱很是不屑。小辈？血手人图闻言不由笑了起来，但也不去解释什么。第34秦家2大高手，第35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林峰不想浪费时间了，直接站了出来，说道：既然来了，就把极阳石交出来吧，不要想着抵抗，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他妈是脑残吗？就算是血手人图也不敢如此对我说话。擎天柱冷笑一声。林峰摇了摇头，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速度快得惊人。下一刻，他就出现在擎天柱身前不过1米的地方，探出右手对着擎天柱抓去。擎天柱瞳孔骤缩，属于武者的本能让他立即回攻，可根本无用。林峰很轻易的就掐住了他的脖子，然后快速伸出另一只手向着他的衣服里摸去。在将极阳石拿到了手中之后，林峰才是将随手擎天柱丢了出去。砰！地境初期的擎天柱直接被扔出去10几米远，最后重重的撞在树上，喷出一大口鲜血。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了，
以至于在擎天柱撞到树干上之后，旁边的血手人图和秦坤才是反应了过来。血手人图一脸的幸灾乐祸，而秦坤则是面色骤变，一个飞跃就是10几米，来到擎天柱的身边，将其扶了起来。柱子，你没事吧？没事。擎天柱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一脸阴沉地看着林峰。事到如今，他哪里还不知道眼前这个青年不简单？不过他也没有过多的畏惧，在他看来，林峰完全是靠着敏捷的身法弄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一旦他认真起来，对方再想击退自己，可没那么容易。你究竟是谁？竟然敢帮血手人图抢我秦家的东西？你可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吗？擎天柱冷冷问道。林峰将吉阳石收了起来，淡淡说道：秦家很厉害吗？我秦家为列京临城3大家族之一，族内高手不计其数，你说呢？擎天柱冷哼一声：秦家和江家比之如何？你是江家找来的？不是。擎天柱闻言松了一口气，然后他暗自给秦坤使了一个眼色。秦坤心领神会，2大秦家高手立即行动起来，分站两方，冷冷地看着林峰，防止林峰凭借那高超的身法挟持逃跑。识相的就赶紧把吉阳石给我交出来吧，现在我有所准备。你的身法之术已经无用武之地。擎天柱冷冷说道。小崽子倒是有些本事，可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秦家不是你能招惹的。秦坤也是冷笑一声，无知者无畏。林峰本就因为陈一诺的事情心中有些烦躁，此刻见到这秦家的2个人如此没眼力劲，心中不由更是生气。他抬起了手，随意挥了2下，砰砰，擎天柱和秦坤2人瞬间就被隔空拍飞出去几10米远，最后重重地砸在地上，将地面都给砸出了一个坑。见到这一幕，血手人图不由咽了咽口水。虽然他刚刚也领教过这个挥手的动作，但第2次见到依旧感到很惊悚。这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随便挥了挥手，就能把2位地境强者拍飞出去，天境强者恐怖如斯。与此同时，擎天柱和秦坤2个人相互搀扶，挣扎着爬了起来，浑身是血，一脸惊骇地看着林峰。本以为此人是个渣渣辉，没想到其实是个扮猪吃虎的老六。内境外放，你是天境大能，吉阳石你还要吗？林峰答非所问。擎天柱心中一紧，赶忙说道：不要了，送给前辈了。他和血手人图的想法一模一样，在看到林峰是天境大能之后，立即就放弃了挣扎，表现得很是乖巧。在武道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天境之下皆蝼蚁，因为天境与地境是一个分水岭，一旦到了天境之后，不仅可以内境外放，还能借用天地之力对敌。据他所知，目前整个金陵城突破天境的也只有武蒙的那位，而如今竟然出现了第2位，且这个人还是如此的年轻。想到这里，擎天柱心中不免觉得自己有些悲催，这他妈算个什么事啊！哈哈，擎天柱，你老小子也有今天啊！这时，血手人图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嘲笑道：他刚刚也是这般被林峰给打了一顿，如今看到擎天柱也吃瘪，这么一对比，心中莫名就舒服了许多。擎天柱冷冷地看了一眼叶天星，血手人图一定是知道林峰的实力，所以故意把自己骗来坑了自己。妈的，狗东西，我秦家一定不会放过你！擎天柱面色难看至极，血手人图注意到擎天柱的脸色，心中一紧，也不说话了。你确定不要了？我这个人很民主，不喜欢强迫别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林峰又问了一下。不要了。擎天柱乖巧地说道，心中却是一阵腹诽，可真虚伪。既然如此，那我就走了。林峰淡淡说了一句，便是转身离开。他又不是什么杀人狂，抢了别人东西还要把别人杀了，这种事情他也做不出来。前辈，等等我！血手人图心中一紧，赶忙跟了上去。在2人离开之后，擎天柱终于忍不住了，猛地一拳砸在身边的树干之上。妈的，怎么会忽然出现一位如此年轻的天境强者？柱子，你先冷静一点。秦坤皱眉说道。三叔，你让我怎么冷静？我他妈大晚上跑过来，结果不仅挨了一顿打，吉阳石还给抢走了，我怎么就那么惨？擎天柱咬牙切齿地说道。事已至此，你愤怒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个人年纪轻轻就是天境强者，背后的势力怕是远超我等想象，我俩被他打一顿也算不上丢脸。秦坤摇了摇头。擎天柱想了想，也绝对是这个道理，所以情绪冷静下来。其实若能早知道此人是天境武者，我们应该主动送上吉阳石，或许还能攀个交情。秦坤又叹了一口气，他看向林峰离去的方向，说道：如今江家搭上了云川陈家这条线，而那陈家可是云川最强悍的势力之一，族内天境高手不下于1手之数。
如果我们再不想点对策，等江家与陈家嫡女大婚之后，就是我秦家覆灭之际。秦天柱闻言面色也是凝重起来。江、秦两家一向势如水火，而他们这一次绑架江西宁，也是为了对抗江家所谋划的一个筹码而已。没想到血手人屠竟然这么不顶用。其实根据调查，这个陈一诺未婚生女，女儿患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病，名为歌舞伎综合症。而江家找到了一位神医，或许能医治此病，所以陈一诺才会答应嫁入江家。如果我们以此入手，也许能改变局面。秦坤缓缓说道：“三叔，你的意思是？不错，神医赛华佗欠我们秦家一个人情，我们可以去找他出山一试。若是能把陈家拉入我们秦家阵营，江家不足为惧。实在不行，我们只能请人偷偷干掉这个陈一诺了，反正绝不能让他嫁入江家。”第35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第36，正好缺个狗腿子。茫茫夜色，寂静无声。林峰一边走一边观摩着手中的阴阳极石，这两块石头放在一起，甚是玄妙，阴阳二气融合交错，竟然于他掌心之中形成了一幅淡淡的太极阴阳图。图中阴阳二鱼缓缓流转，释放出一股若有若无的奇妙场域。阳为生，阴为死，生与死，轮回不止。不愧是天地初始诞生之气，以阴阳二气入体，淬体的同时，也可融入我体内金丹之中，助我打破壁障，踏入元阴境。林峰眼中划过一缕金光，不过很快，他的面色就平静下来。如果放在之前，他一定会很高兴，但是现在脑海中想起陈一诺的事情，实在难以开心起来。好了，跟了我这么久，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你可以离开了。林峰回头看向身后血手人屠，血手人屠此时正在想事情，忽然听到林峰的话，才发现自己已经跟了足足有20多里的路了。前辈，他看着林峰，欲言又止。别跟我耍一些小心思，再跟上来，休怪我不客气。林峰淡淡说了一句，然后转身就走。血手人屠看着林峰的背影，咬了咬牙，还是跟了上去。前辈，林峰猛地回头，一把掐住了血手人屠的脖子，将他给拎了起来，冷冷说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前辈，我想跟你做个交易。”血手人屠被掐得面色涨红，声音断断续续，艰难地说道。林峰闻言挑了挑眉，将其随手丢在地上，淡淡道：“交易？你能与我交易什么？”血手人屠从地上爬起来，深呼吸一口气，紧张道：“前辈，以我现在的状态，没有阴阳极石，我估计活不过3个月。所以，只要你愿意把阴阳极石给我，我叶天星的命就是你的了。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惜，你的命在我眼前不值钱。”林峰冷笑一声：“我知道我的命在前辈眼中不值钱，但在俗世间，我就是顶级的存在。整个江南市武道界，各大势力我都了如指掌。这20年来，连武蒙都抓不到我，这足以证明我的价值。”血手人屠脸不红心不跳的吹嘘自己。林峰闻言沉思起来，他现在手下没人，形势的确不便。而这个血手人屠身为地境初期武者，武道界老油条，倒也配当自己的狗腿子。见到林峰面露这般模样，血手人屠心中一喜，立即添油加醋道：“前辈，你就收了我吧，以后你不方便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做。也行吧，你就以后就跟着我吧。”林峰淡淡说道。血手人屠闻言心中大喜，暗想这小子虽然实力强横，但为人处事终究还是嫩了一点。有秦家的例子在先，竟然还敢相信自己的话，不知道我血手人屠讲话就跟放屁一样吗？真是傻得可爱啊。那这阴阳极石？血手人屠压住心中的喜意，小心翼翼地问道。阴阳极石是不可能给你的，不过你的情况我可以帮你治好。林峰说道。山上10年，他除了修仙之外，炼药之术也是登峰造极，区武术心法造成的后遗症，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血手人屠闻言瞳孔微缩，颤声道：“真的？自然是真的。你跟我回去，我给你写一张药方，你按照药方抓药，不出半日，你的情况便可以痊愈。”林峰点了点头。砰砰砰！血手人屠直接跪地，狠狠地磕了3个头，激动道：“只要前辈能助我恢复，你以后就是我叶天星的再生父母，就算你让我吃屎，我都吃。放心，我不会让你吃屎。”林峰淡淡说道。血手人屠是什么样的人，他自然一清二楚。不过，他并不在意，在绝对的力量下，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徒劳的。他有1万种方法，让血手人屠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办事。就在这时，苏卫，林峰的手机响了，这铃声是妹妹小瑶的专属铃声。电话一接通，小瑶惊慌失措的声音便是传到了他的耳中：“哥哥，哥哥不要来，他们有好多人，不要管我。”林峰闻言心中咯噔一声，
不等他说些什么，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道阴恻恻的男声：“林峰是吧？刚刚你妹妹的声音你也听到了。我不管你是谁，也不想知道你绑架我妹妹的目的是什么。”林峰打断了对方的话，语气中听不出丝毫的情绪，冷静的吓人。我告诉你，我不是你能招惹的。现在，立即，马上，把我妹妹毫发无损的送回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不然，我保证会在10分钟内赶到你所在的地方，把你身上的骨头一根一根的敲断，然后再拧断你的脖子，杀死你。甚至，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都会被你连累，死无葬身之地。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紧接着，一阵疯狂至极的笑声传来。哈哈哈，林峰啊林峰，你还真是够嚣张的。本来我还打算告诉你地点，让你过来的，但现在我反悔了。我倒要看看你10分钟内怎么赶到我这里来。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10分钟之内，你若是没来，就等着为你妹妹收尸吧。最后，祝你好运。雨落，也不等林峰回话，电话就被很干脆利落的挂断了。咯吱咯吱，林峰面色阴沉的要滴水了，一双拳头握得滋滋作响。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而妹妹小瑶就是他现在的逆鳞。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因为他早已经在妹妹的身上留下了自己的一抹灵气印记。只要妹妹受到生命危险，灵气印记就会爆发，到时就算是天境武者，也只有死路一条。而现在他并没有感到灵气印记产生波动，这说明妹妹的处境至少是安全的。前辈，怎么了？血手人屠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妹妹被人绑架了。林峰面无表情地说道。什么？谁敢绑架前辈的妹妹？我血手人屠第一个不答应。血手人屠神色冰寒，杀气腾腾，一副要把天捅破的样子。林峰没有回话，他闭上了眼睛，感受着自己那抹灵气印记的位置，发现妹妹现在的位置就在自己的家附近不远处。如此看来，那群人绑架自己妹妹之后并没有走远。城郊林家村那里有一个平房，你就到那里等我吧。林峰说道。前辈，那你呢？用不用我陪你一起去救人？血手人屠问道。林峰没有说话，整个人一跃而起，转瞬间就消失在了茫茫夜空之中。这一幕惊呆了老铁。飞翔！血手人屠给跪下了，心中翻江倒海，久久难以平静。据他所知，即使是天境强者，也远远做不到凌空飞行的地步。难道此人已经是天境之上了？血手人屠心中阵阵发毛。原本他还打算治好隐疾之后就跑得远远的。开什么玩笑？他堂堂杀人如麻，喝人血如喝水一般的老魔头，会甘心当别人的狗腿子？可现在看到这一幕，他忽然觉得当狗腿子好像也挺香的。有如此强者罩着，江南武道联盟算个屁。第36正好缺个狗腿子。第37，哥，你对我真好。与此同时，金陵郊区一间废弃的工厂内，黄境初期武者阿达放下了手机，眼中满是嘲弄之色。在他对面则是站着一位灰袍中年男人，中年人气息雄厚，目光如炬，赫然也是一位黄境武者，且是黄境后期。除了2大黄境武者坐镇之外，偌大的厂房内还有着30-40个体型壮硕的黑衣大汉站的笔直，在暗中更是有着数十把黑色的机枪静悄悄地架着，黑黝黝的枪口散发着森然的气息。这一次为了对付林峰，他们3口堂的第2堂口可谓是精锐齐出，而这正是3口堂的行事风格：谨慎，谨慎，再谨慎，绝对不会给对手任何侥幸逃生的机会。阿达，他怎么说的？灰袍中年人淡淡问道。这小子倒也很嚣张，竟然还敢威胁我，让我把他妹妹送回去，不然10分钟内就赶到这里，把我们全都杀掉。阿达嗤笑一声。灰袍中年人闻言面色一正，随即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林峰倒也挺勇的，怪不得敢把郑天虎他们全都炸死。他这种性格能活到现在也算是个奇迹了。废物一个而已，靠着炸药搞定了郑天虎，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了。殊不知郑天虎在我们第2堂口就是一个小喽啰而已。阿达满脸的不屑，又道：要我说，司徒大人还是太小心了，竟然让你过来协助我。这种废物我一个人足以解决。司徒大人的性格就是如此，我们作为下属的还是不要乱加议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那是自然。简单一番交谈之后，2大黄境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向厂房的一个角落。角落里，林云瑶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膝盖，面容苍白，身体微微颤抖。她只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大学生而已，何曾见识过这种场面？拆迁款我可以不要了，你们能不能放过我？林云瑶鼓足勇气，紧张问道。在他看来，这群人就是拆迁办的，绑架自己只不过是为了逼迫自己就范，以一个廉价的价格拿到自己家的宅基地罢了。拆迁款？小妹妹，你想的可太天真了。
阿达走到林云瑶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底深处浮现出一缕垂涎之色。不得不说，大学生活好啊，这个小妹妹长得就是漂亮水灵，像是含苞待放的花朵。面对这种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女孩，99%的男人都想色色，她自然也不例外。难道你们不是为了拆迁的事情？林云瑶惊疑不定。自然不是，你哥哥杀了我们50多号人，这一次我们就是为了找你哥报仇而来。阿达冷声说道。不可能，我哥哥怎么可能会杀那么多人？这一定是误会。林云瑶难以置信。说到底，他现在的心里还很单纯，在他眼中杀人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更别说杀了50、60个人这么夸张的事情了。小丫头，这件事难道你哥哥没告诉你吗？阿达阴阳怪气地说道。你哥哥可是个狠人啊，刚刚电话中还说要过来把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干掉呢。林云瑶闻言心中一颤，一方面他不相信自己的哥哥这么残忍，视人命如草芥，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哥哥出事，毕竟现在这里那么多人，那么多把机关枪，就算哥哥是修仙者，怕也是对付不了。你们能不能放过我们？林云瑶咬了咬牙，颤声说道。到底是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啊，这种弱智的话也能说出来。阿达嗤笑一声，随即一双色眯眯的眸子在林云瑶的凹凸有致的身上一阵打量。让我放过你哥哥也可以，不过你得做出一点牺牲才行。你想干什么？我自然是想色色。不可以色色。林云瑶捂住胸口，一脸的惊恐。阿达闻言面色骤冷，嗤笑一声道：这可由不得你，看你这样子应该还是个丑儿吧。你哥哥说他10分钟能赶过来，这10分钟足够我来10次了。不要，不可以色色。林云瑶惊慌失措，爬起来转身就跑。阿达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后面，贪婪地盯着林云瑶丰满的臀部，那模样就像是一只猫在玩弄老鼠。见到这一幕，那几十个黑衣大汉赶忙背过身去，不敢瞎看。灰袍中年人则是微微摇头，他知道阿达视色如命的性格，所以也不阻拦。况且一个普通小丫头而已，玩玩也不算什么。然而就在这时，砰！废弃工厂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紧接着林峰一脸阴沉地走了进来。这一幕瞬间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力。灰袍中年人看了一眼林峰，轻轻挥了挥手，刷刷刷，数十个保镖快速跑动，将林峰团团围住。那几十杆黑黝黝的枪口也是对准了林峰，子弹上膛声在空旷的厂房内清晰可闻。来得挺快啊，10分钟都没有用到。阿达停下了追逐林云瑶的步伐，将戏谑的目光移向林峰说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正准备跟你妹妹来场色色大战，你既然来了，正好可以在一旁好好观摩，学习一下我高超的技术。林峰冷冷地看了一眼阿达，他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刚刚和自己通话的人。本着和一个快死的人没有必要浪费口舌的想法，林峰将目光移向了妹妹，轻声说道：对不起，哥来晚了。哥你不该来的，他们有好多人，还有好多枪。傻丫头，就算是刀山火海，哥也会来，更别说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了。而且你忘记哥是干什么的了吗？ WWW， 这事也是哥欠考虑，以为只要不危及到你生命就行，却没有想到你会被人绑架。哥，你对我真好，不哭，哥一会就带你回家。曹！见到这一幕，场中一群人绷不住了，尤其是阿达和灰袍中年人，更是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立了起来。特么的，哥这里恶心给谁看呢？还说他们是歪瓜裂枣，简直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林峰，你真是无知而又恶心，敢杀郑天虎，得罪我们3口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阿达愤怒地挥了挥手，几十个5大3粗的保镖立即对着林峰发动了攻击，他们皆手持棍棒，面带狞笑，看起来极为凶神恶煞。若是普通人见到这一幕，绝对要吓尿。可林峰却面不改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一群人来到近前，他才是一跃而起，一个360度回旋踢，潇洒而又飘逸。砰砰砰！顷刻之间，冲上来的几十个保镖尽数被他踢翻倒地，躺在地上头破血流，哀嚎不断。见到这一幕，阿达和灰袍中年人相互对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一抹惊色。怪不得这小子如此嚣张跋扈，这实力的确不错，不过也就仅此而已。面对他们2大黄境高手以及暗中的几十挺机枪，就算是一位玄境高手来此，也只有含恨而终的份。第37个，你对我真好。第38，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哇！林云瑶捂住了嘴巴，他虽然知道哥哥是修仙者，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并不知道这3个字的含金量有多大。此刻见到这一幕，心中顿时翻江倒海，震惊的无以复加。一个凌空回旋踢，解决几十个大汉，
哥哥也太强了吧！人多如果有用，郑天虎也就不会死了。林峰看向阿达和灰袍中年人，淡淡说道：“可把你能的，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阿达冷笑一声：“其实我倒是挺好奇，你是怎么知道郑天虎是我干掉的？”林峰问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针孔摄像头，你知道吗？”阿达平静说道。林峰闻言皱了皱眉，他当时将别墅里面的人全部干掉，更是将整座别墅都给摧毁，以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结果没想到竟然被暗中的针孔摄像头给记录下来了。看来以后行事还是得谨慎一点。他倒是无所谓，但会连累到身边的人，毕竟他的9天仙眼法只有天生灵体的人才能修炼。既然你们看到了我的所作所为，还敢来找我报仇？林峰又问道。有何不敢？区区一点炸药就想吓到我们3口堂，你当真是太天真了。阿达冷笑一声。炸药？林峰面色一正，随即想明白了一切，嘴角微翘起来。真是一群猪啊，竟然以为自己是用炸药炸的那座别墅。好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别看你牛气哄哄，可我杀你只需要1拳。阿达冷哼一声，他单脚蹬地，整个身体借力爆射而出。黄境初期武者的强势在此刻凸显的凌厉精致，一拳而过，带动狂风呼啸，气势惊人。见到这一幕，在场众人无不侧目，面露震惊之色。这一拳也太猛了吧，比刚刚那回旋踢都让我感到惶恐。废话，阿达大人可是黄境初期的武者，已经修出了内劲，他这一拳就算是头牛都能打死。哈哈，这下子看这小子还怎么嚣张。就连灰袍中年人都是暗自点头，发现阿达的实力又强劲了1分，随时有踏入黄境中期的可能。这等实力放眼金陵城武道界，已经算是2流了。死吧，蝼蚁！阿达很快就冲到近前，一拳对着林峰的胸口狠狠轰去。砰！林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很轻松的就将阿达的拳头给抓住了。随后微微一用力，咔嚓！阿达的臂骨直接被震断成了无数节，整根手臂瞬间软绵绵的趴了下来。啊！巨大的痛苦让得他当即凄厉惨叫起来，整个身体都在不停的打哆嗦。嘶！见到这一幕，全场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可能？阿达大人可是黄境初期的武者啊，一拳能打死牛的存在，现在竟然被一个无名小辈 KO 了。还记得我在电话中对你说的话吗？林峰平静看着阿达，淡淡说道。你……阿达心中一紧，此时此刻他哪里还看不出眼前这个青年不是自己能对付的。自己是黄境初期，而林峰很有可能已经是中期，甚至是后期了。至于再往上，他不敢去想，也觉得没有这个可能。阿秋，救我！这小子不对劲。阿达立即对着不远处的灰袍中年人大声求救。事实上，就算阿达不说，灰袍中年人也准备出手了。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阿达被人干掉。若是我猜测的不错，你应该已经达到黄境中期了吧？小小年纪能达到这种境界，的确不俗，甚至比我们的少堂主差不了多少。可是你太刚了，不懂刚过一折的道理。能成长起来的叫做天才，成长不起来就是驼渣而已。你今日遇到了我阿秋，就是你命中的劫。阿秋冷冷说了一句，话音刚落，一股属于黄境后期武者的气息瞬间从他身体溢出。嗡！在场众人感受到了一股极大的压迫感，只觉得呼吸急促起来。强，太强了！阿秋大人真的太强了，就算是一头猛虎，面对阿秋大人也只有服将的份吧。众多3口堂成员激动万分，在他们崇拜的目光之中，阿秋一步跨越7、8米，瞬间来到林峰的身前，狠狠一掌轰出。无敌惊雷掌！面对这凌厉一掌，林峰心中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想笑。本事不大，这武技名字倒是牛逼得很。林峰用手轻轻一挥，砰！阿秋来得快，去得更快，直接被林峰拍飞出去几10米，最后重重的撞在厂房的钢架柱上，喷出一大口鲜血。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全身软趴趴的，像是一滩烂泥，再没有了任何声息。这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怎么可能？阿秋大人可是黄级后期的超级强者啊，竟然被林峰一招秒杀！你是玄境高手？阿达难以置信的看着林峰，声音微微发颤。我不是玄境高手。林峰一边说，一边用手在阿达身上捏来捏去。咔嚓咔嚓咔嚓，清脆的响声此起彼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林峰是在帮阿达按摩，这下手的速度太快了，快到阿达都不知道自己身上骨头刹那间已经断了10几根。等他反应过来时，无穷无尽的痛苦瞬间袭遍全身，让他面色扭曲，浑身不停的痉挛。啊！死你们他妈在干什么？还不赶紧救我！
阿达双目猩红，对着暗中的几十个机枪手怒吼。几十个机枪手瞬间反应过来，因为林峰和阿达挨在一起，不好瞄准，所以他们把枪口全部对准了凌云瑶。林峰，你给我住手，不然我的手下会把你妹妹打成筛子。阿达艰难出声，只觉得脑中一阵晕厥，若不是意志力强大，现在估计已经痛晕厥过去了。你可以让他们开枪试试。林峰神色不变，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哈哈，开枪，给我开枪啊！阿达抱着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大声怒吼。一群机枪手没有丝毫犹豫，就对着凌云瑶搬动了扳机。哒哒哒，无数子弹像是火蛇一般对着凌云瑶射去。凌云瑶面色苍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下一刻，他身体表面竟然浮现出一层透明的护罩，将所有射来的子弹全都反弹了过去。砰砰，几十个机枪手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自己射出的子弹给爆了头。这是什么情况？凌云瑶见到这一幕，面色瞬间呆滞下来，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将震惊的目光移向林峰。一定是哥哥，一定是哥哥保护了自己。哥哥，他真是又强又猛。凌云瑶一脸的崇拜之色。第38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第39，第二堂主司徒浩。不可能！阿达尖叫出声，难以置信。子弹怎么会反弹回去？这太过诡异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说过你不该招惹我，可你非但不听，还祝我好运。你可真小母牛飞天，牛比上天了。林峰将阿达的身体丢在地上，淡淡说道。短短时间内，他已经把阿达身上的骨头都捏碎了，只剩下颈椎和头骨。这也就是武者体质强大，换做普通人，估计已经疼晕过去了。可即使如此，阿达也是疼得瘫软在地上，大口的喘着气，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在这时，儿子，你爸爸打电话来了。儿子，你爸爸打电话来了。阿达的身上忽然传来了一道手机铃声，他身体一阵蠕动，想接听电话，但是因为双手臂骨都被捏碎了，所以根本动弹不得。我帮你吧。林峰从阿达口袋里掏出手机，来电人的姓名叫司徒大人。电话一接通，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一道听起来很儒雅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你就是司徒浩吧？你派来的群人都不怎么行啊，一个个蠢得要死。林峰淡淡说道。对面闻言一阵沉默。就在这时，司徒大人，救我，救救我！这人是一位玄境武者，我和阿秋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阿秋已经被他杀了。阿达拼尽全身的气力大吼，吼完之后，他直接疼得力竭脱虚，趴在地上大口的喘着气。听到阿达的话，电话那头的人平静的说道：放掉阿达，然后滚过来给我磕头，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自信的男人可真可爱。林峰忍不住的笑出了声，接着他猛地转身反，一脚就剁碎了阿达的头颅，然后轻笑道：刚刚的声音听到了没？是阿达头颅骨裂的声音，要不要给你发张照片？玄境不代表着无敌，你会后悔的。是吗？你放心，我也会很快找到你，把你给干掉，9天10地都无人能救你。嘟，那头直接挂断了电话。林峰见此一时冷笑一声，将手机给捏爆了。这时林云瑶小跑着过来，扑进了林峰的怀中，声音哽咽道：哥，吓死我了，有哥在，不会有事的。林峰轻轻地拍打着妹妹的后背，安慰道：哥，刚刚那个防护罩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之前在你身上留下的一个小术法，只要你受到生命危险就会自主激发。原来是这样，真的好神奇。呵呵，以后哥哥也会教你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哥哥会为你找到最适合你修炼的呼吸法，到时候你就能跟哥哥一样厉害了。哥，你对我真好。与此同时，金陵城区一间豪华的别墅内，司徒浩再也忍不住了，狠狠地将手机砸在地上。该死，该死，该死！面色狰狞，气得浑身发抖。还自信的男人真可爱。身为三口堂第二堂主的他，何曾被人这么羞辱过？且阿秋、阿达、郑天虎，这些可都是他的得力干将，如今竟然全都死在了这个叫做林峰的人手中，这已经触及到他绝对的底线了。此仇不报，我司徒浩誓不为人。真以为玄境就无敌了吗？当真是井底之蛙。林峰，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要你跪下来求我。司徒浩寒声说道。就在这时，一个黑衣大汉快步走了进来，恭敬说道：司徒大人，江大少要见你，快把他请进来。是。看着保镖离去，司徒浩吐出一口浊气，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奇怪，这么晚了，将军临来找自己做什么？虽然说江家一直在暗中支持三口堂，但实际上三口堂并不属于江家的附庸，而是独立于三大家族的一个超级势力。很快，一身白衣的将军灵柩慢悠悠地走了进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碎裂的手机，轻笑道：“司徒堂主，这大晚上的是在生谁的气呢？还不是手下办事不力，让我心中堵得慌。被人欺压到头上这种丢脸的事情，司徒浩自然不可能跟将军林说，所以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搪塞过去。江少，这么晚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司徒浩一边示意将军林坐下，一边笑着问道：“想必司徒堂主也是直性子的人，我就不拐弯抹角了。秦家老爷子也有大半年没有露面了，秦家口风严得很，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探探秦家的虚实。”将军林直接说明了来意。司徒浩闻言心中一惊，但表面上却笑道：“江少，这种事我可不敢做主，你得问我大哥去才行。你们三口堂三大堂主貌合神离，我此次前来找你，难道司徒堂主还不懂我江家的意思吗？”将军林饶有深意的说道。司徒浩闻言深深的看了一眼将军林，沉默了片刻，才是说道：“好，我可以去秦家帮你探一探。司徒堂主果然是个聪明人，等秦家灭亡之日，就是堂主彻底掌控三口堂之时。”将军林起身站了起来，顿了顿，他又道：“对了，我还有一件私事，想请司徒堂主帮帮忙。”江少但说无妨。金陵城内有个青年名为林峰，他的武道境界大概在玄境，我想请堂主帮我给他一个教训。江少，你和这个林峰有仇？司徒浩心中一动，倒是没什么大仇，不过这小子是我未婚妻的前男友，这让我很不爽。原来如此，我懂了，此人我会重点关照一下的。那就多谢司徒堂主了。将军林一脸微笑的走了。司徒浩重新坐在沙发上，目光闪烁不断。如今整个金陵城，谁不知道江家即将与云川陈家联姻？林峰既然是将军林的未婚妻的前男友，说明那个身患歌舞伎综合症的小女孩，极有可能就是林峰的女儿。如此说来，这个林峰暂时还不能死，此人或许能成为他制衡江家的一个底牌。至于将军林刚刚所说的话，他自然不会全相信。如果他真这么单纯，早在10几年前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思考了片刻，司徒浩对着外面的保镖冷冷说道：“去，让云三水过来见我。”第39，第二堂主司徒浩。第40，突破原因。晚上10点左右，林峰和妹妹一起回到了家门口。等候多时的血手人屠见此松了一口气，赶忙从暗中冲了出来，恭敬道：“前辈，你终于回来了。”林峰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哥，这个老爷爷是谁啊？林云瑶一脸好奇。血手人屠将目光移向林云瑶，老脸笑着，像是一张菊花。想必这位就是前辈的妹妹吧？果真是貌美如花，天生丽质，风华绝代，单纯可爱。他一连串说了一堆赞美的词语，夸得林云瑶面色发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行了，行了，你是不是把你会的词都说出来了？林峰一阵无语，这个老魔头真是将不要脸精神发扬到了极致。前辈说笑了，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血手人屠坦然一笑，一副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的样子。老爷爷，你是谁啊？跟我哥哥认识吗？林云瑶友好的问道。我叫血手，他叫叶天心。林峰打断了血手人屠的话。血手人屠傲然的面色一愣，叶天心，这个名字倒是不错，那我就叫你天心爷爷了。你还是叫他天心伯伯吧，他才50岁左右，只是因为得病了，比较显老。啊，好可怜。林云瑶惊呼一声，他一脸关心的看向血手人屠，鼓励道：“天心伯伯，你别灰心，你的病一定能治好的。”血手人屠看了一眼林云瑶，没有说话。自从20多年前他全家被人杀死之后，就已经没有人关心过他了。如今听到这句关心的话语，有些无所适从，很不习惯。林云瑶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红色的千纸鹤，递给血手人屠。这是我爹的红色千纸鹤，可是象征着好运气，希望天心伯伯你往后余生越来越好。啊，哦，谢你了。血手人屠拿着千纸鹤，皮笑肉不笑。好了，小瑶，你先去房间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去学校正式报道。我和你天心伯伯有几句话要说。林峰不想让妹妹和这种老魔头过多接触。好爹。林云瑶一蹦一跳，很是俏皮地跑进了屋中。血手人屠目送林云瑶离去，神色略显复杂。怎么，你个老魔头，难道也会感动？林峰淡淡说道。前辈说笑了，与之相比，我倒是觉得血手人屠更加符合我的气质。血手人屠干笑一声。林峰不再说话，走进屋中，拿出纸和笔，然后在纸上写了一大串的药材。你按照这个药方去抓药，买好药再过来找我。谢谢前辈。血手人屠看着手中的药方，情绪激动万分。林峰想了想，问道：“你知道三口堂吗？是三口堂的人绑架了前辈的妹妹。”血手人屠瞬间就猜到了。林峰淡淡的点了点头。血手人屠闻言思索了片刻，
才是说道：“这个三口堂共有3个堂口，每个堂口都有一位地境中期的堂主管理。除此之外，三口堂还有7、8位玄境高手以及10几位黄境高手。这等实力，放眼整个金陵城，也唯有江、秦、李3大家族能够比拟了。以前辈的实力，灭掉一个小小的三口堂，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觉得前辈若非必要，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哦，为什么？”林峰面露惊讶。“因为三口堂的3位堂主，据说与山上的势力有关系。”血手人屠压低了声音：“山上的势力？不错，世俗间的各大势力或多或少都与山上的宗门有关系。这些宗门历经恒久岁月，代表着大夏国武道界的巅峰。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下山的，但却需要一些生活物资，所以世俗间的一些势力就主动为他们供应钱财物资，来寻求庇佑。”血手人屠说完，又好奇地问道：“前辈实力如此强悍，想必也是来自山上的某个势力吧？”“不该问的就别问。”林峰淡淡说道。血手人屠心中一紧，赶忙低下了头。“行了，你去买药吧。”“是，前辈。”血手人屠离去了。林峰站在原地，若有所思。看来这个世界比自己想象的要精彩啊！山上竟然还有隐世宗门的存在，这不就和都市古物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吗？就是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如自己一般的修仙者。看来等自己将这边的事情处理好，可以去找这些宗门玩一玩。三口堂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来了就随手干掉，不来也没必要到处去找他们，一群蝼蚁而已，总想着反而浪费时间。至于妹妹的安全，我只需要给她炼制一些符文防身即可。林峰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盘膝坐下，在拿出阴阳极石的那一刻，他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老头子生前所说的话：修仙一道，体纳天地灵气，于丹田处生成9道气旋，是为炼气境；99归一，化为道台，是为筑基境；筑基之上，衍生金丹，则为金丹境；金丹破开，孕育灵婴，变为元婴境。如今我已金丹7大圆满，只差一个影子，便可聚出灵婴。这阴阳极石无疑是最好的影子。想不到这次太湖山一行，虽然一波3折，倒也得了一桩机缘。林峰轻笑一声，他手中的阴阳极石往上轻轻一抛，2块奇异的石头便是悬浮于他的头顶之上。肉眼可见，一丝丝黑白交间的阴阳二气向着他的丹田之处融入，而随着阴阳二气入体，林峰的气息愈加深不可测了。淡淡的月辉从天落下，照射在他的身上，让他的体表弥漫出淡淡的白光，犹如神人下凡。哥哥，好仙啊！这时，林云瑶刚刚洗完澡出来，看到了这一幕，清澈的眼眸中满是崇拜。一夜的时间转瞬即逝，林峰从修炼中缓缓睁开双眼，一股莫名的道运瞬时间从他体内溢出，向着四周扩散而去。周围的花草树木不由轻轻的摇曳，像是在对他打招呼一般。不出所料，成功突破元婴期了。林峰眼中划过一缕金光，随后他内视丹田，丹田之处那高高的筑基台上正有一只小小的元婴盘膝而坐。元婴体态尚未完善，我现在只是处于第1小层巨婴期，后面还有结婴以及婴变期。修道一途，当真是任重而道远。第40突破元婴，第41微型炸弹。就在这时，林峰忽然面色惊讶，他发现自己的元婴体表竟然有淡淡的阴阳二气在徐徐流转。他伸出右手尝试催动了一下，嗡！阴阳二气瞬间浮现在他的手心之中，形成了一道微微透明的太极阴阳图。本以为这极石中的阴阳二气助我突破元婴期之后就会消失，没想到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融于我的元婴之中。就是不知道这有什么用。林峰喃喃自语，不管如何，肯定是好事。天地初始生阴阳二气，这可是天地本源之气，就是这量有点少。随后，林峰拿起身边的笔和笔记本，开始制作起符纸来。就这样，约莫20分钟过去，那本笔记本上面赫然已经被画满了符文。每一页的符文看起来都很普通，就像是小孩涂鸦一般。但若是有修道之人在此，就会发现那些符文字体之上赫然有着淡淡的灵气流转。有这么一本符文书，我就不信还有谁能伤到小妖。林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吐出一口浊气。显然，一连画出那么多的攻击符文，对他来说还是挺累的。就在这时，林云瑶揉着惺忪的眼睛走了出来，说道：“哥，你昨晚在外面待了一夜啊？”“昨晚我一直在修炼。”林峰笑了笑。林云瑶闻言立即联想到昨晚哥哥身体发光的那一幕，崇拜道：“哥，你太厉害了，竟然还会发光！咱们以后晚上是不是不需要开灯了？”“瞎说什么呢？”林峰轻昵地揉了揉妹妹的头，然后拿出了笔记本。林云瑶接过笔记本，翻看了2眼，一脸懵逼地问道：“这是什么？”“这是攻击符箓，哥给你用来防身用的。”
以后谁敢对你起坏心，你就撕下一张符箓抛向他，然后说一声破就行了。林云瑶闻言顿时好奇起来，他尝试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符箓，对着不远处的混凝土石块扔去，然后大喊一声破！轰！一块直径达1米多的混凝土石块直接炸成了无数尘埃，不是碎块，而是尘埃，也太夸张了吧！林云瑶惊呆了，哥，你这也太不科学了吧，简直就是个微型炸弹。哥都在修仙了，你跟我说科学？这倒也是。林云瑶点了点头。吃完早饭之后，林峰和林云瑶拎着一个行李箱一起来到了金陵大学。从今天开始，林云瑶就会入住学校内的宿舍，度过4年美好的大学时光。哥，你就送到这里吧，女生宿舍也不给你上去，而且双儿一会下课之后会来帮我收拾的。女生宿舍楼底下，林云瑶笑嘻嘻地说道。她今天穿着一身米白色长裙，纯素颜，面容精致无瑕，脸上露出的俏皮笑意吸引了校园内不少男学生的注意力。那你自己要注意点，有什么事跟哥说，千万不要藏在心里。还有，我刚刚给你账户里面赚了一笔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千万别委屈自己。林峰细心叮嘱道。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林云瑶嘟囔了一句。就在这时，这位是新来报道的学妹吧？兄妹俩回头看去，只见一位身穿宽松运动服、身材高挑、面容俊朗的青年一边笑着一边走了过来。秦风现在心中很激动，身为秦家的小少爷，他来金陵大学自然不可能如同那些穷逼一样刻苦学习，他来这里是来享受大学生活好的。所以开学1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带着几个狗腿子在女生宿舍楼下晃荡，想要寻找一些极品货色来玩一玩。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他出色的外表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他的确也碰到了几个长相姣好的尤物，却没想到那几个女大学生只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一个个人前表现的清纯羞涩，但一到床上特么的比自己玩的都开，这让他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亏了。而今天他独自一人闲来无事，又跑到女生宿舍楼下瞎逛，结果就看到了林云瑶，当真是个极品啊！身材刚刚好，没有那种发育过度的丰腴，也没有飞机场的太平，一切都恰到好处，天真烂漫，单纯可爱，无一不大大的触动着他的心脏，让他情难自制。最重要的是，他一眼就看出林云瑶还是个厨，我一定要得到她。抱着这个念头，秦风直接就冲了上来，露出了自己招牌性的猥琐笑容。你是？林云瑶好奇地问道。林峰看了一眼秦风，也没有说什么，毕竟大学里面一些老学长看到有学妹拎着行李箱来报道，过来打招呼的也很常见。我叫秦风，经管学院大2的，算是你的直系学长了。秦风理了理衣领，昂首挺胸地说道。哦，学长好，我叫林云瑶。林云瑶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一声招呼。好名字，我就喜欢名字中带摇的，摇来摇去的感觉最爽了。学妹今天第一次来，一定对学校很不熟悉吧？我等会带你在校园里逛逛。秦风很是热情。林云瑶看出了对方的意图，礼貌性拒绝道。不用了，我等会还得去辅导员那里报道一下。秦风闻言眼睛一亮。辅导员报道？这不是给自己装逼创造条件吗？行啊，可太行了，经管院系的辅导员我都熟，就没人敢不给我秦风面子，我带你去，保证辅导员对你客气3分。这还是不用了吧？林云瑶直接拒绝了。虽然眼前这个学长挺帅气的，而且看穿着打扮估计家庭条件也很不错，但他现在只想好好学习，而且就算要找，他也要找哥哥这样的。秦风面色瞬间阴沉下来，没想到自己都这样热情了，对方竟然还不给自己面子。整个金陵大学有几个人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自己的？学妹，你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别废话了，没听到我妹妹的话吗？赶紧给我滚蛋！林峰不耐烦地推了一下秦风，秦风几个踉跄，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他敢推我？他竟然敢推我！与此同时，周围路过的学生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纷纷围观上来，皆是面露震惊之色。那不是秦风吗？我的天，这人是谁啊？竟然敢推秦风，他不想活了吗？秦风据说背景深不可测，连学生会会长的谭子明都对他忌惮3分，他这样的人来学校就是玩的，估计又是秦风在强势泡妹，结果惹怒人家哥哥了。这个人也太不识抬举了吧！秦风又帅又多金，要是泡我都不知道得多高兴。第41微型炸弹。第42，我把他弄丢了。听到四周的议论声，林峰总算明白眼前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货色了，原来是个来享受生活的纨绔子弟。林云瑶也是面色俏寒，没想到自己一来学校，竟然就被一个 LSP 盯上了。她现在可不是当初那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了，在经过昨夜工厂的事情，她已经成长了很多。你敢推我？这时秦风猛地爬了起来，一脸冰寒地看着林峰。
我不仅推你，我还打你呢。林峰轻轻一脚，又将秦风踹倒在地。没办法，这里毕竟是他的母校，他怕太用力把秦风给踹死，那就不好玩了。哗！周围众人又是一片哗然，觉得林峰真的是太疯狂了，推一下就算了，竟然还敢上脚。其实也不用意外，毕竟他不知道秦风的来历。就是，我估计他一旦听到秦风的背景，估计当场腿就要下软。哎，到底是年轻气盛啊，好疼啊！秦风捂了捂肚子，眼中有些畏惧，毕竟他今天没有带狗腿子，被女人掏空身体的他手无缚鸡之力。不过当听到周围人的对话，他又自信了起来。是啊，这个逼崽子就是个愣头青，送自己的妹妹来上大学，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可怕之处。一旦自己报出身份，对方可不得吓得乖乖求饶。小子，你可知道？啪！林峰一巴掌抽了过去，将秦风左脸颊抽得迅速肿胀起来。你他妈有本事再打一次！秦风歇斯底里的吼道。林峰闻言忍不住笑了，这种要求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啊。啪！果断又是一巴掌，秦风的右脸颊也红肿起来，看起来匀称了许多。给我滚蛋！林峰不耐烦地说道。对于这种只知道在女人肚皮上逞英雄的二世祖，他实在难以提升半点的兴趣。秦风双手捂着脸，一脸愤怒地看着林峰，他还从来没有被人抽过大嘴巴子，而且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你给我等着，此事没完！秦风留下了一句狠话，狼狈逃走了。林峰无语地摇了摇头，然后看向妹妹说道：小瑶，对于这种人，你以后不要跟他客气，他如果再来招惹你，你就拿我给你的符箓狠狠地招待他，别怕，出什么事有哥顶着。我知道了。林云瑶乖巧地点了点头，小心脏砰砰直跳，只觉得刚刚哥哥为自己出头的样子好帅好帅。那你去吧，有什么事给哥打电话。林峰揉了揉妹妹的头。木马，哥哥再见。林云瑶打出一个飞吻，然后拖着行李箱小跑着向宿舍内走去。见此，林峰无奈地摇了摇头。从自己回来之后，妹妹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说到底这些年她一个人压抑得太狠了，而这才是小瑶本来的性格。秦风的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林峰并没有放在心上。驻足了片刻，林峰又开始在学校里面逛了起来。情人坡、体育场、实验楼、小树林，看着一幕幕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他心中感慨万千，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随后他又去了学校后门的小吃一条街，记忆中的很多店铺已经消失不见，显然是倒闭了，也有一些依旧开着门，但是门前冷冷清清，生意大不如从前。网络化时代，实体店是越来越难做了呀。想当年这里是那么的热闹，没有人低头玩手机，大家三两成群，高高兴兴地逛着街，吃着炸串，抓着娃娃，然后再去 K 个歌，来一首死了都要爱，喉咙都嘶哑了。是时代变了，还是人变了？林峰心中怅然若失，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最后他来到了一家街角的馄饨店门前，这里是当初他和陈一诺最喜欢来的地方。陈一诺说他喜欢吃馄饨，但林峰心里知道只是因为馄饨便宜而已。他知道自己没钱，所以从不要求什么。想到这里，林峰心中又是一阵发堵。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就这么被自己弄丢了。小伙子，是你？这时馄饨店老板走了出来，一脸的惊讶。老板是一个中年妇人，当年才开馄饨店时，她因为精致的容貌而被人戏称为馄饨西施。可如今10多年过去，她的神色明显苍老了许多，鬓角生了许多白发，容颜不复从前。老板，没想到你还记得我。WWW。 林峰笑了笑，哪能不记得？你之前可是经常关照我生意呢。馄饨店老板笑盈盈的将林峰请进店内。林峰一坐下就笑道：来份大碗馄饨，要肉的，辣椒油多加点。好嘞。老板给了一个 OK 的手势。很快，一碗热腾腾，汤表面铺满辣椒油的馄饨便是端了上来。林峰一口一口的吃着，又辣又咸，是真的好吃，好吃到他的鼻子都有些发酸。小伙子，他呢？老板坐了下来，笑着问道。林峰闻言手中的汤勺一顿，然后苦涩的摇了摇头说道：被我弄丢了。是吗？那真是可惜了。老板遗憾的摇了摇头，又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吗？就是因为那个小姑娘，她真的很漂亮，而且眼睛会发光，尤其是在看向你时，那双眼睛可太明亮了，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这是只有在看心爱之人时才会有的眼神，所以我还以为你俩会走到最后呢。林峰听到这些话，心中愈加难受，他握紧了拳头，随后又悄然松开，颓然道：可惜我现在纵使后悔也无用了。他结婚了吗？
倒是没有。既然没有，那就还有机会。小伙子，可千万别让自己的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老板拍了拍林峰的肩膀，又说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时候，也许只要你肯回个头，就能看到他。林峰闻言愣住了。第42，我把他弄丢了。第43，重新追回陈一诺。离开混沌殿之后，林峰眼中多了一抹亮光。他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把陈一诺重新追回来。这样哪怕失败，自己心中也不会再有遗憾。修道一途讲究的是率性而为，追求自己的本心，如此方可得到。想到这里，林峰拿出手机，尝试着拨打陈一诺的电话，可电话立即就被挂断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继续拨打，一遍，一遍，又一遍。在打了第9遍的时候，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林峰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燃起的熊熊热火就这么浇灭了。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难道是一诺回电话来了？林峰心中一阵激动，结果一看来电显示人王冲。操！你打我电话做什么？林峰接通电话，没好气地说道：林老弟，你现在有空吗？我有几个好东西要送给你。什么好东西？你来了就知道了，绝对很好的东西。王冲神秘地说道。林峰闻言思索了片刻，想着闲来无事，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金陵大酒店是大夏国内为数不多的7星酒店之一，低调奢华有档次，随便一间房的价格都高达2、3千，那些总统套房更是能达到好几万。根据王冲提供的地址，林峰来到了这里。他一眼看去，酒店门前的停车场上停满了各色各样的豪车，红旗、比亚迪、长安、奇瑞、吉利比比皆是。酒店门口也是进进出出，人流攒动，每一个都昂首挺胸，气质不俗，一看就非富即贵。在报出王冲的名字之后，林峰在一位美女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了一间房间号为903的总统套房里面。房间内，王冲和张斌2个人正在打扑克。见到林峰到来，王冲立即站了起来，笑眯眯地说道：林老弟，你终于来了。林峰点了点头，他找了一个沙发坐下来，随意打量了一眼房间，然后问道：你电话中说有什么好东西送给我，是什么意思？林老弟，别急，现在时候还早，我们先来打扑克，消磨时间。王冲笑着说道。打扑克？对啊，3人斗地主，林老弟应该会玩吧？林峰闻言深深地看了一眼王冲，此举难道有什么特殊含义？他可不相信堂堂一个大集团董事长会这么无聊。好，那我就陪你们玩一会。既然来都来了，林峰想了想，还是点头答应了。哈，林老弟，我办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王冲笑了起来。就这样，3人在房间里打了不知道多少局斗地主，眼看着天就要黑下来了。林峰吐出一口浊气，扔掉了手中的扑克牌，面色不好道：究竟什么事情？快点说吧，我在你们这里浪费了太多时间了。他本以为王冲是想借打扑克牌来表达什么特殊含义，可后来才发现，这竟然真的就只是单纯的打扑克。我竟然赔2个250，打了一下午的扑克。林峰自己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我真他妈是傻逼了。林老弟，莫生气，我先打个电话问问。王冲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没说几句，他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又给张斌使了一个眼色。张斌心领神会，从黑皮包里掏出了一张房卡，递向林峰。这是什么意思？林峰面露不解。林老弟，这是楼上1103总统套房的房卡，我说的好东西就在房间里面，你自己过去看就知道了。王冲一脸微笑。林峰闻言面色缓和了一些，他接过房间卡，问道：能具体透露一下是什么吗？这个林老弟，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我只能跟你说，你绝对喜欢，爱不释手。王冲哈哈笑道。听到此话，林峰心中倒是愈加好奇了，什么东西能让自己爱不释手？法宝、神通、呼吸法？应该不是，王冲不知道自己是修仙者，难道是一房间的钱？应该也不可能。林老弟，别猜了，天色已晚，你快点去吧，我们2个也有事情，就不留你了。王冲笑道。好。林峰拿着王冲给的房间卡，有些好奇地上了楼，在找到对应的帝王套房之后，直接开门走进房间。顿时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紧接着4个年纪约莫18岁，身穿情趣内衣的美女映入了他的眼中。黑丝、白丝、肉丝、渔网袜，长而直，翘而挺。除此之外，房间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器具，蜡烛、小皮鞭、秋千、弹簧球，应有尽有。可以说，这一幕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世间最美妙的风景，让人浴血喷张。可林峰却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自己走错房间了？林峰眉头微皱，重新看了一眼房间号，又看了看自己的手中的卡，没走错啊。难道这4个人美女就是王冲口中的好东西？想到这里，林峰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卧槽，自己陪着打了一下午的扑克，结果就这。王冲这个 SB， 林峰再好的心态都有些崩了。他忍住心中的怒火，直接掉头就走，打算去找王冲问个清楚。房间内看到林峰竟然掉头就走，4个性感美女面露惊讶，这男人有毛病吧？没看到我们4个娇艳欲滴、含苞待放的大美女就等着你过来呢？结果你要走。姐妹们，王总可是给了我们1人100万，若是让他走了，这钱肯定就没了。其中一个黑丝美女说了一句。此言一出，4个性感美女顿时都急了，赶忙各自披上一层薄薄的衣服就追了出来，将林峰给堵在了门前。帅哥，你不能走。对啊，帅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是不是男人啊？我们4个这么漂亮，你也舍得走？哼哼，乖乖的跟我们回房间。4个性感美女纷纷出声。看着面前的一群叽叽喳喳的莺莺燕燕，林峰面色很难看，他吐出一口浊气，沉声说道：谁叫你们来的？你们去找谁？屁，我们今晚就是来服侍你的。对，今晚我们是你的人。帅哥，你不会真的有毛病吧？不然看到我们4个校花级别的美女，竟然会一点不冲动。我们4个可是王总从100多个女模特中被王总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一个白丝美女更是一脸狐疑的看着林峰。第43，重新追回陈一诺。第44，只要你开口，我现在就带你走。陈一诺今天的心情其实很不错，因为他的大哥陈千许千里迢迢从云川赶来了。他和江俊林一起将大哥送到酒店，刚刚办理完入住手续，准备出去吃个晚饭，结果就看到了这样一幕，还真是会玩啊！一条丝，18岁，黑丝、白丝、肉丝、渔网袜，五颜六色的情趣内衣都给整齐了。陈一诺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峰，心脏微微发疼，只觉得自己真的太搞笑了。昨晚从太湖山回来之后，他躺在床上一夜未眠，脑海里一直浮现出林峰的身影，思考林峰这次回来是真的别有图谋吗？还说是自己误会了他。他这次回来只是良心发现，想弥补当年抛弃自己的过错而已。包括白天的时候，林峰给他打了很多电话，虽然他没有接，但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些高兴的。说到底，女人都是很感性的生物，林峰才是小恋恋的亲生父亲。如果林峰真的能浪子回头，他就算以后不和林峰在一起了，但也不能剥夺小恋恋应该享有的父爱。可现在他知道自己想错了，太搞笑了，自己真的太搞笑了，竟然会考虑相信一个人渣。还有，这不是林兄吗？想不到昨晚咱们才刚刚分开，今晚就又遇到了。江俊林也看到了前方的一幕，眼睛一亮，赶忙笑着走过来打招呼。林峰平静地看了一眼江俊林，没有说话。他现在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等会回去一定要掐死王冲。如果不是这个王冲 SB， 局面也不会弄成这样了。这下子真是裤裆里塞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林兄，玩得够花啊！昨晚我才给了你2000万，你今晚就找了4个嫩模，这4个妞得花不少钱吧？江俊林打量了一眼4个性感嫩模，语气颇带调侃之意。不等林峰回话，4个性感嫩模就不乐意了，纷纷帮着林峰说话，讥笑道：你谁啊？我们跟主人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真是搞笑，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比比了？你算什么东西？我们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如果是平时，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嘲讽，江俊林绝对会很生气，回头就找人干掉对方。但现在他心里却是笑翻了天。主人，啧啧，还玩角色扮演呢。林兄，老弟我就一个字，服。只不过我还是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在房间里玩，在酒店走廊上搞这些，是不是有些有伤风化？当然，我也就是建议一下。林兄玩的花哨，床上、厨房、客厅沙发、阳台、小树林，你想在哪里玩就在哪里玩。江俊林伸出了一只大拇指，微笑着说道。林峰懒得跟一个两笔废话，他一把推开江俊林，然后走到陈一诺面前，深呼一口浊气，说道：如果我说这一切都是个误会，你相信吗？陈一诺一声不吭，就这么平静地看着林峰，神情冷静的吓人。林峰神色复杂，他倒是希望一诺对自己大吼大骂，骂自己是个畜生，是个人渣，这样说明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可现在一诺很冷静，冷静的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哀莫大于心死，或许就是如此。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要说一句，真的是误会。我被青龙建设集团的王冲叫来，他说要给我一个好东西，我不知道他口中的好东西是4个女人。若是知道，我绝对不会来。林峰很是认真的说道。陈一诺闻言不由轻蔑一笑，淡淡道：所以呢？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意义？你想怎么样？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林峰思索了片刻，一把将陈一诺推到了墙上，然后单手撑墙，一双深邃忧郁的眸子就这么深情地看着陈一诺，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他想明白了，这种时候和女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非常时期学非常法，一个壁咚或许能解决很多事情。看到我的眼睛了吗？里面充满了真诚。一诺，相信我，我从来没有骗过你。这10年来我饱受折磨，无时无刻不想回来见你。而当我回来的那一刻，知道你已经结婚生子，我的心如刀绞。现在你既然已经离婚，我不想再让自己后悔了。还记得大学时候我们一起读过的诗吗？泰戈尔曾经说过，沉默是一种美德，但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那就是一种懦弱。我爱你，一诺，给我一个机会好吗？只要你开口，我现在就带你走。你的女儿，我绝对视如己出。林峰深情款款地看着陈一诺，言语温柔，感染力十足。那4个嫩模美女感动的都要哭了。原来世间竟真有如此真挚的爱情。陈一诺呆呆地看着林峰，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大学时期，那时候每一次两人吵架，林峰都会这样强势地将他按住壁咚，然后两人就会重新和好。现在好像依旧如此，这么多年的感情岂能说忘就忘？他知道自己心中其实还爱着林峰，只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他怕林峰到时候又负了自己，那他将会彻底的被打入深渊，永无翻身之地。果然，男人该强势就要强势，和女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故人诚不欺我。林峰看着陈一诺的模样，心中一喜，然后轻轻低下头去，就要去瑟瑟。陈一诺身体僵硬，呆呆地站在原地，竟一时忘记了去躲。然而就在这时，将军林愤怒地冲了过来，厉声道：林峰，你他妈当我不存在吗？在我面前吻我未婚妻，你是不是想找死？这一声怒吼瞬间惊醒了陈一诺，他慌乱地推开林峰，心中很乱，神情很复杂。林峰的脸色有些不好看，眼看着就要成功，结果被将军林给搅和，这谁能受得了？不过从刚刚那一幕来看，一诺心里面明显还有自己，这是一个好兆头。你的未婚妻又如何？只要没结婚，大家都有公平追求的权利。我劝你不要太放肆，惹怒了我，我灭了你江家。林峰淡淡说道。第44旨要你开口，我现在就带你走。第45都是我应该做的。将军林闻言气急反笑，此刻就算他性子再深沉，再能忍，也绷不住了。当众壁咚他未婚妻就算了，竟然还扬言灭掉整个江家。林峰，我原本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小丑看待，可是如今你成功惹怒了我，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将军林的下场有多么凄惨。将军林冷漠说道，一股属于玄境巅峰的强大气息若隐若现。如果不是顾忌场中还有别人，他绝对会立即出手，一掌将林峰击毙。别憋着了，赶紧出手来打我！求你了，求你出手来打我！我今天话就放在这里，我就要追一诺，你能奈我何？林峰一副欠揍的模样。不管怎么说，现在从明面上来看，将军林都是一诺的未婚夫。如果他现在主动出手干掉将军林，那肯定会让一诺反感。但若是将军林出手来挑衅自己，自己采取一些有必要的自卫措施，反杀将军林，一切就很合情理了。太贱了，这个林峰真的太贱了。将军林再也忍不住了，抬手成掌就要劈死林峰。然而就在这时，旁边自始至终未说话的陈千许出声拦住了他。先等一下，千许兄，你也看到了，这是我如何去忍？将军林面色气的涨红，近乎失态。事情还是得说清楚了点好，这人是谁？陈千许平静问道。他一身白衣，面容俊朗，眼若繁星，棱角分明的脸庞让人一眼看去有一种凌厉严谨之感。此人名为林峰，是一诺的前男友。将军林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道出了林峰的身份。毕竟这种事情陈千许一调查就能查出来，没必要隐瞒。前男友？陈千许眉头微皱，随后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他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看向林峰，默然道：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计较太多，但从今以后我希望你离一诺远远的。你配不上他，干你屁事？你家住大海，管得这么宽？林峰冷笑一声，他一眼就看出了眼前这个男人是地境巅峰武者，但那又如何？在他眼里依旧是个蝼蚁。我是一诺的哥，亲哥，怎么样？有资格说这句话吗？陈千许冷声说道。林峰闻言面色一正，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一诺，却见一诺一脸戏谑的样子，不由心中一紧。原来是大舅哥呀，幸会幸会。林峰轻笑一声，可别，我不是你的大舅哥，而且我说了你配不上我妹妹，你若是为了她好，
就请你滚得远远的。陈千许冷哼一声，我哪里配不上了？林峰问道。你扪心自问，我妹妹为你吃了多少苦？她这些年过得有多惨，你知道吗？她为了你不惜跟父母对抗，带着女儿租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时，你又在哪里？陈千许说着说着又冷笑一声，林峰，事情不是这样玩的，也就是看在我妹妹的份上，不然你现在已经是具尸体了。哥，别说了。这时陈一诺出声打断了陈千许的话，老妹，以后离这种男人远点，和这种人纠缠不清是没有好处的，他只会一次又一次的去吸你的血，然后将你打入无尽深渊，永不翻身。陈千许提醒道。陈一诺摇了摇头，没有回话，转身向着电梯的方向走去。老妹，等等我。陈千许见此赶忙跟了上去。林峰，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日子吧。将军林冷冷的看了一眼林峰，也是跟了上去。目送三人离开，林峰眉头微皱，刚刚大舅哥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为了我对抗父母，带着女儿去住地下室？不是因为上一段的不幸婚姻吗？难道那个小女孩是我的女儿？林峰心中一惊，可很快他又摇了摇头。我失踪了10年，而那个小女孩从照片上看明明也就5、6岁的样子，不可能是我的女儿。罢了，一切慢慢来吧，不可操之过急。至少经过刚刚的事情，一诺好像不怎么反感自己了。林峰叹了一声，随后他将目光看向了身前的4个性感嫩模，没好气地说道，赶紧回去把衣服穿上，答应给你们的钱不会少的，我对你们没兴趣。你是个好人。4个性感嫩模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林峰。林峰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说道，我可不是什么好人，我杀的人可能比你们睡过的人都要多。4个性感嫩模闻言面色一正，随即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帅哥，你可真会开玩笑。与此同时，楼下903总统套房内，王冲和张斌2个人刚刚办完事，正一起坐在沙发上悠闲地抽着雪茄，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斌子，还是你眼力劲高，知道林老弟喜欢女人，我才能投其所好。王冲吐了一口烟圈，笑眯眯地说道，就是不知道林老弟的小身体能不能扛得住。4个而已，对于林哥那种等级的武者，轻轻松松搞定。张斌微笑着说道，哈哈，说的也对，4个小卡拉米而已，不算什么。等会林老弟下来之后，也不知道会怎么感谢我。王冲又抽了一口雪茄，悠哉悠哉地说道，我觉得林哥他也许会跟你结拜兄弟呢。张斌猜测道。王冲闻言眼睛一亮，能和一位玄境武者结拜，对他来说自然好处多多。而就在这时，吱，房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林峰一脸平静地走了进来。哈哈，林老弟，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啊？不多享受一会？王冲赶忙站了起来，热情似火地说道，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林峰微微一笑，对着王冲勾了勾手。王冲心中一喜，林老弟这表情很暧昧啊，这一定是玩得很爽。林老弟，其实不用谢我，都是我应该做的，几个女人而已，不算什么。王冲一边摆手，一边笑眯眯地走上前去。第45都是我应该做的，第46我能救治女儿。王冲心中暗自窃喜，思考着等会林老弟会怎么感谢自己。可没想到刚走到近前，林峰就猛地一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将他拎了起来。林老弟，你这是？王冲神情惊慌失措，更多的却是不解。不远处的张斌更是唰的一声站了起来，一脸的惊疑不定。这一幕显然出乎了2人的意料。我现在真的恨不得掐死你！谁让你给我安排4个女人的？林峰冷声说道。王冲闻言心中咯噔一声，下意识的就问道，难道林老弟不喜欢女人？废话，我当然不。林峰话语一滞，他气得一把将王冲丢到沙发上，冷冰冰道，我当然喜欢女人，不过我只喜欢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你昨晚见到的陈一诺，而我刚刚被你安排的4个嫩模围住，结果被陈一诺看到了，所以你说我现在应该是杀了你，还是杀了你呢？此言一出，王冲和张斌2人对视一眼，皆是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昨晚林峰见到将军林未婚妻的表现很热情，2人皆还以为林峰喜欢漂亮的女人，所以打算投其所好，攀附一下交情，结果没想到这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这时张斌猛然拿起桌子上的烟灰缸，往自己的额头上来了一下，砰，瞬时间鲜血流满了张斌的脸。林哥，这事情和老大没关系，是我出的馊主意，我们只想着让你爽一爽，没想到却是害了你。张斌呼出一口浊气，又道，林哥，我也不多做解释了，你要杀要剐尽管冲我来，但凡我吭一声，我就不叫张斌。斌子，你……王冲神色微变，赶忙抽出纸巾去帮张斌擦拭额头上的伤口。斌子与他有着生死的交情，现在他看到好兄弟为了自己连命都不要，心中是又感动又难受。
林峰神色平静，这个张斌倒也是个狠人。好了，这件事就算了吧，下次不要做这种蠢事了。林峰摆了摆手，说到底，两人也是为了讨好自己，自己也没必要太小心眼了。而且张斌这种性格，他也挺欣赏的。那就谢谢林哥了，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张斌心中松了一口气，他是人，不是神，刚刚全凭一腔热血行事。如果林峰真的要他命，他也会怕。林老弟，此事是我们想的不周到，抱歉了。王冲也是苦涩一笑，刚刚的好心情顿时全无。林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准备转身离开。可就在这时，张斌忽然说道：林哥，如果你很喜欢那个陈一诺，我这边倒是有个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林哥感不感兴趣？什么？林峰问道。张斌闻言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才是缓缓说道：现在金陵城上层圈子里都在传这个陈一诺的背景深不可测，是云川某个超级世家的嫡女。那江家虽然厉害，但想娶这种大族嫡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听说陈一诺之所以答应江俊林的求婚，是因为江家请来了一位神医，那位神医能治好陈一诺女儿的病。林峰闻言心中一动，问道：一诺的女儿患了什么病？这个我倒是不清楚，只知道是一种绝症，整个西洋医学界都对这种病束手无策。而这一次江家请来的老神医很不简单，擅长中医之术，所以很有可能治好他女儿的病。原来如此，林峰眼中划过一缕金光，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山上10年，他的医道之术也是练得炉火纯青。老头子传给他的阴阳13针，足以应对天下 99.9% 的疑难杂症。很好，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对我帮助很大，算我欠你一个恩情。林峰说完，走上前去，将手放在张斌受伤的额头上。只见一阵细微的灵气涌动之后，其额头上的伤口竟然在缓缓愈合。见到这一幕，王冲和张斌两个人皆是瞳孔骤缩，心中翻江倒海。这特么是什么手段？多谢林哥。张斌摸了摸额头上已经结疤的伤口，话语有些发颤。林老弟，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吗？我听说天境武者已是世间绝巅，难道天境武者就可以像你这般妙手回春吗？王冲在一旁紧张问道。我不是天境武者。林峰淡淡说了一句，便是坐在沙发上，拿出手机给陈一诺打去了电话。与此同时，一间高级西餐厅内，陈千许、陈一诺、江俊林三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前，享用着晚餐。或许是因为刚刚的事情，三人都没有说话，保持了一个相对安静的氛围。然而就在这时，陈一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竟然是林峰打来的电话。他犹豫了片刻，还是选择了挂断。一诺，是谁打来的？江俊林很是敏感地问道。没谁。陈一诺淡淡回应。江俊林闻言点了点头，表面风轻云淡，心中却是阴沉的要滴水了。绝对是那个林峰打来的，这个跳梁小丑真的是蹬鼻子上脸，找死！嗡嗡。这时陈一诺发现自己的手机上又传来了一条信息，是林峰发来的。他犹豫了片刻，还是点开看了一下。一诺，我有十足的把握治好你女儿的病，你若是愿意相信我，明晚还是刚刚的酒店，我等你。见到这一行字，陈一诺心中一颤。如今对他来说，女儿就是他的一切。他可以恨林峰，但绝不能放过一切能治好女儿的希望。江俊林，你之前说的那位能治好我女儿病的神医，什么时候到？陈一诺忽然问道。江俊林看了一眼陈一诺的手机，然后说道：最迟后天。那位神医能100%治好我女儿的病吗？陈一诺又问道。100%我不敢保证，但药云医师可是出自天下医药圣地药王谷，还是我求我姐花费了大代价才从山上请下来的绝世高人，如果连他治不好，其他人也希望渺茫。江俊林着重在其他人3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很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说这样的话也是在委婉地提醒陈一诺，可别干一些让我不舒服的傻事。我知道了。陈一诺点了点头，继续吃起盘子里的西餐来。江俊林的姐姐江飞燕，在10年前拜入了山上的某个大宗门，据说已经成为了真传弟子，此等身份的确能请来药王谷的高人。第46，我能救治女儿。第47，你是在小拳拳捶我胸口吗？千许兄，一诺，你们先吃着，我去一下厕所。这时，江俊林笑了一声，站起身来向着厕所走去。可刚一走进厕所，他的神色就瞬间冰冷下来，拿出手机给司徒浩打去了电话，沉声说道：司徒堂主，我昨晚让你对付林峰，你派人了吗？我已经跟云三水说了。云三水就是你第2堂口的那个玄境中期武者。不错，云三水虽然是玄境中期，但就算面对玄境后期强者也有一战之力，那个林峰实力估摸在玄境初期，完全可以轻易拿捏。很好，另外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林峰活不过今晚，我要他现在就去死。好，
挂断电话之后，江俊林只觉得心情舒服多了，不由低声冷笑道：“林峰，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天，是你自找的，一个废物也敢跟我斗。”另一边，林峰给陈一诺发完信息之后，就离开了酒店，向着家的方向慢悠悠地走去。可没走多远，他就发现原本还人来人往的街上忽然变得安静了许多。林峰眉头微皱，回头看向身后，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男人正朝着自己缓步走来。虽然中年人竭力压制住体内的气息，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实力，竟然是一位玄境中期的武者，这在世俗间绝对算是一个很厉害的高手了。此人正是云三水。很快，云三水就来到了林峰身前不过1米处的地方。他面容冷漠，一双如炬的眸子就这么平静地看着林峰，饶有兴趣地说道：“你是吓傻了吗？看到我来了，竟然不选择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林峰问道。“因为你得罪了很多人，别人让我过来杀你。”云三水冷冷说道。“所以你是谁派来的？是三口堂还是江家？”林峰问道。云三水闻言，眼睛微眯起来。这个小子心态倒是不俗，面对自己竟然还能保持淡定，难能可贵。你问的太多了，这些事情还是留着你下地狱去问阎罗王吧。云三水冷笑一声，直接伸出大手对着林峰的脖子抓去。林峰微微侧头，轻易地躲过了这一击，然后说道：“你的力量太弱，速度太慢了。说吧，是谁派你来的？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一个全尸。倒是挺会装逼的。同样的话送给你，你在我眼中也只是一个垃圾而已，别把自己当回事。”云三水冷漠回应。语落的瞬间，他的气息明显变了，一身肌肉微微鼓胀起来，体表之下像是有一股气流在涌动一般。惊雷拳！云三水动了真格，直接使出了自己的绝学武技。林峰冷笑一声，并没有躲。砰！云三水一拳狠狠地劈在了林峰的胸口处，可林峰却像是个没事人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甚至是连衣角都没有动一下。“你是在小拳拳捶我胸口吗？”林峰问道。见到这一幕，云三水神色骤变，后退了2步，难以置信地说道：“不可能！我这一拳就算是玄境后期，也别想轻易挡下。你不过区一个玄境初期，怎么可能挡住我的惊雷拳？谁跟你说我是玄境初期的？”林峰说完，对着云三水轻轻吐出一口灵气。砰！云三水直接轰飞出去几十米远，最后重重地砸在街边的香樟树上，让的香樟树的树干都出现了裂缝。林峰又是一个跳跃，来到云三水的身边，将手放在了他的头顶之上。搜魂术！本就重伤垂危的云三水被这么一搜，瞬间口吐白沫与鲜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看着林峰，张了张嘴，却是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就这么断了气。原来这个司徒浩是三口堂第2堂主啊，身份的确高，怪不得我之前搜了几个都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地。林峰喃喃自语：“司徒浩，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今晚就满足你吧。”林峰对着云三水的尸体轻轻一挥手，哗！灵火涌现，云三水的整个尸体直接化为了一团灰烬。晚风一吹，骨灰顿时飘散开来，再无踪迹。做完这一切之后，林峰直接一飞冲天，向着城南的方向疾驰而去。与此同时，城南的那间豪华别墅内，司徒浩正半躺在真皮沙发上，手中端着一个红酒杯，轻轻地摇曳着杯中的红酒，满脸的轻松惬意。如果不出意料的话，等会那个林峰的死讯就要传来了。本来他是打算先留林峰一命的，想着留着以后也许还有用处。可惜不久前江俊林打来电话，让他必须得干掉林峰。他不想得罪江俊林，也只能痛下杀手了。林峰啊，林峰，你说你一个蝼蚁，与我作对就算了，竟然还得罪了江家，你不死谁死？司徒浩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轻笑着摇了摇头，想着时间还早，他准备打电话叫一个妹子过来度过这寂寞的漫漫长夜。然而就在这时，别墅外面忽然传来阵阵闷响声，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倒塌了一般。王富贵，你们特么又在搞什么？司徒浩对着外面不耐烦地说道，并没有多想，因为别墅外面聚集着他第2堂口99%的精锐，光是武者就不下于10位，其中的王富贵更是玄境后期的超强者。能出什么事？估计又是王富贵他们几个武者喝了酒，再搞一舞会有了。就在这时，外面的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别墅的大门被推开，一尘不染的林峰慢悠悠地走了进来。第47，你是在小拳拳捶我胸口吗？第48，杯酒话剑，以酒斩人。林峰简单打量了一眼别墅客厅，雕栏玉琢，古董名画，奢侈中又凸显出一点低调。不得不说，这个貂毛倒是挺会享受的。你是谁？司徒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双如鹰般的眸子冷冷地盯着林峰。你不认识我？林峰倒是有些惊讶了。司徒浩见到林峰露出这副面容，想了想，
随即皱眉说道：“你是林峰？不错。”林峰点了点头，他就像是在自己家一般，从酒柜中拿出一瓶82年的拉菲，打开倒上，然后悠哉悠哉地坐在沙发上，颇为优雅地小酌了一口。司徒浩冷冷地看着，并没有阻拦。既然林峰出现，那就说明云三水可能任务失败了。只是林峰是怎么进来的？自己第二堂口那么多的精锐，足足有100-200号人在外面守护着，更是有玄境后期的王富贵在。按理来说，林峰绝无可能闯进来。想到这里，司徒浩对着外面大声喊道：“富贵，富贵！”可外面一片死寂，无一人回答。这让他司徒浩心中一沉，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别喊了，外面的人已经都被我干掉了。林峰轻轻摇曳着杯中红酒，淡淡说道：“凭你一人？”司徒浩眼睛微眯起来，他不相信林峰一个人能悄无声息地摆平他那么多手下，一定还有其他人帮助。我一个人不够吗？林峰反问道。倒是够嚣张的，可你嚣张的日子也到头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应该来这里找我麻烦。司徒浩冷冰冰地说道。即使知道自己的手下全灭，他也没有半分的畏惧。三口堂能如此强势，可不是靠手下靠人多，而是源于他们3大堂主的恐怖实力。第一堂主不久前已经突破到了地境后期，第2位堂主和第3位堂主虽然是地境中期，但离后期也只差1步之遥，所以他司徒浩正是一位地境中期巅峰的超强者。放眼整个金陵城，能比得过他的都寥寥无几。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那我只能亲自动手干掉你了。给我死！砰！司徒浩单脚蹬地，强大的力道让得客厅内大理石地砖都化为了粉碎，整个人更是借力爆射而出，一拳对着林峰的头颅狠狠轰出。呼呼！拳风呼啸，力道惊人，就连那速度也是快到了极致，产生了音爆之声。然而面对这恐怖的一击，林峰只是将杯中的红酒轻轻一抛，那柔软调和的红酒在半空之中瞬间化为了一根红色的冰锥，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狠狠地撞击到了司徒浩的拳头之上。咔咔咔！一声清脆的闷响声在偌大的客厅内骤然响起，时间仿佛是被放慢了100倍一般。先是从拳头开始，然后是手腕，再然后是臂膀。司徒浩的整根右臂蹭蹭炸裂，骨头血肉皆是化为了红色的血沫，抛洒在空气之中。啊！司徒浩惨叫一声，巨大的痛苦让他连连后退，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砖之上。他捂住血淋淋的伤口，看着已经消失的右臂，眼中满是骇然。怎么可能？杯酒化剑，以酒斩人，这是将内境控制到了何等程度？也绝对不是地境武者能够做到的。天境，你是天境大能？司徒浩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坐在沙发上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淡然的青年，心中已然翻江倒海。我他妈到底是惹上了什么人啊？我可不是天境武者。林峰站了起来，向司徒浩缓缓走去。为了避免以后麻烦不断，他得搜索司徒浩的记忆，将其他2位堂主也找出来一并击杀。你想干什么？司徒浩面色苍白，额头都冒出了汗珠。事已至此，你说我能干什么？当然是要你的命了，刁毛。林峰淡淡回道。你不要逼我，现在给我滚，不然我死了你也别想活。司徒浩咬了咬牙，厉声威胁。林峰有些诧异，事到如今，这司徒浩难道还有什么底牌不成？不过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不管对方有什么底牌，对他来说都无用。是你逼我的。司徒浩狞笑一声，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块白色的石头，石头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符文此刻微微闪烁着金光，看起来神异无比。咦？林峰停下了脚步，一脸惊讶地看着司徒浩手中的石头，竟然是一块灵石。何为灵石？通俗来说，就是灵气的储藏器。每一块灵石里面都蕴藏有浓郁的天地灵气，能够助修仙者冲击大穴，洗刷经脉，辅助突破。可惜自从末法时代之后，世间灵石少之又少，不可见。即使当初在山上，老头子手里面也没有多少，而那些灵石几乎全部用来给他淬踢了。林峰没有想到司徒浩这么一个武者手中竟然还有灵石，而且这块灵石还被刻满了攻击符文。看你这副模样，想必也认出我手中的东西了。现在给我滚，不然我俩就同归于尽吧。司徒浩冷声说道。这块灵石你从哪里来的？林峰问道。灵石？司徒浩嗤笑一声，又道。不懂装懂，我倒是高看了你。我手中这是灵爆弹，内蕴天地之力，一旦爆炸开来，实际威力堪比500公斤 TNT 当量的炸药，到时候即使你是天境高手，不死也要重伤。灵爆弹？林峰有些无语，这奇奇怪怪的名字是谁想出来的？不过这也让他心中一动，
这种灵爆弹肯定不止一个，只要知道是谁制造的灵爆弹，岂不是能获得一批灵石？想到这里，林峰迫不及待地朝着司徒浩走去。你，司徒浩没想到林峰竟然如此嚣张，还敢朝自己走来，他心中一发狠，直接将灵爆弹扔了过去。去死吧你！林峰伸出右手，很轻易就将灵石接住，然后大拇指轻轻抚摸了一下，灵石表面剧烈闪烁的符文瞬间安静下来。这个灵爆弹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跟手榴弹差不多，只不过手榴弹里面的是炸药，而灵爆弹里面的是灵气，那表面的符文就相当于引爆灵气的催化剂。傻逼！司徒浩看到林峰竟然敢徒手接自己的灵爆弹，当即讥笑一声，这无疑是找死的行为，即使是天境强者被这样近距离一炸也必死无疑。可没想到等了半天，灵爆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第48杯酒化剑，以酒斩人。第49，你们这样真的让我很为难啊！爆！给我爆啊！司徒浩心中慌了，他不会爆了。林峰一边说一边将灵石收起来，打算回去再详细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把表面的符文给抹掉。以灵石来造这种鸡肋的东西，真的是暴殄天物，让他有些生气。不可能，灵爆石怎么可能会坏？司徒浩面色惨白，忽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脸震惊地看着林峰，说道：是你？你也会这种奇门异术，所以出手破坏了灵爆石表面的符文？你知道的太多了。林峰懒得废话，来到司徒浩面前，直接动用了搜魂术。很快，司徒浩就两眼泛白，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林峰大手一挥，他就彻底死去，整个身体都化为了灰烬。从司徒浩的记忆中，林峰不仅知道了其他两位堂主的住处，而且也知道了灵石的来历。这种灵爆石在武道界算是一个比较稀少的东西，价值连城。而司徒浩也是在一次大型拍卖会上偶然得到，真是可惜了。林峰无奈地摇了摇头，既然这么稀少，他现在也懒得去找。随后，林峰动身，准备去干掉三口堂另外两位堂主，这样就可以永绝后患了。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一群人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对男女。男人年纪约莫50岁，不胖不瘦，竟然是一位地境后期的武者。女人看起来要年轻一点，但也有40来岁了，体态丰腴，满是成熟女人的性感与魅力。这个女人则是一位地境中期武者。至于两人后面跟着的10几个人，都是一些玄境、黄境的小卡拉米而已，不足为虑。不会这妖巧吧？林峰面色一正，自己正准备要去找两位堂主，结果对方就送上门来了。你是谁？其他人呢？第一堂主谭天红眉头微皱。不久前，他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消息，说司徒浩与江家勾结，打算颠覆三口堂的政权。对于二弟司徒浩的性格，他这个当大哥的自然一清二楚，根本就没有任何怀疑。所以在准备一番之后，连夜带人过来，打算先下手为强。结果没想到往日热闹非凡的别墅竟然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林峰说道：哥。第三堂主周云没闻言，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风韵的身体花枝乱颤，白花花的晃得人头脑发晕。小帅哥可不许撒谎哦。第二堂口高手无数，司徒浩更是地境中期武者，你说他们都死了？此言一出，其他人皆是哈哈大笑起来，觉得眼前这个小子就跟个弱智一样。呵呵。见此，林峰也是轻声笑了笑。双方就这样笑了一会。你说其他人都死了，那他们尸体呢？你又是谁？怎么在这里出现？谭天红漫不经心地问道，心里面已经把林峰当成了一个傻子。毕竟在他眼中，林峰身上看不出任何的武道气息，又说出这种无脑的话语，不是傻子是什么？只是让他好奇的是，第二堂口的人都去哪里了？怎么只留了一个傻子在这里？他们的尸体已经成了灰烬，骨灰被风吹走了。林峰说道。此言一出，众人又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即使是谭天红都是忍俊不禁，嘴角微翘起来。真是太逗了，这种无脑的话也能说出来，还骨灰都被吹走了？你以为你家是火葬场呢？然而就在这时，林峰对着笑得最欢的一个黄境武者挥了挥手，灵气喷涌而出。嗡！玄境武者都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就直接化为了一团灰烬。然后呼呼一团风从窗户外面吹来，骨灰飘了旁边几个武者一脸。这一刻，场中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脸上的笑容僵硬无比，呆呆地看着林峰。咋了？你们怎么不笑了？继续笑啊，我就喜欢看你们笑。林峰一脸的微笑，但他此刻的笑容落在场中其他人眼里，无疑就是魔鬼，不，甚至比魔鬼还要可怕。这是什么手段？挥了挥手，就让的一位黄境高手身体自然。怎么样，我没有骗你们吧？林峰说着，又是抬了抬手。
嗡！这一次是一位黄境巅峰的高手化为了灰烬，一群人见此瞳孔微缩，不由后退了几步，一脸忌惮地看着林峰。怪不得你明明不是武者，却敢如此嚣张，原来是旁门左道中的高人。这时谭天红吐出一口浊气，沉声说道：天下之大，除了传统的古武者之外，自然也有一些奇人异士。这些奇人异士修的旁门左道、奇门遁甲之法，如算术、蛊术、巫术、阵法、符术、诅咒等等。在他看来，叶秋能莫名让一位武者自燃，很有可能就是巫术亦或者蛊术一脉的高人。这种高人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手段，超乎常理，从而达到一种很震撼人心的效果。不过这些歪门邪道对于真正强大的武者是没有用的。顶级武者内劲四海，气血旺盛，非寻常妖邪之法能够伤害。听到谭天红的话，众人瞬间恍然大悟，惊恐是因为未知，而一旦知道原理，自然也就没那么畏惧了。大家运转心法，固守元神，他自然无可趁之机。谭天红神色淡然下来，大堂主英明，大堂主英明。众人纷纷笑着回道，运转内力，体表立即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武道气息弥漫而出，很有威慑力。林峰看着这一群弱智的小卡拉米，心中却是沉思起来。他现在身边狗腿子只有薛守仁图一个，与其灭掉三口堂，倒不如把这些人收为手下，以后指不定还有一些用处。毕竟三口堂也只有司徒浩得罪了他，其他人与他没什么仇怨。说，你到底是谁？司徒浩现在在哪里？这时谭天红冷冷地说道：小帅哥，你就赶紧老实交代，别玩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不然姐姐我可不会留情的哦。周云梅也是媚态万千地说道。林峰闻言，身体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两人身前，伸出手很轻易地掐住了两人的脖子，将两人举了起来。说了你们又不信，做了你们又很会脑补，你们这样真的让我很为难啊。林峰淡淡说道。第49，你们这样真的让我很为难啊。第50，收服三口堂。这一刻场中所有人都震惊了，谭天红和周云梅两个大佬级别的人物更是浑身发冷，有些不知所措。要知道他俩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一个地境后期，一个地境中期，是金陵城内的绝对强者。可现在这算什么？只是眼前一花，他俩就被眼前这个青年轻易地掐住脖子抓了起来，毫无还手之力。所以这青年的实力又有多强？你究竟是谁？谭天红声音发抖。身为三口堂第一堂堂主，地境后期的超级强者，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害怕。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想不想活？林峰随手将两人丢在地上，然后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林峰又重新坐在了沙发上，慢悠悠地倒起红酒来。瞬移，咕噜，众人咽了咽口水，头皮都在发麻。放眼偌大的金陵城，他们都绝对是狠人中的狠人，可是现在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前辈，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啊？不愧是第一堂堂主，谭天红很快就冷静下来，恭敬问道。他现在对林峰的所说的事情深信不疑。司徒浩死了，整个第二堂口的精锐都被眼前林峰随手灭掉。不管之后怎样，现在的他能做的就是服软，想活就当我的狗腿子，不想活，我现在就送你们下去陪司徒浩。林峰小酌一口红酒，淡淡说道。听到这话，谭天红等人都沉默了。当对方的狗腿子，这三个字侮辱性太大，完全是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前辈，你的要求有些太过分了，就算你实力狠。这时一个玄境后期武者沉不住气，缓缓开口。不等他说完，林峰就是吐出口中的红酒，红酒以肉眼难见的速度射穿了武者的胸口。砰！玄境后期武者目光瞬间灰暗下来，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还有谁有意见吗？我这个人其实很民主，不喜欢强迫别人，你们可以畅所欲言，说的有道理，我会采纳。林峰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观摩着客厅内的古董名画。他双手负后，就这么背对着众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防备的意思。谭天红和周云梅两人对视了一眼，目光微动。这无疑是一个偷袭的好机会，可是他俩刚刚实在是被震到了，心中发虚。这颗金色小球也是古董吗？林峰从柜台上的古董瓶子里拿出来了一颗小金球，转过身来淡淡的问道。谭天红不懂林峰此举的意思，干笑一声道：司徒浩就喜欢收集这些，我想应该是古董吧，这么好的东西我送给你吧。林峰抬了抬眼皮，微笑说道。不知道为什么，谭天红看到林峰的目光，心中一颤，一股极大的恐惧瞬间涌上心头。他要杀我，他想杀我。谭天红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种预感让他腿脚发软，直接跪了下来。而就在他跪下来的一瞬间，林峰弹出了手中的金色小球，咻！
小金球从谭天红的头顶飞过，直接给其背后的一位黄境武者来了个爆头。砰！鲜血混合着白色的物质溅了旁边的周云梅一脸。啊！周云瑶尖叫起来，风鱼的身体剧烈颤抖，慌忙地擦拭着脸上的血和脑子，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站立起来。不好意思，我随手一弹，没想到这小球的威力竟然这么大。林峰一脸歉意。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脑瓜子一片空白，整个人都骂了，是真的怕了。这人完全就不按套路出牌，人命在他眼中仿佛就是一个玩具，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我刚刚的话，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林峰重复起刚刚的话题。前辈，以后我就是你的狗腿子了。谭天红毫不犹豫说道。细细看去，他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丝丝冷汗，都快吓尿了。刚刚若不是跪下来，被爆头的就是他了。我们也是您的狗腿子，我们都是你的狗腿子。其他人一时赶紧跪下来，颤声说道。周云梅擦干净脸上的污秽，扭动着大屁股向着林峰走来，将手搭在了林峰的肩膀上，桃花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前辈，你好厉害，我好喜欢。他想发挥自己的优势，让林峰接纳自己，不至于成为狗腿子那么难堪。砰！林峰一巴掌就将周云梅扇飞了出去。周云梅艰难起身，半跪在地上，一脸惊恐地看着林峰，不知所措。他对自己的身材与面容有着强大的自信，没想到竟然有男人能无视他的勾引。狗腿子就要有狗腿子的觉悟，千万别妄想勾引主人，知道吗？林峰淡淡提醒道。知道了。周云梅低下了头，不敢反驳。林峰思索了片刻，还是上前在每一个人的胸口轻点了几下，然后说道：你们的命脉都被我布下了一个小禁制，所以最好不要干一些傻事，不然我一个念头就可以要了你们的命。是，前辈。是，前辈。谭天红等人恭敬说道。此外，我现在需要大量的灵爆弹，你们去帮我搜寻，谁找到的数量多，我重重有赏。林峰说道。灵爆弹？谭天红、周云梅等人心中疑惑，但也不敢询问什么，赶忙点头答应下来。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再简单交代几句话，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之后，直接离开了别墅。其实收服三口堂的这些人，只是他顺手为之，并没有过多放在心上。等林峰走了之后，谭天红、周云梅等人才是从地上爬起来，一群人面色阴沉的能滴水了，大半夜的跑过来，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别人的狗腿子，这谁能受得了？大哥，你说他刚刚那句话说的是真的吗？就那么随便点了几下，就在我们命脉中布下手脚？周云梅问道。这个人深不可测，不仅是天境高手，而且还会旁门左道之术。他说的话，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谭天红沉声说道。就在这时，一个玄境后期武者愤怒说道：大堂主，难道我们就真当他的狗腿子？这太耻辱了！当初就算是江、秦三大家族想要收买我们可都没有答应。不错，如果这件事被龙门堂、炸天帮的人知道，我们三口堂还有何脸面？大堂主，你可一定要想个对策啊！我们都是武道高手，怎么能当别人的狗？周云梅思索了片刻，也是说道：大哥，要不我们跟玄灵门汇报一下此事？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玄灵门个个狂妄至极，不比这个青年好多少。而且我们只是借玄灵门的名头扯大旗而已，想要让他们派出高手帮忙，几乎不可能。谭天红吐出一口浊气，又说道：好了，事已至此，大家也别生气了。你们现在先听话，去找灵爆弹，能找到自然最好，找不到也无所谓。明日我会去找诸葛医师，看一看我们的命脉究竟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证明那小子只是吓唬我们，那就好办多了。另一边，林峰一边走一边拿出灵爆弹，细细观摩起来。他发现灵爆弹上面刻制的符文并不复杂，只要破坏掉中间布局点，就可以轻松拆解掉符文。想到这里，林峰石指在灵爆石上的中心点，轻轻的划拉一下。嗡！灵爆石先是散发出一阵微弱的光芒，然后又瞬间暗淡下来，刻在表面的符文瞬间失去了效力。见此，林峰不由笑了起来。一颗完好的灵石就这么到手了。从这灵气稀薄程度来看，这应该是一块下品灵石。可即使是下品灵石，在末法时代也是极为珍贵的了。这块灵石对我来说用处已经不大，不过小瑶现在还不能修炼，我可以利用这块灵石帮小瑶冲刷一下经脉大穴，增强小瑶的体质。林峰自言自语。约莫1分钟之后，林峰回到了家门口。此刻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天上夜色茫茫，几颗繁星点缀在银月边上，有一种朦胧之感。这时，林峰嗅了嗅鼻子，闻到了一股血腥气。他循着血腥气寻找，结果发现菜园子里的杏树下竟然有一滩血迹。什么情况？这附近应该已经没人了，难道又是拆迁队？应该不会吧，三口堂都被我收拾掉了。林峰喃喃自语。
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他摇摇头，准备回屋睡觉。这2天事情很多，他有些累了。可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砰砰声，像是有人在开枪，又像是有人在打斗，距离约莫有2公里的样子。林峰回忆了一下，那个位置应该是一处靠水渠的小树林。记忆中，小树林里面生活着一些朱鹮，这种鸟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每年都有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摄影。妈的，不会是夜里过来打鸟的吧？林峰面色一变，赶忙向着小树林的方向直奔而去。第50收服3口堂。第51，恩怨从此一笔勾销。黑暗的小树林里，有一群武者正在激烈的打斗，双方你来我往，拳拳到肉，招招致命。在对碰的冲击之下，附近10几棵白杨树都被拦腰轰断，杂枝乱叶洒了一地，满目狼藉。血手人屠，我奉劝你一句，乖乖束手就擒吧，或许你还可以活命，不然今晚小树林就是你的葬身之地。WWW， 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者冷冰冰地说道。老者鹤发童颜，皮肤细腻，一身武道气息深不可测，赫然是一位地境中期的超强者。他便是金陵城武道联盟的副盟主杨顶天。除了杨顶天之外，还有4位武道联盟的成员，修为最差的也是玄境后期，最高的那位更是已经达到了地境初期的境界。3位玄境后期，2位地境高手，这股势力堪称恐怖。要知道，即使是3口堂第2堂口，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杨顶天，话别说的那么好听，我若是跟你们走，我能活命吗？真把我当傻子了。血手人屠沉声说道。他已经受了不轻的伤，苍老的脸上满是血迹，右胳膊都微微扭曲，显然是断了。白天的时候，他根据林峰给他的药方，在金陵城内到处寻找药方上所写的药草，结果没想到，武道联盟的人竟然在一些中药店布下了眼线。金陵城武道联盟副盟主杨顶天收到他出现的消息之后，立即带着4位强者过来围攻他。他凭借强悍的实力，边打边逃，拼了老命逃到林峰家这边。可没想到，林峰家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这让他心中绝望至极。难道我今晚真的要栽在这里吗？哼，不见棺材不掉眼泪。血手人屠，当年你为了练吸血邪功，杀了足足有1000人，你这种歪魔邪道，人人得而诛之。今晚就是你为那些冤魂偿命之日。那位地境初期武者寒声说道。哈哈，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在你们眼里我是歪魔邪道，可在我眼里，你们又算什么东西？血手人屠闻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随即又略带嘲弄道：你们若是正义，当年我叶家上下100多口人无辜惨死，你们怎么不去管？怎么不为我叶家伸张公道？哼，说到底，你们也就是一群欺软怕弱、道貌岸然之辈而已。你，地境初期武者面色微变，还想说些什么，但却被杨顶天给挥手打断了。好了，与他这种人多说无益，时间不早了，赶紧拿下他回去休息。杨顶天平静说道。4大武道强者闻言纷纷点头，开始向着血手人屠围攻而去。见到这一幕，血手人屠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全身绷紧，可整颗心却是直接坠入了谷底。他也只是地境初期而已，凭借深厚的内力勉强撑到现在，已经殊为不易了。现在的他已经外强中干，体虚无力，连半只胳膊都已经断掉，根本就无法抵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不耐烦的声音传到了众人的耳中：大晚上的都不睡觉，在这里干嘛呢？众人一目看去，发现一个白衣青年缓步走了过来。是前辈。血手人屠本来死灰的面容瞬间大喜，万万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林峰犹如天神下凡，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这让他鼻子发酸，差点老泪纵横。你是谁？杨顶天打量了一眼林峰，皱了皱眉，因为他没有在林峰的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武道气息。可是看到青年淡定的样子，以及那双深邃的眸子，他也不敢太过武断的下结论。毕竟有些武者能够利用归西法之类的心法隐藏自己的武道气息。林峰看了一眼杨顶天，没有回话，他直接走到血手人屠的身边，皱了皱眉说道：你怎么搞的？买个药买成这样，你怎么那么废物？我……血手人屠尴尬的老脸涨红，若是其他人敢如此羞辱他，他指不定要拼命。可林峰说，他却不敢反驳，只能乖乖的将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了出来。不远处，看到血手人屠竟然在这个青年面前如此乖巧，武道联盟一众人面露惊讶，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白衣青年究竟是什么来历？小兄弟，我不管你是谁，今晚的事情都不是你能管的，你还是站在一边吧。杨顶天沉声说道。你知道这人是谁吗？林峰回过头淡淡说道。此人名为叶天心，外号血手人屠，20年前的杀害足有1000人。
是一位人人得而诛之的老魔头。我江南武道联盟已经追杀了他20年了。杨顶天怕林峰不知内情，所以将血手人屠所犯下的罪孽说了一遍。血手人屠听到此话，心中一沉，有些忐忑不安地看向林峰，因为他的确犯下了很大的杀孽，这没什么好辩解的。没想到林峰竟然一点都不在意，淡淡说道：“你也说是20年前了，20年的事情拿到现在说有什么意义？现在此人是我的狗腿子，你们已经把他伤得这么惨，也算是抵消他20年前的罪过了。我宣布，你们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此言一出，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血手人屠看着林峰，惊喜万分。杨顶天则是吐出一口浊气，冷冷说道：“这么说，你是执意要插手了？你是脑子不好吗？正所谓打狗还得看主人，你打了我的狗腿子，我插手不是应该的吗？”林峰嗤笑一声。杨顶天闻言，心中怒火丛生，不过谨慎的性格还是让他强行压住心中的火气，问道：“阁下莫非是某个古武大族传人？”“不是。”“那么阁下肯定是山上宗门的真传弟子了。”“不是。”“第51恩怨从此一笔勾销。”“第52小兄弟，你隐藏的的确很深。”简单的一番对话下来，杨顶天忍不住笑了。这是从哪里来的逗逼？他看着林峰，不屑说道：“既然你什么都不是，你凭什么敢说这样的话？当我武道？”砰！杨顶天话还没说完，就莫名其妙的飞了出去，最后重重的撞在一棵粗大的白杨树上，让的白杨树都断成了2半。见到这一幕，其他4位武道联盟的高手瞳孔微缩。什么情况？副盟主怎么忽然飞了出去？咚！杨顶天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擦了擦嘴角的鲜血，面色凝重。他刚刚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内劲轰在了自己的肚子上，然后自己就飞了出去。是你？杨顶天惊疑不定地看着林峰。可又不对啊，刚刚林峰明明没有一点动作，非要说有动作，那就是像是呼吸一般吐了一口气，吐了一口气就把自己堂堂一个地境中期武者吹飞出去，这绝无可能。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2遍，赶紧给我滚蛋，不然就全都留在这里吧。林峰不耐烦地说道。狂妄！一位玄境后期强者冷哼一声，直接对林峰发动了攻击。他下盘沉稳，速度极快，可不曾想刚冲到林峰的面前，就被林峰伸手轻易地掐住了脖子，随手扔了出去。砰！玄境后期武者狠狠地砸在大地上，惨叫一声，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见到这一幕，几个武道联盟强者面色微变，这太诡异了，因为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从林峰的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武道气息，眼前这个白衣青年看起来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让我来试试此人的底细。地境初期武者冷哼一声，准备出手。回来！杨顶天赶紧叫住了他。地境初期武者止住步伐，回头不解地看向杨顶天。杨顶天没有过多解释，而是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峰，说道：“小兄弟，你隐藏的的确很深，不过今晚你强行保下血手人屠这种恶人，绝对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好自为之。我们走。”杨顶天面色不好地说了一句，直接转身离开。其他几位武道联盟的高手见此眉头微皱，但既然副盟主都下令了，他们也不再说什么，赶忙跟了上去。转眼间，众多武道强者就消失在了茫茫黑暗之中。血手人屠心中松了一口，走上前来，苍老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说道：“前辈，多谢。”砰！林峰一把将其扇飞了出去。血手人屠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脸，神色有些惊恐：“我收了你，是让你为我办事，不让为了你给我找麻烦的，知道吗？”林峰说道，轻飘飘的话语不带有丝毫的情绪在里面，却让的血手人屠面色苍白，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前辈，我也不想啊，实在是武道联盟欺人太甚，20年过去还在追杀我。行了，武道联盟的事情我会帮你解决，但仅此一次，如果再敢为我惹来其他麻烦，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林峰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我知道了。”血手人屠赶忙点头，他现在算是对林峰畏惧到了骨子里，眼前这个青年给人感觉喜怒无常，完全猜不透其内心在想什么。“要凑齐了吗？”林峰又问道。“凑齐了，凑齐了。”血手人屠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拿出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装了一堆中药材，这可是他的命，即使刚刚被打得那么惨，他紧紧塞在怀中，没有弄丢。林峰接过袋子，简单看了一眼，然后又丢给他，将这些药材熬制2个小时，再用其药液泡满身体5个小时，你身体内的隐疾就会康复。不过从今以后那个吸血大法别再乱用了，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但既然成为了我的狗腿子，再乱来就别怪我无情。“是，前辈。”血手人屠激动地回道。另一边，一辆疾驰而行的汽车上，杨副盟主，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走？那小子虽然厉害，但我们这么多人怕他做什么？
地境初期武者沉声说道：“我怀疑他是天境高人。”杨顶天神情凝重：“天境？”车上几人瞳孔骤缩：“应该不会吧？金陵城内除了咱们盟主和3大家族的老不死，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天境？况且他还那么年轻。杨副盟主，你是不是看错了？你们以为我之前是怎么忽然飞出去的？如果不是天境高手的内境外放，绝无可能。”杨顶天摇了摇头，又沉声道：“反正这个人不简单，我们先别管了，只需要将事情上报即可。具体如何，让上面来定夺吧。”第二天一早，林峰从睡梦中醒来，走出门外，迎着朝阳伸了伸懒腰。他是很久没有睡过这么的舒服觉了，只觉得神清气爽。就在这时，林峰看到了盘坐在门口杏树下的血手人屠。血手人屠昨晚泡过药液之后，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许多，从一个78岁的老头变成了一个50几岁的小老头。除此之外，他的武道境界也是一下子突破了2个小层次，现在赫然是一位地境巅峰武者。对此，林峰并不意外。血手人屠的底子本就雄厚，只是苦于功法后遗症的拖累，而且他开出的那个药方实际上是炼制通窍丹的简易版本，能够帮人励精通窍。血手人屠以此为引，能突破是很正常的，甚至就算是直接踏入天境也不足为奇。同一时间，血手人屠缓缓睁开了双眼，也是注意到了林峰走出来。他现在心中有些膨胀，一下子成为地境巅峰强者，离天境只差一步之遥，这让他有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就算是面对林峰，也感觉有抵抗之力。第52小兄弟，你隐藏的的确很深。第53，我可以考虑原谅你。前辈，血手人屠站起来，笑着打招呼。不错呀，一下子就突破到地境巅峰，现在一定感觉自己很强吧？林峰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血手人屠注意到这抹笑意，心中一凛。他看不透林峰的境界，而林峰却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虚实，这让他膨胀的心瞬间冷却下来。不敢，比之前辈还是远远不如的。血手人屠说道：“你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不管你有多强，在我眼中依旧只是蝼蚁。”林峰淡淡说道：“只是前辈，我现在不知道自己的深浅，能否请前辈帮我打磨打磨？”血手人屠看着林峰，眼中划过一丝异色。林峰冷笑一声，一巴掌就将血手人屠扇飞了出去。血手人屠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爬了起来，面露骇然之色。太快了，他甚至都没看见对方是怎么出手的。本以为自己突破地境巅峰，能跟对方扳扳手腕，却没想到竟然差距如此之大。这就是天境强者的实力吗？还需要试一试吗？林峰问道。前辈，受教了。血手人屠一脸恭敬之色，彻底服气了。叶天心，你是一个聪明人，我这个人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老老实实跟着我，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包括你身上的大仇，我若是开心了，也可以随手帮你解决掉。林峰淡淡说道。其实作为小树林里面的对话，他都听见了。20年前，叶天心全家都杀，这肯定是得罪了人，而且这个人肯定能量还不小，不然也不会是到如今武道联盟还在追杀叶天心。叶天心闻言神色复杂，没想到林峰会这样说，他的确有仇，血海深仇。他做梦都在吃仇人的肉，啃仇人的骨，喝仇人的血，可他却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想报仇根本不可能，即使是突破天境也不可能。对方的来历大到他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然而现在听到林峰的话，他心中却是一动。他不认为林峰能帮自己报仇，但是林峰年纪轻轻就是天境武者，背后肯定有强大的势力撑腰。若是其背后的势力出手，那就不一样了。前辈，只要你能帮我报仇，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正如林峰所说，叶天心很聪明，在知道林峰愿意帮自己报仇之后，他立即就表达了自己最真挚的诚意。他知道在林峰面前说任何虚假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对方一眼就能看出来。很好。林峰看着叶天心，思考了片刻，说道：“你去云川一趟，帮我调查一下云川陈家，我需要知道云川陈家的所有情报。”好。叶天心没有问为什么，应了一声，直接转身离去。目送叶天心离去，林峰犹豫了片刻，拿出手机给陈一诺打去了电话。昨天他虽然发了信息给一诺，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应，所以他想再试试。而这一次，电话竟然真的接通了。一诺，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林峰有些高兴。你昨天发的那条信息是什么意思？陈一诺问道。本来他是不打算接的，但是一想到昨晚林峰说能治疗女儿的病，他还是忍不住点了接通按钮。女儿是他的软肋，为了女儿，他愿意放下一切的成见。我可以救治你女儿的病，我保证，绝不骗你。林峰认真说道。如果你相信我，我2约一个地方，我现在就可以去见你。别，我可不敢单独见你。昨晚在我哥面前，
你都敢欺负我？跟你单独见面，指不定你要干什么。陈一诺冷笑一声。林峰闻言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当时情况危急，他若是不那样做，指不定要产生天大的误会。那你的意思呢？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没必要耽误到孩子的病情，你说是不是？林峰问道。陈一诺闻言沉默了片刻，说道：明天你来第一人民医院一趟，到时候不仅是你，还会有其他名医过来，你们可以一起商量。林峰，如果你能治好小恋恋的病，我可以考虑原谅你。没问题，我保证完成任务。林峰很是激动说道。别贫嘴了，提醒你一句，将军林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注意点。一诺，你这是在关心我吗？不，我是怕你活不到明天。陈一诺冷笑一声，直接挂断了电话。林峰闻言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心中却是开心了许多。一诺对自己的态度明显改变了很多，不仅肯接自己电话，还让自己注意安全，这无疑是个好兆头。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他很了解一诺的性格。一诺就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女人，典型的嘴硬心软。将军林，明日等我治好小恋恋，就是你的死期。林峰眼中划过一丝杀意。昨晚搜索了司徒浩的记忆之后，他自然知道暗杀的事情也跟将军林有关，只是时间有限，没来得及算账而已。现在既然一诺都这样说了，他也不介意多等一天。就在这时，林峰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是一个 IP 为金陵市的陌生号码。现在的他在金陵城内可没多少朋友，所以是谁打来的？林峰思索了片刻，还是接通了电话。你是林峰吧？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卖茶的？林峰回道。电话那头愣了一下，随即有些生气道：什么卖茶的？我是林云瑶的辅导员。你妹妹刚刚在学校把别人价值300多万的跑车给炸了，现在对方已经报警，要求你妹妹赔偿。你赶紧过来。好，我现在立即过去。挂断电话之后，林峰有些无语。小姚是在学校干嘛了？怎么把别人的车子给炸了？也太虎了点。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快速向金陵大学赶去。别说是把跑车炸了，就算是把学校炸了，他也不会责怪妹妹分毫。就这么一个亲妹妹，自己不疼谁疼？第53，我可以考虑原谅你。第54，麻烦来了。与此同时，金陵大学校门口，一群路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好好的一辆法拉利跑车就这么被毁掉了，真是可惜了。据说得300多万呢，这可是故意损坏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得判刑的。现在的女大学生都是这么没脑子的吗？别人搭讪你，你不愿意不就算了，干嘛要拿炸药炸别人的车？拿炸药？我还以为是放火烧的呢。咱们国家可是不许私人携带炸药，这是罪加一等。听到四周的议论声，林云瑶心中开始害怕了。她紧紧地握着李小可的手，有些不知所措。本来她是准备和小可一起出去吃饭的，结果没想到刚走出校门，路边停着的一辆法拉利跑车里面就下来了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对她和李小可进行了性骚扰。离我们远点！林云瑶言正义词的拒绝。玩玩嘛，我车顶上的红牛、雪碧、王老吉随便你挑，价格不是问题。对方不依不饶，不仅骚话连篇，甚至还动手动脚，想要去搂抱李小可。他一生气就拿出哥哥给的符箓，对着法拉利跑车扔了过去，将法拉利跑车炸成了碎片。可一炸完，他心中立马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应该那么冲动，但显然已经迟了。小姚，你这一次的确有些问题，再怎么样也不能携带炸药啊。李小可神色复杂，倒不是怪林云瑶，主要是现在事情的确太严重了，让他也有些慌。而且别人现在又报了警，这明显已经不是赔偿的问题，而是犯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一上头就这样做了。林云瑶急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他的性格本来是很胆小的，只不过最近2天可能是受到了哥哥的影响，有些飘了。而且哥哥也跟他说过，谁惹自己就随便炸。好了，事已至此，你先别哭，咱们一起面对。没事的，李小可安慰了林云瑶的一句，然后他将目光看向旁边的一个女人，求助道：陆姐，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女人年纪约莫40来岁，身穿黑色长裙，体型臃肿，戴着眼镜，一脸的雀斑，容貌只能说中等偏下。她名为陈露，正是2人的辅导员。能怎么办？如果是一般的小事情，我还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可现在这是小事情吗？携带炸药炸掉别人300多万的车子，这已经是触犯，下法了。陈露冷笑一声，又看向林云瑶，面色不好地说道：林云瑶，你昨天刚刚入学就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我也不想说你什么。我刚刚给你哥哥打了电话，他应该一会就到，到时候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坐牢就坐牢，你也别心存侥幸了。陆姐，我……林云瑶有些不知所措。你也别叫我陆姐，这一次你肯定是要被退学的，
至于判不判刑，等会警察来再说。陈露说的话极为吓人，林云瑶整颗心沉到了谷底，没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一步。就在这时，那位法拉利车主也走了过来，是一个穿着白色棒球服的，年纪约莫20来岁，打着耳洞的小青年。他一脸戏谑地对着林云瑶说道：“我不管你们退不退学的事情，现在你炸了我的车，这车我买的时候一共花了374万，你先给我赔钱吧。”我没那么多钱。林云瑶慌张地说道：“哥哥虽然给他转了一笔钱，但也就100多万而已，根本远远不够。没钱？没钱你他妈还敢炸我车？你是活腻了是吧？”小青年冷笑一声，又道：“我告诉你，今日你不把钱赔给我，我是不可能给你签谅解书，到时候你就等着坐牢吧。”“你凶什么凶？大不了我们回去凑钱赔给你不就行了？”李小可挡在林云瑶身前，大声说道。“凑你妈呢！”小青年上去就给了李小可一巴掌，这一巴掌力道很重，李小可的脸颊瞬间臃肿起来，嘴角更是溢出了一丝鲜血。“你敢打我！”李小可一脸愤怒地看向小青年，就要上去掐架，但却是被陈露拦住了。“陆姐，你别拦我，我要跟他拼了！我爸都没打过我，他凭什么打我？事情的确是你们不对，别人打你也是白打，你有什么权利还手？”陈露冷声说道。李小可面色一正，难以置信地看着陈露，似乎是没想到自己的辅导员竟然会说这样的话。哈哈，还是老师的素质高啊，不像这两个傻逼女大学生，一点脑子都没有。小青年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即又朝地上吐了口痰。“我呸！真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吗？老子玩过的女人哪个比你俩差？给脸不要脸！”你……李小可握紧粉拳，咬牙切齿地看着小青年。林云瑶也是一脸愤怒，恨不得撕出一张符箓炸了对方。“我说你俩在干什么？摆脸色给谁看呢？”陈露皱了皱眉，又冷冷道：“本来就是你俩的错，你俩现在得讨好别人，征求别人谅解，知道吗？”“陆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李小可大声说道。说完，他眼睛里面也是流出了眼泪。说到底，他性格虽然强势，但也只是一个18岁的少女而已。此刻被人打了一巴掌，自己的辅导员又帮着别人说话，这让他愤怒的同时又有些害怕与无措。自己做错了事，还埋怨起我来了？你这种人能考上金陵大学，不会是作弊来的吧？陈露冷笑一声：“肯定是作弊。我建议你们好好查查，金陵大学可是我们大夏国的高等学府，千万别让某些老鼠屎带坏了。”小青年淡淡说道。林云瑶和李小可两人闻言，气得浑身都在发抖。就在这时，一道戏谑的声音传到了众人耳边：“发生什么事了？”众人一目看去，发现来人竟然是秦家的纨绔子弟秦风。原来是秦少。陈露看到秦风，脸上立马露出了一丝讨好的笑容。“陆姐太客气了，叫我阿峰就行了。”秦风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陈露点了点头，满是雀斑的脸上却是露出一丝莫名的笑容。“第54麻烦来了。”“第55。跟大叔说是谁打你的？”“秦少，你怎么来这里了？”这时，那小青年也是笑眯眯的打招呼：“咦，秋，是你这小子，又来我们学校泡妹了？”秦风故作惊讶，上前轻轻给了小青年一拳。秋浑然不在意，反而掏出了一根华子递上，一脸讨好的说道：“秦少，这不是仰仗你的威名吗？没有你撑腰，我哪敢来这里泡妹？话可别这样说，你泡妹跟我可没关系。”秦风一边说，一边顺手接过华子。秋立即掏出打火机，恭恭敬敬地帮其点燃。秦风吐了一口烟圈，问道：“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欺负我的小学妹了？看他两个哭成这样。”邱闻言立即将事情的发展经过说了一遍。秦风听完不屑地笑了笑：“切，我还当是什么事呢？不就是一辆破跑车吗？你至于这样吗？那辆法拉利跑车对于秦少来说那是9牛1毛不值一提，但对于我来说可太珍贵了。”邱一边拍马屁一边笑着说道。见到这一幕，林云瑶隐隐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来学校报道的时候，这个秦风就曾过来骚扰自己，但是被哥哥给打跑了。临走前，他还放下狠话，说不会这就这么算了的。现在秦风在这个时候出现，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就在这时，陈露笑着说道：“秦少，我知道你的本事，要不你帮帮我这2个学生吧？也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这种小麻烦对于我来说虽然不值一提，但我又不是烂好人，凭什么帮啊？”秦风一边抽着华子，一边戏谑地看了一眼林云瑶。陈露见此，将林云瑶拉到一边，严厉威胁道：“这个秦少来历惊人，你要是不想事情闹大，就去求他帮忙，不然你就等着退学吃官司吧。”我……林云瑶抿了抿嘴唇，有些不愿意。可当他看到伤痕累累的李小可，心中的坚持瞬间瓦解。他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是不想连累到小可。小可为他做的够多了，而且还挨了打，他
他心里很是愧疚。秦风，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林云瑶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样一句话。帮帮你？你就是这样求人帮忙的吗？秦风嘴角微翘。你想怎么样？林云瑶弱弱问道。我不想怎么样，先等你那个牛逼哄哄的哥哥来再说吧。我倒要看看他是否还能如昨天那么嚣张。秦风淡淡说道。听到此话，林云瑶几乎肯定今天这事情就是秦风主导的，只不过他不仅上当，还把别人的车给炸了，导致直接失去了平等对话的权利。想到这里，他心中一阵后悔，自己就是一个平民家的苦丫头，为什么要这么冲动？为什么要去得罪这种富二代？如果当时自己能够忍一下，或许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吧。你先过来。这时，秦风对着林云瑶戏谑地勾了勾手指。林云瑶慌张地摇了摇头，不愿意过去。谁知道秦风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你在搞什么？秦少叫你，你没听见？辅导员陈露冷声威胁道。林云瑶看了一眼辅导员，清澈的眼眸里积蓄着泪花，心中瞬间明白了一切。怪不得之前和和气气的陆姐，这时候如此的冷漠。原来辅导员也跟秦风有关系。秦少让你过去，你还不乖乖过去？你是不是想死啊？我告诉你，在金陵城，秦少有1万种办法玩死你。秋冷哼一声，说完，他大步上前，直接揪住了李小可的头发，往地上一扔，狞笑道：“两个臭婊子，还装清纯呢，笑死我了！”李小可坐在地上，神色苍白，头皮撕裂的痛苦让他脸上流满了泪花。林云瑶死死地握着手中的符箓本，似乎是在犹豫着什么。就在这时，围观的人群被人从外面挤开，林峰快速走了进来。事实上，他速度已经够快了，从郊区到城区足有40-50公里路，他也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而已。林峰来到现场，先是打量了一下，当看到满目泪痕、受尽委屈的妹妹以及坐在地上无声流泪的李小可之后，他的神色瞬间阴沉下来。秦风看到了林峰到来，嘴角微翘，然后给陈露使了一个眼色。陈露立即会意，迎上前去，一脸高傲道：“你就是林云瑶的哥哥吧？”林峰没有回话，一把推开了陈露，来到了妹妹身前。哥。林云瑶看着哥哥到来，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我什么也别说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今日欺负你和小可的人，一个也别想跑。”林峰帮妹妹擦了擦眼泪，然后他又来到李小可身前，将李小可扶了起来。大叔！李小可声音哽咽。在林峰记忆中，李小可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可现在却是哭成了泪人，而且脸颊红肿，嘴角溢出的血迹还没干。不哭，跟大叔说，是谁打你的？林峰问道。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李小可鼻子一酸，哭得更加厉害了。不过她却是用手捂住嘴，一双满是泪花的眸子直直地看着林峰，摇了摇头，不愿意说话。秦风来历很大，比学生会的会长谭子明也差不了多少。他不想林峰为了自己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看着李小可梨花带雨的脸，林峰的表情愈加平静了，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波动。可熟悉他的人就会知道，他此刻心中的怒火是有多么的恐怖。是谁打他的？林峰看向四周，平静问道。你特么狂得很呢。秋不以为然地走了出来，一脸不屑地说道。是你打的？林峰问道。是我打的又如何？你能怎么样？在我面前你少装点逼，吓唬不到我，知道吗？狗东西！秋冷笑一声，旁边的秦风则是嘴角微翘，双手环胸，饶有兴趣地看着戏。可下一刻，他的瞳孔就骤缩起来。只见林峰一个跨步就是7-8米，瞬间来到了秋面前，掐着秋的脖子，将其拎了起来。啪啪啪！林峰1秒之间就接连抽了10几个大嘴巴子，将秋的脸打成了猪头状，一口牙齿都混着鲜血吐了出来。见到这一幕，在场围观的所有人都是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他们看着几乎满脸血乎乎、不成人样的秋，身体发冷。太狠了，这简直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打呀！他们甚至都怀疑秋的下颚已经被打碎了。第55跟大叔说，是谁打你的？第56就这么一个儿子，当然要往死里疼。这一刻，场中的气氛压抑的吓人。如今可是21世纪，大夏国法建立完善，众目睽睽之下，有谁敢如此嚣张的把人打成这样？下颚碎裂，牙齿掉光，鲜血糊了一脸，这绝对已经算是重伤了。在经过短暂的震惊之后，场中的吃瓜群众又是小声议论起来。这人是谁啊？怎么那么猛？你刚刚没听到吗？他是那个女大学生的哥哥，估计是看到自己的妹妹受欺负，所以气血上头了。唉，妹妹无脑就算了，这哥哥竟然比他还无脑，把人打成这样，到底是怎么想的？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据说这个被打的人家里面还很有钱呢，在金陵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www。啧啧，这对兄妹惨了，这辈子估计没有翻身的希望了。一群人的碎语声也是瞬间惊醒了秦风，他此刻除了惊悚之外，更多的却是兴奋，甚至内心都要忍不住狂笑了。这个林峰当真是傻逼啊！本打算只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没想到你特么这么上头，众目睽睽之下把人打成这样，你这不是妥妥的在找死吗？至于被打得很惨的秋，秦风根本就不在乎，反正被打的又不是自己，而且秋只是他的一个小跟班而已，无举轻重。想到这里，秦风暗中推了一下边上的陈露，示意陈露表现的时候了。陈露瞬间反应过来，上前一步，大声说道：“林峰，你在干什么？”砰！林峰将已经被打得几乎晕厥的秋随手扔到了地上，然后看向陈露问道：“你是谁？”“我是凌云瑶的辅导员陈露。”陈露自我介绍了一下，又面色阴沉的说道：“我叫你来处理事情，是叫让你打人的吗？你还有没有素质了？”林峰平静的看着他，说道：“我倒想问问你，身为辅导员，看到自己的学员被人打成这样，你都不管的吗？”陈露闻言忍不住笑了，嗤笑一声道：“怪不得妹妹这么无脑，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愚不可及的哥哥。你妹妹有错在先，我凭什么要管？既然如此，那接下来你也什么都别管了。再废一个字，我保证下一个躺在地上的就是你。”林峰冷冷说道：“你这叫什么话？林峰，告诉你，你今天惹了大祸了。你知道你打的人是谁吗？”陈露冷声说道：“哦，我打的人是谁？是什么背景吗？”林峰这一次倒是很认真的在问。陈露还以为林峰怕了，不屑一笑，说道：“你打的人叫做秋，是明的儿子。你知道明是谁吗？明是青龙建设集团总裁，位高权重，资产好几亿，是你得不起的存在。”此言一出，场中围观的吃瓜群众皆是倒吸一口冷气。青龙建设集团对于他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那是绝对牛逼的存在，垄断了金陵城的建设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大集团。经常能够在新闻、在网上见到有关这个集团的报道，把这个集团总裁的儿子打成这样，几乎可以预料得到眼前这个青年的下场了。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林峰自语一声，然后面色阴沉下来。不错，就是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这下子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事了吧？陈露一脸的讥讽。你敢打我，我爸不会放过你的。这时秋也是从晕厥中清醒过来，他满脸是血，说话口齿不清，一眼怨毒的看着林峰。旁边的秦风心中则是笑开了花，是越来越佩服自己了，简直就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就喜欢这种在幕后主掌一切的感觉。林峰啊林峰，我随便一个小弟就能轻易捏死你，你拿什么与我斗？我倒要看看等会你是怎么跪下来求我帮忙的。秦风心中冷笑连连，只需要等着林峰陷入绝望之际，他再主动出声，到时候不仅能装逼，而且还可以尽情的羞辱林峰，狠狠的出一口恶气。当然也只是出恶气而已，他自然不可能真正的帮林峰解决危机，他恨不得林峰死了才好。哥，林云瑶拉了拉林峰的衣服，有些担忧。林峰摇了摇头，然后拿出手机给王冲打去了电话。现在这个事情很严重，严重到他起了强烈的杀心。如果王冲不能给自己一个交代，那青龙建设集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与此同时，青龙建设集团内董事长办公室内，王冲正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美滋滋看着白节小说。结果就接到了林峰的电话。当他听到林峰的话之后，他唰的一声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色震惊到了极点。什么？林老弟的妹妹被打了？还是被自己集团内的总裁明的儿子打了？这个明是早一批跟着他混的小弟，因为业务能力不错，他一路将其提拔上来，却没有想到给自己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这一刻，王冲心中都有些慌乱了。在挂断电话之后，他一边让黑丝秘书备车向金陵大学赶去，一边给明打去了电话，冷冷道：“明，现在立即马上，赶紧给我到金陵大学去，我在那里等你。”明一脸的茫然，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董事长的语气好像有些不对劲。就在这时，他也接到了儿子秋的电话。电话中，儿子说自己在金陵大学门口被人打得很惨，这让他心中一动。难道董事长是提前知道了小秋被打，所以要前去帮小秋出头？董事长也太客气了。明不禁一笑，然后也是驾车向着金陵大学赶去。他并没有多想，小秋的性格他很了解，虽然经常在外面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但是他一点也不在意。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当然要往死里疼。第56，就这么一个儿子，当然要往死里疼。第57，李小可的真实身份。金陵大学门口，林峰刚一放下电话，陈露就一脸不屑地说道：“怎么，你这是在打电话找人吗？看你这副穷酸样，你就别装了。”林峰看着陈露，眉头微皱。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都是妹妹的辅导员，
就算妹妹把别人车炸了这件事不占理，他正常来说也不可能对自己这样的冷嘲热讽。而现在陈露这番举动，感觉就是特意在针对自己一般。就在这时，林峰也注意到了人群中看戏的秦风，眉头拧得更紧了。怎么？我说的你心虚了，不敢出声了？陈露淡淡说道。是我妹妹得罪过你，还是我曾经得罪过你？林峰问道。你们兄妹俩可没得罪我。陈露冷笑一声。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从我过来到现在一直在这里对我冷嘲热讽？林峰问道。因为我是林云瑶的辅导员，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做错了事情，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陈露淡淡说道。理由是挺充分。林峰点了点头，随后面色骤冷，一巴掌就扇了过去。砰！陈露直接被扇飞出去了2米多远，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你敢打我？打你又如何？林峰淡淡说道。我跟你拼了！砰！陈露再一次被扇飞出去，且这一次扇飞得更远，趴在地上，嘴角溢血，半天都爬不起来。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眼前有些发黑。太大，胆子太大了！这个小子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吗？先是把青龙建设集团总裁的儿子打了，然后现在连自己妹妹的辅导员也打了，真是太冲动了，太冲动了！林云瑶和李小可站在一起，心中虽然觉得很爽，但眼中更多的却是担忧。这么闹下去，事情是越来越无法收场了。小瑶，你别怕，我来想办法，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大叔出事的。李小可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咬了咬牙，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其实他的身份也不简单，是金陵城3大家族李家的嫡系，或者说是私生女更恰当一些。他的母亲是农民家的孩子，但却长得很漂亮，朴素而又单纯。在20年前，他母亲来金陵城工作的时候，引起了李家2少爷李如海的注意力。当时李如海年少多金，长相又帅气，几番花言巧语之下，他那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母亲就沦陷了。不久后，2人滚了床单，并且有了爱情的结晶。这个爱情的结晶就是李小可。母亲本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李如海迎娶自己过门，却没想到李如海其实早已经结过婚，并且还生了一个儿子。小慧，我是李家人，而你是农民的女儿，你是注定不可能嫁入我李家的。不过我可以包养你，给你无忧无虑的生活。李如海劝说道。听到这句话，李小可的母亲刘小慧愤怒摔门而出，心中暗暗发誓，就算没有李如海，自己也能活得很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18年来，刘小慧带着女儿李小可一路跌跌撞撞，如今也算是有了些许资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就在不久前，李如海重新找到了刘小慧，希望可以破镜重圆。性格倔强的刘小慧自然不愿意搭理，于是他又将目光放到女儿李小可的身上，给出自己的电话，让女儿有事情可以来找自己。其实李小可很讨厌自己的这个父亲，他不负责任，抛弃母亲，从小到大对自己不管不问。可现在为了林峰，他只能求助这个父亲。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小可，你终于愿意给我打电话了。李如海在电话那头很是高兴地说道。我被人打了。李小可默默说道。什么？谁敢打我李如海的女儿？小可，你别怕，你告诉爸爸你现在在哪。李如海瞬间暴怒。我现在就在金陵大学门口。好，我现在立即过去。林云瑶看到李小可的挂断了电话，不禁低声问道。小可，你在给谁打电话？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吗？我刚刚就是给他打的电话，有他在，肯定能摆平这件事的。你放心吧。李小可紧紧地握住手机，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林云瑶闻言很是感动，他可是知道小可对那个父亲很讨厌的，可现在为了自己和哥哥，竟然放下了心中的成见。小可，其实你不必这样的，我哥哥也许自己就能解决。小瑶，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李小可笑着说道。林云瑶握住了他的手，感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心中暗想，小可这么好的女孩子，要是可以给自己当嫂子就好了。林峰自然不知道李小可竟然打电话叫帮手，他正准备上去踹陈露一脚，然而就在这时，人群外围传来了一阵轰动，紧接着2个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进来。见到来人，四周的人群瞳孔微缩，难以置信。我的天啊，这人不是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王冲吗？我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既然这位是董事长，那旁边的肯定就是总裁明了。司连董事长都亲自过来了，这个明的面子也太大了。惨了惨了，这个胡乱打人的小子肯定要完犊子了。到底是年轻气盛啊，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要后悔终生。第57，李小可的真实身份。第58，林少的身份也是你能询问的。与此同时，秋和陈露也是看到了2人的到来。陈露眼睛一亮，而秋则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冲前上来，
口齿不清地说道：“爸，我被打得好惨，牙齿都掉光了。”咯吱，明面色冰寒，一双拳头握得滋滋作响。虽然电话中儿子说了自己被打得很惨，但他不以为意，以为儿子是故意这样说，好让自己过去给他摆平事情的。可没想到，竟然真的很惨，这打得都快看不出人样了。是谁敢打我明的儿子？活腻了吗？明目光冷扫四周，语气冰寒入骨。作为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跟着王冲最早一批的元老级人物，他自然也是混过暗道的。年轻时候，更是不知道砍了多少人，所以他此刻面色一沉，无形王霸之气一出，立即让的在场众人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总裁是他，就是这个人。他不仅炸了邱的车，还给了邱10几个大嘴巴子。陈露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脸兴奋，指向林峰，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具。刚刚那2巴掌让他怀恨在心，他现在只想明狠狠地将林峰这个狂妄的小子揍一顿，以泄心头之恨。就是你打的我儿子？明眼睛微眯起来，嘴角露出了一丝危险的弧度。林峰并没有搭理明，而是将冰冷的目光移向王冲。看到林峰仿佛要杀人的目光，王冲只觉得如坠冰窖，整个身体都在发冷。他咽了咽口水，刚想说些什么来解释一下，然而就在这时，明却是冷哼一声道：“我跟你说话，你看我董事长是什么意思？怎么？看你这眼神，你还想打我董事长不成？你猜对了。”林峰抬了抬眼皮，上去就给了王冲一脚。王冲不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疼得整张脸都扭曲了，但他却死死地咬紧牙关，不敢叫出声来。他怕自己一叫，林峰又会给自己来一脚。见到这一幕，全场所有人都是长大了嘴巴，目瞪口呆。紧接着，一股巨大的惊恐感袭上脑海。这个人是疯了吗？连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都敢打，关键别人董事长从出场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啊，这也太冤了吧！有意思，再嚣张一点，再嚣张一点！林峰，你现在越嚣张，等会就越惨。人群中，秦风心中冷笑连连。这时，明也是反应过来，只觉得头皮发麻。万万没想到，董事长竟然因为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被打了。他赶忙上前想要将王冲扶起来，可没想到，王冲一站起来，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啪！你他妈给我滚！董事长，你……明捂着脸，一脸的茫然。场中其他人也是面色一正，脑子转不过弯来。这又是什么情况？明找林峰麻烦，林峰踹了王冲，结果王冲起来就给了明一巴掌，太复杂了。众人脑子晕乎乎的，有些懵逼。就是秦风、陈露、邱3个人也是皱了皱眉，不懂什么情况。可下一刻，他们懂了，因为王冲在甩了明一个大嘴巴子之后，立即就对林峰弯下了腰，一脸紧张道：“林老弟，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好冤啊！别叫我林老弟，我跟你没那么说。”林峰冷冷说道。王冲闻言，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他好不容易才和林峰有了一点交情，结果就因为明的蠢猪儿子给毁掉了。明，你带着你的蠢货儿子一起跪下来，给林少道歉。王冲冷冷地看向明，明闻言面色微变，终于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没想到这个青年的来历竟然这么恐怖，连董事长都对其害怕至极。董事长，这个林少他是……明小心翼翼的想要询问一下，却没有想到王冲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寒声道：“林少的身份也是你能询问的。”此言一出，周围众人皆是心中一凛，震惊万分，又纷纷出声说道：“我刚刚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简单之辈，现在一看果然如此。英雄所见略同，这个人上来横扫无敌，见谁打谁，没有一定的实力敢这样做吗？可笑有些人还在一旁逼逼赖赖，说别人是傻子。我估计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过来，其实不是为了帮邱，就是为了这个林峰而来。”听到四周的话，陈露面色苍白，有些害怕的看向人群中的秦风。秦风无视了陈露的目光，眉头微皱起来，心中暗想：江南省有哪个林姓大家族？这么一想，还真有，江南省金杭市就有一个林姓大族。难道此人是金杭市林家的人？秦风眼睛微眯起来，心中并不畏惧。林家虽然强，但他秦家也丝毫不弱，而且这里可是金陵城，还轮不到林家的人来撒野。就在这时，扑通，明带着儿子邱给林峰跪了下来，父子俩面色苍白，很是惶恐。林少，犬子无意中得罪了你，还请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一次。林少，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林峰冷冷地看着邱，问道：“你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惹我妹妹？是不是有人指使你？”其实在看到秦风的那一刻，他心中就有了怀疑，但是还不敢肯定，所以此刻特意问一下。邱闻言眼中有些慌乱。林峰他得罪不起，但是秦风
他更得罪不起。没有，我就是看林少你的妹妹长得好看，所以就想着搭讪一下，并没有其他想法呀。邱紧张说道。第58林少的身份也是你能询问的。第59，小瑶，你个越来越猛了。秦风面无表情的继续说道。我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到底是谁指使你的？我。邱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汗珠和他脸上的鲜血糊在一起，看起来触目惊心。正所谓知子莫若父，看到儿子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明心中咯噔一声。砰！他猛地一巴掌打在了邱的脸上，厉声道：你这个孽子，还在隐瞒，赶紧向林少交代，是谁指使的你？邱心中一发狠，直接怒吼道：是秦少，是秦少让我做的。秦少说这个女大学生不给他面子，要我今天过来教训教训她。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如果我要是知道林云瑶是林少你的妹妹，我打死也不敢来啊！我就是一个小瘪三，林少，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屁，放了吧。邱说完之后，整个人像是瘫软了一般，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的他，哪里曾遇到过这种事情？看到连他最依仗的爹在林少面前都要跪下，他感觉四肢无力，浑身发软。秦少？哪个秦少？明面色难看。秦家的秦风少爷。邱颤声说道。此言一出，明面色一片死灰，连带着旁边的王冲都是心中一紧。秦风，这不是金陵城3大家族之一秦家的小少爷吗？这可是金陵城内的顶尖纨绔了。就在这时，秦风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一脸的嘲弄与不屑。不错，就是我指使他的，又如何？我就知道是你，看来我昨天还是对你太友善了。林峰平静说道。秦风闻言面色瞬间阴沉下来，不提昨天的事情还好，一提昨天的事情，他心中的火气就蹭蹭直冒。当时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林峰一把推倒的事情，被路人给拍下了照片，上传到了学校论坛，让他丢尽了脸面。林峰，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大族的人，在金陵城内得罪了我秦风，你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昨天我一个人单枪匹马让你逞了英雄，你以为同样的错误我还会犯第2遍吗？秦风冷冰冰地说了几句，然后挥了挥手，咚咚咚，人群中立即冲出来了10几个体壮如牛的大汉，每一个都有1米8几，体重接近200斤，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山一般，压迫感十足。其中一位更是已经达到黄境的武道境界，一双眸子绽放冷光，气势惊人。见到这一幕，在场众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王冲、邱、明3人面色苍白，林云瑶和李小可牵着手，有些提心吊胆。秦少，你早就应该出来了，让这小子装了那么久。这时辅导员陈露从地上爬了起来，走到秦风身边，一脸阴恻恻地看着林峰。辅导员，原来你也是秦风的人，怪不得你一出来就一直在偏袒邱。李小可和林云瑶见此，立即愤怒说道。不错，谁让你们得罪秦少的？以秦少的身份得罪了他，你俩还想好过？陈露冷笑一声，虽然以他的身份当众说这样的话很不合适，但他却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有秦风罩着，即使是校长也不敢开除他，甚至只需要秦风一句话，他马上就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哈哈，林峰，你看到了吗？你拿什么跟我斗？我随便施展点小手段，就把你耍得像猴子一样团团转。秦风双臂环胸，讥笑连连。他身后的10几个大汉亦是满脸的不屑，那目光犹如在一看一个死狗。很好，你成功让我生起了怒火，不仅是你，即使是你背后的秦家，都要为你此刻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林峰冷漠说道。凭你？秦风脸上狞笑一声，又道：给我上，让这个小子知道什么叫做规矩，狠狠打，打死了算我的。此言一出，除了那个黄境武者之外，其他10几个大汉立即攥紧拳头，面露狰狞凶恶的笑容，向着林峰围了过去。小子，爷爷最喜欢你这种细皮嫩肉的小身板了，哈哈，就这种小白脸，我一只手都能拎起来。让我先来，我要一下一下捅爆这小子的喉咙，让他舒服舒服的走。10几个大汉争相开口，就仿佛在看一只待宰的小白羊一般。场中其他人见到这一幕，皆是面露不忍之色，一些胆子小的更是捂住了眼睛，害怕看见血腥的一幕。然而下一刻，面无表情的林峰竟然主动出手了，一个飞跃就冲到了10几个大汉群之中，1秒之中挥出了10几拳，快、准、狠，拳拳到肉，威猛渗人。砰砰砰，10几个人高马壮的大汉几乎是一眨眼之间就被放倒在地，满地打滚，哀嚎不断。随后林峰又从边上一个大妈的菜篮子里抽出了一根黏糊糊的黄瓜。 WWW， 大妈呆呆地看着，瞬间红了脸颊。只见
林峰拿着黄瓜对着其中一个大汉的嘴狠狠地捅去，捅爆我的喉咙是吧？噗嗤，噗嗤，大汉明显极不适应，眼睛睁得大大的，血迹与各种粘液糊在嘴角处，让人作呕。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皆是目瞪口呆，惊呼声此起彼伏。这也太猛了吧！几乎2秒不到的时间就放倒了这么多的壮汉。还有这一幕是怎么回事？大汉跪在地上，被林峰用一根黄瓜不停地捅着喉咙，怎么总觉得有些怪怪的，好像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姚，你哥越来越猛了。李小可呆呆地说道。我哥当然厉害了，他可是修什么？修电脑的。林云瑶关键时刻反应过来，好险，差点就说漏了嘴。虽然说小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但哥哥修仙这种事情还是不能乱说，一旦传出去不得了。李小可无语的看了一眼小姚，修电脑的至于那么骄傲吗？随后他又将目光移向林峰，一双明亮的眼眸异彩连连，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第59小姚，你哥越来越猛了。第60林少，你别过来啊！一群废物！秦风见到眼前这一幕，气得一双拳头都握得滋滋作响。他是来教训林峰的，而不是来被打脸的。此刻他甚至已经可以感受到周围吃瓜群众传来的怪异目光了。无需在意，这个林峰也就是身手矫捷，力道大了一点而已，在我眼里不值一提。这时秦风旁边的那位黄境中期武者淡淡说道，他刚刚一直在注视着战场。林峰的速度的确快，出手的却狠，但却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武道气息，这说明林峰并不是武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练了几年功夫的格斗家。这种格斗家最喜欢的就是参加那种格斗大赛，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但其实在武者眼里屁都不是。秦璐，你有把握吗？秦风面色缓和下来，自己身边可是还有一位黄境中期的武者在，有什么好慌张的？甚至即使是秦璐输了也没关系，他还有更大的后手。小少爷，你这就是在羞辱我了。对付这样一个人，我最多只需要一拳即可轻易击败他。秦璐淡淡说道。那好，交给你了。我不希望待会还看到他能站在跟我说话。秦风冷冷说道。秦璐点了点头，几步走了出去，站在距离林峰不过2米处的位置，一双如炬的眸子漫不经心地盯着林峰。林峰也是推开了身下的大汉，丢掉了剩下的半个黄瓜，将目光移向了秦璐。见到这一幕，场中围观众人皆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因为刚刚秦风跟秦璐2个人的对话没有丝毫的遮掩，所以一些懂行的人已经知道了秦璐是一个武道高手。武道高手那是什么存在？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少部分人知道一些，但也了解不深，只知道一旦成为武者，那就代表了无敌，拳劈铁，腿裂石都不在话下。所以在他们看来，如果秦璐是一位武者，那林峰就危险了。小子，你的身手不错，可惜不成武者，终究只是蝼蚁而已。秦璐面色淡漠，给你一个先出手的机会吧，不然等会我一出手，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无知。林峰摇了摇头，毕竟在场有太多的普通人，他也不想表现得太过惊骇世俗，所以他以最朴素的方式出手，直接一步踏出，伸手向着秦璐的脖子抓去。天真。秦璐冷笑一声，挥手就向林峰的手臂拍去，想要打断林峰的攻击。可这一拍，他就感觉自己的手拍在了一根坚不可摧的钢板之上，紧接着他发现脖子间传来了一阵剧痛，自己就被拧了起来。一个黄境中期的武者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我手下随便一个狗腿子都足以碾压你。林峰平静地说了一句，然后将秦璐扔飞出去10几米远，重重地撞在了路边的一棵香樟树上，生死不知。见到这一幕，场中陡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心中翻江倒海。一个武者就这么被轻易 KO 了，这个林少究竟有多强？你也是武者？秦风难以置信地说道。能碾压黄境中期的秦璐，林峰至少也是黄境后期，甚至是玄境，这让他有一种失算的感觉。秦家高手如云，玄境武者不在少数，但他觉得对付林峰一个黄境武者就足够了，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打脸了。我不是武者。林峰走到秦风面前，一巴掌就扇了过去。砰！秦风酒色过度的小身板完全扛不住，直接被拍飞出去了几米远。最后一个狗吃屎趴在地上，脸皮给磨破，看起来血淋淋的。我昨天给过你机会，可惜你不大聪明。林峰继续向着秦风走去。秦风擦了擦脸上的血，看着林峰走来，眼中多了一丝慌乱。你别乱来，我可是秦家的小少爷，我爹是秦，你爹就算是秦始皇，我也要揍你。砰！林峰一巴掌扇出，秦风再一次飞了出去。这一次虽然没有飞得更远，但却撞到了校门口的一个石墩子上。
咔嚓，在场众人明显听到了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瞬感头皮发麻。秦风捂着右臂，挣扎着爬起来，嘴中不停地吐血。他知道自己的右臂断了，而且五脏六腑估计都已经移位了，有一种揪心的疼，心中恐惧到了极点。这是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身为秦家的嫡系，从来只有他打人的份，何曾被人打成这样？他以为结束了，可没想到林峰又走了过来。林少，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有话咱们好好说，我给你赔礼道歉，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都满足你。秦风语无伦次地说道。看着林峰没有停下脚步，他心理防线直接崩溃，双膝下跪，声音带了一丝哭腔：不，林少，你别过来，你再打我，我真的会死的，我真的错了。哎呦！虽然秦风在哭，但在场众人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好笑，因为面对这种场景，即使是他们也不会比秦风好到哪里去。人世间最可怕的不是那种拿着刀歇斯底里的说要砍你，而是林峰这种面无表情，不作声，但却一步一步向你走去。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狠人话不多。咕噜，明咽了一口口水，心中暗自庆幸，幸亏在听到王冲的话之后，他毫不犹豫就带着儿子跪下来了求饶，不然现在的下场怕是比秦风好不了多少。旁边的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他看着秦风被打成这样，不仅没有伤心，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如果不是秦风把他叫来，他也不会一口牙都被打没了。就在这时，人群外围又是一阵骚乱，紧接着好几位穿着制服的警察快步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位中年人。中年人气息不俗，目光如炬，给人一种不怒自威之感，其竟然是一位旋进巅峰的武者。胡警察终于来了！我的天哪！紧张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来得及时，不然估计要出大事。好了，既然警察来了，我估计这场纠纷应该可以结束了。都快吓尿了我！别人不知道，还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呢。一群吃瓜群众纷纷吐出浊气，笑着说道。跪在地上正在求饶的秦风见到来人面色一喜，因为为首的中年人不仅是他的一位表叔，也是他所部下的终极后手。第60林少，你别过来啊！第61，你的膝盖难道就这么软吗？袁叔，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被打死了！秦风激动的语无伦次。袁天罡看到秦风被打成这样，面色瞬间一沉。身为金陵城武道联盟的核心人物，他自然无需干这种带人出警的事情。但是早上的时候，秦风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帮一个小忙。秦风不仅是秦家的小少爷，而且其母亲还是自己的表妹，所以论关系来说，秦风就是他的表侄子。面对表侄子的求助，他直接就答应下来。可没想到，刚一来到现场，就看到了表侄子被打成这样，还跪在了地上。小风，你先站起来说话。袁天罡阴沉着脸上说道。他的性格终究是稳重一些，没有直接无脑狂怒。最重要的是，打小风的人此刻正背对着他。他看着对方的背影，总觉得有些熟悉，所以决定先问清楚再说。秦风听到表叔的话，立即就想爬起来，可当他看到林峰的目光之后，又是心中一颤，哭着说道：袁叔，我不敢。有袁叔在，你怕什么？袁天罡恨铁不成钢地说道。秦风咽了咽口水，看了一眼表叔，又看了一眼林峰，只觉得腿脚发软。很显然，站在身前的林峰给他太大的压力。有我在，不知道你怕什么？你的膝盖难道就这么软吗？袁天罡失望地摇了摇头。秦家家主秦无道，明面上共有3位女人，生有2男2女，其他3位皆有武道之资，并且心性沉稳，是绝对的天之骄子。只有他这位表侄子太蠢了，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不是酒就是色。别人上大学都是为了学知识，而他却说大学生活好，还振振有词地说上大学就是为了泡妹的，真是典型的烂泥扶不上墙。袁天罡知道秦风的性格，他也不再劝说，而是将目光移向林峰的背后，冷冷道：阁下是谁？敢欺负我的表侄子，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林峰皱了皱眉，很讨厌这种感觉，来了一波又一波，麻烦不断，一家子就不能齐齐整整的吗？你想要交代是吗？林峰直接回身，冷冰冰地说道：是你。袁天罡见到林峰的面孔，面色大变，怎么会是他？昨夜他们几位武道联盟的核心人物跟着副盟主一起去围剿血手人屠，结果半途中杀出来一位疑似天境的超级强者，那天境强者都没怎么动，地境中期的副盟主就飞了出去，受了重伤。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天境强者就是林峰。再到后来，副盟主回去之后，将有关林峰的消息传给上面，结果上面让他们就此作罢，万万不能得罪对方，甚至因为这位天境大能，血手人屠的追杀令都给撤销了。自己的表侄子
竟然得罪了一位天境大能。袁天罡有些震惊，注意到林峰充满了杀意的目光之后，他又心中一慌，只觉得自己的腿脚一阵发软，然后扑通一声也是跪了下来。见到这一幕，本来还有些许吵闹的现场顷刻间安静下来。王冲、秋明三人呆了，林云瑶和李小可一脸的愕然，秦风亦是满目的茫然无措，即使是林峰自己都是有些懵逼，这是什么情况？自己什么都没做呢，对方怎么就跪下来了？表叔，你在干什么呀？秦风颤声说道。此刻的他都快被吓尿了，断裂的臂膀传来阵阵的痛感，更是让他有些生不如死。你个蠢货，平时在外面瞎胡闹就算了，竟然还敢得罪这位大人，这件事若是给你父亲知道，看他不打死你。袁天罡神色难看至极的吼道。这可是一位天境大能啊，整个金陵城也不过只有他们盟主一位天境武者，天境之下皆蝼蚁，可不是说说而已。这种等级的武者已经可以内境外放，沟通天地之力，一役敌万不在话下，甚至只要其不做出大恶之事，就连国家层次也不会去管了。大人，秦风心中颤，呆呆地看着林峰，有些不知所措。他可是知道自己表叔的身份的，连表叔都称之为大人的人，又该有多么恐怖。这时袁天罡将目光移向林峰，恭敬说道：大人，是我表侄儿有眼无珠，得罪了你，我再次向你道歉。你认识我？林峰饶有兴趣地说道：我是武道联盟的袁天罡，大人不记得昨晚的事情了吗？袁天罡恭敬回道。林峰闻言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人看到自己就这么害怕，原来是昨夜那几个武道联盟的人。只是当时他的视线全都放在了那位副盟主身上，其他的几个小卡拉米倒是没怎么注意。你的这个表侄子很厉害，竟然把主意打到我妹妹头上来了，我的妹妹连我都舍不得欺负。林峰平静说道。袁天罡闻言心中一紧，他自然知道林峰此话的意思是不肯善罢甘休啊，可是让他就这么看着秦风出事，他也做不到，所以只能咬牙道：大人，这事是我们不对，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我能满足的绝对满足。www， 我没什么要求，我只想要他死。林峰抬了抬眼皮，又平静说道：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他自尽谢罪，此事可以就此作罢；第二个，我亲自动手，然后我会拎着他的头去秦家拜访一下，看看这个秦家到底是有多厉害。第61，你的膝盖难道就这么软吗？第62，已经迟了。听到林峰的话，袁天罡浑身发冷，他没有想到林峰如此的狠毒无情，就是要小峰死，语气不容置疑。四周围观群众也是毛骨悚然，这个白衣青年究竟是谁？战斗力惊人，连警察都不怕，现在更是扬言要杀死秦家的小少爷。要知道，秦家可是金陵城赫赫有名的3大名门望族之一，在本地人眼中就是土皇帝般的存在。不，我不要死，我不想死啊！秦风都快吓尿了，向来无法无天的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次竟然踢到了一个硬茬。袁天罡吐出一口浊气，对着林峰说道：大人，他毕竟是秦家的人，具体如何，能否容许我通知一下他的家人？你是想要找救援？林峰嘴角带着些许玩味之色。不敢。袁天罡心中一紧，他的确是这样想的，现在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如今他能做的就是拖住林峰，然后通知秦家人过来，或许以秦家人的能量能让林峰收敛一些。秦家目前虽然没有天境强者坐镇，但秦家可是有一个小辈拜入了山上的宗门。行吧，你随便叫。林峰漫不经心地说道。袁天罡闻言心中一喜，赶忙掏出手机联系了秦家现在的主事人。时间1分1秒过去，不久后，几个秦家的武者驾着一辆宝马 X7 匆匆赶来。是谁如此大言不惭，敢扬言杀我秦家的人？秦天柱推开人群，一脸冰寒地说道。最近他很烦，第一是樊阴阳极时被一位神秘天境强者抢了的事情，第二则是樊江家即将和陈家联姻的事情。这2件事情让他头疼欲裂，如果再不处理好，秦家的根基很可能就要被动摇了。然而就在他和家族里面的几个核心人物商量计策的时候，武道联盟的袁天罡给他打来的电话，说自己的侄子秦风被人打了，还说那人实力很强，打算杀死秦风，让他赶紧过来。很强？能有多强？再强能强得过我们秦家吗？现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我秦家了是吧？当时他就勃然大怒，而且他的大哥秦无道正在必死关全力突破天境，整个秦家目前就是他在打脸。如果大哥出关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出事，那还得了。所以他立即就带了几位家族中的强者赶过来，想要看看究竟是谁敢在金陵城内如此嚣张。见到秦天柱的到来，场中众人皆是心头一惊，竟然是秦家二爷亲自过来了。秦家二爷就是厉害啊，这气势明显就强势许多。那是自然，
秦家终究是秦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比的。这个白衣青年人刚刚那么狂，不知道他现在要怎么收场。二叔，二叔，你可算来了！秦风见到擎天柱到来，顿时喜极而泣。袁天罡也是松了一口气，他刚想说些什么，就看到适才还威武霸气的擎天柱忽然僵硬在了原地。一切只因为他看到了林峰。袁天罡心中忽然有了些许不妙的感觉。是我，你想如何？林峰走到擎天柱面前，冷冷地看着他，心中倒是觉得有趣的很。这个不就是那晚给自己送吉阳石的人吗？此刻擎天柱的想法也是跟林峰一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侄子得罪的竟然是那晚的天境强者，这让他心生紧张的同时，又有一种吃了一口大屎的感觉。擎天柱沉默了片刻，吐出一口浊气，上前一步，恭敬说道：前辈，咱们又一次见面了。哗！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一片哗然。这是什么情况？秦家二爷这等人物，竟然也在这个白衣青年面前露出卑躬屈膝的姿态。二叔，你在干什么呀？秦风要崩溃了，声音都沙哑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自己得罪的这个林峰，就真的那么厉害吗？先是袁叔跪下，现在连自己的二叔也一脸敬畏。擎天柱看到侄子的样子，很是心疼，但却无可奈何。现在的秦家正是多事之秋，绝对不能得罪一位天境强者。他没有搭理秦风，而是对林峰恭敬说道：前辈，既然我侄子得罪了你，你说句话，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同意。我要你侄子死。林峰淡淡说道。擎天柱闻言身体一颤，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能不能提个其他的要求？比如金银财宝、古董名画，只要前辈你报个数，我秦家都能满足。你说呢？林峰冷笑一声。擎天柱握了握拳头，又松了下来，然后他忽然转身向秦风走去。二叔，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我不想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泡妹了。秦风痛哭流涕地说道。小风，之前不管是你爹还是二叔，都一直叫你不要玩性太重，可你就是不听。擎天柱一脸冷漠地看着秦风。我知道了，我改，我一定改。二叔，你带我回家吧。已经迟了。二叔，你这是什么意思？二叔，别吓我，你知道我胆子小。小风，你别怪二叔，就算是你父亲在这里，也会和二叔一样做。要怪只能怪你，这一次真的惹到不该惹的人了。二叔不要。砰！擎天柱毫不犹豫，一掌将秦风击毙当场。顷刻之间，鲜血顺着地板缝流出，看起来触目惊心。嘶！场中众人见此，皆是倒吸一口冷气，一些胆小的人更是捂住了眼睛。谁也不曾想到，秦家二爷会亲手干掉自己的侄子，这是怎么下得去手啊？即使是袁天罡都很是震惊不解，没想到擎天柱会做出这个选择。第62已经迟了。第63，前辈，你可满意？在杀死秦风之后，擎天柱又走到林峰的面前，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前辈，你可满意？挺不错。林峰淡淡的点了点头。他知道擎天柱现在心里面肯定恨自己，恨个半死，但他并不在意。机会已经给了，希望秦家自己聪明点。如果非要如那个司徒浩一样自己找死，那也不能怪他了。更别说这一切都是秦风自找的。如果今日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秦风会心软放过自己和妹妹吗？很显然不会。弱肉强食的世界，谁拳头大谁就是道理，谁心慈手软谁就死得最惨。既然如此，那前辈，我还有些事，就先不打搅了。擎天柱笑了笑，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几个手下将秦风的尸体搬走。就这样，一群秦家人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大人，我也走了。袁天罡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峰，亦是转身离去。他得赶紧回去将此事禀告给副盟主。金陵城内出现一个天境武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天境武者无视规则，视人命如蝼蚁，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如今死人了，那些普通群众更不敢逗留了，纷纷四散逃开。转眼间，场中就冷清了许多。你往哪里走？林峰看向准备悄悄溜走的陈露，淡淡说道。扑通！误会，都是误会。陈露吓得跪了下来，满脸的惊恐的解释。连秦家都不敢得罪林峰，秦风更是被自己的二叔当面劈死，自己算个屁啊！所以直接就放弃了抵抗。砰！林峰直接一脚就将陈露踹晕了过去。和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物，倒也没必要过多纠缠。这一次教训之后，他肯定会长记性了。就在这时，王冲带着明父子一脸紧张地走了过来。此刻的王冲对林峰的实力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简直是敬畏到了骨子里。林老弟，我们不用跟我说，跟小可去说，他若是原谅你们，我倒是无所谓。
他若是不原谅，那这个秋就跟那个秦风一起去吧，两个人上路也好，有个照应。林峰淡淡说道。不，我不想死。秋声音发抖，只觉得腿都软了。有秦风的例子在先，他丝毫不怀疑林峰话语的真实性。秋赶忙跑到李小可面前跪了下来，一边扇自己巴掌，一边苦苦哀求道：美女，我错了，你就饶了我吧，我刚刚打了你，我现在10倍100倍的还给你，只要你饶了我，你让我吃屎我都吃。可以看出他打自己真的很用力，短短几巴掌就将自己本就红肿的脸抽得血肉模糊。李小可终究只是一个18岁的少女，见到这一幕觉得有些不忍心，赶忙说道：行了，你别打了，这一次就算了，以后就别来我们学校欺负女孩子了。邱闻言虽然脸上很疼，但是心中却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激动的拍马屁道：活菩萨啊，美女，你可真是活菩萨啊，以后有用的找我小的份上尽管说。李小可闻言撇了撇嘴，却是不再说什么。还不快滚！林峰冷冷说道。滚，我这就滚。明如获大赦，赶忙带着儿子逃离了现场。王冲还想说什么，可是看到林峰一脸淡漠的样子，他直接选择了闭嘴。事实上，从第一次见到林峰开始，他就一直有意的想要教好林峰，但可惜最终都失败了。上一次找了几个嫩模，更是彻底得罪了林峰，这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圈子不是你想要融就能融进去的。自己虽然是大集团董事长，在暗道方面也有些权势，但在林峰这种顶级武者眼中，也就是只大点的蝼蚁罢了。一切顺其自然吧。王冲心中叹了一口气，落寞的离开了现场。林自然知道王冲的想法，但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王冲之所以接近自己，完全就是想利用自己扩张势力。如果自己是个普通人，他还这样吗？正所谓做人要将心比心，你对我真诚，我对你自然也会礼貌有加。若是怀有其他目的接近，那只能说对不起，我林峰身边不缺这样的狗腿子。你区一个王冲，还没这个资格。看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林云瑶和李小可快步走了上来。哥，你好厉害！林云瑶高兴地挥舞着小拳头。大叔，谢谢你。李小可似乎有些害怕面对林峰的目光，低着头，脸颊红扑扑的，声若蚊蝇。他一想到刚开始见到大叔的时候，小瑶还骗自己说大叔是过来拉屎的，心中就莫名觉得有些好笑。大叔怎么可能会做出那么粗鄙的事情？不过大叔真的好厉害啊，而且和其他男人一点也不一样，身上不臭，有着一点淡淡的清香味。他又帅又能打，所有人都怕他，还对自己那么好。少女怀春，思绪纷纷，李小可的目光渐渐失神了。林峰自然不知道李小可脑海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他看着这两个小丫头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面是既有些心疼，也有些无奈。他故作严肃说道：小瑶，哥之前跟你怎么说的？你说再有人敢欺负我，我就尽管拿你给的符箓去炸，不要怕，出事你担着。林云瑶有些不好意思说道。然后呢？你是怎么做的？我怕伤害到别人。林云瑶弱弱说道。林峰捏了捏妹妹的满是胶原蛋白的脸颊，说道：你就是太心软，你不伤别人，别人就要伤你。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你必须要学会狠辣。心软的人一辈子都要受人欺负，知道吗？第63前辈，你可满意？第64精灵李家，知道了。林云瑶握了握小拳头，显然刚刚的事情让他也很恼火。不过这一次出了这些事情，我估计要被开除了。林云瑶又有些担忧的说道：别乱想了，有哥在，没人敢开除你，你就只管好好享受大学的时光就行，学习成绩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开心心。林峰说道。哥，有你真好。林云瑶想到自己之前的经历，眼睛发红。忽然他话语一转，又说道：哥，你也32岁了，该找个媳妇，也不能一辈子就这样单着吧，爸妈泉下有知，肯定会很难过。傻丫头，倒是操心起哥的事情来了。林峰宠溺地揉了揉妹妹的头，脑海中却是浮现出陈一诺的身影。只等明日，应该就会有个结果了。哥，要不就让小可给你当媳妇。林云瑶忽然说道。小瑶，你在瞎说什么呢？李小可面带愠怒，伸出拳头要去敲林云瑶的胸口，但一双眼睛却是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林峰。当发现林峰没有任何反应之后，心中不免又有些失落感。我哪里瞎说了？我哥这么好，你找到就是赚到。林云瑶笑嘻嘻地说道。哼，你再说。李小可嘟嘴哼了一声。好了，两个小丫头才多大，好好上学，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林峰无奈地打断了两女的嬉闹。李小可虽然很俏皮可爱，但在他心里面也就如同妹妹一般，他自然不可能对其有什么想法，更别说他现在心里面只想着陈一诺了。就在这时，不远处冲来了一群人，约莫有10几个，个个精悍干练，所过之处路人无不避让，
压迫感十足。为首的是一位身穿唐装的中年人，中年人留着胡须，两鬓发白，面容不怒自威。小可，是谁？是谁欺负你了？跟爸说，我要他命！李如海带着一群人冲了上来，气势汹汹地说道。林峰见此皱了皱眉，这个中年人是李小可的父亲，其竟然是一位地境初期的武者。你可真搞笑，人都走完了，你跑来了。李小可忍不住讥笑一声，他刚刚的却通知了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但是没想到父亲来得这么慢，这让他心中愈加恼火了。走完了？李如海面色一正，其实他已经尽最快的速度赶来了，但是李家在城西那边，离这里有50公里的路程，再加上路上堵车，所以来晚了。不错，幸亏大叔救了我，等你来，我估计都被人打死了。李小可冷冰冰地说道。林峰见到这一幕，面露惊讶，为什么小可对自己的父亲态度如此冷漠？是你救了我女儿？李如海看向林峰，问道。林峰点了点头，不可置否。李如海闻言，对着自己身后的一个手下使了一个眼色，手下立即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这张卡里面有500万，算是感谢你的报酬。李如海说道。林峰看了一眼银行卡，没有接。怎么？你嫌少？李如海皱了皱眉。不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没必要用金钱去衡量，一旦用金钱，那就变味了。而且我和小可的关系也很不错，他遇到危险，我肯定是要管的。林峰摇了摇头，听你这意思，难不成你还对我女儿有想法？李如海眼睛微眯起来，小可拥有着李家的血脉，而如今李家人丁稀少，青黄不接，小可是老爷子指定要带回去的人，绝不是一般人能打主意的。林峰闻言摇了摇头，说道：你想多了，我只是把小可当作妹妹而已，如此最好，丑话说在前头，我女儿不是你能打主意的。李如海平静说道。林峰闻言哑然失笑，淡淡道：这位老哥，先不说我对小可有没有想法，我觉得这种事情作为长辈的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你觉得呢？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你作为小可的父亲，应该要做的是去鼓励小可，而不是去阻止小可。你这就是典型的贫农思想，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爱情？你太年轻了。李如海不屑一笑。李如海，你在胡乱说些什么？我的事情不要你管，我也不允许你侮辱大叔。李小可听不下去了，大声说道。李如海似乎已经习惯女儿对自己的态度，他并不在意，反而摇头说道：小可，我来之前跟你妈通过电话了，她的意思是要和我重归于好，所以你现在等于是我们李家的大小姐了。李家青年一代除了你哥就剩下你，你要明白，爸是不会害你的。李小可闻言愣了一下，然后不可思议地说道：妈，同意跟你复合了？不错。李如海点了点头。李小可闻言情绪忽然就有些崩溃，就算妈愿意原谅你，我也不会原谅你，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渣，你不配为人父。说完，李小可就捂着脸哽咽着向着学校宿舍跑去。我去照顾小可。林云瑶说了一句，赶忙跟了上去，目送两女离去。李如海的面色有些不好看，他将目光移向林峰，沉声说道：我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你救了我女儿，我很感谢你，但是你要是想着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别怪我恩将仇报。我再给你加500万、1000万，这笔钱足以让你在金陵城中心地带买一套房了。我不喜欢钱，而且我觉得你的想法有些问题。林峰摇了摇头，直接转身离去。等林峰走了之后，一个李家武者走上前来，低声说道：二爷，这小子好狂妄，要不要给他一个教训？给他一个机会吧，如果他敢纠缠不清，再说。李如海摇了摇头，然后又冷冰冰地说道：你去给我调查一下，我看看到底是谁敢打我女儿，我要让他拿命来偿。第64金陵李家。第65武道联盟盟主秦家大堂，气氛压抑到了极点。www 擎天柱正坐在上方的梨花木椅上，面色阴沉，一言不发。他的下方站满了人，地境、玄境、皇者各层次的武者，足有30-40位数之多，每一个都气息不俗，压迫感十足。这些都是秦家的底蕴，是精锐中的精锐。而此刻，就是这样一群强者，却是面露愤怒与哀伤，只因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具冰冷的尸体，正是秦风。秦风的尸体僵硬而又发白，面容发紫，嘴角的血也已经干涸结痂，看起来别样的凄凉。二叔，我错了，我改，带我回家。我想回家。想到侄子临死前所说的话，擎天柱不由握紧了拳头，心脏阵阵的疼。秦风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因为练武的原因，一生无子无女，所以在他眼中，秦风就相当于他的儿子。可现在他却亲手杀死了秦风，如同弑子，这种痛无人能懂。二爷，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小少爷不能白死啊！对，
真是奇耻大辱啊！我秦家作为金陵城3大名门望族之一，何曾受到过这般欺负？此仇不报，我秦家还有何面目在金陵城待下去？一群武者纷纷寒声说道：“都给我冷静一点！我们这么多人，就算一起上，也不够那位天境强者杀的。”擎天柱冷冰冰地说道。此言一出，场中瞬间安静下来，一群武者死死握紧了拳头，又松了开来，心中充满了无力感。那可是天境武者啊，即使再愤怒不甘，谁又能对付？天柱，此事我们要不要通知吴道一下？这时，秦家老一辈强者地境中期的秦坤沉声说道：“三叔，大哥他正在突破天境，我们不能打扰，一切等他突破之后再说。”擎天柱摇了摇头，又道：“小风，是我亲手击毙，此事我会给大哥一个交代的。此外，云川陈家嫡子陈千许已经到了金陵城，在江家的安排下，现在就住在金陵大酒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总之，这段时间是多事之秋，江家对我们虎视眈眈，枉我秦家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稳住。等大哥出关，就是我秦家扬眉吐气之时，到时候我们所受的一切耻辱，都要加倍的还给对方。”与此同时，金陵城武道联盟内部，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男人双手负后，站在木窗前眺望远方的车水马龙。此人正是目前金陵城明面上已知的唯一天境强者王月轩，而在他的身后，则是站着2位武道强者，一位是副盟主地境中期的杨顶天，另一位则是核心成员玄境巅峰的袁天罡。你们的意思是，那位突然出现的天境强者不仅与血手人屠搅合在一起，还到处滥杀无辜？王月轩回过头来淡淡说道：“不错，此人着实嚣张至极，视人命为蝼蚁，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袁天罡恭敬回道：“死的是他表侄子，他自然要大力的去贬低林峰。盟主，这个人搅得金陵城动荡不堪，连3大家族都不放在眼里，而且根据眼线，似乎连3口堂都被此人给震慑了一番。”杨顶天说完，又摇了摇头说道：“此人来历不明，就像是忽然出现一般，无根无源。他这般嚣张行事，对金陵城可不是什么好事。如今金陵城3大家族分立而治，4大帮派管理着暗道治安，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那一切就乱了套了。”王月轩闻言面露沉思之色，半晌才是问道：“你们没有去调查他的身份？”“调查了，可都是一些空资料。此人名为林峰，家住城郊林家村，自幼在金陵市长大，10年前毕业于金陵大学。他的父母在云川被渣土车撞死，他还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除了长得漂亮，倒是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杨顶天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让人不解的是，他曾经消失了10年，这段时间是个空白，我找寻一切关系都不曾查出。”“消失了10年？”王月轩眼睛微眯起来，自言自语道：“看来就是这10年间让他有了一个奇遇，难道是被山上某个宗门收去了？”“我也觉得应该如此。”杨顶天回道：“这小子倒是有趣的很。”王月轩思索了片刻，又淡淡道：“你去将他找来，就说我要见他。”杨顶天迟疑了片刻，说道：“可是他若是拒绝，不愿意来呢？他有这个胆子吗？”王月轩冷笑一声。杨顶天和袁天罡闻言神色愈加恭敬了。盟主就是盟主啊，就算是寻常天境，在他眼中也不过如此。另一边，林峰离开金陵大学之后，直接来到了一家中药店。明天就是邦一诺的女儿诊断之日，他虽然自信能够治疗一切疑难杂症，但该有的准备还是要准备一下，以免到时候出现一些小意外。而且他的主要医术都需要靠阴阳13针而施展，必须得买一些金针才行。其实早之前在山上修炼的时候，老头子就曾给他打造了一套金针。这套金针经过老头子的千锤百炼，已经堪称灵器了，但出于对老头子的怨恨，他并没有带下山来。至于阴阳13针，这是中医界失传已久的一套针法，据老头子说是上古某位医道大圣参悟人体奥妙创造而出，其原理主要是以灵气为引，点拨人体52单穴、309双穴、50经外奇穴、36致命穴，从而让灵气通过这些穴位入体，运转一个大小周天。虽然人体玄妙复杂，但以此方式却能以繁化简，勘破一切病症的原因。世人都说西医科学有理，却不知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林峰摇了摇头，他走入中药店想要买一套金针，发现没有卖，所以只能退而求次买了一套银针。对于大多数中医师来说，金针以补，银针以泻，但对于林峰来说，其实都是一样，区别可能只是灵气的承载力不同。买完银针之后，林峰打算给妹妹打个电话，喊她和小可一起出来吃饭。结果就在这时，手机却是响了。林少，是我。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道恭敬的声音。林峰记得这个声音是3口堂大堂主谭天红的声音，只是让他疑惑的是，这时候谭天红打自己电话干什么？有什么事直接说。是这样的，林少，
你之前不是让我们帮你留意一下灵爆弹吗？我这边有了一些消息，你现在有空吗？谭天红恭敬说道。发位置，我现在过去。好。挂断了电话之后，林峰眼中划过一缕金光，人多就是好办事啊。没想到谭天红这么快就有了灵爆弹的消息，灵爆弹对他来说就相当于零食，多多益善。第65武道联盟盟主。第66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惹是生非。与此同时，三口堂总部，第一堂主谭天红和第三堂主周云梅等几位核心人物围坐在一起。大哥，林少那边怎么说？周云梅问道。一会就过来。谭天红目光微动，昨晚在被林峰收服之后，他去找名医圣手赛华佗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结果得知自己的命脉之中果真有一股神秘的能量缠绕，且这股能量正处于蛰伏之中，一旦暴动起来，自己就会立即七窍流血死亡。随后他求赛华佗帮自己解决，却不曾想即使是赛华佗这等医道高人也毫无办法，这让他对林峰愈加敬畏。在知道手下人打探到灵爆弹消息的时候，立即通知了林峰。老大，难道我们就真的臣服于他了？如果他把我们当人看，倒也还好，可是在他眼里，我们只是狗腿子而已，这实在有辱我人格。一位地境初期武者有些不甘心地说道。人格重要还是命重要？你若是想死，等会他过来，你可以跟他提一下你的意见。谭天红冷笑一声。地境初期武者闻言干笑一声，不敢再避避了。现在整个三口堂有谁不怕林峰这种大杀神的？在林峰面前提不满，简直就是找死。他是不爽，在老大面前忍不住碎碎念，但又不是傻子，发发牢骚就行了，让他去送命，他才不敢。大哥，我们真不通知玄灵门一下？如果玄灵门能帮忙，即使他是天境，我相信也要认怂。这时周云梅再次提议道。不行，一旦告诉玄灵门，就是将林峰得罪死了，对我们没有半点好处。而且我之前说过了，玄灵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谭天红摇头拒绝。周云梅闻言虽然面露不以为然的神色，但却没有再说了。就在这时，咔，林峰直接推门走了进来，众人心头一惊，赶忙纷纷站了起来。林少，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谭天红有些震惊。这也太快了吧。离挂断电话也才过去不到2分钟啊，我正好在你这边附近，所以就过来了。林峰随意回了一句，然后又淡淡的看了一眼周云梅。周云瑶见此赶忙低下头，心中有些紧张，不禁想到，难道自己刚刚说的话被林峰听见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完蛋了。就在周云瑶不知所措之际，林峰却是收回了目光，这让他心中一松，不由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你说你打听到了灵爆弹消息？林峰问道。是这样的，今晚在城郊会有一场地下拍卖会，据我得到的消息，拍卖会上到时候会有灵爆弹的拍卖，并且不止一枚。谭天红恭敬说道。地下拍卖会？林峰心中一动，相当于武道界的拍卖会，参加的都是金陵城内的武者，主办方是百云商会。谭天红回道。哦，这个百云商会什么来历？有能力组织这种武道界的拍卖会，一定不简单吧？林峰好奇问道。这个我也不清楚，百云商会很神秘，在全国各地都有分部，基本上在世间能买卖的东西，这个商会都有出售。有人说百云商会都背后是国家，亦有人说其背后是某个超级大宗门。总之人云亦云，谁也没个肯定的说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百云商会的水很深，绝对不是简单之辈。谭天红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既然如此，那就等晚上拍卖会开始了。林峰顿了顿，又漫不经心地说道。对了，我手里钱不多，只有几百万，够吗？谭天红嘴角微抽。几百万？你特么连进拍卖会的资格都没有好吧？买个毛的灵爆弹啊！当然这话他是不敢明面说出来的，而且他也知道林峰身上肯定不止几百万，一个天境高手说自己就几百万谁信啊？说这话的目的不过就是让自己出钱而已。林少说笑了，这钱自然不可能让你出，区灵爆弹也就几个亿，我三口堂还是能出得起的。谭天红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你这样说倒是让我有些不好意思。谢谢了啊。林峰拍了拍谭天红的肩膀。不好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场中众人心中一阵腹诽。下午2点多时候，一行人开车向着郊外赶去，共有4个人，除了林峰和谭天红之外，还带了2位玄境武者。路上，谭天红跟林峰说了一些拍卖会的注意事项，比如一旦进入拍卖会场所，千万不能惹是生非，这是百云商会明令禁止的。再比如拍卖会上不能胡乱报价，一旦你拍下来了，没有钱付，后果一样很严重。你放心，我这个人其实很低调，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惹是生非。林峰淡淡说道。我就是提个醒，我相信你林少，你这般沉稳的性格，自然不会做出一些离谱的事情。谭天红微微一笑，
又道：“这次的拍卖会有不少好东西，听说3大家族、4大帮派以及金陵城附近的一些散人都过来了，估计会挺热闹。”林峰闻言心中一动，问道：“金陵城内有3族4帮，这4帮除了你们三口堂之外，还有哪3个？还有炸天帮、龙门堂以及风云帮，这3方势力比你们三口堂如何？”谭天红忽然面色发红，犹豫了片刻，才是有些尴尬的说道：“按照实力来说，我们三口堂当属垫底。”林峰闻言有些无语，他还以为三口堂很厉害，搞了半天7方之中最弱鸡的一方。放心吧，老老实实跟着我混，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林峰淡淡说道。那就多谢林少了。谭天红干笑一声。第66，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惹是生非。第67，强势的风云帮。约莫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在一处黄土坡上停下。林少，车子只能开到这里，我们得下来步行上山。谭天红低声说道。林峰点了点头，随着谭天红一起走下了车。一眼看去，这处黄土坡明显被人有意推平过，面积足有40-50亩。黄土坡上已经停了不少车，皆是一些大型越野车，酷路泽、哈佛 H9、福特 F150、悍马 H1。林峰甚至还看到了宛如卡车一般的奔驰乌尼莫克，这些可都是正儿八经的跑野外的，马力惊人，扭矩大，在野外几乎是横着走。除了车子之外，还有很多人，这些人皆是武者，3两成伴，正不约而同地向着山上走去。林峰抬头看去，这座山海拔不高，估计也就200-300米的样子。山上植被茂盛，葱葱郁郁，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似乎是知道林峰的疑惑，谭天红主动介绍道：“因为这种拍卖会一般都比较隐秘，所以百云商会特地在这山中建立了一个大型会场。这个会场隐秘就在山体之中，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除此之外，想要参加这个拍卖会，还要有一定的资格。通常来说，百云商会的负责人会提前1个月给各大势力发邀请函。”听到谭天红的话，林峰倒是对这个百云商会越来越好奇了。就在这时，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哟，这不是谭堂主吗？这一次是什么大风，把谭堂主吹来了？”谭天红回头看去，当看到来人的时候，神色有些不好看。林峰一时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有8个人正在朝自己的方向走来，为首的是一位白袍中年人。这个中年人的武道境界和谭天红相当，皆是地境后期。不过适才说话的人却不是中年人，而是中年人旁边的一位30来岁的青年。这个青年身穿黑衣，神色骄横，一副老子天下无敌的模样。与此同时，周围经过的诸多武者见到这一幕，纷纷停下了脚步，低声议论起来：“这不是风云帮的程云吗？金陵4大帮，三口堂垫底，只有谭天红一位地境后期武者，而风云帮的2大帮主程峰、程云可都是地境后期武者呀。”传闻谭天红和程云一直不对付，现在一看果然如此。程云旁边那个青年名为程坤，今年不过34岁，就已经是玄境巅峰，未来指不定能踏入天境。程坤身为晚辈，竟然主动挑衅谭天红，估计是受了程云的指使。这下子谭天红的老脸要丢尽了。晚辈？你见过玄境巅峰的晚辈？我听说程坤可是能越级而战，曾经击败过一位地境初期的高手，这么厉害，怪不得如此嚣张。很快，程云带人就来到了谭天红的面前，面露玩味之色。程云，你什么意思？谭天红冷冷说道：“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我这个表直宿来仰慕谭堂主的威名，所以适才见到谭堂主，情不自禁就打了一声招呼。”程云微微一笑，旁边的程坤身高足有1.9米，他微微低着头，用鼻孔对着谭天红细写道：“素闻谭堂主极为小心眼，今日一看果然如此。我这个做晚辈的打招呼都能将你气倒，三口堂现在果然是落寞了，不如并入我风云帮算了。”谭天红闻言，眼睛微眯起来。而就在这时，谭天红身后的一位玄境巅峰武者冷哼一声道：“当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既然你知道自己是晚辈，就要有晚辈的觉悟，在我们堂主面前有你大呼小叫的份。你是谁？”程坤脸上的笑声渐渐散去：“我是三口堂第一堂执事蔡文，你想怎样？”蔡文冷笑一声：“程坤是玄境巅峰，他也是玄境巅峰，所以自然不惧。我想干你。”程坤冷笑一声，干脆利落，直接就对蔡文发动了攻击，一记长拳轰出，威力惊人。蔡文神色微变，赶紧出手迎击。砰！轰！2大玄境巅峰武者瞬间就对战在了一起，双方你来我往，拳拳到肉。看到场中众人眼花缭乱，这真的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说打就打起来了。阁下是第一次来参加拍卖会吧？往年三口堂可是经常在这里被风云帮的人阻击，今年自然也不例外。风云帮想羞辱三口堂，也只能在这里动手了，不然等会到了拍卖行里面，
有白云山会在，谁敢乱来？就是不知道谁能赢。这个蔡文虽然也是玄境巅峰，但绝对不是陈坤的对手。陈坤可是已经半只脚踏入地境了。就在这时，废物，就凭你也想挡我？陈坤在躲过蔡文的一拳之后，狞笑一声，一个侧位踢，狠狠踢中蔡文的腰部。咔嚓！蔡文惨叫一声，整个人直接被踹飞出去10几米远。他趴在地上不停地挣扎，想要爬起来，但是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阿文见到这一幕，谭天红神色微变，一个飞跃就是10几米，来到了蔡文的身边，仔细查看了一番，却是发现蔡文的腰椎骨已经尽数断裂。换句话来说，阿文已经废了，很可能下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陈坤，你好狠！谭天红豁然回头，凝声说道，眼神中充满了杀意。陈坤见此心中一紧，不由后退了一步。他虽然自负，但也知道自己肯定不是地境后期谭天红的对手。这时程云跨出一步，淡淡说道，谭堂主，小辈之间的战斗，你这个长辈的难不成还想插手？技不如人，只能怪自己垃圾，怪不得别人。咯吱咯吱，谭天红死死地握紧拳头，神色已然难看到了极点。可他又不能出手，不然程云也绝对会找借口出手，到时候就不是一场对战那么简单了。如果三口堂能斗得过风云帮还好，关键是现在他们的确不是风云帮的对手。堂主，对不起，阿文让你受辱了。这时蔡文颤声说道，他知道自己废了，下体已经毫无知觉。没有，是我对不起你。谭天红看着阿文的模样，眼睛发红。阿文是最早一批跟着他打天下的兄弟，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堂主，我来替阿文报仇。这时三口堂另外一位玄境巅峰武者握紧拳头，寒声说道，不行，阿斌，你实力不如阿文，上去也不合适。谭天红摇了摇头，情绪也渐渐冷静下来。虽然愤怒，但他知道愤怒是没有用的，自己必须得冷静。可是没什么可是，不许上。田冰闻言虎目落泪，握紧拳头，恨自己无力。我说你们能别整得那么悲情。林峰淡淡的走了上来，他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可三口堂现在毕竟是自己的狗腿子，不管那是不可能的。第67强势的风云帮，第68个，你能帮帮林峰吗？我来看看他的伤势。林峰说道。林少，你还懂医术？谭天红有些震惊，略懂1、2。林峰蹲了下来，将手放在了蔡文的腰，瞬间就知道了伤情，椎骨已断，并且五脏六腑还出现了移位。可以说99%的医师面对这种情况都无能为力，但对于林峰来说却不算什么。也算你幸运，正好不久前我买了一套银针，忍着点，我帮你续补正位。林峰拿出了银针，也不等蔡文回话，直接就快速扎了起来。蔡文立即就疼得冒出了冷汗，只觉得几只蚂蚁在自己的经脉血管中啃咬一般。见到这一幕，周围众多武者皆是面露好奇之色。这个白衣青年是谁？面生得很，装腔作势，我那一脚绝对已经踢碎他的腰骨，就算是赛华佗在此也无用。陈坤满脸的不屑。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辆奔驰 GLS 450快速行驶而来，车辆停稳之后，副驾驶的车门率先被打开。江俊林一边从车上走下，一边对着车后面的人笑道，一诺，你放心，药云医师已经差不多摸清楚了小恋恋的病，只差一味药引就可以药到病除。这一次拍卖会上的那一株冰山雪莲正好就是药引，不管花多少钱我也会帮你拿下。江俊林，谢谢你。陈一诺随后走下车，淡淡的点了点头，可脑海中却是不由浮现出林峰的身影。他之前说过，只要林峰能救治好女儿的病，就原谅林峰，给林峰一个机会。可现在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不久前药王谷的神医药云来到金陵城，他在给小恋恋诊断一下之后，立即就道出了小恋恋的病因，并给出了解决办法。这一次他跟着江俊林来拍卖会，就是因为这个拍卖会有药云所写药方中的一味药引。他曾经答应过，只要江俊林能救好女儿，他就嫁给对方。可没想到真到了这一步，他心中又有些抗拒了。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江俊林，但是为了女儿，他别无选择。小姚，你这一次可真要感谢君临，他为你的确做了很多。那药云医师来自药王谷，可不是一般人能请来的。这时车子上又下来了一个人，正是陈一诺的大哥，地境巅峰武者陈千许。陈一诺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千许哥，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就别抬举我了。江俊林微微一笑，不是我抬举你，你的确优秀，不比你姐差。江家出了你们姐弟2人，的确是江家之福。若是我猜测的不错，你昨晚刚刚突破到地境初期了吧？陈千许说道。江俊林闻言面色一正，随即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陈千许。不愧是云川陈家青年一代第一人啊，自己突破地境的事情谁都没有告诉，没想到陈千许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错，昨夜侥幸突破。将军林微笑点了点头。武道一途，谈不上侥幸，你能在这个年纪突破，就是你的实力。陈千许摇了摇头。听到两人的对话，陈一诺也是有些震惊。他虽然没有武道之资，但也知道将军林突破地境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将军林不过才30岁，如今突破地境，日后几乎100%能踏入天境了。这等天赋着实妖孽。将军林注意到陈一诺眼中的震惊，心中不免有些得意。就在这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群人正围在一起，有些惊讶道：“这群人怎么不上山，围在这里做什么？过去看看。”陈千许大步走去，很快3人就来到了近前，并且看到了正在给蔡文治疗的林峰。是他。陈千许有些诧异，陈一诺则是抿了抿嘴唇，一双清澈的眸子默默地看着林峰，心中乱作了一团。他实在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见到林峰。如果林峰知道小恋恋已经能就好了，一定会很不高兴吧。可若是他知道小恋恋其实是他女儿，他肯定又会很激动。想到这里，陈一诺心里面愈加凌乱了。司徒浩这个狗东西在搞什么鬼？不是答应了我要找人干掉林峰吗？将军林面无表情，心中却是不爽到了极点。昨天他特意给三口堂第2堂主司徒浩打了电话，并且司徒浩也答应自己一定会干掉林峰。结果林峰不但没事，反而看起来很滋润的模样。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林峰旁边的谭天红，神色微变。第1堂主怎么会和林峰在一起？难道……将军林走到一边给司徒浩打去了电话，却是发现电话无法接通，看来是出事了。真是个废物。将军林握着手机，神情冰冷。在他看来，一定是司徒浩的小动作被谭天红抓到，所以谭天红干掉了司徒浩，顺便救了林峰。林峰为了报答谭天红，然后就成为了谭天红的小弟，倒是挺会拍马屁。可惜就算是谭天红，在我眼中也不值一提。我要你死，你必须死。将军林心中冷冷地想着。与此同时，经过对旁边人的一番询问，陈千许和陈一诺也是知道了适才发生的事情。想不到这个林峰还会医术。陈千许饶有兴趣地说道：“哥，要不你等会出手帮一下他们吧，毕竟林峰也是小恋恋的亲生父亲。”陈一诺看着林峰，眼中有些担心：“妹妹，你记住了，小恋恋的亲生父亲已经死了，以后等你和君临成婚，君临就是他的父亲。”陈千许提醒了一下，又冷冷道：“林峰负了你10年，将你害得人不人鬼不鬼，我没有出手干掉他，已经是够给他面子了，还想让我帮他对付风云帮，绝无可能。第68个，你能帮帮林峰吗？第69，不堪一击。”就这样，约莫3分多钟过去，林峰收起了银针，站了起来，淡淡说道：“好了，1个星期内注意不要做剧烈运动就行。”此言一出，场中众人皆是面露惊愕之色。这可不是普通小病，而是腰骨断裂啊！你就上去随便扎了几根针，前前后后花了估计也不过几分钟时间，就治好了。在经过短暂的失神之后，场中众人忍不住轻笑起来。哈，说真的，一般情况我不笑，但这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啊。你说你装也要装得像一点吧，几分钟就续上腰骨，还7天之内就能恢复，你以为你是神仙吗？正所谓伤筋动骨100天，更别说这个蔡文的腰骨都已经粉碎了，根本就不可能治好。这小子挺会装模作样的，但实际上也就是个绣花枕头。刚刚倒是把我们唬住了。三口堂的人都是这种只会装逼的废物吗？这时程坤也是一脸不屑地说道：“坤，我看你还是给人家留一点面子吧，毕竟打人不打脸嘛。”旁边的程云笑眯眯地说道：“说的也是，谭堂主可是老前辈了，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程坤装模作样的点了点头，然后又故意对着谭天红说道：“谭堂主，刚刚是我无礼了，我程坤在这里给你道歉。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你们三口堂的人这么垃圾啊。”随着两人的对话落下，场中轰然笑了起来。不得不说，风云帮损人的确有一手啊！这番话简直就是在把三口堂的脸往茅坑里按。人群中，陈千许摇了摇头，腰骨粉碎性断裂，即使是药王谷的药云神医来此，想要续上也得花上大功夫，几分钟治好根本就不可能。由此可见，林峰这个人的确不堪，性格很浮夸。妹妹，你说这样的人值得我帮吗？值得你留恋吗？陈千许淡淡说道。陈一诺沉默下来，没有说话。废物就是废物，再怎么装也无用。将军林一时不屑一笑，觉得林峰这般举动简直就是愚蠢。听到周围的嘲笑声，谭天红握紧拳头，神色很难看，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即使是他自己，也不相信林峰3分钟就能治好粉碎性骨折这种损毁性的伤势，这太夸张了。林峰是人，不是仙，而是人就得遵循常理。林少，我真的好了。
与众人的反应相比，蔡文却是有些相信，因为在经过初始的剧痛之后，他发现自己现在的确没事了，腰部感觉不到一点疼痛，好像真的好了。你可以站起来试试。林峰神色淡然，即使周围众人都在大笑嘲讽，他也没有丝毫的动怒。在他眼中，这群人只是蝼蚁而已，一群蝼蚁在你耳边滋滋叫，你或许会随脚踩死，但绝对不会跟他们对骂。事实上，以他的本事可以当场就让蔡文完全康复，但那样会浪费很多灵气，他觉得没这个必要。蔡文听到林峰的话，双手撑地，小心翼翼地起身。下一刻，他不费吹灰之力，直接整个人站了起来。我竟然真的好了，一点都不痛。蔡文一脸震惊，然后又原地蹦了一下，还是不痛，和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腹部还有一股淡淡的乱流在经脉中流转，很痒，很舒服。蔡文瞬间喜极而泣，单膝跪地，激动地看着林峰，虎目落泪。林少，你的医术太厉害了，谢谢你。以他刚刚的伤势，如果不是林峰，他很有可能下半辈子就坐在轮椅上了。所以林峰对他简直有再造之恩，好好为我办事就行。林峰不以为然地说道。林少，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蔡文恭敬说道。见到这一幕，场中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一脸震惊。程云、陈坤脸上的讥笑渐渐僵硬下来，陈千许神色惊讶，感到十分不解。将军林面无表情，一双拳头却是紧紧握了起来，显然内心极为不平静。反观陈一诺倒是很高兴，说道：哥，你看到了吗？林峰其实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会医术只能算一个加分点，身为男人必须得有强大的武力才行，不然怎么保护自己身边的人？陈千许淡淡说道。陈一诺撇了撇嘴，没有说话了。他知道哥哥也是为自己好，毕竟当初林峰的确把自己害得很惨，哥哥自然不会对林峰有好脸色。林少，这次谢谢你了。谭天红压下心中的震动，一脸感激。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高看林峰了，可却没有想到到头来还是小看了。林峰这个人不显山不露水，但每一次都能打破他的认知。这个男人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永远也看不清楚他的底线在哪里，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会一般，真的太可怕了。就在这时，砰！陈坤一脚狠狠跺在地上，将脚下的土地都震出一道1公分宽的裂缝。众人的目光瞬间被他吸引过去，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倒是忘记了，你医术的确厉害，但那又如何？武道界可是以武为尊，你能治好一次，别人就能打你第二次，直至把你彻底废掉。现在风云帮的程坤明显是不高兴了。坤，你这是在干什么？程云故意问道。没什么，就是不喜欢有些狗杂碎在我面前装逼而已。程坤冷笑连连。程坤，你什么意思？你……蔡文神色微变，准备出声呵斥，却是见到身边的林峰忽然就走了出去。他径直来到程坤面前，平静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厉害？比你这个废？砰！林峰猛地一把掐住了程坤的脖子，将其举了起来。巨大的力道让得程坤面色瞬间发紫，就像是一只小鸡一般，一双腿在半空之中不停地蹬着。啊！程坤剧烈挣扎，全力怒吼，想要挣脱开来，但根本没有用。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如果说林峰刚刚治好了蔡文，众人还勉强能接受，那其轻易掐住程坤的脖子，就让众人根本接受不了。程坤可是金陵城武道界的翘楚，虽然他是玄境巅峰，但就算是面对普通地境初期武者，都能有一战之力啊！这样一位存在，怎么可能在林峰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蝼蚁般的东西，不堪一击。林峰蓦然开口，右手微微一用力，咔嚓！程坤的脖子应声而断，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整个身体骤然就瘫软了下来。哗！场中瞬间一片哗然。就在这时，坤儿！程云歇斯底里的大吼，他万万没有想到林峰竟然如此狠辣，竟然毫不犹豫就杀死了自己的坤儿。狗东西，我要你死！程云怒吼一声，单脚蹬地，借力对着林峰爆射而出，想要为程坤报仇。林峰冷笑一声，将程坤的尸体对着他随手一丢，砰！一声闷响，程云和程坤的尸体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然后一起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边上的一辆悍马车上，将悍马车都给撞翻了10几圈。风云帮当灭！林峰神情漠然，几乎是瞬间就来到了程云的面前，将早已经重伤的程云拎了起来，正准备下杀手之际。然而就在这时，一道人影从山上飞跃而下，冷喝道：给我住手！众人回过神来，纷纷移目看去。当看到来人之时，皆是倒吸一口冷气，竟然是百云商会的执事。第69不堪一击。第70是你惹不起，不是我惹不起。这一刻，场中安静的可怕，
场中众人瞳孔微缩，心中翻江倒海。万万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百云商会的人会亲自从山上跑下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从风云帮和三口堂的冲突一开始，百云商会的人就已经注意到了，但他们并没有管，毕竟这里是山下，不在拍卖场里，而且两大势力之间小打小闹也属于正常。可一旦闹出人命，那意义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来参加拍卖会的人都是百云商会邀请而来，持有百云商会的邀请函，在百云商会家门口杀死百云商会的邀请来的客人，这无疑就是在打百云商会的脸。很显然，风云帮的人深知这个道理，所以程坤如此凶残狂妄，也只不过是想废了蔡文而已，不会下死手。可没想到，忽然出现了林峰这么一个不守规矩的人。想到这里，众人看向林峰的眼中皆是露出一丝怜悯之色。不得不说，林峰适才的战力真的惊到了他们。秒杀程坤，凌厉出手击败程云，可那又如何？他再强能强过百云商会这种庞然大物吗？虽然金陵城百云商会分部一直不显山不露水，但没有人会怀疑其内部有着天境强者坐镇。笑死我了，这种无脑的蠢货，有点实力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竟然敢在百云商会的门口杀人。江俊林心中一阵幸灾乐祸。陈千许看向妹妹说道：妹妹，我可以收回刚刚那句话，这林峰还算有点本事，可惜脑子貌似有点不好使，也许林峰能化解危机呢。陈一诺低声说道。陈千许闻言失声而笑，说道：妹妹，你因为没有武道资质，一直在外求学，识谱可能对武道界的一些事情不了解。这百云商会可不简单，就算强如我陈家，也是忌讳陌生。陈一诺闻言咬了咬红唇，看向场中，眼里面明显多了一丝担忧之色。不稍片刻，那百云商会的执事就来到了众人面前，是一位身穿黄袍的中年人，目光凌厉，不怒自威。他的修为虽然只是地境初期，不算那种顶级强者，但却让在场众人感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此刻，黄飞龙面色阴沉的快要滴水了。多少年了？有多少年没有人敢在商会门前撒野了？上一次敢在他们商会门前杀人的时间还要追溯到20年前。20年前，有一位地境巅峰武者仗着实力胡作非为，结果被商会内的大能强势出手斩杀，坟头草都已经被割了几波了。你不知道我百云商会的规矩吗？黄飞龙来到林峰身边不过1米远的位置，冷冷地说道：赶紧给我把程云放下。林峰随手拧断了程云的脖子，将尸体丢在了地上，漫不经心地说道：什么规矩？我还真不知道，要不你给我说说。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瞬间倒吸一口冷气，只觉得整个人都傻了。卧槽，这尼玛不是在做梦吧？百云商会的执事都来了，林峰竟然还敢动手杀人，且语气如此淡然轻松，不以为意，仿佛根本就没把黄飞龙看在眼里一般。他就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谭天红眼前发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他知道林峰的性格强势狠辣，视人命为草芥，但也万万没想到林峰已经嚣张到了如此程度。怎么会这样？自己来的时候明明特意跟林少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林少也答应了，一般情况下不会惹事啊，结果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从收场？谭天红站在原地，整个人都骂了。好，很好，真的很好，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年轻人了。黄飞龙怒极反笑，连到了3个好字。现在你见到了？林峰抬了抬眼皮，谭天红咽了咽口水，赶忙说道：不是这样的，黄执事，你也可看到是程云主动挑衅我们，我们是被动。谭天红，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黄飞龙冷冷打断了谭天红的话。谭天红闻言神色微变，但也不敢反驳。他快步走到林峰的身边，紧张说道：林少，我知道你很厉害，但百云商真的很不好惹，我们惹不起。你说错了。林峰抬了抬眼皮，看向黄飞龙，淡淡说道：是你惹不起，不是我惹不起。什么百云商会，在我眼中皆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场中众人一片哗然。谭天红身体发抖，蠕动了一下嘴唇，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黄飞龙气得面色铁青，身上已然充满了煞气。而就在这时，林峰继续说道：我是一个很讲理的人，既然你都跟我说规矩了，那我也得跟你说说我的规矩。黄飞龙闻言面色微变，刚想说些什么，却是发现林峰的手已经对着自己抓来，速度快得惊人。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林峰掐住了脖子，举了起来。你想干什么？你快放我下来！黄飞龙面色涨红，艰难呵斥。他惊恐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置信，万万没想到林峰竟然还敢对自己出手，这是何等的嚣张！什么是规矩？在我眼里，实力就是规矩。林峰默然说了一句，然后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扭断了黄飞龙的脖子。咔嚓，黄飞龙的脖子应声而断，眼眸的光芒渐渐散去，如同一只死狗一般，被林峰丢在了地上。第70是你惹不起，不是我惹不起。第71，这位小友果然是人中龙凤。见到这一幕，围观众人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散去了，只剩下了呆滞。即使是江俊林、陈千许、陈一诺都是一脸的失神。谭天红、蔡文、田斌三人更不用说，直接是腿脚发软，差点就瘫在地上。完了，真的完了！林少就真的不知道害怕吗？杀了风云帮的人就算了，连百云商会的执事也敢杀，而且杀的是那叫一个干脆，都不给对方求饶说话的机会。就这么说杀，就杀了。这一刻，场中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没有人能保持淡定，也没有人敢在此刻说话，皆是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而就在这时，大，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声音弱不可闻，但却有一种特别的旋律，仿佛敲打在众人的心脏上一般，让得在场众人都快要窒息了。高手，这绝对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超级高手。众人心中发颤，顺着脚步声看去，发现了一位老者正在慢悠悠地走来。不是慢，只是看起来慢而已。实际上，老者的速度很快，一步就是10几米，给人一种缩地成寸的感觉。众人倒吸一口冷气。天境，绝对是天境强者。很显然，这是一位百云商会的天境强者，在山上看到了黄飞龙死去的场景，所以立即赶来了。老者头发花白，体型微微佝偻，看起来老态龙钟，但他那一双眼睛却是明亮的惊人，就仿佛有一团火焰在瞳孔中燃烧一般。林峰饶有兴趣地看着老者，有点意思。天境与地境之间果然是一个分水岭。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老者体内的内劲已经开始向着灵气转化，虽然转化不多，约莫只有1/3的样子，但对于武者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也就是说，天境初期，武者就相当于炼气一层的修者。林峰心中思考，当然，这也只是他的猜测，具体是不是这样，还得多方面去证实。小伙子，你是哪个势力的传人？老者来到场中，并没有直接攻击，而是出声问道。他的声音沧桑无比，瞬间就惊醒了场中众人。一时间，众人神色惊疑不定。对啊，他们刚刚只顾着震惊于林峰的狂妄，却没有想到林峰或许也有着可怕的背景，且这个背景不比百云商会差，不然他年纪轻轻怎么可能这么强，能击杀风云帮的程云，说明林峰至少也是地境巅峰，甚至半只脚已经踏入天境了，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妖孽中的妖孽了。妹妹，这个林峰究竟是什么来历？陈千许的神色明显凝重了许多，从刚刚林峰的几次出手，他能感觉到林峰强大的实力了，既然不比自己差多少，要知道他可是陈家嫡子，地境巅峰，其战力放眼在整个云川地域青年一辈，都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我也不知道啊。陈一诺有些茫然，但心中更多的却是欣喜。他想到了林峰曾经失踪了10年，难道真的是被某个强大势力收为了弟子吗？你跟他在一起7年，不知道他的背景？真的不知道？在我印象中，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陈千许没有说话了，看向林峰，目光微闪，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旁边的江俊林面色阴沉，他昨晚才刚刚突破到地境初期，正沾沾自喜之时，结果你告诉我林峰已经是地境巅峰，并且有一个强大的背景，而且他也注意到了陈千许渐渐友善的目光，明显是对林峰改变了看法，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论实力，江家是远远比不上陈家的。陈家之所以愿意把陈一诺嫁给他，一是因为陈一诺未婚生女，名声不好；二是因为他自身也很优秀，且有一个强大的姐姐拜入了山上宗门。如果陈家发现林峰不比自己差，那陈家看在小恋恋的份上，明显会倾向于将陈一诺嫁给林峰。他很清楚的知道，大家族之间讲究的就是利益，什么感情和友谊都只是狗屁而已。不过很快，江俊林的神色又缓和起来，因为小恋恋的病，只有他找来的药云医师能治好。陈一诺这样一个爱女如命的人，自然不会放任女儿不管，所以陈一诺还是得嫁给自己。不过照着情况来说，以后得离林峰远一点，没必要招惹对方。与此同时，林峰在思索了片刻之后，淡淡说道：你想多了，我就是一个人，没什么势力撑腰。没有势力撑腰，你也敢杀我百云商会的人？小伙子，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可不要把我当傻子。天境老者眼睛微眯起来，一股属于天境强者的威压从他体内溢出，向着林峰压去，想要先给林峰一个下马威。林峰忍不住笑了，这威压确定不是来搞笑的？他抬了抬眼皮，什么也没做，只是看了一眼天境老者。嗡！
天境老者瞬间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猛烈撞击了一般，脑瓜子嗡的一声，忍不住后退了几步。你是？天境老者一脸骇然地看着林峰，一个眼神，仅仅只是一个眼神，不仅击溃了自己的气势，而且差点把自己的心脏都给击碎了。这等实力简直逆天。这一刻，他甚至都怀疑林峰是天境之上的人物了。可这又怎么可能？天境老者不知道的是，其实刚刚林峰只不过动用了千万分之一的威压而已，因为他并没有杀死老者的想法。林峰虽然很强，但并不是杀人狂，见谁杀谁。刚刚之所以干掉黄飞龙，不过是因为黄飞龙太脑残狂妄，让他不爽而已。再反观这个老者就很有风度，其明显是那种谨慎知进退的人，上来不是无脑攻击自己，而是选择先问问自己的底细。林峰并不反感老者这样的行为，这样做恰恰说明老者是个聪明人，与聪明人打交道就会很舒服。所以在林峰看来，留着老者这样的人远远比杀了他的作用要大得多。果不其然，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天境老者主动走上前来，面容和善了许多，说道：这位小友果然是人中龙凤，倒是我刚刚有些无礼了。www 第71，这位小友果然是人中龙凤。第72，我也没喊你去。听到老者的话，林峰淡淡说道：既然知道不敬，那下一次可得注意点，不然有时候死了也就真的死了。老者闻言面色一正，随即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想不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被一个晚辈教训。这位青年究竟是哪方势力的弟子？是真狂啊，对的自己是一点脾气也没有。老夫受教了。天境老者微微颔首，并没有生气，因为这就是武道界的规则，只要你有实力便可以为所欲为。老夫是百云商会金陵分部的三长老冯海，不知小友贵姓？天境老者微笑问道。林峰。林峰淡淡回道：林少，适才的事情是我商会有失礼数，为了表达歉意，我可以私人给你们安排一间包厢，如何？那就跟我来吧。冯海心中松了一口气，转身向着山上走去。他发现跟林峰说话有一股莫名的压迫感，这种感觉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林峰正想跟上去，却是发现谭天红三人一副懵逼呆滞的样子，不由皱眉道：你们三个在发什么了？还不跟上？啊，好。谭天红、蔡文、田斌三人猛地回过神来，压住心中的震荡，赶忙点头跟了上去。而随着几人一离开，原本还安静无比的现场轰然喧闹起来，所有人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卧槽，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个林峰杀了百云商会的执事，竟然一点事都没有。你们没发现吗？百云商会的冯长老来势汹汹，可忽然就转变了态度，肯定是察觉到了林峰的身份。依我看，这林峰的背景不可小觑啊，很有可能来自山上某个大宗门。这个宗门即使是百云商会也要忌惮3分，怪不得如此嚣张。我就知道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地境巅峰强者，怎么可能是简单之辈？你们这群傻子，刚刚还嘲笑别人不自量力。哎，好羡慕三口堂啊，竟然认识了这等大人物，以后怕是要一飞冲天了。你们没有发现这个林峰好帅吗？而且鼻子很挺，一看就……听到周围众人的话，江俊林握紧拳头，心中难以平静。他知道自己以后不能再招惹林峰了，不然可能会给江家带来大祸。真是不甘心啊！明明就是一个蝼蚁，为什么忽然就变得连自己都对付不了？江俊林面色有些不好。这时陈千许忽然说道：妹妹，离拍卖会开始还有几个小时后，待会你跟我去拜访一下林峰吧。啊？陈一诺有些惊讶，他可知道自己的哥哥对林峰很厌恶的。我收回之前所有的话，这个林峰不简单，竟然能让百云商会的长老对他恭敬有加，我觉得有必要去跟他交流一下，对我们陈家的发展也有好处。陈千许目光微动。好。陈一诺故作淡然的点了点头，心中却是有些慌乱紧张。要去你们去，我可不会去。江俊林在一旁沉声说道。不是我说，我也没打算喊你去。陈千许看了一眼江俊林，淡定说道。江俊林闻言眼中划过一丝冷色，却是没有说话。就在这时，不远处又来了一辆国产越野神车，坦克700，是李家的人到来了。李如海带着几个玄境武者从车上走了下来，结果看到一群人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什么，不由面色一正。这是什么情况？怎么都围在山底下聊得热火朝天？大家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李如海找到了一位老朋友，微笑问道。是这样的，那个老朋友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李如海闻言眼中顿时划过一缕金光，一位让百云商会都服软的神秘青年，看起来20几岁的年纪，却已经是地境巅峰的修为，这的确是牛逼啊！其背景来历怕是远超自己想象。如今李家青黄不接，日薄西山，越来越落寞，
若是能结识这位大人物，绝对好处多多。而且女儿小可也到了年纪，长得也漂亮，或许可以趁机撮合一下。一旦被对方看上，想到这里，李如海立即做出决定，等会去拜访这位神秘青年，混个眼熟也是好的。事实上，不只是李如海和陈千许，场中其他势力的掌舵人皆是有这个想法。大势力、大家族想要发展，就是要不断去结交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尤其是结交那些更上层的人物，往往只需要上层大人物的一句话，他们所在的势力就能一飞冲天。其实，很多人来这里参加拍卖会，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另一边，在冯海的带领下，林峰几人来到了拍卖行内部。整个拍卖行就建立在偌大的山体内，在外面乘坐电梯下降10几米就到了拍卖大厅。大厅共有上下2层，上面的是一层钢筋混凝土悬挑露台，露台上建设了很多包厢，包厢外表安装着那种单向透视玻璃，这种玻璃能让包厢里面的人看清楚外面的场景，而外面的人却看不清里面。在悬挑露台的下面，则是整整齐齐地设立着无数真皮海绵座位，座位的前面就是一个面积达30-40平米的展台。此刻，大厅内已经来了不少人，皆是金陵城以及附近的权贵人物，他们3两成群汇聚在一起，热情交流，结交认识，不亦乐乎。第72我也没喊你去。第73，竟然敢凶我！路过喧闹的大厅，冯海带着林峰他们直接来到2层的一间包厢内，包厢面积足有100多平米，陈设着各种奢侈的物件，站在里面可以将整个拍卖会场收入眼中，视野极佳。这是天字号包厢。谭天红看了一眼豪华的包厢，忍不住说道：他虽然参加了很多次拍卖会，但也就是被安排在普通包厢，这种天字号包厢他想都不敢想。据他所知，唯有那种超级大人物才有资格进来，比如山上宗门高人，再比如俗世间的天境强者。不错，天字号包厢共有3间，其他2间已经被人预定了，所幸还剩下了1间，不然我倒是不好安排了。冯海微微一笑，谭天红闻言点了点头，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峰的原因，不然以冯海的身份都不会跟自己说话，更别提解释了。心中忽然就有了一些骄傲，好像当林少的狗腿子也挺好的。呸！我真贱！谭天红摇了摇头，赶忙将这个想法挥之脑海。林少，拍卖会晚上7点开始，你们先休息一会，吃点小零食什么的。我还有事情要忙，就先不打搅了。冯海笑着看向林峰，等一下，我有一些事情要问你。林峰说道。冯海面色一正，随即点了点头说道：但问无妨。你现在属于天境哪一个层次？林峰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冯海倒是没有多想，因为在武道界，如果你不主动释放出自己的全部气息，通常情况下，别人是很难看出你的真实实力的。老夫不才，如今是后天境3层。冯海回道。后天3层，不是天境吗？林峰有些惊讶。冯海闻言怪异地看了一眼林峰，你一个比我还强的人物，难道连这最基础的常识都不知道吗？思考了片刻，他才是说道：其实世人口中的天境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已。天境又分为后天与先天，后天境有9层，先天境也有9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大提升，是人体内力向天地之力转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天境与地境是一个分水岭，地境是贯通任督二脉，修炼人体内力，而达到天境之后，就是沟通天地之力，开始转换内力了。冯海很是详细的为林峰解释。林峰听完之后若有所思，所谓的天地之力应该就是灵气了，而这个冯海既然是后天3层，应该就相当于炼气3层的境界，只不过其实由武道进化而来，所以整体实力实际上要比炼气3层的修者弱一些。没想到武道的极限还是朝着修真的方向演变，倒是出乎了我的预料。或许是因为天地灵气枯竭，修真艰难，所以古代的修者才另辟蹊径吧。想到这里，林峰顿时对武道没了兴趣。不知林少现在是什么境界？这时冯海忽然开口问道。他一双眸子盯着林峰，脸上满是好奇的神色。在他看来，林峰的实力肯定比自己强，或许已经达到了后天境后期，甚至是先天境也不一定。旁边的谭天红3人一时竖起了耳朵，露出了好奇的模样。我不是武者，林峰淡淡说道。冯海面色一正，随即想到应该是林峰不愿意告诉自己而已，心中不禁有些无奈。既然如此，老夫就先不打搅了。桌子上的一些食物，林少可尽情享用。冯海微微颔首，然后退出了包厢内。冯海离开之后，林峰走到一个按摩椅上，躺了下来，开始闭目养神，等待着拍卖会开始。就在这时，砰砰砰，包厢的门被敲响了。谁？谭天红立即站了起来，问道：是我，李家李如海，听闻林少大名，特意前来拜访。门外传来了李如海恭敬的声音。李如海，这可是3大家族之一，李家的2把手啊。
他怎么来了？谭天红有些惊讶，不过他也不敢擅自把门打开，而是将询问的目光移向林峰。让他滚！林峰淡淡说道，脑海中却是不由浮现出不久前在金陵大学门口的事情。这个李如海装逼得很，还丢下2000万让自己离李小可远点，就跟个弱智一样。谭天红听到林峰的话，虽然有些愕然，但还是一言说道：李如海，我们林少让你滚！啊！站在门外的李如海一脸的懵逼，什么情况？自己好心好意来拜访，就算看不上也不至于让自己滚吧？怪不得大家都说这个林少狂妄至极，果然如此。李如海心中有些生气，感觉被羞辱了，但又不敢说什么，只得讷讷地应了一声。在走廊的不远处还站了一群人，都是跟着李如海一起上来，准备拜访一下林峰，混个脸熟的。此刻见到这样一幕，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心中都有些发虚，还要不要过去？连李家家主都被羞辱了，他们此刻过去敲门，估计下场更惨。这个林峰倒是有些心高气傲，妹妹，等会就靠你了。陈千许看向陈一诺，低声说道。陈一诺闻言神情有些复杂，不知道该说什么。万万没想到10年后会迎来这样一幕。当年他和林峰在一起时，林峰不过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他鼓足勇气上去敲了一下门，刚想说什么，就听到里面传来林峰冷漠的声音：我让你滚，你听不懂吗？陈一诺愣了愣，随即俏脸发红，开始咬牙切齿起来。死林峰，臭林峰，竟然敢凶我！第73竟然敢凶我！第74一件足以让你疯狂的事情。见到这一幕，周围围观的众人皆是面露幸灾乐祸的神色。有李如海的例子在先，这个女人还敢凑上去，这是典型的找虐啊！然而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打开了。一诺，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峰走了出来，一脸惊讶。他刚刚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所以就随意用神识扫了一下，结果发现竟然是一诺站在门外。干嘛？你不是让我滚吗？陈一诺有些生气。误会误会，我不是让你滚，我是让李如海滚。林峰无奈说道。妈的！不远处的李如海面色有些难看，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羞辱我，我李如海不要面子的吗？可当他看到林峰的面容之后，心中又是一震。这人不是之前救了小可的青年吗？怎么会是他？在李如海惊疑不定之际，陈千许大步走上前去，微笑道：林少，还记得我吗？先进来说吧。林峰看了一眼陈千许，然后强行牵起陈一诺的手，将其拉进了包厢。包厢内待几人坐下之后，林峰很是高兴地说道：一诺，你怎么会来找我？你先放开我的手。不放。你……陈一诺有些气恼，他用力挣扎了一下，却发现根本挣扎不开。他红着脸，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感，仿佛回到了10年前，两人躲在学校内的小树林卿卿我我一般。林少，当着我的面，你这样对我妹妹有些不好吧？陈千许神色有些不好看。这样啊，那你滚出去吧，这样就不算当着你面了。林峰淡淡说道。陈千许闻言面色一僵，眼中划过一丝冷色。这个林峰是不是有些嚣张过头了？以为我陈家是风云帮那些废物之流吗？林峰，他是我哥，你注意一点。陈一诺撇了撇嘴。好吧。林峰无奈的点了点头。他林峰天不怕地不怕，视人命为草芥，视众生为蝼蚁，却唯独对眼前这女人心软得很，倒不是舔狗，而是内心感到愧疚，觉得自己亏欠了一诺很多很多。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林峰看向陈千许。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有事？陈千许眼睛微眯起来。你是不是没脑子？你找我不是因为有事，难不成还是过来找我聊天吹牛的？如果真是这样，一诺留下，你可以走了，我可没兴趣陪你聊天。林峰淡淡说道。陈千许闻言握了握拳头，不能再这样交流下去了，不然自己怕是要忍不住一拳打死林峰。你究竟是哪方势力的人？陈千许问道。无门无派。呵呵，你还真当我没脑子吗？你觉得自己说这样的话我会相信？陈千许冷笑一声。林峰看了一眼陈千许，然后淡淡道：行吧，你有脑子，你很聪明，被你猜对了，我来自一个超级大势力。你究竟想干嘛？终于说实话了。陈千许嘴角露出一丝弧度，随即说道：我知道你跟我妹妹之间的事情，如果你还想跟我妹在一起的话，我可以帮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林峰神色忽然就冷了下来，说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不然呢？我告诉你，现在我妹妹和江家已经有了婚约，我父母也对江俊林很满意，如果没有我，你休想和我妹妹在一起。陈千许就喜欢看到林峰这副生气的样子，这让他有一种找回主场的感觉。没关系，反正江家很快就要没了。林峰神色平静下来。你什么意思啊？陈千许皱了皱眉。江俊林之前想要暗杀我，所以明日等我治好小恋恋，
就是江家覆灭之时，全家上下一个不留。林峰话语很淡然，但却让得在场几人心中翻江倒海。好半晌，陈千许才是吐出一口浊气，轻笑说道：“你是不是对江家有什么误解？江家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对江家有没有什么误解不知道，但你肯定对我有什么误解。”林峰抓起桌子上的茶杯，肉眼可见，一簇灵气就这么突然浮现，将茶杯直接烧成了一团粉末。见到这一幕，陈千许瞳孔骤缩，失声而出，骇然道：“内力化形，你是先天武者？你错了，我不是先天武者。”林峰淡淡说道。听到此话，陈千许也是反应过来，不由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刚刚真是有些失态了。的确，林峰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先天武者？估计只是懂得一些旁门左道之术罢了。陈千许吐出一口浊气，站了起来，沉声说道：“林峰，我不知道你具体来自山上哪个宗门，但我说过，江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江家有一个人，即使是你也得罪不起。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陈家之所以愿意与江家联姻，就是因为那个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能灭掉江家而不死，就算没有我帮忙，我父亲也会主动将妹妹许配给你。”陈千许话语一转，又说道：“而且还有一件事，你肯定不知道。”“什么事？”林峰眼睛微眯起来。“一件足以让你疯狂的事情。”陈千许饶有深意地说了一句。不等林峰回话，他就沉声说道：“妹妹，我们走。”陈一诺看了一眼林峰，默默站起来，跟着哥哥一起离开了包厢。这一次，林峰没有阻拦，毕竟再怎么说，陈千许都是陈一诺的亲哥哥，就跟他和小瑶的关系一样，没有必要弄得太僵。等两人离开之后，谭天红有些忐忑不安地说道：“林少，你真的要灭掉江家？不然呢？明日江家必死，一家子都要齐齐整整，谁来了也救不了。”林峰冷冰冰回道。谭天红闻言心中一颤，不再说话了。他知道明日真的要出大事了。谭天红，你说刚刚陈千许离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林峰面露疑惑，又自言自语道：“我真是想不通，有什么事情足以让我疯狂？以林少的性格，我觉得这件事肯定跟陈一诺有关系。”谭天红说道：“罢了，明日一切都会揭晓，也没有必要多想了。”林峰揉了揉眉心，重新躺了下来。第74一件足以让你疯狂的事情。第75，残破的布卷。另一边，陈千许和陈一诺刚刚回到江家所属的地字包厢，江俊林就冲了上来，神色不好地问道：“怎么待了那么久？你们和那个林峰聊什么了？”“就是随便聊了一下而已。”陈千许淡淡说道。其实他的情感上还是偏向于林峰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妹妹很喜欢林峰，要不然也不会为其生子，苦等了10年。之前之所以对林峰很冷淡，只是因为觉得林峰配不上自己的妹妹，但现在见识到林峰的实力之后，他的心态显然在发生变化。随便聊一下，聊那么久，江俊林有些不相信。这个应该跟你没关系吧？我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陈千许冷笑一声。江俊林闻言握紧了拳头，神色铁青。他猛地看向陈一诺说道：“一诺，我知道你心里面肯定还对这个林峰恋恋不忘，但我告诉你，小恋恋只有我能救。你最好别在这时候做一些让我不高兴的事情，否则就别怪我无情了。”陈一诺闻言面色瞬间苍白起来。小恋恋是他心中唯一的软肋。沉默了片刻，陈一诺说道：“明日林峰也会去医院看一看小恋恋，他也许能治好。就凭他，你觉得可能吗？歌舞伎综合症是世界级的疑难杂症，即使是药云医师也感到棘手，他一个接骨的也能治好。”江俊林不屑说道：“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明日再说吧。”陈一诺不打算说话了。江俊林见此，心态有些崩了。原本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结果就因为林峰这个狗东西忽然出现，打乱了所有的计划。林峰，你不要逼我，不然就算你是天境武者，我也要想办法干掉你。江俊林在心中怒吼。时间1分1秒过去，晚上7点很快就到了。在拍卖师简单几句介绍下，拍卖会正式开始。一件又一件的物品被拿上来进行拍卖，都是一些古董名画、破旧的武士刀，以及一些黑不溜秋、灵韵全无、一看就已经过期的丹药。对于这些东西，林峰只是百无聊赖的随便瞅了2眼，便是收回了目光，淡淡道：“这就是百元商会的拍卖会吗？怎么都是一些鸡肋玩意？林少，你眼界太高了，这些可都是好东西。”谭天红苦笑一声说道：“比如那张百鸟朝凤图画，可是唐寅的真迹，深受一些老怪物的喜欢，拿来送礼最适合不过了。再比如那个武士刀，看似破旧，实则削铁如泥，对于擅长使刀的武者来说，绝对如虎添翼。还有那瓶小还丹，你别看模样不好看，其实是世间珍品，当时能炼制这种丹药的人几乎绝迹了。算你说的都对吧？”林峰也没有去争辩什么，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同。10块钱对一个乞丐来说不可多得，但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说，估计掉在地上都懒得捡。就在这时，台上的拍卖师朗声说道：“下面要拍卖的是一张残破的布卷。”此言一出，台下的众多舞者顿时喧闹起来。残破的布卷，这是个什么鬼？就是啊，我参加了不少拍卖会了，这残破的布卷还是第一次见到。不会只是个垃圾，百云商会故意用来调节气氛吧？奇怪，这种东西百云商会怎么会拿出来拍卖？看起来没什么价值啊。天字3号包厢内，谭天红也是一脸不解。因为大屏幕投影的关系，大家都能一清二楚地看到布卷的形状，看起来就是一个油迹斑斑的布，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拿来当抹布都显埋汰。只有林峰眼睛微眯起来，盯着这块布卷，若有所思。大家先安静一下，听我介绍一下就知道了。台上的拍卖师笑着说道。他对众人的反应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即使是他都觉得这种东西没什么价值，纯属闹着玩的。若不是那个拿此布卷来拍卖的人实力通天，商会是不可能将这东西拿出来拍卖的，实在有失商会脸面。此物虽然看起来很埋汰，但它的材质却很不凡，其水淹不进，火烧不起，就算是用切割机都难以将其切碎。我们商会想过很多办法，都没有办法将其分解。拍卖师笑着介绍道。所以呢，它有什么用？我们拿回家当抹布吗？有人当即揶揄问道。此言一出，全场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拍卖师无奈地摇了摇头，也不多介绍了，朗声说道：“此物起拍价1万，诸位若是感兴趣的，可以拍卖了。就这东西还要1万？”众多舞者闻言，皆是面露无语之色，一块他们都嫌多，场面瞬间冷场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出价，毕竟谁也不是傻子。他们虽然有钱，但也不没必要浪费。况且现在谁花1万买这东西，估计会被人嘲笑死。没人出价吗？拍卖师笑着问道。虽然觉得尴尬，但该走的流程还得走下去。就这样，又过了10几秒左右，还是冷场。与此同时，天字1号包厢内，有一位枯槁的黑衣老者双手负后，站在单向玻璃落地窗前，默默地观看着场中的一切。若是细细看去，就会发现这个老者极为深不可测，体表竟然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灵韵。没人知道吗？黑衣老者神色有些失望，他已经拿着这个布卷在全国各地参加过很多拍卖会了，之前倒是有几个财大气粗的人花钱给拍买下来。他兴奋地找上门去，一番逼问之下，对方竟然说自己只是人傻钱多，拍着玩的，气得他当时就灭了那几个人的全家，连养的狗都给拍死了。看来金陵城也没有人知道啊，得去其他地方试试看了。黑衣老者喃喃自语。然而就在这时，我出1万。一道淡淡的声音透过包厢内的大喇叭传遍了全场。此言一出，场中众人皆是面露惊愕之色，纷纷顺着声音一目看去。卧槽，竟然是天字3号包厢人出的价，真是人傻钱多啊！我知道这个包厢的人就是先前在山下横扫无敌的白衣青年，好像叫林峰。第75残破的布卷，第76敖淼之皮。随着林峰2个字落下，全场瞬间安静下来，再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嘲笑。适才山下发生的事情早已经传遍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名为林峰的青年不仅能轻易击杀地境强者，更是得到了百云商会冯长老的重视。这样一位神秘莫测的大人物，谁敢议论？天字3号包厢内，林少，你买这个东西干嘛？谭天红不解问道。1万块钱又不贵，买来玩玩吧。林峰没有过多解释，因为他现在也不确定这东西是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个。曾经在山上，老头子对他进行了全方面的培养，除了布阵、制服、炼药、剑术之类，还有一些上古修真界的奇闻杂事也会说来给他听。老头子说，上古修真界有一种凶兽名敖淼，敖淼虎头牛身，四蹄独角，声音如雷，习水，常生活在山川大泽之中，其皮水淹不进，火烧不起，凡物难破。最关键的是，在敖淼的皮肤写上文字，文体会迅速隐藏下去，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才能让其显化。因为这种特殊性质，修真界的一些大能就喜欢用敖淼的皮来记载自己的修道感悟、神通术法以及一些奇门妙方。当然，这都是上古时代的事情了。那时修真文明旺盛，不仅是修者随处可见，各种得天地灵气蕴养，产生灵智的凶兽亦是层出不穷。而如今凶兽基本已经绝迹，几乎不可见。或许某些深山老林中还残留一些，但绝对不多。因此，林峰怀疑这个破旧布卷是一张敖淼皮，上面或许记载着某种修真术法。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赚了。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打破了场中的平静：1万太少，我出100万。此言一出，哗，
全场瞬间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懵了，什么情况？竟然还有人竞价？这东西难道还是个宝贝不成？他们目光一去，发现是地字2号包厢的人出的价。这不是江家的包厢吗？地字2号包厢内，江俊林躺在按摩椅上，看着外面的拍卖台，嘴角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江俊林，你什么意思？花100万买这个，是不是有病？陈一诺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不行吗？我钱多，我喜欢什么东西，还不能竞价了？江俊林淡淡说道。你不是喜欢，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恶心林峰吧？陈一诺冷冷说道。是又如何？我就是恶心他，他实力强，我打不过他，但是我江家有的是钱，他想要什么东西，我偏不让他如愿。江俊林冷笑一声，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他也不愿意再伪装了。你真是不可理喻！陈一诺生气说道。别跟我说这些了，林峰如果想要，那他就尽管叫价吧，只要他钱比我多，我可以让给他。江俊林面无表情地说道。就在这时，200万！林峰的声音传遍了全场。1000万！江俊林不屑说道。他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个东西可是个宝贝，我势在必得，不管谁跟我抢，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有本事大家就来跟我竞价，我江家有的就是钱，不需任何人。此言一出，场中众多舞者顿时惊疑不定起来。是个宝贝，他们细细地打量着屏幕投影，想要看出个究竟，可怎么看也不像是宝贝啊。就连台上的拍卖师都有些惊讶，他知道地字3号包厢的人是江家嫡子江俊林，应该不会说谎才对。难道此物的确不俗？只是他们拍卖行的鉴宝师没看出来。同一时间，天字1号包厢内，那黑衣老者的神色忽然激动起来，他都已经准备离开了，没想到关键时刻来了一个大惊喜。姐，终于给我找到认识此物的人了，不知这个江家是何方势力？那报价的青年语气很嚣张，看起很厉害的样子。算了，不管如何，既然你认出了这个布卷，那我到时候可一定要好好谢谢你。黑衣老者阴恻恻看着地字2号包厢的方向，眼眸之中闪烁着诡异的光泽，仿佛能看到江俊林的相貌一般。天字3号包厢内，林峰面无表情地看着场外，他可不相信江俊林知道熬秒皮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找个合适的理由来恶心自己罢了。谭天红看到林峰沉默下来，还以为林峰没钱了，所以主动上前说道。林少，你尽管叫价，我这里还有一些钱。不用了，就让给他吧，反正到时候可以抢回来。林峰摇了摇头，然后对着身前的话筒淡淡说道。既然你觉得是个宝贝，那就让给你吧，1000万买这么个破东西，你还真是出乎我意料。是吗？你觉得是破东西，那只是你不识货而已。江俊林这时候自然不会认输，一副你不懂就别来装的语气，这让的林峰都有些诧异起来。难道江俊林真的认识敖淼皮？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江家的确不可小觑，或许背后也有着修者的存在。天字1号包厢内，黑衣老者已经激动的浑身都在发抖了，他恨不得仰天大笑，立即就冲到地字2号包厢内，把江俊林抓起来一顿抽打，然后逼问出破旧布卷的来历。不过想了想，他还是忍了下来。虽然在座各位都是垃圾，没有任何人是自己一招之敌，但毕竟这里是百云商会的地盘，还是得给对方一个面子。百云商会的2位会主，自己目前还惹不起。第76敖淼之皮，第77，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拍卖师，既然没人愿意出价，还不赶紧定价成交？有什么好墨迹的？这时，江俊林淡淡的说道，他的语气很是傲然，像是一只胜利的大公鸡。好。拍卖师回过神来，笑着说道：1000万1次，1000万2次，1000万3次，成交！恭喜江少拍到了这件宝贝。随着最后一句话落下，场中众人才是回过神来，总觉得有些不太真实。就这么一个破东西，竟然卖出了1000万，不会真是个宝贝吧？一想到这里，众人又有些后悔刚刚没有竞价了。很快，敖淼皮就被一位拍卖行的旗袍侍女送到了江俊林面前。江俊林刷了卡之后，拿起敖淼皮就细细琢磨起来。毕竟是1000万买来的，还是得好好看一下，或许真被自己捡了漏呢。别看了，1000万买这么个破东西，你简直就是个弱智。陈一诺忍不住嘲讽道。本来他还觉得江俊林有些风度，是个正人君子，可经过了刚刚的事情，他是真的很厌恶江俊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男人？还是林峰好。虽然林峰莫名其妙失踪了10年，但回来之后对自己一如既往的温柔。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是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在自己面前却是憨憨的。你不懂。江俊林忍住心中的怒火，沉声说道。虽然他并没有看出这块破布卷有什么用，但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承认这个事实。我不懂。那你是说这是什么？
陈一诺冷笑一声，这很有可能是石器时代的兽皮，很有收藏价值。江俊林随便编了一个理由，便是移开了目光，不想再跟陈一诺交流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拍卖会也是接近了尾声。期间，陈千许花了2个亿买了一株冰山雪莲，这是用来治疗小恋恋的病的，也是他们此次来这里的目的所在。看到成功买下了冰山雪莲，陈一诺心中松了一口气，女儿是他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他都要将女儿的病治好。而就在这时，拍卖师大声说道：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物灵爆弹。灵爆弹的作用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本次灵爆弹共有3颗，起拍价1亿，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万，大家可以出价了。听到拍卖师的话，场中不少人露出异动的神色。灵爆弹蕴含天地之力，一旦爆炸，可是能威胁到天境强者。有了这个东西，绝对能大大的保护自身的安全。我出1亿，我出1亿5千万，3亿。场中众人纷纷出价。可以看出灵爆弹在武道界的确火爆，短短时间内报价已经达到了3亿，这几乎是1亿1颗了。4亿。这时林峰淡淡出声：灵爆弹，他势在必得。旁边谭天红看了看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觉得有些肉疼，但也没有多说什么。10亿。江俊林就等着林峰呢，此刻见到林峰出价，立即跟价。不过他似乎也害怕林峰找自己麻烦，所以大声笑着说道：呵呵，终于被我遇到了，我很早之前就想买灵爆弹了。随着江俊林出价，场中瞬间安静下来，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能理解。灵爆弹虽然稀少，但市场价也就1亿1颗左右，你特么花3亿多的单价购买，有病！这个江俊林绝对有病，而且还是大病。11亿。林峰面无表情地说道：唉，我是真想让给你啊，但我太需要这个灵爆弹了，所以我只能出12亿了。江俊林装模作样地说道：既然你那么需要灵爆弹，那我就让给你吧，反正你的就是我的，都一样。林峰淡淡说道。江俊林闻言脸色阴沉下来，心中思考林峰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你的就是我的？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拍卖会一结束，江俊林第一个向着外面走去，想要快点离开这里。期间有不少认识的人跟他打招呼，他都没有搭理。他从林峰的话语之中听出了一丝不寻常的信息，觉得林峰很有可能要对自己下手了。而以他现在地境初期的实力，可不是林峰的对手，得避开才行。陈一诺和陈千许犹豫了片刻，也是跟了上去。毕竟明日还要靠耀云医师救治小恋恋，所以现在自然不可能和江俊林闹翻。随着江俊林带头离开，拍卖会其他人也是纷纷选择离去。很快，原本还很热闹的会场就冷清下来。谭天红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于是上前笑着说道：林少，我们也走吧。你们先走吧，我还有点事情。林峰淡淡说道。林少，你不会是想……谭天红咽了咽口水，在他看来，林峰很有可能是要追上去抢劫江俊林，将灵爆弹夺回来。江家明天再去扫荡，我现在是有其他事情。林峰说道。谭天红闻言咽了咽口水，也不敢多问。在和林峰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就带着蔡文和田斌2人离开了。等3人离去之后，林峰用神识扫了一下拍卖会场，然后找准了一个方向，快步走了过去。很快，他就来到了拍卖会场后面的一个办公室内。办公室内，冯海正在和一个黑丝旗袍美女低声说着什么。见到林峰进来，立即尴尬地站起来，说道：林少，你怎么来了？尴尬的同时，心中也有些疑惑。自己这个办公室的位置很隐秘，是他平时用来睡觉的地方，林峰是怎么找来的？应该不是商会其他人告知的，因为若是这样，商会的人一定会提前通知自己，让自己有所准备。第77，反正你的就是我的。第78，恐怖的老怪物。冯老还真是老当益壮啊。林峰看了一眼黑丝旗袍美女，淡淡说道：嗨嗨。冯海老脸一红，轻咳了一声，然后对着黑丝美女严厉说道：还不赶紧下去，下次业绩再完不成，你就别在这里干了。啊，知道了。黑丝旗袍美女慌乱地理了理衣服，赶忙跑出了办公室。目送美女离去，冯海面色自然起来，微笑着解释道：林少不要误会，这个小丫头才来的，不懂事，我趁着空闲时间训斥她而已。然后他开始招呼林峰坐下，并亲自倒上茶水。大家都是男人，你也别跟我解释了，该懂的都懂，我来找你是想问一些事情。林峰说道。林少，但说无妨。冯海神情肃穆起来。那个灵爆弹，你们商会从哪里搞来的？认不认识专门制作这个东西的人？林峰问道。这个灵爆弹其实是用玉石制作而成，一般货都是在云川那边进来的，那边盛行赌石之风，一些赌石场所经常能切出制作灵爆弹的玉石。如果林少想要这个，可以去云川那边找找看。
冯海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隐瞒。林峰闻言心中一动，之前他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些都市小说，里面就曾提及过赌石的情节，一些厉害的主角经常能在一些原石胚里面切出一些好东西，其中就不乏极品灵石之类。想不到真实世界中竟然也有这么一个说法，看来自己的确得抽空去云川那边一趟才行。我还有一个问题，适才拍卖会上的那块破旧的布卷是谁拿来拍卖的？林峰又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冯海神色忽然有些紧张，干笑一声道：林少，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事，就是好奇，你实话跟我说就行了。林峰淡淡说道。就是一个普通武者拿过来拍卖，没什么特殊的。冯海说道。林峰看了一眼冯海，忽然话语一转，淡淡说道：冯老，你虽然是后天境武者，但体力好像不怎么样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纵欲过度导致的？现在做那种事情是不是坚持不了几秒钟？林少，你……冯海有些震惊，他的确有这方面的毛病，但是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所以林峰是怎么知道的？你忘记我之前在山下帮人续骨的场景了吗？我在医道之上也颇有研究。林峰看了一眼冯海，又说道：我也不和你墨迹了，你的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叫做临门谢恩，天下能帮你治好的除了我之外，估计也没有第二个了。老老实实回答我刚刚那个问题，我可以考虑帮你治一下。冯海闻言心中十分震惊，临门谢恩这个词汇对于他的症状来说的确十分形象符合。犹豫了片刻，冯海压低了声音说道：林少，我可以跟你说，但这件事你千万不能传出去，不然不仅是你，连我也要死。你尽管说。林峰说道。是这样的，那块布卷是一位老怪物拿来拍卖的，就是想找出能识得此布卷的人。冯海低声说道。老怪物？林峰有些惊讶。不错，一个很可怕的存在，一身武道修为深不可测，他只是随意释放一缕气息，就让我腿脚发软，差点跪下来了，比你之前在山下向我释放的威压还要恐怖，估计至少也是先天境的存在。这个老怪物已经将这件物品拍卖过很多次了，这次来金陵城这边，总部那边的人还特意交代我，让我好好招待，不能得罪。冯海一连串说了很多句话，说完之后，他不由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因为即使是现在谈及那个黑衣老人，他心中都有些发慌，真的太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悍的存在，自己堂堂一个后天境3层的高手，在其面前宛如一只蝼蚁。拍卖很多次是什么意思？林峰捕捉到了关键点。这个……冯海有些为难，似乎不愿意说这个，但是想到自己的病，还是说道：其实不管是谁买下那个布卷，老怪物都会亲自找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知道布卷的用处。之前有几位武道世家的人买下，但最后都被灭族了。说到这里，冯海又干笑一声道：所以林少，你刚刚幸亏没有买，不然倒霉的就是你了。世人都说你们百云商会很公正，看来也不怎样啊，这种坑买主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林峰冷笑一声：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之前林少不也说了吗？实力就是规矩，那个老怪物我们得罪不起，所以只能教好他了。冯海一脸的不以为然，随即又有些幸灾乐祸的说道：这下子江家估计要惨了。林峰正准备说话，但这时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即站了起来，沉声问道：这么说，那个老怪物现在去追将军林了？应该是吧。冯海点了点头。林峰闻言神色骤变，二话不说立即冲了出去。将军林的死不死无所谓，关键的是一诺和陈千许跟将军林的是一路来的，如果那个老怪物对一诺下手……想到这里，林峰浑身发冷。哎，林少，我的临门谢恩你还没帮我治疗呢。冯海也是面色一变，赶忙追了上去，可是哪里还有林峰的影子？时间倒退到10分钟前，山下的一条乡道之上，一辆奔驰 GLS 450正飞一般的行驶着。将军林，你开那么快做什么？陈千许皱了皱眉，这种限速40的乡道，将军林竟然开到了150，这着实有些太快了。虽然就算发生车祸他也没事，但妹妹不行，妹妹只是个普通人，可不能承受太大的撞击。那个林峰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当然得避开他。将军林牢牢地把控着方向盘，平静说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竞拍？你不是脑残吗？陈千许觉得将军林真的有些傻逼。我脑残？将军林冷笑一声，不再回话。他知道自己现在情绪的确有些不对劲，但已经无所谓了。陈千许见此还想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他发现前面的道路上正中间竟然出现了一个黑衣老人，不由出声说道：小心，前面有人！有人关我什么事？大晚上不睡觉，跑到这种地方来站到路中间，活该被我撞死。将军林冷声回了一句，直接猛踩油门撞了过去。这一刻，时速几乎达到了200千米每小时。
巨大的风阻力让的车窗呼呼作响。第78恐怖的老怪物。第79，林峰肯定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黑衣老人本以为自己站在路中间，车子会停下，却没想对方不仅不停，反而加速撞了过来，这让他有些惊讶。有意思，我就喜欢这种狠毒的年轻人，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黑衣老人嘴角微翘，面对以210速撞来的汽车，他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车子快要到来时，才是不急不慢伸出了自己的右手。什么情况？见到这一幕，车上的将军林、陈一诺、陈千许三人瞳孔微缩，这老头是不要命了吗？下一刻，砰！奔驰车的车头与老者的右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发出一道惊天巨响。随后，在一阵剧烈的挤压声中，三人只觉得车子像是撞到了一根铁柱子一般，整个车头肉眼可见的挤压过来，车前盖、发动机都被压成了一团碎片。而在如此巨大的惯性之下，即使是有陈千许护着，陈一诺还是猛地撞到前排的座椅之上，额头瞬间一片鲜红，血液流满了他的脸，看起来触目惊心。妹妹！陈千许吓坏了，赶忙帮陈一诺止血。陈一诺神色苍白，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翻滚，喉咙间更是一阵腥甜，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来。就在这时，轰！那黑衣老人竟然直接将残破不堪的奔驰车给举了起来，近3吨重的奔驰车在他的手中犹如玩具一般。姐姐，好不好玩啊？小朋友们！黑衣老人怪笑连连，犹如干枯树皮般的脸上满是戏谑玩味的神色。见到这一幕，将军林立即打开车门，率先跳了下来。陈千许抱着妹妹紧跟其后，三人齐齐看向黑衣老人，一脸的惊疑不定。好强！单手挡住一辆以210速行驶、近3吨重的大型越野车，这等实力着实骇人。陈千许自问自己或许可以做到，但绝对不可能像这黑衣老人一般如此的轻松，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你是谁？大半夜为何在这里拦我们？将军林沉声问道。年轻人心肠挺恶毒的呀，竟然想着撞死我。黑衣老人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将军林，沧桑的眼眸在昏暗的月光下透露出一丝诡异的光泽。误会，我刚刚在看手机，没有注意到你。将军林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这个黑衣老人实力深不可测，完全看不透。如果早知道老人这么强，他刚刚绝对不会干那么愚蠢的事情。可惜现在说这些已经迟了，一边玩手机一边猛踩油门是吧？也幸亏老头子我身强体壮，不然可不得被你给撞得稀巴烂。黑衣老人将举着的汽车轻轻一扔，就扔出了几十米。砰！汽车撞到一块巨石之上，立即爆炸开来，燃烧出熊熊火焰。见到这一幕，将军林、陈千许、陈一诺三人面色微变，心中顿时紧张起来。我可以给你赔礼道歉。将军林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笑着说道。赔礼道歉？好熟悉的词啊。哦，想起来了，上一次有个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现在他全家都被我杀了，连家里养的2条狗子都被我拍死了。黑衣老人阴恻恻地说了一句。雨落，他一步跨出，瞬间来到了将军林的身前，探出一只大手向着将军林抓去。杰杰过来吧，小宝贝。你！将军林瞳孔微缩，毫不犹豫出手攻击，却被黑衣老人轻易给挡住。吱！黑衣老人将将军林拎了起来。你想干什么？将军林心中翻江倒海，自己可是地境初期的强者啊，在这个老人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黑衣老人没有回话，而是略显诡异地舔了舔舌头，伸出一只枯槁的手在将军林的身上一阵摸索。将军林身体一阵酥软，再联想到刚刚老人的那句小宝贝，只觉得整个人都麻了。他立即转头看向陈千许，大声求救道：千许兄，此人实力深不可测，你还不赶紧出手？陈千许闻言皱了皱眉，犹豫不决。他认为即使自己和将军林联手，都不一定是黑衣老人的对手。不要过去。陈一诺轻轻地拉了拉陈千许的衣服，虚弱说道。他额头上的血虽然已经止住了，但整个人都处于一种很虚弱的状态，仿佛随时会昏过去一般。看到妹妹这副模样，陈千许只觉得心都在滴血。他万万没有想到，有自己守护在身边，竟然还能让妹妹伤成这样。这时，黑衣老人在将军林的身上搜出了那块残破布卷，目光有些热切地说道：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将军林看了一眼残破布卷，心中不由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在摸这个，差点吓死老子了。前辈，原来你拦我们是为了这个布卷啊？早说嘛！少废话，我问你，你老实回答，不然老夫有10000种办法折磨你。黑衣老人冷笑一声，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我在拍卖会上买来玩的。将军林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买来玩？你当我是傻子吗？适才拍卖会上发生的事情，我都一一看在眼里。你明明说这东西是个宝物，还讽刺别人不识货，现在跟我在装蒜，快说，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黑衣老人冷笑一声，
右手加大了力气。前辈，你轻点，轻点，别这样捏。江俊林顿时疼得倒吸一口冷气，只觉得自己胸前的肉都要被捏下来了。他慌张解释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当时我就是装逼买来玩的啊，我啥也不知道啊，买来玩的。”黑衣老人的神色瞬间阴沉下来，啪！他猛地一巴掌抽在了江俊林的脸上，将江俊林的脸都抽肿了，嘴角更是溢出了一行血迹。老夫激动了半天，你现在跟我说你是买着玩的？我……江俊林声音发抖，惊恐的同时又有些迷惘，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有钱买块抹布玩一下也不行吗？我他妈招谁惹谁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作用？黑衣老人沧桑的眼眸里面充满了杀意。江俊林浑身发冷，他知道自己如果再敢回答不知道，眼前的老人绝对会杀了自己。江俊林声音发抖，忽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大声说道：“林峰知道，林峰肯定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第79林峰肯定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第81剑东来，林峰是谁？”黑衣老人冷冷问道。“林峰就是之前跟我竞价的人。前辈，我是第一个冲出来的，林峰肯定还没走远，我可以带你去找他。”江俊林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心中却是活络起来。这个老人实力不凡，如果能借其之力干掉林峰的话。黑衣老人闻言眼睛微眯起来，不知道在想什么。这时陈一诺忽然虚弱说道：“江俊林，你不要胡说，林峰怎么会知道这东西的作用？你别想害林峰。”江俊林闻言面色骤变，尖声吼道：“贱人，你是宁愿我死也不愿意林峰死是吗？江俊林，你敢骂我妹妹？你是想死吗？”陈千许神色冰冷：“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别以为你们陈家很厉害，真惹火了我，别怪我不给脸。还有小恋恋的病，你们想不想治了？想治就别跟我废话。”江俊林冷笑一声：“事已至此，反正都撕破脸皮，只要能活下来，只要能借黑衣老人之手干掉林峰，他什么都无所谓了。”“你确定这个林峰知道？”黑衣老人忽然说道。“我确定，他肯定知道，不然绝对不会第一个竞价。”江俊林满口打包票：“那老夫就姑且相信你一回，不过如果你敢骗我，我定要你生不如死。”黑衣老人阴恻恻地说道。“前辈，你就放心吧。”江俊林干笑一声。黑衣老人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将阴森的目光移向了陈千许和陈一诺两人，冷笑道：“在找林峰之前，先让我送这两个人上路吧。前辈，我是云川陈家之人。”陈千许神色骤变，赶忙自报家门，希望对方有所顾忌。“陈家？陈北玄是你何人？”黑衣老人饶有兴趣地问道。“陈北玄正是晚辈爷爷。”陈千许恭敬回答，心中却是翻江倒海。此人竟然认识自己的爷爷，要知道自己的爷爷陈北玄可是先天8层的超级强者，在整个云川的武道界都是绝对的强者。正是因为有爷爷的存在，陈家才能屹立云川数百年不倒。那你可知，就算你爷爷陈北玄在此，也阻止不了我杀你。”黑衣老人冷笑一声，雨落，他面带杀意，直接挥出一掌，向着陈一诺和陈千许两人拍去。嗡！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流从其掌心中爆射而出，那气流在半空之中竟然形成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白龙，恐怖无比。内力化形，先天境大能。陈千许瞳孔骤缩，神色骇然。他来不及多想了，立即将妹妹护在身后，汇聚全身内劲于右掌之中，对着爆射而来的气流狠狠轰去。排云掌！砰！一声巨响，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即使陈千许施展了陈家的顶级武技排云掌，依旧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整个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又全血肉模糊，浑身的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见到这一幕，江俊林浑身发冷，地境巅峰的陈千许竟然不是黑衣老人一招之敌，甚至他都没有感觉到黑衣老人用了全力，估计只是随手挥了一掌。太强了，真的太强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先天境。想到这里，江俊林心中是又害怕又激动。害怕的是老者太强，自己完全掌控不了；激动的是，只要等会自己把老者带到林峰面前，林峰必死无疑，就像是一只小鸡一般被老人轻易捏死。噗！陈千许几度挣扎，想要爬起来都没能成功，最后嘴中更是喷出一大口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衣服。哥！陈一诺艰难起身，踉跄跑了上去，精致的俏脸哭得泪流满面，好不容易止住的额头伤口又崩了开来，鲜血与泪混杂在一起，看起来楚楚可怜。他害怕死了，记忆中那般厉害的哥哥，此刻竟然会被人打成这样。哥哥，你没事吧？你不要吓我。陈一诺哭得梨花带雨。不哭，哥没事。陈千许想要挤出一丝笑容，
却是没忍住吐出一大口鲜血。哥，你别说话了。陈一诺拿起衣袖，慌张地为哥哥擦着脸上的鲜血，可却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发抖，那血一直流，一直流，怎么也擦不完。他忽然回头，将祈求的目光移向黑衣老人，苦苦哀求道：“前辈，我们错了，求你救救我哥吧，求求你了。”见到黑衣老人不说话，他又看向江俊林，颤声说道：“江俊林，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救救我哥，我不要我哥死。”江俊林闻言面色微变，想不到陈一诺竟然想把自己拖下水，当即厉声吼道：“贱人，现在知道找我了，早在你之前去找林峰，我就与你划清界限了。妹妹，不要求他们了。”陈千许虚弱说道，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在快速流逝，体内的血液不停地流，骨头都碎完了，能撑到现在完全是凭借着一股意志力。陈一诺无助地抱着哥哥，目光绝望，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因为害怕而抖个不停。唉，好一对情深意重的兄妹啊，看得老夫都感动了。既然如此，我就送你俩一起上路吧。黑衣老人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目光瞬冷，又是一掌拍去。嗡，气流在半空之中形成了一条虚幻的白龙，对着兄妹俩爆射而去。看那架势，若是被轰中，兄妹俩绝对要粉身碎骨。然而就在这时，枪！有件鸣声忽然在场中炸起，紧接着一道璀璨的白光从东边的天际以着难以想象的速度飞来，最后狠狠地轰在那条虚幻白龙之上。轰！白龙幻影瞬间烟消云散，而那白光却是没有停下，最后狠狠地轰在了大地之上。砰砰砰！以白光所碰撞的土地为中心点，无数的裂痕迅速地向着四周扩散开来，那裂痕延伸了数十米，足有10公分之宽，大地更是随之一阵颤抖，简直就如同发生了地震一样。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等他们回过神来，那白光的中心点赫然出现了一把3尺长剑，长剑插在地上，嗡嗡作响，似是在震怒一般。第81剑东来，第81林峰，你快救救我哥！就在这时，众人眼前又是一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眼前飞过一般。眨了一下眼皮的功夫，场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峰到来了。他无视了黑衣老人和江俊林，直接将目光移向满脸血与泪的陈一诺。看到心爱之人抱着哥哥伤心欲绝的样子，他只觉得整颗心都在滴血。刚刚在听到冯海的话之后，他就知道大事不好，立即冲出来用神识扫了一下附近的地域，结果就看到了黑衣老人要击杀一诺和陈千许这一幕。他知道自己真身赶过去绝对来不及，所以毫不犹豫召唤出了自己的本命剑。这也是他下山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施展剑术。玉之极，剑如光，这是老头子教他的绝世剑术，是他10年如一日苦练了10年的底牌，那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就是最好的证明。3尺长剑以着近乎光速的速度于刹那间飞了过来，及时击溃白龙幻影，救下了一诺和陈千许。这时场中几人也是反应过来，江俊林虽然疑惑林峰是怎么忽然一下子就出现的，但此刻显然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是林峰，竟然是林峰！哈哈哈！江俊林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他昂着头，挺着胸，鼻孔朝天，指着林峰，兴奋的大声吼道：“前辈，他就是林峰，他就是林峰！”他肯定知道破旧不卷是什么。林峰看了一眼江俊林，下一刻，砰！江俊林整个人直接原地爆炸，爆成了一团血雾。哗！鲜血溅了旁边的黑衣老人一脸，但黑衣老人并不在意，他伸手擦了擦脸上的鲜血，一双沧桑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林峰，冷冷说道：“竟然是御剑术！你是剑门还是蜀山的弟子？”林峰无视了黑衣老人的话，他蹲了下来，看着伤痕累累的陈一诺，一脸愧疚道：“对不起，一诺，我来晚了。”陈一诺闻言身体一颤，回过神来，哭着哀求道：“林峰，你快救救我哥哥，快救救我哥哥，我不要我哥哥死！不哭，我一定不会让大舅哥死的。”林峰轻轻擦拭着陈一诺脸上的泪花，赶忙安慰他：生命中有3个最重要的女人，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妹妹，第3个就是陈一诺。无论哪一个哭成这样，他都会心疼万分。随后林峰看了一眼被陈一诺抱在怀中的陈千许，此刻的陈千许已经昏迷了过去，气息薄弱，几乎已经是处于假死状态了。林峰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却发现陈千许的伤势很重很重，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陈千许全身上下的骨头几乎就没有一块好的，碎的碎，出现裂痕的裂痕，就连5脏6腑都似乎已经堆积在了一起。甚至林峰还看到了有几根肋骨插在了陈千许的肾脏、心脏之上，导致内脏大面积出血。这样的情况竟然还能残留一口气，
着实让林峰感到很震惊。虽然陈千许是地境巅峰武者，但追根究底还只是个凡人而已。是凡人就是凡体，其体质是远远比不上经过灵气淬体的修者的。林峰，我哥是不是已经死了？陈一诺神色木然地问道。他好像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感受到怀中哥哥的生命在快速流逝，那魁梧的身体似乎都在慢慢变冷。林峰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事实上，面对陈千许这种情况，他一时也有些无所适从。正常来说，陈千许现在的确应该是已经死了才对，这有些不符合常理。你别急，我先稳住大舅哥的七魂六魄，后面咱们再慢慢治疗。林峰安慰了一句，然后从口袋中拿出银针，先是快速封住了陈千许的七窍，封住七魂六魄，然后又是封住了陈千许的36命穴，以保体内精气不散。随后林峰才是开始着手处理陈千许体内的伤势。这一次和之前治疗蔡文完全不一样，林峰明显认真了许多，一股股灵气从他指尖流出，融于银针之中，被刺入陈千许的身体之中。有一些银针插得极深，几乎整根针都没入了肌肤底下。随着这些银针的插入，陈千许死灰的面色竟然缓缓地红润起来。见到这一幕，陈一诺喜极而泣，但他又不敢出声，只能捂住嘴巴，任由一行行泪水流满脸颊。我不管你是哪一派的真传弟子，敢在我面前嚣张，你还不够资格。这时黑衣老人忽然冷声说道。原本他心中还是有些忌惮的，毕竟林峰的剑太快了，快到他都差点没能反应过来。可是看到林峰如此无视自己，心中不免有些震怒，打算试试林峰的深浅。白龙掌！黑衣老人寒声吼道，掌心之中再一次喷射出一股庞大的气流，气流在半空之中形成了一条白龙，准确来说是一条银龙，因为它显化的更具体了，不仅能看出颜色，甚至能看出其体表银光璀璨的鳞片。很显然，之前黑衣老人只是玩玩而已，这一次才是动了全力。轰！银龙在空中摇曳飞舞，夹裹着惊人的能量，像是要毁天灭地一般，对着林峰狠狠轰去。林峰，小心！陈一诺慌张说道。然而林峰头也没回，只是手捏剑指，嘴中轻吐一字：破！枪！那插在地上的3尺长剑长鸣一声，冲天而起。第81林峰，你快救救我哥！第82这人世间又哪有什么对与错？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这一刻，漆黑的夜空都于刹那之间变成了一片白昼。哗！凌厉的剑气冲云贯月，弥漫长空，恐怖的肃杀之气席卷而出，将方圆几百米的地域都夷为了平地。这还是林峰有意控制的结果，不然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是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金陵城都要受到波及。砰！灵气所化的银龙被轻易击溃了，长剑呼啸而过，直冲黑衣老人的面门。黑衣老人神色骤变，心生惶恐，再无适才桀桀笑的模样，几个踉跄一屁股坐在地上。而那剑最终却是在离他眉心不过1厘米处停了下来。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坐在那里别动。林峰依旧是背对着他，但淡漠的声音却是犹如鬼魅之音一般传到了他的耳中，让他额头流出了大滴大滴的冷汗。怎么可能？他怎么会这么强？就算是那山上的蜀山掌教也不过如此吧。黑衣老人面露骇然之色，这一剑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哪怕是武道宗师也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陈一诺也是怔怔失神，看着四周被夷为平地，看着无数的绿植被剑气搅成粉碎，他的心实在难以平静下来。10年不见，林峰是成仙去了吗？林峰则是很淡然，在简单教训了一下黑衣老人之后，又开始有条不紊地对着陈千许快速扎起针来。就这样，约莫过了10分钟，他才是长吐一口浊气，看向陈一诺的眼中多了一丝笑意。一诺，幸不辱命，我已经稳定住大舅哥的伤势，只等他慢慢恢复了。真的吗？陈一诺回过神来，立即看向哥哥，发现哥哥气息果然平稳了不少，脸色也红润起来。谢谢你，林峰，谢谢你。一诺，你不记得了吗？当年你说我俩之间永远也不要言一个谢字。林峰轻声说道。言罢，他探出一只手轻抚陈一诺额头，陈一诺只觉得痒痒的，很舒服。随后肉眼可见，那额头上的伤痕竟然在快速愈合，短短几秒之间就再一次变得如同先前一般洁白无瑕。这是……陈一诺摸了摸额头，一脸的震惊。一个小手段而已。林峰笑了笑，其实以他的能力也可以让陈千许快速恢复过来，不过要浪费太多的灵气，会让他很虚，所以没这个必要。就这陈千许躺一段时间吧，省得老整事。这时林峰站了起来，缓步向着黑衣老人走去。你究竟是谁？黑衣老人神色紧张，动都不敢动。
因为那件还在他眉心之处悬浮着，散发出的凌厉剑意让他浑身发冷。我是谁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WWW， 你想干什么？有话好说。林峰不再废话，直接将手放在了黑衣老人的头顶之上。搜魂术。黑衣老人在挣扎了片刻之后，开始两眼泛白，最后又口吐白沫。就这样，约莫过了1分钟左右，林峰才是将手拿了下来。我现在的神识相对来说还是弱了一点，对于实力越强的人施展搜魂术越有些不顺手了，或许到出窍境才会好一点吧。元婴之下凝练己身，元婴之上修炼元神，魂体合一，方得圆满。老头子当初就已经达到了大圆满的地步，可惜天道有损，不降天劫，难跨最后一步。林峰喃喃自语，心中竟忽然有些同情起老头子来了。对于自己来说，老头子太过冷酷，不近人情，可对老头子来说，自己却是他作画之前唯一的念想。他也只是想要有人登仙，打破这天地之浩而已。他又错了什么？或者说，这人世间又哪有什么对与错，总是相对而言罢了。抛开脑中的复杂思绪，林峰开始查看起黑衣老人的记忆来。黑衣老人名为枯星老人，是鬼影宗的一名长老，武道修为在先天境9重天，化作修真等级来看，就相当于筑基大圆满了。枯星老人在一甲子之前还很平平无奇，但后来在一个山洞中偶得一位金丹7修者的传承，从此开启了他的妖孽人生，成为武道界赫赫有名的存在。这张残破的布卷就是他从那山洞中获得。枯星老人知道这布卷绝对是好东西，但奈何他寻遍方法都不知道此物有何用，不得已想出拿来拍卖，结果却遇到了主角林峰，就此被终结。吞灵诀。林峰喃喃自语，这正是枯星老人所修炼的呼吸法，此刻被林峰记在了脑海中。一个很垃圾的呼吸法，跟我的9天仙眼法完全比不了。不过修炼起来没什么条件限制，前期倒是可以过渡一下，让小瑶他们修炼。想到这里，林峰从枯星老人的身上搜了一下，竟然搜出了一个乾坤袋。乾坤袋是修真界的一种存储法器，老头子也有一个，且容纳的面积足有几百平米，而枯星老人这个不过才1平米。可惜出于对老头子的怨恨，林峰下山时没拿老头子的一切东西，全都用来给老头子陪葬了。现在一想，林峰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傻。老头子的传承万中无一，对任何修真者来说都是一桩大机缘，自己因为一点执念竟然不要。卧槽，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蠢了？不行的，找个时间回去取一下。林峰又打开乾坤袋看了一下，袋子里面除了几块灵石、破旧的布卷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枯星老人的修炼心得。这些心得对于武者来说很珍贵，但对林峰来说太鸡肋了。怎么感觉有点爽？就像大学时候打游戏刷怪爆装备一样。林峰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他对着不远处将军临留下的一滩血迹伸出了右手，隔空取握，3颗灵爆弹咻的一声飞到了他的手中。简单计算一下，现在林峰的身上已经有了12颗下品灵石，这在末法时代来说可是一大笔财富。第82，这人世间又哪有什么对与错？第83，重点必看。就在这时，陈一诺有些紧张地说道：林峰，他怎么了？死了？是你杀了他吗？你刚刚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是干嘛的？就是故意吓吓他，没想到他这么不惊吓，直接吓死了。林峰没有过多解释，搜魂术严格来说也是邪术，说出来难免会引起一诺乱想。好吧。陈一诺也很聪明的没有多问。此刻已经是深更半夜，夜风吹拂，带来阵阵凉意。陈一诺似乎有些冷，紧了紧衣服，问道：林峰，车子现在坏了，我们怎么回去？林峰收起本命剑，指尖弹出一抹灵火，将枯星老人的尸体烧成了一滩灰烬，然后才是说道：我带你和大舅哥飞回去吧。神什么？陈一诺愣了愣，就是飞回去吗？不要怕，抱紧我。林峰微微一笑，然后大手一挥，3人瞬间化作一缕流光，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之中。就在3人离开不久，有2道身影从不远处快速飞跃而来，一位是百云商会金陵城分部的长老冯海，另一位则是百云商会的一位执事。2人被适才的打斗所吸引，再三犹豫了片刻，还是想跑过来看一下。冯长老，执事打量了一眼四周，神色有些震惊。方圆几百米竟然被夷为平地，大地更是裂开了无数道直径10多公分的裂痕，这未免有些太惊人了。究竟是什么级别的战斗才能达到这等地步？冯海没有回话，他走到还在燃烧的奔驰车残骸边上，查看了一下，眼睛微眯起来。他记得这辆车正是江家将军临开来的。就在这时，执事惊叫一声，说道：冯长老，你看这里，有一滩灰以及一滩血迹。冯海心中一动，几个跳跃来到执事身边，
看了一眼灰烬和血迹，他摇了摇头，说道：“那个老怪物竟然恐怖如斯，能造成这般场景，其绝对已经是先天境了。看来将军林已经死了，可这里明明有2人啊！”执事不解问道：“你是不是蠢？将军林他们一共来了3个人，2男1女，这2个痕迹肯定是那2个男人的。”冯海不耐烦地说道：“那个女人呢？你说呢？一个老头掳走一个女人，能干吗？”冯海一阵无语，自己怎么会有这么蠢的手下？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老怪物肯定在杀了将军林和陈千许之后，然后掳走陈一诺回去瑟瑟了呗。就是不知道那个林峰去哪里了，我还指望着他治疗我的临门谢恩呢。冯海心中叹了一口气。另一边，林峰带着陈一诺和昏迷中的陈千许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从天上落下来的那一刻，陈一诺久久不能回过神来。他怎么也没想到林峰竟然会飞，而且还飞得这么快，这简直打破了他的世界观。他虽然没有武道之资，但身为武道世界的长女，也知道一些事情，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武者能飞的。林峰，你是不是成仙了？陈一诺忍不住问道。林峰面色一正，随即摇了摇头，感慨道：“仙之一途，于我而言，可望而不可及。我还差得太多太多，或许真当我到了那一步，你现在也许就见不到我了。”陈一诺看着林峰，神色有些复杂。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林峰了。从之前的误解到现在林峰所表现出的一切，全都让他无所适从。现在站在林峰面前，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渺小的蜉蝣，而林峰则是那棵参天大树。陈一诺咬了咬红唇，忽然心中有些害怕，害怕林峰有一天离开自己。从10年前的充满希望到绝望，再到现在心中又升起了一丝希冀。他觉得自己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了。一诺，你怎么了？林峰察觉到了陈一诺的情绪变化，柔声问道。没事，就是觉得好奇怪，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陈一诺摇了摇头，他看了一眼周围，尝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问道：林峰，这是哪里？这是我家。林峰回道。你家？你家不是在江宁区那边吗？陈一诺惊讶道。想什么呢？你不记得了？当初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家在农村，经济条件不怎么好，就指望哪一天拆迁分几套房，逆天改命啊。我知道你这样说过，但是后来你爸妈不是在城里买了房子吗？听到此话，林峰愣了愣，随即问道：谁跟你说我爸妈在城里买房了？当初我失踪之后，我爸妈也随之出了车祸，去世了。不可能，你爸妈明明还活着，我1年前还去你家找过你爸妈，你还有一个妹妹，叫做小瑶，对不对？你……陈一诺话语落到一半，似乎想到了什么，神色陡然间苍白起来。你是不是被人骗了？林峰察觉到不对劲。陈一诺闻言张了张嘴，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现在心中也只是一个猜想，还没有得到证实。林峰，你先让我冷静一下，我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很大的误会。陈一诺深呼吸了一口气。林峰点了点头，没有继续去追问。他话语一转，说道：今晚大舅哥就睡我的房间，你跟我睡小瑶的房间吧。啊！陈一诺微微一愣，随即脸颊刹那间红成了一片，就像是一颗熟透了的红苹果一般，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去咬一口。反正咱们之间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都做了。你知我长短，我知你深浅，大家坦诚相见不好吗？林峰一脸正气地说道。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坏，就知道占我便宜。陈一诺声若闻银，心中却是忽然有些高兴，因为这才是他记忆中的林峰，不像适才那么高高在上，那么冷漠无情。你这话说的，卫生间在后院，小瑶的房间里应该还有很多我之前买过的内衣，你去挑2件好看的，然后去洗澡。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夜宵可以吃。林峰凑上前一步，很淡定地挽住了陈一诺的腰，浑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陈一诺低下了头，身体有些僵硬，场中的气氛忽然就怪异起来。就在这时，砰砰砰，平房的大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敲响了。陈一诺猛地过神来，赶忙推开林峰，说道：你别想太多，我还没原谅你，等明天去第一医院看到女儿再说。操！林峰心中震怒，这么晚，是哪个弱智来敲门？他走过去打开门，结果发现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武道联盟副盟主杨顶天。PS 很多人对本文的境界不清楚，作者简单说一下吧。武道境分为天、地、玄、黄，天境又分后天9层、先天9层。后天9层相当于炼气期9层，先天9层相当于筑基期大圆满，先天之上还有宗师，相当于金丹。地境之下是修内境的纯武者，到达天境，武者开始向修真转变，吸取天地之力。修者境分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出窍、元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10个境界。元婴之前炼体，从出窍开始炼元神，元神与体魄合一，也就是魂体大圆满，就要渡天劫了。
作者想说的是，每一本小说都有自己的战力设定，大家不要拿其他小说的战力来跟这本小说比了，这个没什么意义。最后，晚上还有3，今天5是答应大家的，谢谢诸位大佬支持，给大佬们鞠躬。第83重点必看。第84初级傀儡术。林峰，你大晚上不在家，跑哪里去了？你知不知道我来了好几次，你都不在家？杨顶天一见到林峰就面色不好的说道。之前盟主让自己带林峰去见他，结果他找到林峰家这边跑空了几次，这让他心里面很不爽。林峰皱了皱眉，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砰！他一脚就将杨顶天踹飞了出去，冷声道：你要是有病就滚回去看病，别大晚上来我这里恶心我。林峰，你疯了吗？我跟你说话，你踹我干嘛？杨顶天从地上爬起来，愤怒说道：我想踹就踹，需要理由吗？林峰淡淡道：你……杨顶天气的要吐血了。不过想到林峰比自己强，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沉声说道：林峰，我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盟主要见你。噗！林峰真被逗笑了，他想见我就见我，他谁啊？我认识吗？你别放肆，我们盟主可是天境大能，你敢不去？杨顶天冷冷威胁道。砰！林峰这一脚直接将杨顶天踹飞出去了10几米。有病，滚远点，再敢敲一下门我就干掉你。林峰冷冷说了一句，直接关上了大门。杨顶天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忍不住吐出一口血。他看着大门的方向，死死地握紧拳头，心中是又愤怒又委屈。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敲了几下门，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这样，奇耻大辱，真的是奇耻大辱。林峰，你敢如此辱我，你一定会后悔的。杨顶天擦了擦嘴角的鲜血，走到路边的一辆车上，快速离开。林峰回到屋子里，准备继续刚刚的事情，结果发现陈一诺已经将走进了小瑶的房间，并且将房门锁了起来。一诺，开门让我进来。林峰笑着说道。不要，太晚了，我要睡觉了。你去跟我哥挤一挤吧。陈一诺回道。林峰闻言有些无奈，眼看着就要上来，结果被杨顶天给搅和了，真是造孽啊。林峰看了一眼隔壁房间还在昏迷中的陈千许，索性来到屋外找了一个平地盘膝坐下，然后从乾坤袋中拿出了那张破旧的布卷。他不曾见过敖淼之皮，所以也不敢肯定这布卷是不是敖淼之皮。老头子说，敖淼之皮必须要用修者的血才能让其上的文字显化而出，我倒是可以试一试。林峰自语一声，直接割破了手指，滴了一滴鲜血落在破旧的布卷上。果不其然，随着鲜血融于布卷之中，原本空无一字的布卷竟然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一行又一行金色的字体在上面浮现。这些字体类似于甲骨文，密密麻麻，足足有好几千字。有老头子教导，林峰自然认识这些字。这上面记载的不是神通，不是呼吸法，而是一种旁门左道之术，准确来说是叫傀儡术，就是以各种天材地宝炼制出傀儡，并以神识去控制傀儡为自己作战。这无疑是很厉害的一门术法，在与他人作战的时候，你忽然召唤出一具傀儡来，岂不是能以多打少？而且根据上面所说，只要你神识足够强大，就可以控制多具傀儡，真是捡到宝了。傀儡术即使是老头子也不会啊。林峰有些兴奋，继续看下去，越看越惊喜。他发现傀儡术不仅可以控制傀儡，还可以短暂控制比自己神识弱的修者，控制的时间长短则是和自己的神识强度、控制的距离有关。不会吧，只是门低级傀儡术？看到最后，林峰又有些无奈。这上面介绍的最高等级只能炼制出金丹期以下的傀儡，而且所需要的炼制材料也很珍贵，皆是当今世界几乎不可见的材料。有些材料诸如魂力结晶之类的，林峰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上面的一些基础知识倒是很全面，林峰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另一边，武道联盟根据地，杨顶天开车回来之后，一脸阴沉地来到了盟主的办公室。武道联盟盟主王月轩此刻站在一张书桌前，拿着一根毛笔练习着术法。偌大的宣纸之上，龙飞凤舞的写着无敌二字，在他看来，这2个字就代表着他此刻的心境。自从被上面调来武道联盟精灵分部当盟主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在精灵城这片区域已经无敌了。盟主！杨顶天一进来就立即恭敬出声。先别说话。王月轩打断了杨顶天的话，他似有所感一般，执笔挥斥方遒，在宣纸上一顿写：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梦。提剑跨旗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落笔，我无敌，你随意。写完这些字之后，王月轩颇为傲然地将宣纸拿起来，说道：杨顶天，你来看看我这字，这诗如何？杨顶天看了一眼，
嘴角微抽。这不就是李白的江湖行吗？搞得像是你自己创作的一样。不过他深知盟主的性格，立即笑着拍马屁道：不错不错，此诗朗朗上口，这字体刚劲有力，龙飞凤舞，就是一个字，绝。第84初级傀儡术。第85，这才是真正的天境啊！还是你小子有眼光。王月轩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将宣纸放下，端起桌子上的碧螺春茶喝了一口，淡淡说道：事情办得如何？杨顶天闻言面色瞬间阴沉下来，说道：林峰根本不把盟主你放在眼里，我去通知他，一见我就给了我一脚，还说我不滚就干掉我。王月轩闻言眼睛微眯起来，一股可怕的气息从他体内冲出，让德诺大办公室内的气温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好强，这才是真正的天境啊！区林峰算个屁！杨顶天瞳孔微缩，心中震惊不已。他真是这么说的？王月轩冷冷问道。杨顶天翻开了上衣，恨声说道：盟主，你看我肚子这里一片淤青，就是他踹的，若不是我实力强，他一脚差点把我踹死。放肆！王月轩神情冰寒，脸上杀气四腾，寒声道：区庶子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盟主，我们现在就过去找他。杨顶天激动说道：现在太晚了，等明天我处理完江家的事情再说吧。王月轩阴沉着脸说道：江家？不错，江家可是要发达了呀，邀请我明日去参加江俊林和云川陈家嫡女陈一诺的订婚礼。本来我倒是不太想去，不过这一次江家请来了一位贵客，我身为金陵武道联盟盟主，自然得去拜访一下。贵客是谁？杨顶天心头一惊。药王谷，药云医师。王月轩眼中划过一缕金光。金陵江家议事大厅内，江家家主江飞云面带笑容的端坐在正上方，江千和、江西宁、杨天宝以及江家一众核心人物皆是分坐两边，一脸热切。现在的他们都很激动，因为等明日药云医师医治好那位小女孩之后，就是陈家和江家订婚之时。到时不仅有药王谷高人作陪，更有陈家长子祝贺。从此之后，江家要力压金陵城诸多势力，腾飞崛起，一举成为顶尖武道世家。奇怪，都这么晚了，君临他们去参加拍卖会，怎么还没回来？江飞云看了一眼时间，有些疑惑的说道：家主，那陈家大小姐好不容易陪君临少爷出去一次，君临少爷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放纵一下。这晚上不回来，自然是最好的啊。杨天宝笑着说道：说的有道理，君临这孩子打小就懂事，不仅是我，也是江家的骄傲。他做事我放心。江飞云笑着点了点头，顿了顿，他又看向江千和说道：该通知了都通知了吧？通知了，武道联盟、秦家、李家四大帮派以及金陵城内大大小小的势力都通知了，不过百云商会那边还没有回消息，估计不会来。江千和笑着说道：百云商会本来就独立于各大势力之上，不来是正常的。江飞云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就在这时，江千和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接通电话说了几句，才是挂断了电话。是谁打来的？江飞云好奇地问道。家主，天佑我江家呀，竟然是百云商会的冯长老亲自打来的，他说明日会亲自过来。江千和激动说道。此言一出，场中众多江家之人皆是惊喜不已。百云商会的冯长老向来神龙见尾不见首，他代表着百云商会的脸面，到时候如果过来，一定会让所有人震惊。一定是因为药云医师，冯长老一定是看在药云医师的面子上才会过来。江千和激动说道。哈哈，很好，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我江家崛起是命中注定。江飞云眼中划过一缕金光，也是有些激动了。这时小萝莉江西宁问道：父亲，大姐那边呢？明日会回来吗？西雨，他身为玄灵门真传弟子，已经得到门内的一位长老重视，现在正是修炼的关键时机，自然赶不回来。不过等君临和陈一诺大婚之日，他会带着自己的众多师兄弟一起为我江家注释。江飞云说完站了起来，又道：行了，大家都早点去休息，就等明日到来了。是家主。是家主。众多江家人激动万分。另一边，秦家议事大厅，场中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秦天柱等一众秦家核心人物汇聚在一起，神色铁青。因为不久前江家派人来信，让他们明日务必要去参加订婚宴，还扬言若是不去，后果自负。江、秦两家同为金陵两大家族，一向明争暗斗，实力相差不大。可如今随着江家大小姐江西雨拜入玄灵门，江家的实力显然已经超过秦家了。天柱，这是一场鸿门宴啊！秦坤沉声说道。三叔，我何尝不知这是一场鸿门宴，可现在我秦家能怎么办？不去，
江家一定会立即撕破脸皮。若是去了，至少还有一段时间的缓冲期。擎天柱苦笑一声，简短的一番对话，场中又安静了下来。众多秦家人都是一脸的愤怒与绝望。难道秦家真的就要从此落没了吗？就在这时，一道厚重的声音传到了场中：既然江家诚心邀请我们，那我们怎可拒绝？众人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位黑衣中年人大步走了过来。中年气势如虹，面容不怒自威，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第85，这才是真正的天境啊！第86，小恋恋，是你女儿。家主，家主，家主！众多秦家之人脸上一阵惊喜。大哥，你突破了！擎天柱也是迎上前去，颤声问道：不错，我已突破天境，我倒要看看江家想要如何。秦无道冷笑一声，一股属于后天境一层的可怕威压弥漫而出，让得在场众人激动的都要哭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紧要关头，族长竟然成功突破出关。天境，这可是天境啊！整个金陵除了武道联盟盟主王月轩以及不问世事的百云商会之外，何曾有过第二位天境高手？之前那个林峰看起来很厉害，但也只是疑似天境而已，一点天境威压都没有。而就在这时，扑通，擎天柱跪了下来。二弟，你这是？秦无道一脸疑惑。擎天柱颤声道：大哥，我对不起你啊。小峰死了。这一夜，江家要与云川顶级武道世家陈家联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金陵城。金陵城内大大小小的势力几乎都被邀请到了，除了秦家之外，其他一些势力之主，诸如炸天帮帮主帝释天、龙门堂堂主龙浩等，也是忧心忡忡。自从江家大小姐江西雨拜入山上宗门，成为真传弟子之后，江家的野心是越来越大。这一次借机邀请这么多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绝对是想逼他们站队臣服。可若是选择不去，后果估计更严重。他们只能选择过去看看情况。一夜转瞬即逝，晨曦斜照在林峰的脸上，林峰不由扭了扭脖子，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骼发出一阵滋滋的作响。学习当真使人快乐啊！林峰感叹一声，不知不觉就学习了一晚上。他发现这个傀儡术当真有趣至极，其中竟然融合了一些阵道、符道、炼气的知识，可谓是玄妙至极。慢慢来吧，这种玄妙之术不可一蹴而就。林峰站了起来，向着平房走去。平房内，陈一诺似乎刚刚醒来，正对着镜子洗漱，一头长发的随意披散，纯素颜的脸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淡淡的晨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似乎能看到皮肤上细小的绒毛。见到这一幕，林峰目光微微失神。他并不好色，如果他好色，之前王冲给他安排了3个18岁的嫩模，他也不会不上。他只是对陈一诺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这种情感或许是爱情，但更多的是一种亲情。在一起7年，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诺，你怎么这么早就醒来了？林峰出声说道。陈一诺回过头，看到林峰，只觉得脸上有些发烫。他轻声说道：今天就要帮小恋恋治疗了，我得赶紧去医院把昨天买的冰山雪莲送过去。有我在，用不上这东西。林峰说道。陈一诺闻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他将一头乌发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径直走向隔壁的房间。林峰跟了过去。五哥什么时候能醒来？这个看他自己的恢复能力，快的话今天下午，慢的话明天。林峰话语一转问道：对了，之前你哥说有一个足以让我疯狂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啊？陈一诺看了一眼林峰，欲言又止，轻声说道：先去医院再说吧。林峰闻言正欲说话，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电话一接通，谭天红略显凝重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林少，大事不妙，你喜欢的女人今天要跟江俊林订婚了。江家大发邀请函，现在整个金陵城都闹得沸沸扬扬。我也收到了。什么？林峰有些愕然。在听到谭天红一阵解释之后，他才是终于明白了原因。看来江家的人还不知道江俊林已经死了啊。林峰思索了片刻，说道：好，我知道了，你先去江家等我吧，我现在过去。谭天红闻言犹豫了片刻，说道：林少，要不你先忍一手，今天去对付江家不是明智的选择，估计会有不少大势力的人过去。我听说还有跟你一样的天境高手呢。不用。林峰直接挂断了电话。陈一诺好奇问道：是谁打来的？是我的一个手下。林峰笑着将谭天红所说话一一告诉给了陈一诺。陈一诺闻言咬了咬嘴唇，神色有些局促不安。这么说，小恋恋被江家的人从医院接走了？应该是吧。林峰点了点头。陈一诺闻言吐出一口浊气，认真说道：林峰，要不你先别去了，等耀云医师把小恋恋治好再说。你不相信我吗？林峰皱了皱眉，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我不会拿女儿做赌注。而且，陈一诺话语忽然停顿下来。而且什么？
而且小恋恋，她也是。陈一诺咬了咬牙，显然内心很是挣扎。他深呼吸了一下，说道：“林峰，你就听我一次话好不好？等小恋恋被治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此之前，我不希望出现任何差错。”林峰闻言思索了片刻，说道：“我可以先不出手，但我必须陪你一起过去。况且你也知道我的医术，有我在，或许也能察觉到什么不妥之处。这个好吧，但你一定要低调点，不然引起江家的怀疑，耀云医师绝对不会救治小恋恋了。其实我一向很低调的。第86小恋恋是你女儿。第87，妈妈，你让她离远点。”一缕流光划破天际，林峰带着陈一诺来到了江家庄园门前。此刻的江家门前张灯结彩，喜庆洋洋，门前的停车场更是停满了各色各样的豪车。两人走进庄园内，庄园内的草坪上已经挤满了人，这些人皆是金陵城内的权贵人物，李家、秦家、武道联盟、四大帮派等等，数不胜数。而此刻，江家家主江飞云正站在一个面积约莫50-60平米的露台上，拿着一个话筒，慷慨激昂地说着一些话，场面十分热闹，以至于两人的到来甚至没有多少人注意。林峰扫视了一眼全场，最终将目光放在了露台右侧的一个小女孩身上。小女孩身穿粉色长裙，扎着2根羊角辫，2颗大眼睛一闪闪的，就像是天上最璀璨的星辰，真是又漂亮又可爱，五官精致，肌肤白嫩，宛如一个瓷娃娃一般。只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却是给人一种傻傻的、不太聪明的样子。准确来说，是看起来很木讷。小女孩就坐在一张白色公主椅上，她2只小手紧紧地抓着椅子上的真皮，似乎没见过这种大场面，神色很是惊慌失措，嘴中无意识地念叨着妈妈妈妈。见到这一幕，林峰心中一颤，他神识在小女孩的身上扫了一下，果然发现其体内的血脉气息与自己的几乎一模一样。小恋恋，这的确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原来长得这么好看。林峰喃喃自语，眼中终究是湿润了。9岁了，女儿都已经9岁了，自己这个当父亲的竟然这时候才知道，女儿还生了病，他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很可怜。林峰心中很是自责、愧疚，有一股极大的郁气笼罩住心中，难以散去。www。而就在这时，小恋恋也看到了陈一诺，他木讷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喜意，赶忙站了起来，向着台下跑去。他一边跑一边挥舞着小手，嘴中喊道：“妈妈妈妈妈！”声音悦耳动听，但却吐字不清。小恋恋，我的女儿！陈一诺看到女儿向着自己跑来，也是赶忙迎了上去，母女俩很快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妈妈，你快带我离开这里，这里好多人，我害怕。小恋恋紧张地说道。陈一诺则是轻轻地揉了揉女儿头，细声安慰着女儿。见到这一幕，场中众多宾客立即议论纷纷起来。这就是那个陈家大小姐吗？长得还挺好看的呀。啧，我原以为江俊林是为了家族发展做出牺牲，娶了一个老女人，结果没想到陈家嫡女这么好看。这个小女孩也很可爱漂亮，可惜患了绝症。你们不知道吗？我听说就是因为江家找来药王谷的医师能治好这个小丫头的病，所以陈一诺才愿意下嫁的。自从江西宇拜入玄灵宗，江家一心想称霸金陵，只是万万没想到会用这种手段来联姻陈家。听到周围的议论声，江家家主江飞云皱了皱眉，眼中划过一丝不满之色。再怎么说，今日名义上也是江家和陈家联姻的订婚之日，陈一诺和一个小杂种在这么多人面前抱在一起，这不是诚心让他们江家被人看笑话吗？他正准备出声让仆从先把小恋恋带下去，可就在这时，林峰也是大步冲了上来。他无视了众人惊愕的目光，直接蹲在了母女俩的旁边，看着女儿小巧的脸，林峰深邃的眸子微红，心中激动的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这一刻，他的眼中似乎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人儿，就算是天塌，也与他无关。他伸出手想要去摸了一摸女儿的脸，却被女儿给躲开了。妈妈，这个怪叔叔是谁啊？他吓到宝宝了。小恋恋忽然就嚎啕大哭起来，林峰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被融化掉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也会紧张，也会惶恐，这种心情极为复杂。不哭，我不摸了。林峰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和蔼可亲，却不知道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却是让的小恋恋却是哭得更厉害了。他躲在妈妈身后，哭着说道：“妈妈，你让他离远点，离远点，你还是远一点吧，你吓到小恋恋了，他胆子很小的。”陈一诺抱着女儿，对着林峰轻声说道：“好，我离远一点，我这就离远一点，你赶紧让女儿别哭了。”林峰慌张地说道。见到这一幕，周围众多宾客皆是面露惊疑之色。什么情况？这个人青年如果是小女孩的爸爸的话，那岂不是就是夺取陈一诺第一次的野男人？
有趣。一些家族之主的眼中划过一缕金光，嘴角露出一抹玩味之色。他们正愁着该怎么打击一下江家的火焰，让江飞云不要太过分。没想到陈一诺之前的那个男人就找上门来了。虽然在他们眼中，林峰此举无疑是找死，但能恶心一下江家也是好的。竟然是这个狗东西！擎天柱死死地握紧拳头，嘴中发出一阵低吼声。二弟，此人你认识？秦无道淡淡问道。大哥，这个人就是林峰，就是他逼我杀死了小峰。你可一定要为小峰报仇啊！擎天柱说道。秦无道闻言，眼中瞬间划过一缕杀意，不过很快这一抹杀意就被他掩藏起来。先不急，一个小人物而已。他这么明目张胆的跟陈家之女搞暧昧，定然是为了江家而来，先让江家陪他玩玩吧。秦无道淡淡说道。第87妈妈，你让他离远点。第88将军林已经被我干掉了。另一边，武道联盟的坐席上，杨顶天一脸激动地说道。盟主，此人就是林峰。昨晚林峰踹了他几脚，让他怀恨在心。他正愁着什么时候能报仇呢，没想到在这里竟然看到了林峰，这让他激动不已。哦，他就是林峰？除了帅一点，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王月轩漫不经心地说道。盟主，你可别小看他，此人也是个高手。杨顶天低声说道。高手？真是笑话，整个金陵除了我王月轩，谁敢言无敌？区区小儿，我抬手可震。不过依照现在这种情况，估计也不需要我动手了。王月轩不屑说道。三口堂的坐席上，谭天红面色微变。虽然林峰说过今天会来，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是林峰的女儿，这简直就是将车轱辘压在江家人的脸上来回摩擦啊！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江家人心中该有多么的愤怒。若是平时以林少的实力，或许还无所谓，但是今天这里来了如此多的高手，药王谷的药云医师更是坐在上方观看，一旦这些人插手，后果不堪设想。林少虽然是天境武者，但怎么可能敌得过一成武者？哈哈，大哥，没想到这个林峰这么傻逼，竟然敢在这时候挑衅林家，只要林峰一死，我们就无需再被他摆布了。三堂主周云梅激动说道。谭天红看了一眼周云梅，没有说话。原来他也和周云梅一样，对林峰痛恨无比。但是经过拍卖会一事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林峰虽然对敌人冷酷无情，但是对自己人却是挺好的。有这样一个强者罩着，对三口堂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坏事。可惜今日林峰还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一劫。想到这里，谭天红将目光移向不远处的一位老者。老者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此刻正闭目养神，似乎对在场之事毫不关心一般。即使是林峰的到来，也没能引起他一丝一毫的注意力。此人正是药王谷医师药云，其不仅医术高超，据说武道境界也是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具体多恐怖他不知道，但绝对超过了地境。而药云是江家邀请而来，最有可能插手。见到眼前这一幕，众多江家武者的脸色难看无比。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在他们的预想之中，今日的江家应该风光无限，百足臣服才对，而不是像这样被一个野男人找上门来羞辱。陈一诺，这人是谁？君临呢？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江飞云冷声问道。不等陈一诺说话，林峰就站了起来，淡淡说道：不用猜了，将军林已经被我干掉了。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江家大少将军林已经死了。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就凭你也能杀死乌儿？江飞云也是冷冷说道。根本就不相信，以君临现在的实力，在金陵城青年一代堪称无敌。眼前这个林峰年纪也不大，怎么可能是君临的对手？唉，跟你们这种脑残说话真累啊！你觉得这种事情我有必要说谎吗？林峰忽然叹了一口气。江飞云闻言，眼睛微眯起来。他原本以为儿子是和陈一诺一起去开房了，可现在看来很显然不是。再联想到从昨晚开始到现在，儿子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他心中顿时有了一股不妙的感觉。我儿子死没死暂且两说，你今日怕是活不了了。江飞云面无表情的挥一挥手，一瞬间几十位江家武者从四周冲了出来，将林峰团团围住。其中最差的都是黄境中期，玄境武者高达20位，地境武者更是足有10来位之多。见到这一幕，周围众多宾客皆是神色微变。江家竟然暗中培育出了这么多武者，这种实力换作金陵城任何一个势力都远远比不上。且他们也知道江飞云一下子叫出这么多人来，其目的怕是不仅仅是为了对付林峰，更多的是为了秀肌肉震慑他们。现在呢，你还敢把刚刚的话重复一遍吗？江飞云冷漠说道。他想要从林峰的眼中看出一丝惊慌失措的神色，却不曾想林峰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出声说道：还有其他人吗？都叫出来一起上吧，我觉得一家子
还是齐齐整整的好点，不然一个一个跳出来太烦了。哼，说句实话，论装逼的本事，我对你是真不服不行。就凭你也配让我江家这么多强者一起上？江飞云怒极反笑，家主，就让我来看看，这小子的实力是不是如他一嘴一样硬。这时，一个江家武者站了出来，冷笑一声：“很好，江平，我不希望1分钟之后，他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江飞云点了点头。出来的这个武者名为江平，是江家的一位地境初期武者，在他看来，足以对付林峰这么一位青年小辈。哈哈，1分钟，10秒内，我足以让他跪下来给我们江家赔罪。江平不屑一笑，他又脚猛地一蹬地，对着林峰暴射而出。林峰本来打算随手拧断此人的脖子的，但是忽然想到昨晚刚学的傀儡术，于是小试牛刀，右手轻轻一弹，弹出一道肉眼不可见的傀儡印记，没入江平的眉心之中。正在急速冲刺的江平骤然停了下来，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江平，你在干什么？还不赶紧上！江飞云皱眉说道。上什么？上你老婆吗？江平僵硬地转过头，面无表情地说一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这什么情况？难道此人跟江飞云老婆有一腿？江平，你……江飞云正欲说什么，却是发现江平已经朝自己攻了过来。他侧身躲过了江平的攻击，然后紧紧抓住了江平的手腕，寒声说道：“江平，你疯了吗？姐姐，你老婆她很润。”江平怪笑一声：“找死！”江飞云闻言顿时气血上冲，毫不犹豫狠狠一掌拍了出去。砰！江平瞬间飞出去10几米远，重重地砸在地上，喷出几大口鲜血之后，他似乎一瞬间清醒了过来，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就这么死去了。第88将军林已经被我干掉了。第89，年轻人适可而止吧。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顿时面露古怪之色。江平身为地境武者，在江家也算是个核心人物了，竟然会跟家主夫人有一腿，还很润，有多润？江飞云看着江平的尸体，面色阴沉不定。江平性格沉稳，昨晚江家开会的时候，江平还跟他有过深入交流，其绝对不可能干出这么离谱的事情。是你做的手脚？江飞云猛地看向林峰，你猜对了，可惜又有什么用呢？从今天开始，江家就将成为一个历史。林峰摇了摇头，准备大开杀戒了。从江俊林做出派人暗杀他的这个选择开始，江家的结局已经注定了，他是绝对要干掉江俊林的，而江家之人肯定要为江俊林报仇，所以他必须得灭掉江家。这个问题无解，虽然江家有些人的确很无辜很可怜，但也怪不得谁，要怪只能怪生在了江家，要怪只能怪江家出了一个江俊林。一诺，把小恋恋眼睛捂上吧，我要大开杀戒了。林峰对着身后的陈一诺说道。陈一诺点了点头，将女儿的脸轻轻地按在怀中。既然已经和林峰说清楚了一切，他现在自然无条件地选择相信林峰。林峰不再犹豫，一跃而起，冲入江家武者群中。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纷纷站了起来，神色震惊。这小子在干什么？难道真的想要一挑这么多武者？搞笑，看他刚刚的表现，还以为他是个人物，没想到这么蠢，真把我看笑了。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那可是足足有10位地境啊，其中还有4位地境中期。然而下一刻，眼前的一幕让得众人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只见林峰在一群武者之中快速移动，犹如一只鬼魅的白影一般。咔咔咔，几秒不到的时间，几十个武者全部倒地惨死，即使是那些地境武者也不例外。安静，无比的安静。见到地上躺着的几十具武者尸体，场中众多宾客浑身发冷。怎么可能？这个林峰竟然如此强悍！这么多武者，就算是面对地境巅峰的强者都可以一战，竟然被林峰直接虐杀了。他们原以为林峰是个小丑，却不曾想到来头小丑竟然是我自己。不错，这个林峰果然是天境，可惜还是没有我强。王月轩眼睛微眯起来，此人不简单。二弟，你之前的做法是明智的，这人估计与我在伯仲之间。你们当时若是与他来硬的，以他今天的这种性格，我秦家估计也要被他杀穿。秦无道神情罕见的凝重起来，秦天柱闻言紧紧地握住拳头，一声不吭。他没想到林峰竟然已经强到了这一步了。不可能！江飞云神色僵硬，身体一阵踉跄，不由后退了几步。天境，此子怎么可能会是天境高手？江飞云如坠冰窖，彻骨的寒。江家虽强，但是目前还无人能挡住天境高手啊，没什么不可能的。林峰一个瞬移就来到江飞云面前，江飞云面色骤变，想要出手抵抗，但根本无用，被林峰很轻易的就捏住了脖子。他想要说话，可是林峰掐得太紧，让他根本说不出来什么。江家主，如果有下一辈再生儿子，一定要教导他擦亮眼睛，
不要再得罪不该得罪的人了。林峰淡淡说了一句，便准备捏碎江飞云的脖子。可就在这时，一道俏丽的身影冲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着说道：大哥哥，求你不要杀我父亲。林峰看着身下的江西宁，眉头不由皱了皱。之前在太湖山的山洞之中，他曾救过江西宁，所以对这个小丫头还有点印象。大哥哥，求求你不要杀我爸好吗 ？WWW。江西宁声音发抖，他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看到家里的伯伯、叔叔一个一个被林峰杀死，心中很害怕，很惶恐。直到看到林峰要杀死自己的父亲，才是回过神来，赶忙冲出去阻止。咔嚓，林峰直接捏碎了江飞云的脖子，随后淡淡说道：我觉得你搞错了，我不只是要杀你父亲，你们整个江家所有人都逃不掉，你也不例外。爸！江西宁见到父亲死在自己面前，凄厉惨叫一声，差点没晕厥过去。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一场空难去世了，他哥哥以及姐姐完全是被父亲一手带大，在他眼中，父亲就是他可以依靠的大山，是他活着的信仰。可现在，他的山倒了，信仰碎了。林峰，你敢杀我父亲，我跟你拼了！江西宁声音凄厉无比，抽出一把匕首就对林峰的心脏捅去。林峰打掉了他的匕首，掐住他的脖子，将他举了起来。你一个女孩都能拥有这么大的仇恨，要跟我拼命？你说我若是放了你父亲，你父亲会怎么办？你父亲肯定会找我报仇，他打不过我，就会找我身边的人报仇，包括你们江家其他人都会这样。所以你让我怎么放了你们？江西宁，其实你没错，这件事也跟你没有关系，但可惜这就是命。有的人能逆命而行，而有的人只能选择认输。很不幸，你们江家属于后者，认命吧。林峰嫩冷漠的一番话，让得在场众人头皮发麻。这个青年不仅实力强，而且狠毒程度让得他们这些老油条都心里有些不适应。常言道祸不及家人，可他却是铁了心要灭人满门，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隐患。唉！就在这时，一道叹息声传遍了全场。众人循着声音看去，发现叹息的人正是一直未曾说话的药王谷医师药云。年轻人，适可而止吧。药云医师站了起来，颇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你是想要帮江家出头？林峰淡淡说道。他一眼就看出药云不过是后天一层而已，也就相当于区一位炼气一层修者，这也是正常的。药师全心钻研药道，武力值自然不会太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般拥有天生灵体，一旦激发，很多东西都能无师自通。我不是想帮江家出头，事实上我药王谷一直是中立门派，不会插手任何争斗。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药云医师说道。咔嚓，林峰捏碎了江西宁的脖子，问道：然后呢？第89年轻人，适可而止吧。第90，若是我出手，你是扛不住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众多宾客看着地上的尸体，怔怔失神。他究竟是怎么敢的？药王谷的老医师都亲自开口了，他竟然依旧的毫不犹豫捏碎了江家小姐的脖子，这是何等的嚣张放肆！即使是武道联盟盟主王月轩都是挑了挑眉，感到有些惊讶。这个林峰这么屌的，要知道就算是自己在药云老医师面前都要礼让3分啊。药云看了一眼江西宁的尸体，原本还很淡然的神色瞬间有些不好看了。既然刚过一蛇这个道理你不懂，老夫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药云又看向小恋恋，沉声说道：包括这个小女孩的病，我也不会再插手救治。笑话，我林峰的女儿又何须他人来救？林峰冷笑一声。药云在其他人眼中或许很厉害，但在他眼中也不过只是一只大一点的蝼蚁。更何况修仙一道讲究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若是被这些世俗间的条条框框圈住，自己修仙的意义何在？自己在山上吃了那么的苦，又是为了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药云压住心中的火气，拂袖而去。林峰目送药云离去，并没有阻止。药云还算识相，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知乎者也的对自己说了一堆废话，但目的也不是要与自己为敌。给你们10分钟时间吧，赶紧离开这个庄园。10分钟之后，还未走的就一起跟着江家陪葬吧。林峰看向台下的众宾客，淡淡说道。众宾客闻言纷纷皱眉，有些不满。这个林峰是不是有些狂妄的过分了？在场可是汇聚了金陵城大大小小几百个势力，真以为自己是天境武者，就可以无视他们在场这么多武者了？啪啪啪，精彩，真的很精彩。就在这时，王月轩一边鼓掌一边笑着站了起来。见到王月轩站起来，场中众人脸上的不满瞬间化为了笑意。看来王盟主也看不下去了啊！王盟主可是号称金陵城第1强者，是老牌天境武者，实力已经达到了后天境3层，堪称无敌了。就算是百云商会的冯长老，都不一定是王盟主的对手。这样的一个大人物出手，林峰再强又能如何？太好了，有王盟主出手，或许大仇可报。
擎天柱本来都已经绝望了，结果没想到竟然见到了这一幕，心中当即激动不已。你想错了，王月轩实力的确很强，在金陵城是无敌的存在，但他不可能杀掉林峰。如果他要是愿意管闲事，也不会坐视江家被灭而不管了。秦无道摇了摇头，又说道：王月轩这时候出生，应该是有其他目的。反正此事之后，我们不能再招惹这个林峰了。小峰已经去世，不能因为他再将整个秦家拉下水。大哥，难道你觉得自己不是林峰的对手？擎天柱颤声说道。秦无道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事实上，在看到林峰出手秒杀江家诸多武者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不是林峰对手了。说是伯仲之间，不过是要点面子而已。但林峰再强，也绝对强不过王月轩。林峰，你今天的表现真是出乎了我的预料啊，就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你了。王月轩来到林峰面前，微微一笑。林峰看着王月轩，皱了皱眉，问道：你是谁？你连我王某人都不认识？王月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起来。若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不认识自己还情有可原，毕竟层次还没达到。但林峰这等级别的武者，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林峰沉默了片刻，问道：我应该认识你吗？我是武道联盟盟主王月轩，整个金陵城武道界都归我管，你连我都不认识，你也好意思在金陵城混？王月轩神色不好看的说道。林峰闻言忍不住笑了，淡淡道：原来是王盟主啊，久仰久仰，不知王盟主这时候站出来有何指教？虽然你没有我强，但你毕竟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天境武者，指教二字倒是谈不上。王月轩闻言面色缓和了不少，他这个人要的就是脸，如果林峰愿意给自己长脸，那就是自己的兄弟。林峰，你和江家之间的恩怨我不会管，也不想管，即使你刚刚灭掉江家，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王月轩说到这里，对着不远处的桌子招了招手的杨顶天招了招手。顶天，过来。杨顶天立即昂首挺胸的走了过来，并斜着眼瞅了林峰一眼。昨日我让我的副手去你家请你见上一面，可你不但没有同意，还把我的副手打了一顿，可有此事？王月轩问道。不错。林峰点了点头。既然你也承认了，那就好办了，我也不为难你。你现在给我副手道个歉，此事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兄弟。王月轩说道。林峰闻言将目光移向杨顶天，发现杨顶天正在用眼斜瞅着自己，于是直接一巴掌拍了出去。啪！杨顶天瞬时间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坐席上，让得场中一片狼藉。王盟主，这样道歉的方式你可还满意？林峰问道。王月轩见此神色瞬间阴沉下来，冷冷的看着林峰说道：林峰，若是我出手，你是扛不住的，你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办啊。难办？那就不要办了。林峰一脚踹了过去。哼！王月轩冷哼一声，立即出手迎击。可没想到林峰的出脚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大脑的思考速度，他才刚刚抬手，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飘在了半空中。砰！一声闷响，王月轩被林峰踹飞出去了几十米远，最后硬生生的砸在庄园的大铁门上，将大铁门都给砸倒了下来。第90，若是我出手，你是扛不住的。第91，江家覆灭。嘶！见到这一幕，在场众多宾客皆是倒吸一口冷气，头皮发麻。王盟主可是后天3层的超级强者啊，连这样的存在都不是林峰的一招之敌。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高看林峰了，却不曾想林峰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他们认知的上限。这时林峰淡淡的话语将他们从失神中唤醒过来：你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撤离现场。此言一出，众多宾客神色微变，虽然不知道林峰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出去，但他们还是立即疯狂地向着外面逃去。即使是李家、秦家4大帮派的人也不例外。林峰这个人太强了，深不可测，让人完全摸不透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王月轩就是一个例子。林峰可能上一刻还在跟你友好的交流，下一刻你就飞出去了几十米。面对这样的人，谁能不怕？等众多宾客都离开了之后，林峰走到陈一诺的身前，对着偌大的庄园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轻轻往下一压。砰！整个庄园地面上的一切瞬间崩塌，化为了一堆废墟，释放出轰隆隆的巨响，宛如地震了一般。刚刚逃到外面的众多宾客闻声立即回头看去，当发现之前还辉煌大气的庄园化为一堆废墟之后，皆是倒吸一口冷气，只觉得整个人都麻了。这是干什么了？是用炸弹炸的，还是……众宾客已经不敢想了，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赶紧逃离这里，赶紧逃离这里，离林峰远远的。没想将飞鱼与我斗了大半辈子，最后却是这样没了。秦无道神色复杂，按理来说江家被灭，他应该高兴才对，可此刻心里面却是莫名有一种失落感。在世俗间混得再好又如何？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在那些强者眼中，
也只是随手可灭罢了。二弟，你等会去备份厚礼吧，我们去拜访一下林峰的妹妹，向她道个歉。秦无道说道。秦天柱闻言，默默地点了点头。在经过这一件事之后，他就知道林峰绝不是秦家能惹的。林峰可以随手灭掉江家，自然也能随手灭掉秦家。至于去找林峰道歉，他们实在不敢。www， 只能委婉一点去找林峰的妹妹了。毕竟之前小峰得罪的是林峰的妹妹林云瑶。三妹，你也看到了，以后咱就甘心当林少的狗腿子吧，不要想着反抗了。谭天红对着周云梅叮嘱道。他知道周云梅的性格，所以特意提醒一下，以免自己这个三妹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周云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谭天红见此，心中却是叹了一口气，摇头离开。周云梅则是独自一个人走到一个角落，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很快，众多宾客就是跑完了。林峰也带着一诺和女儿一飞冲天，向着家的方向赶去。江家已灭，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回去看看女儿的病究竟是什么情况。而就在众人离开不久，一辆黑色越野车从远处快速行驶了过来。冯海带着2个百云商会的执事从车上走下。当他看到江家庄园的场景之后，顿时眼睛微眯起来。不出我所料，那个老怪物在杀死将军林之后，就立即跑来灭掉江家了。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狠毒，将整个庄园都给夷为平地。冯海喃喃自语：长老，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了一趟？一个执事低声说道：你是不是蠢？你还真以为我是过来参加什么订婚宴的吗？江家虽然不错，但还不值得我重视。我过来第一是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想，第二，冯海想到了自己的病，立即说道：走，我们现在去找林少。以百云商会的强大情报能力，查到林峰的家庭住址自然不难。短短半天之内，江家被灭的事情便是传遍了整个金陵城。一时间，金陵城各大家族人人自危。谁能想到昨日还处于鼎盛时期，准备一统金陵城的江家，就因为得罪了一个人，惨遭灭门。这让诸多家族有一种极大的危机感，纷纷叮嘱族内的小辈近期一定要低调一点，不要惹是生非。城北一栋临江别墅内，风云帮帮主程峰一回来就神情暴躁，将桌子上的东西全推到了地上。该死，该死，这个林峰怎么会这么强？程峰神色阴霾，愤怒无比。适才江家发生的事情，他也在场，目睹了一切。若是其他人灭掉江家，他肯定心中兴奋不已，但唯独林峰不行。因为林峰昨天在拍卖会上杀死了他的儿子程坤，杀死了他的弟弟程云，如此血海大仇，他岂能不报？帮主，节哀顺变，这个林峰我们得罪不起，二帮主和少帮主的仇还是先放一放吧。一个风云帮的骨干人员赶忙低声劝说，说得倒轻松，死的又不是你儿子。来人，去把王护法的儿子给我乱刀砍死。程峰对着外面的几个手下寒声说道。是，帮主。几个手下点了点头，立即向着外面飞跃而去。帮主，你不能这样，我王浩对风云帮忠心耿耿，句句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王护法神色骤变，立即出声求饶。肺腑之言，我看你就是怂了，我风云帮没有你这种怂逼。程峰一掌将王护法劈死，然后吐出一口浊气，这下子心中舒服多了。林峰，即使你实力通天，我也要想办法干掉你。程峰眼中又划过一丝怨毒之色。第91，江家覆灭。第92，女儿的病。一处深山之中，悬崖峭壁，层峦叠嶂，数座宫殿式建筑镶嵌在险峻山峰之上，青砖红瓦于皑皑白云之中若隐若现，犹如仙家圣地一般。而在其中一座陡峭的山峰之上，正有一个白衣女子盘膝而坐，迎着阳光吐息纳气。女人柳叶眉，丹凤眼，面容清冷，吞吐出的气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看起来神异非凡。就在这时，一个灰袍老人从不远处的山峰之中飞跃而来，一个跃步就是数百米，很快就来到了白衣女子的身边。白衣女子似有感应，缓缓睁开了双眼，看着灰袍老人，恭敬道：师父，你怎么来了？西雨，刚刚山下传来消息，你江家。灰袍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江家怎么办了？难不成又想让我下山？真是麻烦。江西雨皱眉道：不是，你江家被一个叫做林峰的人满门屠尽，现在已经一个不剩了。灰袍老人说道。江西雨闻言面色一正，其实这样也好，问到讲究的就是斩心2字，凡俗牵挂一段，你可一心一意的将5之1道修至极巅，以你的天赋踏入武道宗师竟不成问题。灰袍老人说道。师父，话虽这样说，但江家与我有养育之恩，如今江家被灭，我不可不管。江西雨摇了摇头，山上修武数年，他的想法早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说得好听点，江家是他的家人；说得难听点，江家就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累赘，
所以江家被灭，他的心中不仅不悲伤，反而感觉轻松了不少。如今只需要将这个林峰击杀，他对凡俗间便了无牵挂。你且安心修行吧，我已经派小五下山帮你报仇。以小五后天5层的境界，应可横扫一切。灰袍老人说道。那就谢谢师尊了。江西雨点了点头。另一边，林峰带着陈一诺和女儿回到了平房之中。平时妹妹小瑶住校，他一个人倒是无所谓，环境差点就差点。但现在有了一诺和女儿，顿时觉得这破破烂烂的家有些不合适了，看来得换一个好一点的住所了。想到这里，林峰将目光移向女儿，却发现女儿可能是刚刚哭累了，现在正趴在一诺的怀中，睡得很香甜。一诺，把小恋恋放在床上，我看看她究竟是什么病。林峰说道。陈一诺点了点头，将女儿放在床上，一脸希冀地说道：林峰，小恋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治好她。放心吧。林峰探出神识扫了一下女儿的身体，没有发现没什么特殊之处，于是又将手放在女儿的额头上，探出一丝灵气，顺着其经脉一寸一寸的去检查。时间1分1秒过去，林峰的眉头也是渐渐微皱起来。这一幕让得陈一诺握紧拳头，紧张万分，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如今江家被灭，药王谷药云医师也被得罪死，他现在只能指望林峰了。WWW， 你之前说小恋恋患的是什么病？林峰忽然出声问道。医生说是歌舞伎综合症，这种病的症状和小恋恋一模一样，都是长不大，智力低下，皮肤纹理异常等等。陈一诺赶紧说道。林峰闻言将小恋恋的手拿起来，细细看了一下，发现女儿的手上竟然没有指纹，光滑白嫩，犹如牛奶一般。错了，女儿绝对不是什么歌舞伎综合症，皮肤纹理异常不代表没有纹理。林峰摇了摇头，眉头却是紧皱在一起，觉得很是奇怪。他刚刚释放出一丝灵气在女儿体内游走，结果没过多久，那丝灵气竟然就被女儿的身体给吞噬掉了。而且他也特意查看了女儿的识海，按理来说，一般智力低下的人识海都有所缺陷，可女儿的识海不仅没有缺陷，反而一片清澈。这种情况下，女儿的智力应该远超常人才对。可是之前药云医师诊断过，也说是歌舞伎综合征。陈一诺有些紧张，那只能说他菜，除此之外证明不了什么。林峰摇了摇头，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一诺，我怀疑女儿这不是病。不是病？陈一诺面色一正。不错，我是天生灵体，女儿有我的血脉，所以她很有可能也是一种特殊体质，而且这种体质应该和灵气有关。只是我曾在山上越过不少古籍，也不曾看到有什么体质能自主吞噬灵气的。林峰心中忽然怀念起老头子来，如果老头子在，势必能看出女儿的情况。陈一诺听不懂林峰话语的意思，但能模糊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于是有些激动地说道：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不急，我再试一下。林峰从乾坤袋中拿出一块灵石，放到女儿的鼻孔下方，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都是有些震惊了。随着女儿慢慢的呼吸，那灵石里面的灵气竟然一缕一缕的被女儿吸入体内。按理来说，一个小女孩吸收了这么多灵气，身体一定会产生异变，至少体内的杂质会被排解而出，满身污垢才对。可小恋恋应该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么多灵气如同石沉大海，不起波澜。我可以肯定，女儿一定是一种很厉害的特殊体质。她现在之所以浑浑噩噩长不大，就是因为体质还没有觉醒。林峰沉声说道。当初若不是老头子以各种灵药为他酝养，他的灵体也不会觉醒，而灵体未觉醒之前，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到这里，林峰没有丝毫的犹豫，将身上所有的灵石都拿出来让女儿吸收。这10几颗灵石是他好不容易才积攒出来的，但给女儿用，他一点也不心疼。短短几分钟内，10几颗灵石内的灵气便是被小恋恋吸收的一干二净。吸收了这么多灵气之后，小恋恋的小脸开始红润起来，呼吸也更加平稳了，看起来就像是童话中的小公主。陈一诺见到这一幕，不由捂住嘴巴，眼睛里流下了喜悦的泪花。这么多年了，女儿虽然长得好看，但却一直给人一种病恹恹、傻傻的感觉。而现在女儿的气质明显变了，即使是睡在那里，都给人一种可爱灵动之感，宛如一颗散发着亮丽光泽的明珠。不出我所料，女儿的体质得用大量的灵石才能激活，一旦成功觉醒，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林峰眼中划过一缕金光，心中不免有些得意。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啊！老子是灵体，女儿也是特殊体质，将来修真界岂不是随他父女俩纵横？就在这时，小恋恋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顿时映入眼帘。乖女儿，你醒来了呀！林峰露出一副自认为慈祥的笑容。小恋恋愣了愣，随即一双大眼睛里渐渐溢出了晶莹的泪花。你离我远点！林峰，第92女儿的病。第93，我是你爸爸呀！看着女儿害怕的样子，林峰有些无奈。他将求助的目光移向一诺，却发现一诺竟然在偷笑，
且笑中带着些许泪花。妈妈，这个怪叔叔是谁啊？怎么老是跟着我们？小恋恋爬起来躲到了妈妈的后面，害怕地说道。小恋恋，他可不是坏人，他是你爸爸。陈一诺擦了擦湿润的泪眼，就这么一小会，他发现女儿情况真的好了很多，现在吐字清晰，不再晦涩难懂，看起来也不那么傻傻的了。曾几何时，这样的一幕永远只会在他的梦中出现，如今发生在现实中，让他觉得心中既喜悦，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10年的苦，10年的痛，好像也不算什么了。爸爸，小恋恋从陈一诺的背后探出一只小脑袋，也不哭了，而是颇为好奇地看着林峰，眼中面露疑惑的目光。在他的记忆中，爸爸这个词终究还是太陌生了，如今被提起，让他有些好奇。对，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呀。林峰心中隐隐发痛。你是我爸爸，那你会带我去买好吃的吗？小恋恋忽然说道。会，你想吃什么，爸爸都带你吃。林峰赶忙说道。那你会带我去游乐园玩吗？妈妈之前很辛苦，要上班，还要带小恋恋去看病。我听医院里的护士姐姐说，有很多小朋友会去游乐园玩，可是我没有去过。小恋恋弱弱地说道。林峰闻言，心中的防线崩溃了，他再也忍不住，一把上前将女儿紧紧地抱在怀中，微微哽咽道。会，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哪怕是天上星星，只要你想，爸爸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你怎么了？妈妈说，大人是不会哭的。你好像要哭了。小恋恋歪着小脑袋，好奇地说道。她就这么被林峰抱在怀中，不再挣扎，也不再哭闹，一双大眼睛星辰般璀璨，像是会发光一般。不哭，爸爸怎么会哭呢？只是眼睛刚刚掉进沙子而已。那你睁大眼睛，我帮你吹吹。小恋恋鼓着小嘴，做吹气模样。林峰将眼睛凑了过去，呼呼，小恋恋很可爱的吹着。林峰笑得很开心。山上苦练10年，他的心其实早已经冰冷，比铁还硬，可现在却因为女儿渐渐融化了。女儿是那么的天真无邪，那么的可爱单纯。他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守护好女儿，不让女儿再受一丝一毫的伤害。旁边的陈一诺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心中有了一丝久违的幸福感。这一刻，他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停止。可这时，平房的大门却被人从外面敲响了。林峰皱了皱眉，神识一扫，发现门外站着3个人，其中一位正是百云商会的冯海。林峰走过去，把门打开。林少，别来无恙。冯海笑着问道。林峰知道冯海来此的目的，恰好自己也需要用到冯海，于是说道：你一个人进来，他们2个在外面守着吧。没问题。2人来到平房客厅，冯海一眼就看到陈一诺和小恋恋，以及躺在隔壁房间里昏迷不醒的陈千许，这让他眼睛微眯起来。根据他昨晚的推测，陈一诺应该被老怪物带去瑟瑟了，而陈千许已经死了才对。难道自己推测有误？他心中疑惑，但表面却是笑着说道：林少，这几位是？这是我老婆、女儿，旁边躺着的是我大舅哥，他昨晚被人给打得老惨了，现在还没醒来。林峰淡淡说道。你乱说什么？陈一诺闻言没好气地捏了一下林峰的腰。林峰赶忙将自己的气息收敛起来，不然以他灵气自主护体，能把一诺的手给崩碎。冯海目光微动，笑着问道：什么人敢打林少的大舅哥啊？就是你说的那个老怪物，不过他昨晚已经被我干掉了。林峰淡淡说道。冯海面色一正，随即笑着摇了摇头道：林少，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觉得我会跟你开玩笑吗？林峰抬了抬眼皮。冯海看着林峰一脸认真的模样，眉头不由皱了皱。他虽然不知道那个老怪物具体有多强，但从总部那边负责人的语气来看，老怪物至少也是先天境强者。先天境武者，那是什么概念？武者一旦踏入先天境，经脉中的内劲不仅已经彻底化为天地之力，且这些天地之力还会汇聚在一起，在丹田之中形成武基。先天境武者已经可内力化形，轻轻一掌就能将一座小山拍平，其威力不下于一颗高当量炸弹。这种人物已经超出武者的范围，几乎等同于陆地神仙了。所以林峰说把老怪物干掉，他心里面一点也不相信。没想到这个林峰也是一个浮夸的人啊。冯海心中不免轻视了几分，淡淡说道：可是林少，据我所知，那个老怪物今早才把江家灭掉，江家是我灭掉的。林峰淡淡道。冯海闻言有些无语，差不多就得了啊，老怪物是你干掉的，江家也是你灭掉的，你这样牛逼，你咋不上天呢？冯海没有说话了，而是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出去，打算找出一些江家被老怪物灭掉的证据来，然后告诉林峰在自己面前不要装模作样，没这个必要。可下一刻，当听到商会情报部门人员所说的话之后，他瞬间愣住了。江家竟然真的是林峰灭掉的，如此说来，那个老怪物也真的被林峰干掉了。想到这里，冯海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立了起来，
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这个林峰究竟是什么来头？怎么会这么强？林峰不打算浪费时间了，直接说道：“我知道你找来我的意思，你那个临门谢恩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戒狱3个月，每天按摩半个小时，自然可解。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忙需要你帮。第93，我是你爸爸呀。第94，大夏国境内神明进行。”林少说笑了：“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帮你去办。”冯海压住心中的动荡，神色恭敬了不少。能击杀先天境武者，林峰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面对这种人物，他必须要全力交好。我需要大量的灵爆弹，或者制作灵爆弹的原石，越多越好。你可以帮我弄到吗？林峰问道。冯海闻言奇怪地看了一眼林峰。虽然制作灵爆弹的原石里面含有天地之力，但这种天地之力极为晦涩浑浊，武者是吸收不了的。不过他也没有多问，而是说道：“林少，灵爆弹虽然不算多么罕见的东西，但也不多。以我的权限，我可以帮你最多调来的100颗。”100颗？林峰神色有些惊喜，这个数量超乎他的预料了。他原本以为冯海最多只能搞来7、8颗，没想到这么多。而有了这100颗灵石，女儿的体质也许就能觉醒了。这些灵爆弹多少钱？你提前告诉我，我好凑钱。按照市场价大概100多亿，不过林少帮我治了病，这笔钱就算了吧。冯海微微一笑。林峰看了一眼冯海，他知道冯海的意思，但并不反感。人与人之间就是这种利益关系，只有你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别人才会愿意接近你，讨好你。你如果只是个屁，谁会愿意搭理你？这就很真实。既然如此，那就多谢了。林峰没有拒绝冯海的好意，主要是懒得去凑这么多钱。冯海闻言心中有些激动，他知道林峰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后自己有什么事情来找林峰帮忙，林峰绝对不会推辞。这样一位能斩杀先天武者的人情有多么难得，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既然如此，那林少我就先行告退，等我凑到100颗再来联系林少。冯海站了起来，抱拳笑着说道。林峰正准备回话，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受到了一股极大的危机感。不好，大家快到我身边来！林峰神色微变，他一只手将妻女拥在怀中，另一只手则是隔空看物，将房间里昏迷不醒的陈千许抓到自己的身边。做完这一切之后，林峰快速手捏剑诀，剑来，刷刷刷，本命剑顿时呼啸而出，化作万千剑雨，在几人四周围成了一个剑罩，剑罩熠熠生辉，耀眼夺目，刺得人眼睛都要睁不开了。而就在剑罩形成的一瞬间，砰！一道惊天巨响炸起，恐怖的能量席卷开来，以平房为中心，方圆千米的地块直接被夷为了平地。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让得10公里外的居民都看到了动静。门外等候着的2位百云商会执事更是直接被炸得粉身碎骨。噼里啪啦，爆炸引起了一片熊熊大火，黑色的烟雾冲天，淹没了一切，散发出极其刺鼻的味道。而在这浓浓黑雾之中，却是有着几个人被一个剑罩牢牢护住，毫发无伤。看着眼前的一幕，林峰神色阴沉。刚刚若不是他率先感应到，及时护住了大家，在这般恐怖的爆炸之下，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死，即使是后天3层的冯海也不会例外。可以说，先天武者之下，就没有谁能挡住这种程度的爆炸。这应该是4代温压弹，这种炸弹在一定程度上比核弹都要有威胁力。弹药里面添加的温压剂会一边扩散一边爆炸，燃爆速度惊人，对爆炸中心的敌人造成数重打击。冯海见多识广，立即认出了这炸弹的种类。他心中是既惊恐又震惊。惊恐的是自己刚刚差点就被炸死了，震惊的是在这种袭击之下，林少竟然以一己之力护住了他们这么多人。林少表现出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短暂的失神之后，小恋恋立即就哭出声来。她一双小手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衣服，泪如雨下，小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无助。小小年纪的她何曾见过这种场景，直接就被吓坏了。陈一诺赶忙安慰女儿，但自己的脸上也是苍白一片，一双手更是止不住的发抖，有一种在地狱走了一遭的感觉。见到女儿可怜的样子，林峰心疼至极。他刚刚才在心中立誓，以后绝不让女儿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林少，你是得罪了谁？这种4代温压弹在大夏国境内按理来说是绝不可能出现的，更别说用来杀人了。这件事很严重，绝对会引起执法者那边注意。冯海冷静下来，皱眉问道。执法者就类似于小说中龙组的存在，是武道联盟的顶头上司，专门处理一些国内的超能事件。之前国外有恐怖组织来大夏国境内搞破坏，就是执法者出动，将这些来犯的人群全都击毙。包括10年前本子国神社被烧，也是执法者为了警告本子国干的。所以如今发生了这种程度的爆炸，精灵执法者很快就会注意到，来调查清楚。
我现在还不知道得罪了谁，但应该很快就能知道了。林峰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他将几人带到外面，自己则是一个瞬移，消失在了几人眼前。与此同时，在离平房约莫3000米的一座小山坡上，一个身穿金发碧眼的黑衣男人将肩膀上重达100多公斤重的炮筒放了下来，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出去，淡淡说道 ：“OK， 目标人物已经灰飞烟灭，你这边可以付钱了。”这么快？你确定吗？那个林峰至少也是后天4层的武者。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怀疑的声音：“后天4层？哼，我不懂你们大夏国什么武道境界。我告诉你，我这用的可是最新研发出的4代改良版温压弹，没有哪个人被这种炮弹正中心轰中还能活着。”黑衣男人冷笑一声，随即又道：“我现在得立即离开大夏国，我希望你能在1个小时内把说好的30亿打入我给你提供的账户上，不然后果自负。”好，不愧是暗网排名第9的枪炮师，佩服佩服。电话那头惊喜说道。黑衣男人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快速收拾地上的炮筒等工具，准备立即离开这里。在西方有一句古话，大夏国境内神明尽行，所以很少会有国外的杀手组织、恐怖组织等将手插到大夏国这边来。他这一次也是正好在这边旅游，想着30亿的价格不错，所以才尝试着拼一把。只要趁着大夏国执法者那边没有反应过来，我完全有时间逃走，到时候回去也可以在那群家伙面前装一下逼。还神明尽行，区大夏国也没想象中那么吓人啊。黑衣男人耸了耸肩，转身准备离开。第94大夏国境内神明尽行。第95，来一场大清算。然而就在这时，林峰凭空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你没死？黑衣男人神色微变，原来还是个外国佬，怪不得用这种炮弹。只是让我很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杀我？是谁派你来的？林峰面无表情地说道。他也很奇怪，自己行事一直都奉行着赶尽杀绝的原则，能杀的都杀了，所以究竟是谁派人来暗杀自己？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黑衣男人眼睛微眯起来，他猛地后退几步，然后从那大大的布袋中掏出一把黑色的械具扛在肩上，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按钮。嗡！一股激光顿时从炮口中射出，激光散发着紫白色光芒，直径足有10公分，冲射而去，将沿途的空气都给烧得焦灼了。然而面对这种攻击，林峰只是伸出一只手，紫色的激光轰在林峰的掌心之中，难以对林峰产生任何伤害。激光炮、温压弹，你会玩的东西还挺多的呀。林峰瞬移到了黑衣男人的面前，抬手抓去。黑衣男人瞳孔微缩，大手一挥，抛出了数十颗玻璃球大小的微型炸弹。林峰挥了挥手，施展了袖里乾坤术，将这些微型炸弹全都收入囊中。你……黑衣男人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在世界各国混迹如此之久，就算是金塔国一些低级法老，他都能轻易解决，却还从未见过如此骇人的一幕。可以结束了。林峰很轻易的就抓住了黑衣男人的脖子，准备施展搜魂术。可没想到这时候，黑衣男人忽然狞笑一声，竟然引爆了体内的炸弹，整个人直接爆成了一团血雾。砰！巨大的冲击波轰在林峰的身上，依旧难以对林峰造成任何伤害。看着这一幕，林峰皱了皱眉，万万没想到这个外国佬如此狠，竟然想要跟自己同归于尽。如果早知道，刚刚一开始就应该先定住此人的。林峰心中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真的有些大意了。世界之大，总有一些能人异士，这个外国佬显然就是极为擅长枪炮的这一类人。就在这时，林峰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快速奔来，是一位身穿灰袍的老人。老人鹤发童颜，一双眸子闪烁着金光，给人一种凌厉之感。且这个老人竟然是一位先天境1层的武者。是你？老人显然认识林峰，神色有些惊讶。你认识我？林峰问道。这个老人显然和外国佬不是一伙，他心中猜测应该就是冯海口中所说的执法者了。你今早狠毒灭掉江家，如今金陵城谁不认识你？老人冷笑一声。你不爽吗？林峰心中正有火气，直接冷声说道。年轻人，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老人看了一眼林峰，然后蹲下来开始检查起地上散落的一些枪炮碎片来。他的神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更是冷声说道：妈的，边界那群人是怎么办事的？竟然让这么厉害的一位枪炮师混进国内来，幸亏没发生大事。说完，他站了起来，看向林峰说道：虽然你性格狠毒，但这一次的事情还是多谢你了。没有你，估计还真让这位枪炮师给跑走了。林峰沉默了片刻，问道：枪炮师是什么意思？一种国外的特殊职业，就像是我们国内的武者一样，都拥有着强大的毁灭能力。不过他们一般是不敢进入我国的，这一次是一个意外。老人解释道。你知道这个枪炮师的来历吗？林峰问道。老人惊讶地看了一眼林峰，
然后拿出一个特殊通讯仪，在上面快速点了几下，说道：“此人名为威尔，乃是暗网排名第9的枪炮师，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了。除此之外，这个人也是国际著名杀手组织天煞的成员之一。说真的，我倒是很好奇你是怎么杀死他的。这个人可不是什么简单之辈。所以，你知道这个天煞大本营在哪里吗？”林峰继续问道。“你问这个干嘛？该不会是想去报仇吧？”老人说着说着，自己都笑了起来。自己怎么会生出这么可笑的想法？天煞组织身为顶级杀手组织，得罪了太多势力，但却一直长久不灭。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没有人能找到这个组织的根据地。好，那你们如果以后有关于天煞组织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以免费帮你们除掉这个组织。林峰说了一句，直接转身离开。白衣老人并没有将林峰的话放在心中，而是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得上报一下。边界的防御很有可能出现漏洞了，不然国外的枪炮师是绝对不可能溜进来的。林峰一边走一边思考起来，他知道天煞组织绝对不可能无缘故的杀自己，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且这个人一定就是精灵城人。会是谁？林峰想到了武道联盟盟主王月轩，这个人很喜欢吹牛逼，很要脸，早上被自己打了一顿，有可能怀恨在心。我还是太心软了呀。林峰眼中划过一丝冷意。很快，林峰就回到了家门口。冯海见到林峰回来，心中松了一口气，赶忙迎了上去，说道：“林少，怎么样了？我大意了，虽然干掉了杀手，但是没有问出幕后主使。”林峰摇了摇头，又冷声道：“但我或许已经猜到了是谁。冯长老，你帮我妻女和大舅哥安排一下住处，我现在要对金陵城内的一些势力进行大清算，我要让一些人知道得罪我林峰的下场有多么的惨。第95来一场大清算，第96我定要他知道我王某人的厉害。”武道联盟议事厅，几个武道联盟的核心人物正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什么事。妈的，妈的，妈的！王月轩狠狠地拍了3下桌子上，将桌子拍得砰砰作响。杨顶天、袁天罡等人见到这一幕，皆是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盟主之所以如此愤怒，就是因为今早在江家被打了。以盟主骄傲的性格，众目睽睽之下被林峰如此羞辱，现在情绪有些崩溃是正常的，只要等他发泄一会就好了。在嘶吼了片刻之后，王月轩忽然安静下来，冷冷地说道：“这个林峰真不讲武德，我拿他当兄弟，他竟然出其不意地来偷袭我。如果我当时多留一点心，他岂能是我对手？”杨顶天和袁天罡2个人对视了一眼，有些无语。到底是谁不要脸？这种话也能说出来？当时你明明就是被林峰直接 KO 了，好吧？不过这样的话，众人也只敢在心中想想。盟主说的对，我看这个林峰也就一般般，真要公平对战，他肯定不是盟主的对手。杨顶天谄笑道：“对，盟主，你的实力在金陵城已经无敌了，这一次只是个意外而已。林峰也只会搞这些偷袭了。盟主，你是无敌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袁天罡等人一时纷纷拍起了马屁。王月轩闻言，神色缓和了不少，淡淡道：“哼，这一次就让这林峰嚣张一会，日后若是让我见到他，我定要他知道我王某人的厉害。”杨顶天等人闻言正准备说话，然而就在这时，砰的一声，议事厅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随后林峰从外面冷着脸快速走了进来。见到这一幕，场中众人皆是瞳孔一缩，杨顶天更是快步躲到了王月轩的身后。他被打了几次，实在是对林峰有心理阴影了，见到林峰就心中发毛。王月轩的面色有些僵硬，他虽然嘴上不服，但其实心里面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林峰的对手。刚刚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在手下面前挽回点面子而已。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大话刚落下，林峰竟然就冲进来了。看林峰这一脸凶狠的样子，估计来者不善啊。盟主。这时杨顶天等人纷纷将求助的目光移向王月轩。王月轩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说道：“林峰，你什么意思？真当我们武道联盟好欺负吗？”砰！林峰一巴掌扇了过去，王月轩顿时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墙上，嘴中吐出一大口鲜血。这一幕让得在场所有人都是浑身发冷。林峰究竟是什么实力？盟主好歹也是后天3层的强者，在他面前竟然完全没有还手的能力。你什么意思？王月轩挣扎着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惊疑不定地看着林峰，心中是既愤怒又委屈。愤怒的是自己竟然又被打了，他这么好面子的人，今天老脸都丢完了。委屈的是，你林峰是不是有些太欺负人了？早上打了我，下午又跑到我家里来打我，反正你就逮着我王某人一顿输出呗。那个国外的枪炮师是不是你找来的？林峰冷冰冰问道。什么枪炮师？我不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王月轩一脸的茫然。没关系，让我来搜一下就好了。林峰冷笑一声，一个瞬移来到王月轩的面前，探出大手就朝着王月轩的脑门抓去。王月轩神色微变，他虽然不知道林峰要干什么，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他立即就想要挣扎。可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的威压却是笼罩了他的全身，让他完全动弹不得。这一刻，王月轩通体冰凉，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林峰要杀自己，心中很是委屈与绝望。就在这时，林峰，住手！一道惊雷之声在场中众人的耳朵中响起，众人纷纷回过神来，目光一去，当看到来人的时候，皆是面色一喜，竟然是云中天，云大人。云大人可是金陵城执法者啊，在大夏国执法者地位特殊，主要负责保护境内安全，所以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位甚至好几位的执法者坐镇。而成为执法者的只有2个条件：第一爱国，第二成为一名先天境的武者。一般情况下，执法者来无影去无踪，很少会插手世俗间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执法者的存在。他们在常人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武道联盟隶属于执法者的管辖。林峰回头看去，发现来人正是不久前在小山坡上见到的灰袍老人。云老，救我！快救我呀！王月轩大吼，他此刻心中激动的都想哭了。绝境求生，这才是真正的绝境求生啊！本以为已经注定要嗝屁了，结果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云老赶了过来。云老可是先天境的超级强者，你林峰拿什么来挡？林峰，你真的有些无法无天了。云中天皱眉说道。他在向上面禀告了一下关于威尔的事情之后，就立即赶来武道联盟，准备找王月轩商量一些事情，却没想到刚一进来就看到了林峰要杀王月轩。王盟主也没怎么得罪你吧？你心肠就这么狠毒？然后呢？林峰面无表情。你先把王盟主放下来再说，如果你真有什么其他原因，可以说出来，大家坦诚相见，没必要闹得太僵。云中天回道。林峰目光微动了一下，说道：我觉得之前那个枪炮师就是王月轩找来的。什么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枪炮师，我冤枉啊！我比窦娥还冤啊！王月轩立即大声辩解，委屈至极。云中天也是断然否决道：不可能，武道联盟也算是半个国家部门，所有武道联盟的人是不可能勾结国外的杀手组织的，他们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一旦进入暗网，我们会立即察觉。继续说。林峰面无表情。林峰，我知道你的担心，无非是被人暗杀，所以急着想要报仇而已。这件事我们执法者会处理好的，你就没必要插手了。云中天说到这里，又沉声道：我保证，到时候会给你一个交代，所以现在请你立即放开王盟主。林峰闻言思考了片刻，直接将王月轩扔了出去。王月轩重重的砸在墙上，骨头都断了不知道多少根，直接是晕死了过去。云中天见此，瞬间怒火中烧，自己好言相说，林峰竟然还敢重伤王月轩，简直是不把自己看在眼里。林峰，你太狂妄了，我今日必须要好好教训你一下，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金陵城有我在，还容不得你放肆。云中天冷喝一声，一股属于先天境武者的威压席卷而出，他整个人更是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对着林峰爆射而去，速度快得令人发指。第96，我定要他知道我王某人的厉害。第97，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见到这一幕，杨顶天、袁天罡等人皆是神色大变，心中震惊的无以复加。这就是先天境武者的实力吗？竟然恐怖到了这种程度，光是威压就让他们快要窒息了。如此一击，有谁能挡？他们几乎已经可以预料到林峰悲惨的下场了。然而，下一刻，林峰只是轻轻挥了挥手，砰！云中天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意识重重地砸在墙上，嘴角溢出了一连串的鲜血。他挣扎着好几次，想要爬起来都没能成功。杨顶天、袁天罡等人立即倒吸一口冷气。什么情况？云大人可是先天境武者啊，在主动攻击的前提下，竟然被林峰随手挥了一下就飞了出去。这一刻，他们心中恐惧到了极点。这个林峰到底是什么人啊？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他们的认知，仿佛林峰就是一个来自天上的仙人一般，不管面对什么敌手都可以随意击败，完全看不出底线在哪里。你云中天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想要说些什么，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既然你说你们执法者能够找出幕后之人，那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3天之内，如果找不到那个枪炮师的雇主，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到时候别再说我心狠手辣。林峰冷漠说道。你的方式是什么？云中天擦了擦嘴角的鲜血，颤声问道。所有被我怀疑的人都得死，我要让这些人所在的势力片甲不留。林峰顿了顿，
又冷冷地看了一眼云中天，说道：“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雨落，林峰直接转身离开了武道联盟。目送林峰远去，杨顶天、袁天罡等人才敢走上前去，将云中天给搀扶起来。云老，这个林峰究竟是什么实力？杨顶天已经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了，但话语还是忍不住的发抖。云中天思索了片刻，沉声说道：“我也看不出，他浑身一点武道气息不显，却如此深不可测，在我所见人之中，绝对足以列入前3名。我估计也只有江南省的2位总执法能击败他了。”此言一出，在场几人皆是瞳孔骤缩，心中翻江倒海。江南省总执法，那是什么大人物？他们想都不敢想。这种人物已经是大夏国的绝对高层，是对接山上的那些宗门的超级人物。总执法大人是什么修为？袁天罡紧张问道。2位总执法已经是武道宗师了，不比一些宗门的门主差。云中天回道。杨顶天和袁天罡等人闻言当即沉默下来，可一双手却是在微微颤抖。武道宗师是先天之上的境界，只有武道宗师能击败林峰，那就说明林峰至少也是先天8、9层的境界。一位30来岁的先天9层，这是什么概念？他们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云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袁天罡紧张问道。不是有3天时间吗？那个枪炮师在行动前曾经打了2通电话，通过这个电话信息，应该可以找出那个幕后雇主。云中天说到这里，又叹一口气道：“至于林峰，这个人心肠很硬，很冷，完全不将人命当回事。你们以后见到他，还是恭敬点好，不然死了也就白死了。而且林峰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他的背景你们可以自行脑补一下。”听到云中天的话，在场几人皆是点了点头，心中想着以后见到林峰一定要上去拍马屁。另一边，林峰从武道联盟出来之后，愤怒的情绪缓和了不少。他拿出手机准备给一诺打个电话，可就在这时，妹妹小瑶给他打来了电话。电话一接通，小瑶有些紧张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哥，你现在在哪里？能赶紧过来一下吗？小可出事了。”“小可怎么了？”林峰皱了皱眉：“我给你发了一个地址，你赶紧过来就行。”林云瑶催促道。林峰挂断了电话，心中想着自己和一诺的事情还没有跟妹妹说，这次过去正好带着妹妹回去见见一诺和小侄女。于是他按照妹妹给的地址赶了过去。不一会儿，林峰就来到了一个金陵大学附近的一个2子大排档前。此刻正值下午4点左右，大排档中显得冷冷清清，只有2桌客人，一桌坐着几个社会小青年，另一桌则坐着林云瑶和李小可2个女孩子。2个人所在的桌子上摆了一些残羹冷菜以及8、9个啤酒瓶。李小可似乎是喝醉了，红着脸，一边哭一边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怎么搞的？2个小女孩喝这么多酒干嘛？林峰走了上去，一把将李小可的酒杯抢了下来，皱眉说道：“干嘛？我要喝，我还要喝。”李小可已经醉了，语无伦次，神情激动的想要去抢回酒杯，但却被林峰一只手按在了座位上，动弹不得。“哥，你终于来了。”林云瑶松了一口气，赶忙站了起来。她明显也喝了一点酒，眼神迷离，脸颊红扑扑的。19岁的女孩子露出这般姿态，当真是吸引力十足，让的99%的男人都忍不住想要将其拥入怀中，而另外1%的则是基佬。林峰揪起了妹妹的马尾辫，没好气的说道：“行啊，都学会喝酒了是吧？疼，哥，你轻点好不好？”林云瑶立即说道。林峰只是用了一点力而已，他知道妹妹是在装，不过还是将辫子放了下来，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第97，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第98，你可千万别坑你爹我。”林云瑶看了一眼李小可，发现小可已经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了，于是低声说道：“还不是小可那个渣男父亲，这个李如海真不是个好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小可不管不问，而这一次处心积虑的想要认回小可，其实是另有目的。”“怎么说？”林峰问道。“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只是听小可说，李如海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这门亲事的对象已经40多岁了。我的天，小可比我都小1岁，才18岁，刚刚上大1，李如海竟然要把她嫁给一个小老头，真是太恶心了。”小可心中当然万般不愿意，但没想到她的母亲也一起来劝她，所以她心中难受，就把我叫出来喝酒了。林云瑶说着说着，揉了揉脸颊，有些晕乎乎的说道：“我还是第一次喝啤酒呢，可真难喝，要不是陪小可，我一点也喝不下去。”林峰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与这个李如海打过2次交道，对方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李如海毕竟是小可的亲生父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别人的家事。“哥，你可一定要帮帮小可啊！”林云瑶一脸期盼的说道。林峰正准备说话，可就在这时，李小可忽然呕了一声，然后就大口的吐了起来。“小可，你没事吧？”
林云瑶赶忙上去，轻轻地拍打着小可的后背，一脸的心疼。林峰见此，目光微动。李小可是个好女孩，也是妹妹的唯一的好朋友。在妹妹最困苦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远离妹妹，只有李小可不离不弃，一直帮助妹妹。妹妹之前上大学没有学费，李小可更是说要帮忙凑钱，所以这件事她无论如何都要管。只要小可不愿意，就算是她爸妈也别想强迫。就在这时，砰！隔壁桌的一个小青年忽然站了起来，一把将手中的酒瓶砸碎，骂骂咧咧道：“你们在搞什么？都特么吐到我身上来了！”见到这一幕，林云瑶吓得将李小可拉到了哥哥的身后。林峰皱了皱眉，刚准备说话，就在这时，二子大排档的老板见情势不对，赶忙跑了出来，陪笑说道：“哎，彪哥，别生气，别生气，没必要和几个小孩子见识。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怎么样？”很显然，从老板的神色来看，这个彪哥估计来头不小，至少也是这片区域有点名声的人物，不然他可能这么的小心翼翼，一副陪笑的样子。滚！刘二，这件事跟你无关，你少给我多管闲事。彪哥冷笑一声，一把推开老板，随后将目光移向林峰身后的林云瑶和李小可，眼底深处划过一丝垂涎之色。其实刚刚李小可根本就没有吐到他的身上，他只是借题发挥，故意找麻烦而已。因为李小可和林云瑶又漂亮又粉嫩，一看就是未经人事的雏儿，面对这种角色，他张彪怎么可能放过？说吧，你这位朋友把我衣服吐脏了，该怎么办？张彪指着自己身上的白色短袖，冷冷地说道。林峰看了一眼短袖，上面的确有一些污渍，但绝对不是小可吐到的，应该是他们自己吃小龙虾不小心沾到衣服上去了。你扯淡，小可刚刚离你那么远，怎么可能吐到你的身上？林云瑶立即出声辩解。林峰拦住了妹妹，淡淡问道：“你想怎么办？”张彪还以为林峰害怕了，于是冷笑一声说道：“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赔我衣服，我这件短袖可是名牌，价值15000；第二，我今晚要去见我大哥，你让他俩陪我去喝一场酒。”砰！林峰一脚就将张彪踹飞了出去。你找死！张彪的几个小弟见此神色微变，立即拿起酒瓶就往林峰的头上砸去。林峰一动不动，直接释放出一丝威压，就让那几个小弟直接瘫软倒地，大口吐血。这一幕发生在火花店时之间。等大排档老板反应过来时，张斌一群人已经是受了重伤，鲜血更是流了一地。他有些惊慌失措，想要拿出电话来报警，可是看到林峰的表情，又害怕的将手机放了下来。林云瑶扶着李小可，神色倒是很淡定，因为他是知道自己的哥哥有多厉害的，对付这些小混混完全是降维打击。你大哥是谁？林峰走了过去，将张彪拎了起来，问道。张彪此刻浑身是血，看起来极为吓人，不过到底是混过的人物，他还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于是强硬的说道：“原来你是武者，怪不得敢打我。不过就算你是武者，惹了我，你也绝对不好过。我大哥是谭子明，你可认识？”谭子明？林峰脑海思索起来，之前小可好像说过这个人，说谭子明是金陵大学学生会会长，在学校内只手遮天，连那些校内领导都对其敬畏有加。最关键的是，这个谭子明貌似和三口堂有些关系，姓谭，难道是谭天红的儿子？这样吧，你把谭子明叫过来，我有事要跟他谈谈。林峰忽然说道。你确定？张斌眼睛微眯起来，心中却是一阵狂喜，自己正愁着怎么通知大哥来救自己，没想到眼前这个傻屌竟然主动让自己打电话，这不就是典型的找抽？不等林峰回话，他就立即从口袋中掏出手机，给谭子明打去了电话。另一边，金陵大学内的一间豪华独立宿舍内，子明，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吧？谭天红沉声说道。知道了，不就是让我照顾一下这个叫做林云瑶的女孩子吗？爸，你就放心吧，有我在，我保证她100%不会有事。金陵大学可是我的地盘。谭子明漫不经心地说道。谭天红闻言才是松了一口气，与秦家人的想法一样，在江家被灭之后，他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了林峰的妹妹。林峰这个人冷血无情，油盐不进，唯独对他的妹妹视若重宝，只要讨好林云瑶，绝对就能彻底抱上林峰的大腿。恰好他的儿子也在金陵大学内，所以就找了过来。儿子，这个林云瑶至关重要，如果你能追上她，那就更好了。谭天红忽然说道。谭子明皱了皱眉，正欲说话，但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他接通之后，简单说了几句，又挂断了电话。是谁打来的？我手下的一个小弟在外面吃饭被人打了，这个小弟还不错，经常给我带一些美女过来，这一次好像也是为了给我搜寻美女才被人打的。我过去看看吧。谭子明站了起来。谭天红闻言思索了片刻，不放心的说道：“我陪你一起去吧。”不至于吧，一件小事而已，你跑过去干嘛？谭子明无语说道：“你不懂，爸现在心中慌啊。你知道江家是怎么被灭的吗？
就是因为江家长子江俊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可千万别坑你爹我。谭天红沉声说道。第98，你可千万别坑你爹我。第99，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二子大排档内，张彪挂断电话之后，神色明显淡定了许多。他冷冷地看着林峰，很是硬气地说道：小子，如你所愿，我已经把我大哥找来了，你很快就会知道。啪！林峰一巴掌将张彪扇飞了出去。张彪挣扎着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林峰，心中想着等老大来，一定要加倍还回来。林峰无视了张彪的愤怒，对于这种连武者都不是的小混混，他实在难以提升一丁点的兴趣。之所以让张彪通知谭子明来，也不过是想给妹妹找个小跟班而已。因为妹妹长得很漂亮，妥妥的校花级别。之前的秦风，包括这一次的张彪，接连对妹妹进行性骚扰，让得他知道妹妹在学校的生活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平静。自己作为哥哥，也不可能一直陪在妹妹身边，所以找个小跟班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哥，你快看看小可。这时林云瑶低声说道：我来帮他醒醒酒吧。林峰一只手接过李小可，另一只手则是放在了李小可的腹部与胸部之间，轻轻一按。噗！李小可硬生生地将肚子中的酒水全都吐了出来。他睁开迷离的眼睛，神识似乎清醒了不少，发现自己正靠在林峰的身上，于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大叔，你怎么在这里？小瑶说你出事，我就赶来了，你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林峰说道。李小可看了一眼林云瑶，眼中有些感动，他似乎也知道自己今天的举动有些不应该，于是低声说道：小瑶，谢谢你，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谢啥？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还有，你的事情我已经跟我哥说了，我哥一定会帮你解决的。林云瑶嘻嘻一笑。李小可闻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心中却是一阵苦涩。解决？拿什么去解决？小瑶啊，小瑶，你根本就不懂李如海给我找的那个对象有多么的恐怖，整个金陵城根本就没有人敢去招惹，我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事情去连累你跟大叔呢？想到这里，李小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道：小瑶，我想通了，其实嫁给那个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小可，你在瞎说什么呢？你才18岁，那个老男人都40多，论年纪都可以当你爸了。林云瑶赶忙说道：老男人怎么了？老男人活好会疼人，而且李如海说这个老男人有钱有势，我以后就等着享福了。李小可故作不在意地说道。林云瑶闻言愣了愣，似乎是没想到小可会这样说。倒是林峰看出了李小可伪装背后的辛酸，他叹了一口气，像是一个大哥哥一般，轻轻揉了揉李小可的头，说道：好了，待会我带你去李家，一切交给我就行了。大叔，我真的不需要你管，我不想害了你。李小可咬着嘴唇，眼睛红了起来。林峰正欲回话，就在这时，门外来了2个人，正是谭天红和谭子明。见到2人到来，张彪先是一愣，随即心中涌现出一阵狂喜，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哥的父亲都来了，这可是金陵城的顶级大人物，是3口堂的大堂主，是跺一跺脚整个金陵城都要颤抖的存在。如此人物根本就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可如今竟然因为自己的一通电话过来了。想到这里，张彪压住心中的激动，他冷冷地看了一眼林峰，然后快步迎了上去，激动说道：大哥，怎么回事？谭子明一边说一边看向里面的林云瑶和李小可，眼中划过一抹惊艳之色。极品啊，学校内出现2个如此角色，自己竟然不知道。至于旁边的林峰，则是直接被他忽视了。大哥，是这样的。张彪将之前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谭子明满意的点了点头，因为张彪此举也是为了将这2个美女贡献给自己而已，这可是大功。这件事你做得很好，不过以后不许对美女这么粗鲁了，把人家吓坏了怎么办？谭子明淡淡说了一句。张彪听到大哥表扬自己，心中更加激动了。是，我知道了，大哥，我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谭子明推开了张彪，迈步向里面走去。张彪激动地跟在后面，一脸戏谑地看着林峰，似乎已经想象到待会林峰被自己的大哥狂虐的场景。你是哪家的公子哥呀？这么嚣张的，连我的人都敢打。谭子明漫不经心地看着林峰。林峰看了一眼不远处已经近乎傻掉的谭天红，淡淡道：我不是什么公子哥，不过我叫林峰，我觉得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林峰？谭子明面色微变，总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他正准备说话，然而就在这时，父亲谭天红一个飞跃，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砰！谭子明重重地砸在墙上，浑身的骨头都断裂了不少，疼得倒吸冷气，半天都爬不起来。爸爸！谭子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会在后面给自己如此重的一脚，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别叫我爸，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从今以后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谭天红神色冰冷，可若是细细看去，就会发现他的一双手在微微颤抖。
如果此刻条件允许，他恨不得自己直接躺地上装死算了。刚刚才千叮咛万嘱咐让儿子不要坑爹，结果一转身，儿子就把他坑了。他要这样坑爹的儿子有何用？见到这一幕，张彪都懵了，那几个小跟班也是一脸的惊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连林云瑶和李小可也是一脸的惊愕，觉得很是不可思议。就在这时，扑通，谭天红忽然就对着林峰跪了下来，恭敬道：林少，事已至此，我什么也不说了，反正我肯定是错的。您要杀要剐随便吧。他很聪明，知道这时候说一些解释的话语只是起反作用，倒不如直接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林少或许还会网开一面。林峰饶有兴趣地看着谭天红，到底是金陵一代枭雄啊，行事风格太果断了。林峰本来也没想着怎么样，所以淡淡说道：你先起来说话吧。谢谢林少。谭天红心中一喜，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就这么一小会，他感觉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第99，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第100，我林峰最喜欢的就是逆天改命。不必紧张，我叫你儿子过来，只是有件事情要他帮忙而已。林峰淡淡说道。谭天红闻言，立即对着不远处的儿子冷声道：还不赶紧过来给林少跪下。谭子明终于想起林峰是谁来了，他眼中有些惊恐，赶忙挣扎着爬起来，来到林峰面前，毫不犹豫的就跪了下来，恭敬道：林少，是我狗眼不识泰山，还请恕罪。你跟你爹一样，能屈能伸，是个聪明人，比之前那个秦家的秦风要好太多了。林峰饶有兴趣地看着谭子明，多谢林少夸赞。谭子明表面恭敬，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他之前只知道秦风得罪了一个人，被干掉了，但具体是谁并不知道，没想到竟然是林峰干掉的。这个林峰就这么厉害吗？竟然凭一己之力，在金陵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压得这么多大势力都抬不起头来。看到我身后的这两位了吗？林峰又说道。谭子明看了一眼林云瑶和李小可之后，就赶忙收回了目光，低声道：看到了，觉得如何？林峰问道。谭子明闻言身体一颤，额头又开始冒出了冷汗。他不懂林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是不打算放过自己吗？林少问你话呢，你还不赶紧回答？你是要坑死老子吗？谭天红大声吼道。谭子明身体一个机灵，吐出一口浊气，恭敬道：这两位小姐姐很漂亮，在我见过的女人当中绝对能排进前10。林云瑶和李小可听到此话，脸色有些羞红，毕竟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漂亮呢？还是在林峰面前被这般夸，更是让两人高兴。所以你喜欢他俩吗？林峰又问道。林少，如果是之前，我肯定是喜欢的，因为我也是男人，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美女。但现在我不喜欢了。谭子明似乎冷静下来，快速回道：为何？林峰继续问道：因为我不想死。林少，这一次是我的错，但我也是处于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早点知道，我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蠢的举动。林少，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向你道歉。谭子明说完，就忽然从边上拿起一根铁棍，对着自己的胳膊狠狠地砸了过去。咔嚓，胳膊应声而断。谭子明的额头上又开始冒出了冷汗，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此刻极度痛苦，但他依旧强行忍着不敢吭一声。林峰眼中多了一些欣赏，一个人对别人下狠手不算什么本事，敢对自己下狠手那才叫牛逼。这个谭子明比他想象的要优秀得多。你很不错，无论秦风还是将军林都远不如你，所以这两人死在了我手中，而你现在还活着。林峰淡淡说道。谭子明低着头，有些受宠若惊。旁边的谭天红则是神色惊喜，他很是清楚地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儿子已经得到林少的认可了，这可是一件大喜事。我给你介绍一下吧，旁边这位是我妹妹林云瑶，这位是我干妹妹李小可。林峰介绍道。小瑶姐，小可姐。谭子明姿态放得很低，连头都不敢抬一下。林云瑶有些不好意思，李小可心中则极为震惊，他可是知道谭子明的来历的，是金陵大学内绝对的顶级人物，而现在这样一位人物竟然在大叔面前如此毕恭毕敬。大叔竟然这么猛，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他俩的小跟班了，若是以后还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我第一个就干掉你，知道吗？林峰忽然说道。谭子明闻言面色一正，直到旁边的父亲冷呵斥了一声，才是反应过来，赶忙回道：林少放心，以后谁敢对两位姐姐不怀好意，除非先从我谭子明身上踏过去。很好，你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懂得怎么做。林峰站了起来，拍了拍谭子明断掉的手臂。谭子明面色微变，还以为林峰要恶意报复自己，结果就在这时，他却发现一股温暖的气流涌入到他的断骨上，将他断掉的骨头给接了上去。他尝试挥了挥手臂，发现竟然一点事情也没有了。林少，你……谭子明猛地看向林峰，心中已然翻江倒海。这是什么手段？活死人肉白骨！无需多说，
做好我交代你的任务即可。我林峰从不亏待自己人。林峰说道，恩威并施才是最好收服人心的手段。好了，我们还有点事情，你记得把账结一下，顺便赔偿一下老板的损失。林峰对着妹妹和李小可挥了挥手，俩女赶忙跟了上来。就在这时，谭天红拦住了林峰，从怀中掏出了2颗零爆弹，说道，林少，我这2天又收集到2颗零爆弹。林峰看了一眼谭天红，没有说什么，直接将零爆弹收于乾坤袋中，然后带着两女离开了大排档。目送林峰离开，谭天红心中松了一口气，说道，儿子，爸之前踹你是为你好，你可千万别记恨我，如果我不那样做，你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一具尸体了。我知道，其实你刚刚应该再狠一点，你还是心软了。谭子明点了点头。谭天红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爸，这个林峰给我的感觉很不一般，我感觉如果跟着他，他会带我走上一个新台阶，所以我决定以后好好跟着他混。谭子明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将张斌几人击毙当场。杀了几个人之后，他的神色没有半点的变化，直接离开了大排档。谭天红目送儿子离去，神情有些复杂。他这个儿子从小的表现就跟别人不一样，心高气傲，手段凌厉，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狠。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只是可惜武道天赋不太行，如今也才玄境初期。另一边，林峰带着妹妹和李小可上了一辆出租车。哥，我们现在去哪？林云瑶好奇地问道。去李家。林峰说道。林云瑶闻言当即就知道了哥哥的意思，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了。倒是李小可神色有些担忧地说道，大叔，我知道你很厉害，连谭天红这种人物都害怕你，但是我现在的事情不是你能解决的，你还是不要管我了。你爹给你介绍的那个老男人很厉害。林峰问道。很厉害？比你想象中要厉害。我听李如海说他是一位天境高手。李小可看向林峰，继续说道，其实有这么一位强者庇佑也不算什么坏事，不就是年纪大一点吗？只要对我好，我也认命了。认什么命？我林峰最喜欢的就是逆天改命。林峰说了一句，便开始闭目养神起来。李小可眼睛微微发红，感动的都要哭了。大叔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他心中想着，如果跟自己结婚的人是大叔，那该多好啊。第100，我林峰最喜欢的就是逆天改命。第101，南宫问天。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就在李家庄园前停了下来。林峰、林云瑶、李小可3人走下车，发现李家庄园前竟然停了不少豪车，即使是站在外面都能听到庄园里面不时传来的阵阵嘈杂声，貌似是来了不少客人。要不还是算了吧。李如海为了联姻的事情，这一次好像邀请来了不少大人物。李小可忧心忡忡，很是害怕。WWW， 是吗？可我就喜欢和这些大人物玩，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钱又……林峰笑了笑，带头向庄园走去。小可，别害怕了，有我哥在，没关系的。林云瑶握住了李小可的手。李小可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跟着林云瑶一起紧紧地跟在后面。他心中暗暗想着，不管如何，自己一定要保证大叔和小瑶不受伤害，大不了就以死相逼。此刻，庄园最中间的一栋别墅大厅内，正有一群人围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地议论着什么。除了李如海等几个李家的核心人物之外，还有秦家家主秦无道、龙门堂堂主龙浩、炸天帮帮主帝释天。这些人都是早上参加江家订婚宴的大人物，如今竟然聚在一个中年人的身边，言语之中多有恭敬之意。中年人穿着锦衣华袍，大长脸，鹰钩鼻，一身武道气息深不可测，四周隐隐有天地之力环绕，恐怖至极。今日是什么风，把问天兄吹来金陵城了？秦无道笑着问道，心中却是凝重万分。中年人名为南宫问天，其不仅是金航城武道世家南宫家的大长老，一身修为更是达到了后天4层的恐怖地步。江南省共有6城，分别为金陵城、金航城、吴相城、苏州城、泸州城以及扬州城。6城之中，金陵城垫底，而金航城却能排进前3。秦无道如今是后天1层的境界，算是金陵城顶级高手，可在南宫问天面前不值一提。而南宫问天在金航城武道界却是连前10都排不进，这足以表明了2城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2城虽然相邻，但武道界却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南宫问天忽然过来，不免让的在场几人有些疑惑和紧张。哈哈，问天兄不会是来我们金陵游玩的吧？龙浩笑着说道。帝释天虽然没有说话，但一双眼睛却是看着南宫问天，等待着南宫问天的回话。真是笑话，金陵城有什么好游玩的？穷乡僻壤之地罢了，一个能打的武者都没有，就算是武道联盟的王月轩，也不是我10招之敌。南宫问天淡淡的说道，就差将不屑写在脸上了。秦无道等人闻言心中有些生气，但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干笑一声道，问天兄说的对，
我们金陵武道界的确是比不得你们金航城，知道就好。南宫问天点了点头，随即又淡淡道：“我来这里是准备娶李如海的女儿当小老婆。”什么？秦无道、龙浩、帝释天三人面色一正，纷纷震惊的目光看向李如海。李如海面色平静，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微微一笑说道：“不错，我们李家的确准备和金航南宫家联姻。问天兄身为南宫家的大长老，身份高贵，实力非凡，迎娶我女儿，自然我绝配。”听到此话，秦无道几人皆是沉默下来。他们隐约能猜测到李如海的意思，无非是李家如今示弱，想借助南宫家的力量再次崛起。这就和之前江家与云川陈家联姻的目的一样，只是江家和陈家联姻，至少也是两个年轻人吧。你李如海竟然把自己10几岁的女儿嫁给一个比自己还大的老男人当小老婆，是不是有些不要脸了？几人心中一阵鄙夷，但明面上却是笑容依旧，并不敢表现出任何异色。他们倒是不怕李如海，但是南宫问天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就在这时，南宫问天忽然问道：“我听说今天你们金陵城的那个江家被一个年轻人灭掉了。”不错，李如海笑着点头。到底是穷乡僻壤之地啊，江家也算是你们金陵城第一武道世家了吧？竟然被一个后辈登门灭掉，真是垃圾的要死。南宫问天一脸轻蔑：“问天兄，话也不能这样说，那个林峰的确很强。”秦无道听不下去了，笑着出声辩解，心中暗想：你南宫问天虽然强，但是当着我们金陵城各大势力之主面前，左一个穷乡僻壤，右一个垃圾的要死，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很强，不要为自己的垃圾找借口了。说到底，你们金陵城武道界就是垃圾，每年6成大比之中都是垫底的存在，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什么吗？南宫问天冷笑一声，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浑然没有将在场几大势力之主放在眼里。问天兄，这话是不是有些过激了？我金陵武道界如今虽然示弱，但早几10年前也是6成之中顶级存在，而且若不是当年那一场变故，我们也不会落魄成现在这样。龙浩压住心中的火气，说道：“你什么意思啊？对我有意见？”南宫问天忽然暴起，一巴掌就对着龙浩拍了过去。龙浩面色骤变，赶忙出手抵抗，但他只是地境巅峰，怎么可能会是一位后天4层强者的对手？砰！龙浩瞬间被拍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墙上，嘴中喷出一口鲜血。哼，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免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在我面前，由不得你放肆！南宫问天冷哼一声。第101，南宫问天。第102，林峰又如何？南宫问天，你太嚣张了！就算你再强，我金陵城武道界也不是你能羞辱的。龙浩爬了起来，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不服气的说道：“哦，还挺硬气，我就喜欢你这种硬气的人。”南宫问天嘴角划过一丝不屑的神色，他忽然起身，轻轻一个飞跃就冲到了龙浩的面前，掐住龙浩的脖子，将龙浩给拎了起来。你可以看出，南宫问天用了很大的力气，龙浩的脸瞬间成了猪肝色，想要说些什么，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人要有自知之明，地境巅峰在金陵城很厉害，但在我们金航城只能算得上是中等，在我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我杀过的地境巅峰武者，比你见到的都要多。砰！南宫问天将龙浩狠狠地丢在地上，淡淡道：“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现在跪下来道歉，不然就去死。”WWW！ 龙浩死死地握住拳头，指尖嵌入肉中都不知痛，欺人太甚，真的欺人太甚。这一刻，他真的连死的心都有了。身为龙门堂堂主，他龙浩何曾被人这般羞辱过？问天兄，大家闹着玩玩，跪下来道歉就没这个必要了，就让我给你敬3杯酒，算是帮龙堂主向您赔不是了。这时，秦无道举着酒杯，笑着出声：“不错，今天是个好日子，没必要弄得太僵。”哈哈，问天兄真会开玩笑。帝释天等人纷纷笑着开口，打算缓解一下场中压抑的氛围。可就在这时，砰！南宫问天一把将秦无道手上的酒杯打掉，冷笑一声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帮他赔礼道歉？”问天兄，你……秦无道神色微变，别叫得这么亲切，我今天来这里就是娱乐娱乐而已，你们还真以为我会跟你搞什么武道界的学术交流？恕我直言，不仅仅是龙浩，在座的各位，包括整个金陵城都是垃圾。南宫问天嚣张至极，满脸的不屑之色。这一番话落下，让得秦无道几人的神色难看到了极点。南宫问天此举已经等同于在他们的脸上拉屎撒尿，将他们的脸往茅坑里按了。可在短暂的愤怒之后，几人又是松开了握紧的拳头，目光颓然。就算再生气又能如何？面对这么一位后天4层的超级强者，他们几个人联手也不是对手，所以哪怕是被羞辱，他们也只能忍着。这就是武道界的规矩，实力为王，没有实力，你连屁都不是。赶紧跪下，不然我不仅杀你，连帮你说话的这些人都
都得死。南宫问天冷冷地看向龙浩，秦无道等人闻言面色骤变。龙浩闻言咬了咬牙，直接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颤声说道：“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无礼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南宫问天脸上满是玩味之色。南宫大人，我龙浩知错了，我现在给您赔罪，求您原谅。龙浩大吼出声。砰！南宫问天一脚将龙浩踹飞了出去，高高在上的说道：“罢了，今日就饶了你一条狗命。”龙浩默不作声，他挣扎着爬起来，走到了秦无道等人的身边坐下，原本凌厉严肃的面容已然一片死灰，就像是一个死人一般。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秦无道、帝释天等人看到龙浩的样子，心中一阵叹息，却又无可奈何。一旁的李如海心中则是一阵欣喜，之前李家落魄，这几个人可是没给自己好脸色，现在终于轮到我李家崛起了吧。李如海越发觉得自己将女儿嫁给南宫问天的这个决定是无比正确的，用一个女人换取李家日后的飞黄腾达，这很划算。想到这里，李如海不由哈哈大笑道：“问天兄所言甚是，我们金陵城武道界日后可还指望着你们南宫家多多照顾一二。这个你放心，只要你女儿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我还能不管你们李家。”南宫问天拿起桌子上的一根雪茄，很是舒服地抽了一口，又道：“话又说回来，我那个小老婆呢？昨天还看见她的，今天怎么不见了？小可她还是个大学生，今天要去上课。”李如海谄笑道：“大学生活好啊，我就喜欢大学生。”南宫闻言惬意地吐出一口烟圈。李如海闻言正准备回话，然而就在这时，林峰带着李小可和妹妹直接推门走了进来。见到这一幕，秦无道、帝释天瞳孔一缩，是林峰？林峰怎么会过来了？龙浩看了一眼林峰，死灰的脸色似乎多了一些波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连李如海都是面色一正，心中震惊万分。不过在短暂的惊疑不定之后，他的神色又是戏谑起来。林峰又如何？自己现在可是有南宫问天撑腰，你林峰就算再强，还能强得过南宫家不成？第102，林峰又如何？第103，你要跟我讲道理。乖女儿，你不是去上课了吗？怎么回来了？李如海忽视了林峰，对着李小可笑着问道。李小可看了一眼李如海，又看了一眼正色眯眯看着自己的南宫问天，犹豫了片刻，没敢出声。不要怕，有我在。林峰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这种事情还是要小可自己站出来才行，他可以帮小可一时，但帮不了一世。李小可闻言点了点头，深呼吸一口气之后，才是毅然决然道：“李如海，我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对我尽过养育之恩，现在想来认我是不可能同意的。至于你帮我安排的亲事，我更加不会愿意。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你划清界限的。小可，你妈难道没跟你说清楚吗？”李如海面色一沉，万万没想到女儿会给自己来这一出。我妈是我妈，她的意见不能代表我，反正我是不可能认你的。你别想了。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李小可的神色平静下来，心中一片坦然。有些时候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只要你勇敢地跨过去了，就会发现前方是一片海阔天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难。场中瞬间安静下来，李如海神色阴沉，怒火冲天，愣是气得半天说不出来话。南宫闻言眼睛微眯，饶有兴趣地看着李小可，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至于秦无道几人，则是一直盯着林峰看。小可，你确定要这样做？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李如海的神色忽然冷静下来，言语之中明显多了一丝威胁之意。哦，我倒是想知道有什么后果，你说出来听一听。这时林峰站了出来。李如海见到林峰说话，心中一沉。其实他在看到女儿跟林峰一起回来之后，心中就已经有所猜测。林峰可是单枪匹马灭掉江家的狠人，如今金陵城谁不怕？不过想到背后的南宫问天，李如海又淡定起来，沉声说道：“林峰，这是我的家事，你可别多管闲事。”啪！林峰隔空一巴掌扇出，李如海瞬间飞出去了几米远，最后重重地砸在客厅的酒柜之上，将酒柜都砸得稀巴烂。我就喜欢多管闲事，怎么了？不行吗？林峰淡淡说道。见到这一幕，场中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李小可和林云瑶看着帅气的林峰，心脏扑通扑通直跳，而南宫问天眼中则是划过一丝凝重之色。这人就是灭掉江家的青年吗？的确有点本事，从这隔空出手的力度来看，估计已经不比自己差了。想到这里，他不打算出手帮忙了。他是贪图美色不假，但绝对不会为了李如海去得罪一个能与自己相抗衡的武者。如果真这样做，那他岂不是傻逼了？他刚刚虽然很狂，但也只是在秦无道几个弱鸡面前狂，而在真正的强者面前，他要比几人想象中谨慎得多。林峰，你能不能讲点道理？这时李如海挣扎着爬起来，愤怒说道。
你确定要跟我讲道理？现在整个金陵城应该没人不知道我林峰的拳头就是道理吧？林峰冷笑一声。李如海闻言不由惊恐的后退一小步，面色有些苍白。可即使如此，他依旧被林峰一巴掌拍飞了出去。嘶！李如海疼得龇牙咧嘴，倒吸冷气，浑身发软。他将求助的目光移向南宫问天，可却发现南宫问天竟然像是没有看见一般，这让他心中一阵恼火，不由出声说道：“问天兄，你难道就这么看着吗？哼，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再说了，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如果你女儿不愿意嫁给我，我也不强求。”南宫问天皮笑肉不笑地回道。李如海听到此话，心中震荡，难以置信，这还是刚刚那个狂妄至极，不将一切放在眼里的南宫问天吗？秦无道、帝释天、龙浩等人亦是一脸的震惊，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快，几人就想通了原因。很显然，南宫问天在见到林峰出手之后，心生忌惮，认为自己有可能不是林峰的对手，所以才会有现在这副表现。一念至此，几人看向林峰的眼神明显变了，变得更加敬畏了。没想到林峰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仅仅只是随意出了一下手，就让到后天4层的南宫问天害怕的不敢出手。当然，几人其实想错了，南宫问天并不是害怕的不敢出手，只是觉得为了一个女人和一个不比自己差的强者拼命不值得而已。林峰看了一眼南宫问天，也是有些惊讶，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南宫问天识趣的选择退步，这就说明南宫问天是个聪明人，他林峰很少杀聪明人。林峰，咱们有话好好说。李如海失去了南宫问天这个靠山，语气瞬间软了不少，言语之中甚至有些讨好之意了。没什么好说的，我今天就是过来虐你的，不管你怎么做，我都要揍你。林峰淡淡回道，然后又隔空扇了几巴掌。砰！啪！李如海再一次飞了出去，大口吐血，浑身的骨头都不知道碎了多少根，凄惨无比。第103，你要跟我讲道理。第104，求林少壮我金陵城威名。这一幕看得场中众人心惊肉跳。林峰就是林峰啊，在他眼中，人就是跟玩具一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关键你还一点脾气都不能有，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小可，解气了吗？若是还不解气，我可以考虑干掉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父亲。林峰将目光移向身后的李小可，问道。李小可从震撼中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说道：“还是算了吧。”林峰闻言点了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可就在这时，扑通！龙浩忽然对着林峰单膝跪地，双眼猩红的说道：“林少，龙门堂堂主龙浩，求你壮我金陵城威名！”秦无道、帝释天等人犹豫了片刻，咬了咬牙，也是单膝跪地，怒吼道：“秦家秦无道，求林少壮我金陵城威名！炸天帮帝释天，求林少壮我金陵城威名！天盛集团王富贵，求林少壮我金陵城威名！”一个又一个金陵城有头有脸大人物就这么在林峰的面前单膝跪了下来，他们的脸上皆是面露无比悲愤、激动的神色，实在是之前被南宫问天给气伤了，可又苦于不是南宫问天的对手，所以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见到林峰如此强势，他们心中的怒火瞬间忍不住了，纷纷请求林峰出手。见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林峰有些愕然，这是什么情况？林少，事情是这样的。龙浩一字一句的将刚刚的事情说了出来，言语气愤，神情激动，那模样恨不得要跟南宫问天拼命。南宫问天见此，神色冰冷，眼中充满了杀意。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群蝼蚁竟然妄图找人教训自己，真是岂有此理。不过他并没有什么动作，而是暗自警惕地看着林峰，心想如果林峰敢多管闲事，自己一定要全力出手，争取一招击败林峰，让这群人知道什么叫做绝望。林峰听完了龙浩的话，神色不变，淡淡说道：“没实力，不是别人的对手，受辱不是很正常的吗？搁我这里扯大旗呢？我要是你们，可不是跪在地上求别人帮忙，而是回去偷偷变强，争取有一天将这份耻辱亲自报回来。”此言一出，秦无道几人瞬间面色死灰，一片惨白，而南宫问天则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好，很好，林少，你这才是强者的想法，不像这几个废物，简直是不可理喻，竟然妄图挑拨你我之间的感情。啪！林峰隔空一巴掌抽了过去，南宫问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在这里跟我扯感情？我跟你有个屁的感情！林峰冷笑一声。你……南宫问天挣扎着爬起来，刚想说什么，结果砰的一声又被林峰拍飞了出去，且这一次拍得更重，飞得更远，直接飞到了2楼，倒挂在走廊的栏杆上。我都说了，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你还敢说话？林峰冷冷说道。
见到这一幕，场中瞬间安静下来。秦无道看着如同死狗一般被挂在栏杆上的南宫问天，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预想了多种可能，想到林峰和南宫问天决一死战，林峰拼全力将其击败，也想到林峰不是南宫问天的对手，被南宫问天狠狠羞辱，唯独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的。林峰似乎都没怎么用力，就像是刚刚抽李如海一般，就将南宫问天轻易KO了。众人脑袋有些晕乎乎的。多谢林少，多谢林少，多谢林少。短暂的震惊之后，秦无道、龙浩、帝释天等人纷纷激动道谢。谢我做什么？我只是随手拍了一只在我耳边嗡嗡叫的苍蝇罢了，可不是要为你们出头。林峰摇了摇头，事实上他说的句句属实。他之所以出手，完全是因为南宫问天非要装个逼，在他面前扯什么感情，让他觉得有些烦而已。但是秦无道几人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林峰就是典型的嘴硬心软，刚刚之所以说那样的话，不过是为了鞭挞他们的信念而已。没想到林少表面狠辣无情，内心竟然是个热心肠。几人心中有些感动，忽然就觉得眼前的林峰可爱起来。就在这时，林峰，你找死！南宫问天缓过神来，一声怒吼，其体内溢出的恐怖气流席卷了偌大的客厅，吹得客厅内人仰马翻，整个身体更是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对着林峰爆射而来。这一幕让得在场众人倒吸一口冷气。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南宫问天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而是一位后天4层的强者啊！适才之所以被林峰虐揍，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大意了而已。聒噪！林峰皱了皱眉，对着半空中的南宫问天一巴掌扇去。砰！南宫问天直接被爆成了一团血雾，惨死当场。无聊至极。WWW。林峰摇了摇头，觉得没什么意思，带着妹妹和小可直接离开了李家庄园。第104，求林少壮我金陵城威名。第105，生死大缘。目送林峰几人离开，秦无道、帝释天、龙浩、王富贵等人久久不能回过神来。他们已经足够高看林峰的实力了，却不曾想还是低看了。你们说林少究竟是什么境界？帝释天忽然问道。能将一个后天境4层武者当成玩具一样肆意玩弄，至少也要超2个小层次，也就是后天6层。当然了，以林少的表现来看，我还是觉得应该还要大胆一下，往上面多猜点，应该是后天7层，甚至是8层、9层。龙浩神情痛快不已，随即又道：其实仔细想想，我们都误会林少了。林少明显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好人，林少灭了江家也实属正常。谁让江家不自量力，竟然惦记林少的女人？这是换成谁也忍不了啊！不错，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对林少的印象了。有林少在，我们金陵武道界的实力明显要上升一个台阶。帝释天也是点了点头。只有秦无道沉默不语，毕竟他的儿子秦风是林少干掉的。秦家主，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听说你的儿子之所以死，是因为惦记林少的妹妹，这也是有原因的，不能怪人家林少。龙浩拍了拍秦无道的肩膀。秦无道吐出一口浊气，点了点头道：你所言极是，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太过偏颇了。事实上，若是站在林少的角度，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错。要说有错，也是我们先招惹他的。另一边，林峰自然不知道几个大势力之主的想法，若是知道，那他真是要感叹万千了。果然啊，只要有实力，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峰哥哥，这一次的事情真的谢谢你。李小可一脸认真的说道。刚刚在林峰的强烈要求下，李小可终于不再叫他大叔，而是改为峰哥哥了。没必要谢，只是一件小事而已。林峰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是啊，小可，你就别这么客气了。我哥可是个热心肠，你的事情他能不管吗？林云瑶在一旁笑嘻嘻的说道。李小可闻言感动的点了点头，然后说自己有些累了，想回宿舍早点休息。兄妹俩把李小可送回学校宿舍。随后林云瑶准备去图书馆看一会书，但却被林峰给叫住了。小瑶，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啊，啥事？林云瑶有些疑惑。林峰思索了片刻，就将陈一诺和小恋恋的事情说了出来。林云瑶闻言沉默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对于陈一诺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因为当初哥哥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在他耳边念叨这个名字。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0年前哥哥失踪，爸爸妈妈去云川找陈一诺，不久后传来了爸妈出车祸的噩耗，这让当时年仅9岁的他心灵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对陈一诺这个女人没什么好印象。怎么了？林峰看出了妹妹的不对劲，笑着问道。没事，如果哥哥喜欢，而他又对你是真心的，那我会祝你们幸福的。林云瑶很认真的说道。林峰闻言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怕妹妹会有什么反对意见，这就会让他很为难。那你跟我一起去见一下一诺吧，顺便也见一见你那个小侄女。林云瑶点了点头。
可就在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停住了脚步，说道：“哥，你回来也有好一些日子了，可你却一直没有去爸妈的坟前看过。”林峰闻言面色一正，随即神色复杂道：“人死如灯灭，看与不看又有什么意义？只会徒增伤感罢了。”自从修仙以后，林峰发现自己很多的观念都改变了。那你明天能陪我一起吗？我忽然想爸爸妈妈了。林云瑶故作平静地说道：“其实我连爸妈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爸妈是在云川火化的，交到我手上时只剩下冰冷的骨灰盒。”林峰闻言心中一颤，他一直在竭力的去避免谈及这件事情，但如今还是听到了，这让他心中忽然就难受起来，这种感觉很不好，他很不喜欢。行，明天我们一起去爸妈的墓前看看，也让爸妈看看他们的小孙女。林峰点了点头，简单一番交流之后，林峰给陈一诺打去了一个电话，得知他们被冯海安排在了金陵大酒店，于是便准备带着妹妹向着金陵大酒店赶去。可就在这时，路边的一个小地摊引起了林峰的注意力。此刻已经是傍晚6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可这个小地摊却是摆在了一个偏僻的角落，看起来很奇怪。哥，怎么了？林云瑶顺着哥哥的目光看去，也发现了那个小地摊。地摊前有一个白衫青年盘膝而坐，青年面容刀削斧砍，棱角分明，身后附着一把剑，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气质。而在青年面前摆放着的却是几颗白色的石头，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玩的 cosplay。 林云瑶有些愕然：“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林峰对着妹妹说了一句，然后快速走到了小地摊前。他看了一眼那几颗白色的石头，心中不免有些惊喜。这竟然是灵石，就是单纯的灵石，不是什么灵爆弹之类的东西，且这灵石内的灵气还很浓郁，算是下品灵石中的佼佼者了。老板，这个东西多少钱？林峰拿起了地摊上的灵石，问道。白衫青年抬起头看了一眼林峰，说道：“这种东西不谈钱，谈缘。你若是有缘，送你又何妨？”林峰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白衫青年，问道：“那你觉得你我有缘吗？”“有缘，而且是生死大缘。”白衫青年语落。嗡！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从他的体内溢了出来。第105生死大缘。第106，可惜你遇到了我。不得不说，白衫青年很强，比之前的南宫问天都要强。可惜对林峰来说还是太弱了，其拼尽全力释放的威压，对于林峰来说更是弱得可怜。别闹了！林峰轻轻地挥了挥手，恐怖的威压直接溃散开来。果然有点本事。白衫青年眼中划过一缕金光，鼓动体内真气，一拳对着林峰轰去。林峰很轻易的就抓住了他的拳头，随手一抛，白衫青年瞬间被扔出去了10几米远，最后硬生生的在地上后退了10几步，才是稳住了身形。你在这里摆地摊，不会就是为了我吧？林峰一边将地上的灵石捡起来收到乾坤袋里，一边淡淡问道。其实他早就看出了白衫青年的境界，约莫是后天5层样子。这样的实力出现在一个27、8岁的青年身上，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错，我正是为了杀你而来。白衫青年沉声说道，神情凝重了不少。林峰的实力比他想象的要强，竟然接二连三的轻易瓦解了他的攻击，这让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出绝招了。杀我？我们之间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林峰饶有兴趣地问道。我是为江家而来，我师姐江西雨是江家大小姐，你因为一点仇恨灭了江家满门，实属有伤天和。白衫青年冷冰冰说道。林峰闻言皱了皱眉，他以为自己已经把江家灭门了，没想到竟然还留了一个祸患。他又想起之前陈千许曾跟自己说过，说江家有一个大人物，正是因为这个大人物陈家才会和江家联姻，想必这个大人物就是所谓的江西雨了。唉，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林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白衫青年将自己身后的长剑拔了出来，刹那之间，一缕凌厉的剑气弥漫而出，让的空气之中充满了肃杀之意。你还有什么言要说？你这个师姐为什么不亲自过来，派你过来送死？林峰问道。笑话，我师姐是何等人物，怎么会亲自过来找你？刚刚让你3分，你真以为自己是我的对手了吗？白衫青年轻笑一声，随即剑指林峰，冷冰冰道：记住了，今晚杀你的人是玄灵门白武。灵剑术！白武手捏剑诀，一剑对着林峰一剑刺出，肉眼可见剑尖之处绽放出点点寒芒，寒芒又像是吐出了烟圈一般，慢慢扩大，向着林峰快速冲去。林峰伸出手将涌来的剑气抓住，轻轻一攥，剑气瞬间烟消云散。见到这一幕，白武神色微变，他这一招剑术足足修炼了18年，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竟然被林峰轻易挡下。嗡！白武毫不犹豫，又是接连2剑劈出。
2道剑气急速而出，将沿途的几棵杂树搅成了粉碎。然而这2道剑气冲到林峰面前，依旧被林峰轻易挡下。不愧是宗门弟子，竟然懂得将体内的灵力施以剑体之中。可以说，凭你这几剑，在世俗间后天6层乃至7层的武者都不是你的对手。林峰抬了抬眼皮，看向白武，又淡淡道：“可惜你遇到了我。”雨落，林峰探出右手，对着白武就这么轻轻一抓。白武面色巨变，身体竟然不受控制的快速朝着林峰飞去，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无用。他心中惊恐到了极点，因为就算是师尊也不能隔空将他抓住啊！这个林峰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强到了如此地步？下一刻，砰！林峰抓住了白武的脖子，白武满脸惊恐，再无适才的傲气，颤声问道：“你这般高人，为何要欺负一个小小的世俗武道家族？”你说错了，是他们先惹的我。林峰摇了摇头，然后用另一只手按在白武的头上，直接施展搜魂术。没想到就在这时，白武的脑海之中竟然传来一道惊天怒吼：“放肆！竟敢觊觎我玄灵门术法！”林峰面色微微一正，下一刻，砰！白武的脑海直接自爆开来，整个人像是一条死鱼一般，缓缓地倒在了地上，死得不能再死了。林峰见此，剑眉微皱，他想起了之前老头子教他搜魂术时所说的话，一些大势力都会在门下的弟子识海中布下禁制，为的就是避免门内道统被他人盗取，所以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在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玄灵门倒是有点意思，不愧是山上的宗门。林峰喃喃自语，思索了片刻，他随手一挥，灵火涌出，白武的尸体瞬间化成了漫天骨灰，被风吹到远处的一个大排档内，引起一群正在吃小龙虾喝啤酒的人一阵咳嗽。妈的，老板，你烧烤能不能用好一点的炭？灰都吹到我们碗里来了。就是，我特么的吃了一嘴灰。林峰整理了一下战利品，这一次从白武的手中抢了5块灵石，再加上之前的谭天红给的2块灵爆弹，他现在手中又有了7块下品灵石。只是遗憾的是没有搜魂成功，这意味着后面可能还有一些麻烦。若是能找到玄灵门在哪里就好了，可以过去探一探这个玄灵门的深浅。林峰自言自语。就在这时，林云瑶快步走了过来，他目睹了一切，有些惊疑不定地问道：“哥，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一个来找死的小人物而已，问题不大。”林峰笑着回道：“哥，我感觉你现在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之中，我有点害怕。”林云瑶紧张说道：“修仙一道，生死搏杀是正常，等你以后踏入仙途，心态自然会慢慢改变。况且你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你哥我的实力，这些在你看来很危险的人，在我眼中都是好心人而已。”好心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过来送东西的。你看这个白武就给我送来5块灵石，我倒挺希望多来这样的人。哦，我懂了，就是杀人夺宝的意思。第106，可惜你遇到了我。第107，林峰，我对不起你。玄灵门一处金碧辉煌大殿之中，有一个灰袍老人正在盘膝打坐。师父，师父！就在这时，一位弟子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怎么回事？火急火燎的成何体统？灰袍老人睁开了双眼，眉头微皱。师父，小武师兄的命牌碎了。弟子颤声说道。灰袍老人闻言唰的一声站了起来，神色惊疑不定。命牌是每一位玄灵门弟子取心头血制作的低级法器，此法器与弟子的生命息息相关，一旦弟子死亡，其所制成的命牌也会随之碎掉。如今小武的命牌碎了，这无疑说明小武已经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刚刚，我按照惯例去命牌室打扫卫生，结果就发现小武师兄的命牌碎了。弟子紧张说道。他作为玄灵门弟子，打扫命牌室已有20余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命牌碎裂的情况，这让他心中十分惶恐。灰袍老人闻言，面色阴沉不定，思索了片刻，整个人化作一缕流光，来到了一座山峰之上。山峰之上，有一位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子正在盘膝修炼，淡淡的月华落在她的身体之上，柔和唯美，将她衬托的如同谪仙下凡一般。师父，您怎么来了？江西雨感应到了老者的到来，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小武下山帮你江家报仇，现在命牌碎了。灰袍老人缓缓说道。江西雨闻言，绝美的面容微微一正，似乎是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他思索了片刻，说道：“金陵武道界孱弱，除了执法者云中天之外，应该无人能杀掉小武。你的意思是灭你江家的人和执法者有关系？”灰袍老人皱了皱眉：“也许吧，只是一个猜测而已。暂时别管这个林峰了。现在的我已经到了突破的关键时期，等我突破之后，亲自下山找他。”江西雨缓缓说道。灰袍老人闻言转怒为喜，问道：“西雨，你感受到突破的契机了？不错，长则10天半月，短则3、5日，我将会凝练武道根基，
正式踏入先天之境。好，很好，你上山不过15载，就已经突破到先天之境，这等资质当真举世无双，日后踏入宗师境指日可待。灰袍老人满意点了点头，又道：既然如此，那就等你突破之后，亲自去诛杀这个林峰，以正自己的武道之心。晚上7点半左右，林峰带着妹妹来到了金陵城大酒店，径直来到了最顶层的一间总统套房前。套房内，陈一诺带着小恋恋在看小猪佩奇动画片。小恋恋应该吸收了10几颗灵石之后，虽然体型依旧没什么变化，但现在智力已经恢复了正常，与5、6岁的孩童无异。陈千许也已经醒了，一个人呆呆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随着房门被打开，三人齐齐将目光移了过来。当看到林峰带着林云瑶进来时，陈一诺不由面色一正。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就是这个女孩子在金陵大学门口挽住了林峰的胳膊，让得他失望地掉头离开，产生了极大的误会。林峰，这位是？陈一诺出声问道。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妹妹小瑶，她小时候的照片我还曾给你看过，你还夸她可爱呢。林峰笑着介绍。林云瑶闻言上前走了一步，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道：嫂子你好，我是林峰的妹妹林云瑶。你是小瑶？陈一诺神色微变，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林云瑶看出了陈一诺眼中的惊疑，于是奇怪地问道：怎么了？没事。陈一诺瞬间回过神来，脸上挤出一丝笑意，招呼林云瑶赶紧坐下，心中却是翻江倒海。因为之前他去林峰家所见到的林云瑶根本就不是此人，而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孩。再联想到不久前林峰跟他说过父母已经去世，也没有在城里买房的事情，他瞬间明白了一切，一定又是爸妈搞的鬼。10年前他离开陈家来金陵城找林峰，结果在车站遇到了一个人，此人自称是林峰的大伯，还拿出林峰小时候的照片给他看。他跟着这个大伯来到了林峰的家中，见到了林峰的父母和妹妹，却不曾想这3人对他态度极为冷淡，还说林峰已经出国了，让他不要再来纠缠林峰了。当时他身怀6甲，伤心欲绝，一度绝望的想要自杀，但最后还是硬生生的度过了那段煎熬的时光。在生下了小恋恋之后，他重拾希望，心想不管如何，自己都一定要找到林峰，当面问清楚。抱着这个信念，他带着女儿苦度了10年。如今看来，那3个人绝对是别人假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对林峰彻底死心。而这个幕后的指使人，就是他远在云川的父母。他真的不明白爸妈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地欺骗自己，自己只不过是想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支持自己，而是要一直这样搞破坏？想到这里，陈一诺心中难受至极。原来这10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自己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一诺，你怎么了？林峰察觉到了不对劲，皱眉问道。林峰，是我错了，我不该误会你，都是我的错。陈一诺忽然就扑进了林峰的怀中，痛哭起来，泪水瞬间打湿了林峰胸前的衣服。妈妈，你怎么了？小恋恋扔掉了手中的遥控器，有些惊慌失措地说道。林峰也是一脸疑惑，不知道一诺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这样。他能感受到一诺此刻的悲伤，有一种伤心欲绝的情绪。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没必要总去想，从今后开始，咱们好好过就行了。林峰轻轻拍着一诺的后背，安慰道：嫂子，是不是我的到来让你多想了呀？放心吧，我不是小心眼的人，只要你跟哥哥在一起能幸福，我会祝福你们的。林云瑶也是在一旁赶紧说道。他真是被吓坏了，自己只是打了一个招呼而已，竟然就引得陈一诺哭成了这样。不是这样的，林峰，我对不起你。陈一诺忽然抬起头，一双眸子中积满了泪水，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初林峰的爸妈去云川找林峰，结果很巧合的发生车祸身亡，这件事会不会是自己的父母找人干的？如果真是这样，陈一诺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想，因为一想到有这个可能，他的喉咙间就是一阵心甜，像是有一口血要吐出来一般。此刻，林峰也是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他不知道一诺想到了什么，但此事绝对跟自己有关系。难道小恋恋其实不是自己的女儿？林峰面色一变，忍不住又用神识扫了一下女儿的血脉气息。没错啊，血脉跟我99%相似，这要不是自己的女儿，那真讲不过去了。可一诺哭成这样，还一直跟自己说对不起是什么意思？第107，林峰，我对不起你。第108，背后的原因。一诺，不管是什么事情，你说出来，我们一起面对，有我在，没事的。林峰说道。陈一诺梨花带雨，咬着嘴唇，摇了摇头，不愿意多说。而就在这时，躺在床上的陈千许忽然出声道：林峰，你不要问我妹妹了，我来跟你说吧。哥，你知道一切？陈一诺回头看去，一脸的愤怒。陈千许吐出一口浊气，缓缓说道：不错，我的确什么都知道，包括这10年的所有事情，你受了什么苦，哥都知道。所以
哥当初在见到林峰时，态度才会那么的冰冷。可是你也不要怨恨哥，更不要去怨恨爸妈，因为我们都是为你好，为我好，你们是为陈家好吧？陈一诺惨笑一声。陈千许闻言沉默了下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在他看来，为妹妹好和为陈家好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当初林峰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家境普通，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而妹妹是陈家的嫡女，两人的身份就如同公主和乞丐一般，怎么可能在一起？林峰，你跟我来，我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了吧。现在的你已经有资格知道一切了。陈千许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他之前伤得很重，但经过林峰的治疗，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只是还有一些体弱无力。小瑶，你看着点你嫂子和小侄女。林峰对着林云瑶说了一句，然后和陈千许来到了隔壁的房间内。百云商会的冯海为了讨好林峰，将金陵大酒店整个顶层全都给定了下来，所以去哪个房间都可以。另一间总统套房内，林峰和陈千许对面而坐。说吧，究竟是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林峰开门见山地问道。有烟吗？我想抽根烟理一下思绪。陈千许说道。在他醒来之后，除了林峰修仙的事情不知道，其他的都已经知道了。林峰不仅灭掉那个疑似先天境的黑衣老人，又单枪匹马干掉了江家，这等实力已经足以让他重视。就算是面对庞大的陈家，林峰也已经有了谈判的资格。抽吧。林峰从房间内的商品柜中拿出了一包95至尊，扔给了陈千许。陈千许打开烟盒，从中拿出一根，却是发现没有火。咔！林峰打了一个响指，陈千许指尖的烟瞬间被点着了，这让他愣了一下。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随即神色有些复杂地问道：林峰，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实力？处于先天几层了？武道宗师之上是什么境界？林峰反问道。在如今的武道界，武道宗师就已经是最强的存在了，达到了这种地步，其体内的武技之上开始凝练出金灿灿的武核。武道宗师犹如陆地神仙，飞天遁地，排山倒海，单手拍碎一座小山都不在话下。至于上面还有没有境界，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听说过。陈千许摇了摇头，不知道林峰问自己这个干什么。林峰沉默了片刻，说道：那我应该就是武道宗师之上的境界。陈千许闻言愣了一下，随即明白林峰应该是不想说出来，所以故意这样说来逗自己。林峰知道陈千许不相信，但也没有想着去解释什么。他不可能像小丑一样去掩饰一下自己的强悍实力，来获取陈千许的相信，实在没这个必要。接下来，房间内一片的安静。在陈千许将手中的烟抽完之后，他才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道：林峰，我实话告诉你吧，10年前，就算你没有失踪，去了我陈家，你和我妹妹也是不可能的。我陈家的实力远超你想象。林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理解。曾经他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无视穷富，无视社会地位，无视一切。但到了今天，他才知道自己想的太理所当然了。不过这都是过去式了，现在的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去和一诺在一起，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这时，陈千许继续说道：其实后面你失踪之后，你父母也来云川找过你。当时我们陈家准备派人紧一下你父母，但是却不曾想我家里面的人刚刚见到你父母，你父母就被车撞了。再到后来，我家的武者看到你父母被一个神秘人给救走了。什么意思啊？神秘人？林峰神色微变。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有可能没死。陈千许回道。那骨灰呢？我妹妹说从云川那边送来的骨灰是怎么回事？林峰压住心中的震荡，冷静问道。骨灰？陈千许面色一正，随即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什么骨灰。当初在你父母被神秘人救走之后，我家这边就立即派人调查了一下你的家庭背景，结果很奇怪，你的父母是20几年前忽然就来到金陵，再往后面竟然什么也查不到了。当然，你的家庭背景对于我们陈家来说其实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妹妹当时不听劝阻，非要去金陵城找你，我父亲不得已安排了3个人假扮你的父母和妹妹，想要让妹妹死心。我妹妹刚刚哭得那么伤心，应该就是已经猜到了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你。陈千许说完这些话之后，再次拿出一根烟，示意林峰帮自己点上。林峰打了一个响指，帮陈千许点上之后，随即沉声问道：你说的那个神秘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救我父母？以你陈家的地位，应该不至于不去查一下吧？查了。陈千许干脆的点了点头，弹了弹手中的烟灰，又道：不过却什么也查不到。第108背后的原因，第109，一切皆有可能。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去安慰一下我妹妹，避免她乱想。陈千许说完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如释重负的吐了一口气，离开了房间。林峰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思绪万千。他心中既惊喜又困惑。惊喜的是爸妈还没死，困惑的是那个神秘人是谁。以陈家的身份都查不出神秘人的来历，
足以证明了此人的背景怕是深不可测。林峰又开始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记忆之中，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一辈子兢兢业业地养育他和妹妹，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之处，所以他实在难以相信自己的爸妈会有什么背景。那个神秘人会不会是老头子？林峰心中想到了一个可能，可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猜测。以老头子是众生为蝼蚁，一心一意只想打破天地桎梏成仙的性格，怎么可能会救自己的父母？就算真是老头子良心发现救了爸妈，那爸妈现在人呢？老头子该不会把爸妈也关在某个地方，逼他俩修仙吧？这显然不可能，因为老头子已经死了，自己曾亲手将他葬下，现在老头子的坟头草估计都不知道长多高了。对了，骨灰。林峰心中一动，这或许是一个突破的线索。想到这里，林峰立即回到了隔壁。隔壁房间内，陈千许和陈一诺兄妹俩正在低声说着什么，妹妹则是陪着小恋恋在看小猪佩奇，一大一小两个人笑得咯咯咯的。小瑶，你过来一下。林峰将妹妹喊到了门外。哥，咋了？我正陪小侄女在看动画片呢。林云瑶有些疑惑。林峰双手抓住了妹妹的肩膀，神情很严肃地说道：小瑶，如果我说咱们爸妈没有死，你会怎么想？林云瑶闻言愣了愣，但很快就摇了摇头说道：WWW。哥，你不要拿这个来开玩笑。我说真的。林峰将之前陈千许对自己说的话一一说了出来。林云瑶闻言，心中翻江倒海，又惊又喜。不稍片刻，他的眼睛就红了起来。爸妈的死是他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这种痛苦几乎伴随他整个青春。而现在得知爸妈很可能还活着，那种复杂的情感难以言喻，让他鼻子阵阵发酸，忍不住想哭。这时林峰沉声说道：小瑶，当时是谁把爸妈的骨灰送给你的？你还记得吗？林云瑶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思考了片刻，说道：当时我才10岁不到，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年纪30多的样子，身高有1.8米。林峰闻言皱了皱眉，妹妹说的这些特征太大众化了，大街上随便一找就能找出800，根本就不是有效线索。对了，那个人似乎是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林云瑶忽然又说道。林峰点了点头，心中却是叹了一口气。10年啊，这时间跨度太久，现在再想找这样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最重要的是，对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证明爸妈死了，让年幼的妹妹不要去找了？哥，如果爸妈真的没有死，他们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你是因为被关去修仙了，爸妈难道也是吗？林云瑶忽然问道。这个不好说，一切皆有可能。可以肯定是，若是爸妈没死，那他俩就一定被限制了自由，不然绝对不会抛下我们不管。林峰回道。那我们还能找到爸妈吗？林云瑶一脸希冀地看着哥哥。会的，一定会的。林峰认真回道。兄妹俩交谈了片刻之后，心情都是有些亢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好消息，至少给了兄妹俩一个希望。这时林峰忽然想起来之前从哭星老人身上找到的吞灵诀，于是说道：小妖，哥之前一直说要教你修仙，你还记得吗？我能修吗？林云瑶有些紧张。自然能，哥已经看过你的天赋了，虽然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差，只要你认认真真修炼，日后未必不能成为一名金丹期乃至元婴期的修者。说罢，林峰用手指按在了妹妹的额头上。林云瑶只觉得额头一阵发麻，很舒服。等她反应过来，发现自己的脑海中赫然多出了数十行字体：吞灵诀，修真界入门呼吸法，可吞天地之灵气，淬炼经脉血骨，脱胎换骨，褪去凡体，踏无上修仙之路。哥，这是……林云瑶有些震惊。一门低级呼吸法，你先用着，等哥以后找到更好的，再给你换。林峰说完，又从乾坤袋中拿出3颗灵石递给妹妹，说道：这里是3颗灵石，你现在没有气感，到时候修炼的时候就将这个灵石握在手中，这样会容易很多。等你什么时候能感觉到体内经脉中有气流涌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哥，哥再想办法为你测一次体。这个灵石一定很贵吧？林云瑶看着手中的灵石，低声说道：不能算贵，只能算稀少，也就1个多亿而已，不过却有价无市。林峰摇了摇头。林云瑶闻言，轻轻地咬了咬嘴唇，眼睛微微发红，说道：哥，你对我真好，你现在可真是爱哭鬼。哥不对你好，对谁好？林峰一脸的无奈。哥，我一定会努力修炼，不辜负你的期望，等我修炼有成，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林云瑶握紧了拳头，认真说道。林峰闻言揉了揉妹妹的头，没有说话。有理想自然是好事，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妹妹是不可能超过自己的。就在这时，林峰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人，发现竟然是血手人屠叶天星打来的。当初他让叶天星去一趟云川帮自己打听一些陈家的事情，如今看来叶天星应该是回来了。
小瑶，你先回房间，哥去接个电话。林峰对着妹妹叮嘱了一下，然后走到一个角落，接通了电话。没想到电话一接通，就传来了叶天心略显急促的声音：“林少，怎么了？”林峰皱了皱眉：“林少，你让我查一下陈家的实力，我已经查出一些大概了。陈家在整个云川省武道世家内，足以排进前3。从表面上来看，陈家族内有不下于20位天境武者，其中至少有8位先天境。陈家老祖陈北玄5年前就已经是先天8层，如今很有可能已经是先天9层了。”叶天心快速地说道。不过他的声音却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弱不可闻，像是一副随时会死的样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林峰问道。“林少，对不起，可能回不去了。杀我的人是金杭城王家，王家灭我全族，如今又跑来云川追杀我。林少，如果有这么一天，还请你为我报仇，为我叶家上下137口人报仇啊！我狠我好狠，可即使我疯狂了20多年，不惜吸食人血，修炼魔功，依旧是那么苍白无力。”叶天心一字一句艰难地说道。第109，一切皆有可能。第110，仙人墓葬。不等林峰回话，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屑的阴笑声：“哎呦，你这个废物东西，在给谁打电话呢？就凭你也想报仇？哈，叶天心，我杀你全家，你又能如何？我就喜欢看到你这种气愤至极，又奈何不了我的样子。王明，我跟你拼了！”啊！叶天心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砰！电话断线了。林峰面无表情的重新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却已经打不通了。很显然，叶天心的手机已经被人砸碎了。王明，林峰喃喃自语。他虽然很讨厌麻烦，但叶天心毕竟是他下山以来收的第一个小弟，这可是第一次啊！每个男人都有第一次，意义深刻。更别说叶天心还是在为自己办事的时候被仇家找到。林峰回到了包厢内，对着陈一诺几人说道：“我要出去办点事情，要是回来晚了，你们就先休息，有什么事明天说。”“哥，你要去干嘛？”林云瑶问道。“还记得之前你曾送给了一个老爷爷千纸鹤吗？”林峰说道。“啊，就是那个实际年纪才50岁，看起来却是80、90岁的天心伯伯啊！”林云瑶惊呼一声。“不错，他估计已经死了，哥去帮他收尸。”林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之前他为了防止叶天心耍什么小心思，在叶天心的体内留下了一道印记，所以只要循着印记的气息，自然就能找到叶天心的位置。林峰找准了一个方向，整个人化作一缕流光冲天起，很快就消失在了茫茫夜空之中。云川界域荒野，一座废弃的工厂内，叶天心被绑在一个铁椅上，他身体瘫软，满脸鲜血，呼吸薄弱，嘴中无意识地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声。可以看出，他刚刚绝对遭受了一番非人折磨，以至于堂堂一位地境武者竟然呈现出一副死狗般的模样。而在叶天心的面前，则是站着一位身穿灰袍的中年人。中年人尖嘴猴腮，面容丑陋阴狠，赫然是一位地境巅峰的武者。此人正是电话中所说的王明。除了王明之外，场中还站着3个人，2男1女。2个男人年纪约莫50来岁，皆是身穿黑衣，一胖一瘦，呼吸间沉稳有力，一身武道气息深不可测，远远看去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女人看起来要年轻一些，她穿着性感风骚，体态丰腴，肌肤细腻如雪，山峰若隐若现，但整张脸却是坑坑洼洼，像是月球表面一般，让人颇感恶心。若是有认识的人在此，就会发现这3人皆是云川武道界赫赫有名的存在。胖一点的男人名为西门吹风，后天1层的修为，擅长使用刀法，绝技霸王刀一出，同境界难有敌手。瘦一点的男人无名无姓，道号瘦猴，亦是后天1层的修为，擅长身法之术，行动如风，曾在一位先天武者手下成功逃脱。红衣女人名为苗无双，武道修为不高，只有地境中期，但一手蛊术却出神入化，让人防不胜防。3人身怀绝技，一旦联手，就算是面对后天4、5层的高手都能对付。王明，赶紧解决掉他吧，折磨一个废物没什么意思，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西门吹风不耐烦说道。西门兄此言差矣，不过这个叶天心身上或许有我们此行的秘密。王明微微一笑。什么意思啊？瘦猴皱眉问道。王明，有话直说，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苗无双迈着雪白的大腿走上前来，坑坑洼洼的脸上却是看不出丝毫的表情。他们3人此次和王明联手来云川这边，主要是为了一个古墓。不久前，云川武道界传出了一个消息，说在横断山脉以北的一座大山之中，有一座仙人墓葬。墓葬之中有很多好东西，灵丹妙药，功法武器数不胜数。这消息才传出来的时候，一直被人当笑话来看到，没人愿意相信。直到3天前，有一个小家族族长一夜之间从地境初期突破到了后天境。这个小家族族长自称就是因为从古墓之中得到了一颗丹药，吃下去之后修为才会疯长。一时间，整个云川武道界都轰动了。
甚至是附近地域的武者也是纷纷赶来云川，想要找寻这个传说中的古墓。他们4人正是听到这个消息，从外地赶来，并选择了结盟。结果古墓还没头绪，王明却是在这里搞起私人仇恨来，这自然让得3人心中不满。据我所知，那个曾三水和叶天星在20多年前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王明微微一笑，若有所指地说道。3人闻言互相对视了一眼，立即就明白了王明的意思。曾三水就是那个走了狗屎运的小家族族长。自从消息传出来之后，曾家就已经被很多大人物盯上了，根本轮不到他们几人前去探查。但若是叶天星和曾三水是好朋友的话，或许能从叶天星口中得知一些内幕消息。可你也说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苗无双平静说道。此言差矣，叶天星与曾家可是过命的交情。当初我带人灭掉叶家，叶天星无路可逃，就去曾家躲了一段时间。包括这一次，我查了一下，叶天星在几天前来到云川之后，第一个首先拜访的也是曾家。你说他能不知道一些内部消息吗？王明轻笑一声，又认真道。虽然我们4人的实力都不错，但这一次的古墓事件影响太大，甚至是一些先天境的老怪物都被吸引来了目光。如果不另辟蹊径，咱们可是连汤都喝不到啊。第110仙人墓葬。第111报应，那只是对于弱者来说。听到此话，西门吹风、瘦猴、苗无双3人眼中皆是划过一缕金光，纷纷道：既然如此，那你就继续吧。不错，王兄，如果你真的能问出什么，咱们小队伍从此之后就以你为首。这个等会大家再商量吧。王明谦虚地回了一句，嘴角却是露出一丝笑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有3人以自己为首，听自己的话，后面才好行动。随后，王明从怀中抽出了一把匕首，狠狠地就往叶天星大腿上扎了一刀。噗！一瞬间，血流如注。强烈的痛感让得昏过去的叶天星倒吸一口冷气，瞬间清醒过来。他睁着一双血眸，死死地盯着王明，一字一句地说道：王明，有本事你就给我一个痛快。可以啊，你想死我当然会成全你，不过在你死之前，你得乖乖听话，回答我的问题。王明轻笑一声：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跟你回答你任何问题。叶天星冷冷说道。面对这个仇人，他难以保持冷静。每每想起亲人惨死的场景，他恨不得是其骨饮其血，将其碎尸万段。是吗？王明抬了抬眼皮，猛地拔出叶天星腿上的刀，然后朝着叶天星的手背狠狠刺去。噗！刀尖瞬间将叶天星的手背扎穿。紧接着，王明又是将刀背狠狠地拧了一下。啊！叶天星凄厉惨叫，口中溢血，身体剧烈颤抖，像是羊癫疯一般，生不如死。他恨不得直接晕死过去，但强烈的痛感都无时无刻不刺激着他的神经，让他的保持着清醒状态。这一幕看得不远处的西门吹风3人眼睛微眯起来。这个王明当真是心狠手毒之辈啊！叶天星，你觉得你这样做有意义吗？倒不如乖乖告诉我，我保证让你舒舒服服死去，甚至还给你留一个全尸，如何？王明笑着说道。王明，你不得好死！你强暴我妻女，你杀我全家，你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你王家迟早有一天会沦落到和我叶家一样的下场。叶天星凄厉嘶吼，眼中流下了一行行血泪。报应？你的思想还是那么的弱智啊！报应那只是对于弱者来说，对于强者可不存在什么报应。王明神色不屑，又淡淡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的老婆和女儿真不错，即使过了20年，我依旧记得当初的滋味，还真是让我恋恋不忘啊！早知道就应该把你女儿圈养起来，慢慢享受的。噗！叶天星目眦欲裂，剧烈挣扎，气得直接喷出一大口血。王明看着叶天星气血攻心的样子，心中却是莫名升起一丝快感。他微笑道：好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之前去曾家究竟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不再折磨你，而且我还会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叶天星闻言缓缓闭上了双眼，哀莫大于心死。他真的累了，也不想再说什么，就随便王明怎么折磨吧，哪怕将他凌迟，他也无所谓了。他现在心中只希望在自己死后，林峰能帮自己报仇，这样就算他下了地狱也无憾了。叶天星，你妹妹叶倩的女儿可还在我手中，你确定要这样？王明忽然说道。叶天星闻言猛地睁开双眼，死死地盯着王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说什么？当初我带人灭你叶家，看到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孩，我心慈手软，就把她带回了家。如今这个小女孩已经20几岁，亭亭玉立，出落的那叫一个楚楚动人啊，简直跟你妹妹叶倩一模一样。对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一直把我当父亲呢，天天叫我爸爸爸爸。这不，我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摘掉这么一颗嫩嫩的花朵，让她在床上叫我爸爸，这滋味怎么也不比你老婆差吧？王明则出声。此言一出，叶天星再也忍不住了，疯狂地挣扎起来，声音如同地狱中的魔鬼一般，
凄厉吼道：“王明，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不远处的西门、吹风三人一脸的震惊，苗无双更是忍不住低声说道：“这个王明真变态，我这个变态都觉得他变态。这个叶天心也是倒霉，惹到了王明这种狠人。”西门吹风叹了一口气：“行了，你觉得自己这样能杀得了我吗？”王明不以为然，他就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俯视着叶天心，说道：“叶天心，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曾三水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我要看看他。”叶天心红着眼睛说道：“可以。”王明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出去，不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漂亮动人的女孩。女孩甜甜地问道：“爸，你这么晚打我电话干嘛？”“没事，爸爸这不是想你了吗？对了，爸爸给你看一个人。”王明微微一笑，然后将摄像头对准了叶天心的脸。叶天心看着手机上的女孩，顿时就嚎啕大哭起来。是妹妹的女儿，绝对是妹妹的女儿，眉宇间跟妹妹一模一样。可他刚想说些什么，手机就被王明移开了。“爸，那个人是谁啊？好丑哦，一个臭乞丐而已。”他骂爸，爸就教训了他了一顿。“行了，你早点休息，等爸爸回去再跟你聊天。”“好的，晚安。”第111报应，那只是对于弱者来说。第112林峰到来。挂断电话之后，王明将戏谑的目光移向叶天心，淡淡说道：“怎么样，看也给你看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之前去找曾三水干什么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必须得放了我那个小侄女。”叶天心声音沙哑，心中很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现在的他又能怎么办？放了。王明忍不住轻笑一声：“叶天心，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我是他的爸爸，你说他会离开我吗？我最多可以向你保证，以后好好待他，把他当作心肝小棉袄，让他只吃肉不吃苦。”“王明！”叶天心呼吸急促起来，一双手死死地握住，之前被匕首捅破的手背顿时裂开，血肉模糊，可他却像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一般。身体再疼，也远远比不上内心的疼。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位先天劲武者，这样就将王明这个狗砸碎，按在地上狠狠地摩擦。可现实是那么的残酷。在内心一阵挣扎之后，叶天心平静说道：“我去曾家只是为了打听陈家的事情而已，曾三水也没有跟我说关于仙人墓藏的事情。”“陈家？哪个陈家？”王明问道。“自然是云川地域最有名的陈家，北玄王陈北玄所在的陈家。”叶天心神色木然，已经认命了。听到叶天心的话，王明皱了皱眉。旁边的西门吹风、苗无双、瘦猴三人一时神色微变。陈家在云川地域可是一个庞然大物，北玄王陈北玄更是赫赫有名的高手，即使已经10几年没有露面，武道界依旧有着北玄王的传说，这足以证明了陈家有多么的恐怖。“你打听陈家的事情做什么？”王明冷冷问道。“这个你就无需多问了，反正和仙人墓葬没有任何关系。”叶天心说完又嘶哑道：“王明，只希望你能言而守信，对我那个小侄女好一点，不然我叶天心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王明闻言嗤笑一声，说道：“你放心，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我怎么可能对她不好？我不仅对她好，我还带着别人一起对她好，保证让她舒舒服服。”“你什么意思啊？”叶天心低吼道。“这个你就无需多问了，反正和你没什么关系。”王明冷冷说道。他可以看出叶天心应该没有说谎，的确不知道仙人墓葬的事情，这让他计划落了空，心情也是变差了起来。“叶天心，你可以去死了！”王明不再墨迹，准备干掉叶天心。可就在这时，咔咔咔的几声，工厂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几人纷纷移目看去，发现一个白衣青年光明正大的走了进来。“大晚上的，挺热闹的呀。”林峰一边说，一边看了一眼被绑在铁椅上的叶天心，这让他有些惊讶。叶天心竟然还没死。当时电话中传来一道惨叫声，他还以为叶天心已经死了。不过看叶天心这样子，估计是没少受折磨，可真可怜。林峰摇了摇头。与此同时，叶天心也是看到了林峰，心中简直难以置信。林少之前可是在金陵啊，而金陵离云川1000多公里路程，就算是坐飞机都要2个多小时。林少是怎么赶过来的？很快，他的鼻子又是一酸，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刚刚都已经认命等死了，没想到林少这时候出现了。每个男人心中都相信光，而林少无疑就是他灰暗生命中的那束光。“你是谁？”这时王明出声了，他一双眸子在林峰身体上下肆意地打量着。当发现林峰没有任何武道气息后，神色立即淡定下来。虽然不知道林峰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但一个连武者都不是的人，没必要太过在意。问清楚来历之后，随手拍死就是。场中只有一个人神色苍白，浑身发冷，这个人就是丑女苗无双。因为在林峰进来的那一刻，
他身上的蛊王竟然产生了极为恐慌的情绪，那种感觉就像是遇到了无法战胜的天敌一样。在巫族，每一位蛊师都会培育一只属于自己的蛊王，这只蛊王在万虫之中厮杀而出，以蛊师的鲜血施以巫族秘法喂养，因此蛊虫与蛊师之间可谓是心脉相连，蛊虫的任何情绪，蛊师都能立即感应到。苗无双曾经与一位后天9层的超级强者打过交道，可即使是面对那位强者，自己的蛊王都没有产生半点害怕的情绪。然而现在，面对眼前这位突然出现的白衣青年，自己的蛊王竟然害怕的瑟瑟发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眼前这位青年至少也是一位先天境大能。自己等人之所以看不出对方身上的武道气息，只是因为对方太强了。一个强者有意隐藏自己的气息，你一个弱者自然感应不到。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林峰漫不经心向着王明走去，准确来说是向着叶天星走去，因为王明就在叶天星旁边。笑话，我应该认识你。王明眼睛微眯起来，右手却是在暗自蓄力，只等林峰到来那一刻就给予其致命一击。他性格很谨慎，即使林峰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也要动用全力，一击必杀。可就在这时，林峰对他挥了挥手，王明只觉得腹部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到了一般，整个人瞬间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工厂内的废旧钢架之上。砰！钢架瞬间裂开，王明更是喷出一口鲜血，躺在地上挣扎了半天都没能爬起来。你胆子这么大，都敢动我的人了，竟然连我都不知道。林峰淡淡说道。见到这一幕，场中几人神色微变，西门吹风和瘦猴眼睛微眯，冷冷地看着林峰。内力外放，这个小子竟然是一位后天高手，且应该还不止一层。不过两人也不害怕，以他们几人联手，就算是后天4、5层都可无惧。苗无双则是浑身发软，悄悄地向大门的方向靠近，准备偷偷逃走。可就在这时，林峰淡淡看了他一眼，他的身体瞬间僵硬起来，只觉得像是被一只洪荒猛兽看了一眼般，浑身的血液都要停止流动了。那是一双怎样的眸子啊？深邃、神秘，看不到底。苗无双身体冰冷，犹如坠入了万丈深渊之中，一种绝望袭遍了全身，就连藏在他身上的蛊王都像是死了一般，根本就不听他指挥了。第112林峰到来。第113，除了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你可真是个废物，我都救了你几次了。林峰来到近前，随手一挥，帮叶天星松了绑。叶天星身体发抖，倒不是害怕，而是激动。至于林少冰冷的话语，对于此刻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天籁之音，他恨不得天天听到。林少，我……叶天星想要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一股眩晕袭上脑海，让他眼前一黑，直接就倒在了林峰的怀中。林峰嘴角微抽，额头上冒出了3根黑线。妈的，真的太废物了！林峰此刻虽然恨不得拍死叶天星，但他还是渡了一丝灵气过去。叶天星在得到灵气的滋润之后，立即好了许多，赶忙说道：“谢谢林少。究竟是怎么回事？”林峰推开了怀中的叶天星，且后退了7、8步，保持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是这样的，叶天星一脸怨恨地将事情一一说了出来。林峰皱了皱眉，没想到这个王明竟然比自己还要变态。自己最多只是灭人满门，而王明不仅灭人满门，还要欺人欺女，甚至是连襁褓中的女婴都要带回去，搞个萝莉养成计划。阁下是不是有些太过嚣张了？是当我们3人不存在吗？这时西门吹风看不下去了，冷声说道：“这人是谁？”林峰看向叶天星，这位是西门吹风，我只听说过西门吹雪，吹风倒是没听过，是干理发店的吗？林峰说道。你特么找死！西门吹风面色涨红，立即拔出自己的长刀。他生平最讨厌别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林峰已经触及到了他的逆鳞，霸刀斩！西门吹风怒吼一声，一刀狠狠劈出，无尽的刀气在半空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型光刃，像是要毁天灭地一般，对着林峰狠狠劈去。可以看出西门吹风的确不错，刀法很强。霸刀斩一出，刀气化形，狂风怒吼，无愧于吹风2字。然而面对这一击，林峰却是连动都没有动一下。那巨型光刃在离林峰约莫1米处的时候，像是遇到了什么阻碍一般，戛然而止，随即咔嚓一声，化成点点光雨消散开来。你的霸刀斩跟你的名字很配，怪不得你叫吹风呢。林峰说着，伸出右手对着西门吹风隔空一抓，砰！西门吹风直接爆成了一团血雾。见到这一幕，不要说瘦猴、苗无双以及躺在地上的王明，就算是叶天星都是瞳孔骤缩。他知道林少很强，但没有想到已经强到了这一步。WWW， 西门吹风可是一位后天1层的武者，在绝大数人眼中就是真正的天境强者，然而在林少面前却是犹如蝼蚁，随意虐杀。先天境，至少也是先天境5层以上。苗无双身体忍不住发抖起来，根本就生不出任何反抗之心，
甚至是连逃跑都不敢逃了。就在这时，瘦猴儿察觉到了不对劲，毫不犹豫抛下了几位队友，向着外面飞奔而去。神行步，这是瘦猴儿所会的身法之术，一经使出，身轻如燕，一步就是几百米，就算是一般的先天境高手，想要抓住他都没那么容易。就这么刹那之间，瘦猴儿就跑出了几百米远，整个身影都消失在了茫茫黑暗之中。就在场中几人以为瘦猴儿已经成功逃走的时候，那茫茫的黑暗之中忽然传来了一声瘦猴儿的惨叫声。听到这道惨叫声，苗无双就知道瘦猴儿已经死了。可自己刚刚明明没有看到眼前这个青年出手啊，瘦猴儿是怎么死的？就在这时，林峰将目光移向了他，他心中一颤，毫不犹豫跪了下来，颤声道：“前辈饶命，前辈饶命！我没有残害叶天心，我是无辜的，我真的不想死啊！”咕叽咕叽，一坨屎黄色的虫子也是跳了出来，对着林峰发出咕叽咕叽的求饶声。林峰见此有些惊讶，饶有兴趣地问道：“你还是一位古师？”“不错，我是巫族第98代古师苗无双，求前辈看在我族的面子上，饶了我这一命。我真的没有对叶天心做出任何不利的事情。”苗无双颤声说道。林峰闻言沉思了片刻，然后对着屎黄色虫子轻轻一招手，小虫子咕叽咕叽地飞到了他的手中，表现得很是乖巧。林峰捏了一下，软软的，滑滑的，糯糯的，感觉就像是在揉一坨大便。这就是蛊虫吗？造型的确奇特。林峰眼中露异色，虽然之前在山上老头子也跟林峰说过巫族蛊师的事情，但他一直没见过，如今第一次见，倒是觉得颇为有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置此人？林峰将目光移向叶天心。叶天心闻言心中一紧，林少说这话看似是在追求自己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告诉自己，此女我不打算杀了，自己若是没个眼力劲，估计要凉。林少，此人与我无仇无怨，没必要多造杀戮。叶天心赶忙说道。想不到你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林峰点了点头。叶天心干笑一声，没有说话。林峰看向苗无双说道：“既然你与我这个小弟无冤无仇，那我就不杀你了，不过你得拿出一点东西来赎回你的命。前辈，小黄与我心神相连，除了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苗无双赶忙说道：“真的什么都可以？”林峰上下打量了一眼苗无双。苗无双心中一紧，紧张道：“前辈，我虽然身材比较好，但是我长得很丑。我知道你长得丑，不用强调了，把你腰间挂着的那个袋子给我。”林峰说着将小黄扔给了苗无双。苗无双迟疑片刻，还是将袋子递给了林峰。袋子里面装的赫然是8颗灵石，是他买来培育蛊虫的。他虽然不知道林峰要这个干什么，但也不敢问。好了，你可以走了。林峰将8颗灵石收起来，淡淡说道。苗无双惊喜的点了点头，赶忙飞一般的逃出了工厂，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之中。林峰目送苗无双离去，心中却是沉思起来。在老头子口中，巫族是一个很厉害的族群，共有12个分支，每一个分支颇为不俗，蛊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罢了。他之所以放了苗无双，就像是想以后有机会去巫族拜访一下，探索一下这个神秘的族群。给你10分钟的时间，解决你的私人恩怨。过时不候。林峰对着叶天心说了一句，然后走出了工厂。叶天心和王家之间的仇恨的确很深，而王明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就让叶天心好好发泄一下吧。第113除了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第114神秘的令牌。林峰刚走到外面，就听到厂房里面传来王明的惨叫声。除了惨叫声之外，竟然还有扑哧扑哧的声音，这让林峰神色有些怪异，忍不住用神识扫了一下，却是发现叶天心正在拿匕首狠狠地捅着王明的腹部。无聊，我还以为在干什么呢。林峰晃掉脑海中的一些杂乱的想法，点起一根95之尊，很惬意地抽了起来。烟自然是之前在酒店拿的，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抽过烟了。大学的时候倒是经常抽烟，只不过抽的都是最便宜的大前门，当时只有3块5一包，现在估计也涨价了。呼，林峰抽了几口就将烟丢掉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偶尔抽2口，回忆一下当初的感觉就足够了。随后林峰又是开始思考起那个救走自己父母神秘人来，可思来想去都是毫无头绪，让他不免有些心烦意躁。就这样约莫过了7、8分钟，叶天心血气腾腾地走了出来。解决了？林峰问道。我捅了他137刀，刀不再要害，最后把他2弟割了，再给他致命一击。真爽。叶天心神情有些疯狂，又恭敬道：林少，这次多谢你了，没有你我不仅会屈辱而死，永远也报不了仇。然后呢？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林峰问道。我想去找我那个小侄女，我要灭掉王家。叶天心一脸期盼地看着林峰。林峰知道叶天心的意思，于是让叶天心将右手伸出来，在其右手心中写了一个杀字。杀字写完之后，顿时金光大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隐于叶天心的手心之中，消失不见。
林少这时，叶天星心中翻江倒海，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道法旨，此字虽然只能用3次，但足以轻易灭掉整个王家，你可得悠着点。林峰淡淡说道。叶天星闻言立即感应了一下，发现自己的手心之中果然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只要自己心念一动就能释放而出。多谢林少。叶天星压住心中的激动，然后犹豫了片刻，还是将仙人墓葬的事情说了出来。仙人墓葬，横断山脉。林峰皱了皱眉，随即神色微变。老头子不就埋在横断山脉吗？妈的，老头子不会被人刨坟了吧？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啊。想到这里，林峰立即化作一缕光芒，向着老头子的墓飞去。见到这一幕，叶天星并不意外，因为他之前就已经见到林峰飞过一次了。在他眼中，林峰已然是一位宗师境的大能。王家的事情先往后压一压，如今我有林少法旨，可以去帮一下曾兄。当年我落难，是曾兄救了我，如今该是我报答他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叶天星眼中划过一缕金光，向着曾家的方向快速奔去。另一边，林峰已经来到了老头子的墓前，墓还是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要说有区别，那就是坟头上已经长了3两根绿草。看来那什么仙人墓藏和老头子的墓没关系。林峰松了一口气。此刻已经是深夜时分，月光如华，夜晚的风从山谷呼呼吹来，吹动林峰的头发，让得林峰思绪纷纷。该不该刨老头子的坟？老头子是我亲手埋下，里面可是陪葬了一堆好东西。林峰有些纠结。本来他是很痛恨老头子的，但下山之后经过了那么多事，他心中的愤怒倒是减轻了很多。当然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能得到墓里面的各种宝物，就能很好的去培育妹妹和一诺他们。罪过，老头子，恕我无礼了，大不了在刨了你坟之后，我叫你一声师傅。林峰一边说一边开始刨坟。坟墓并不大，不一会棺木就露了出来。看着几乎还是崭新的棺木，林峰神色略显复杂。这种刨坟的事情的确很缺德，早知道当初自己就不应该犯傻，把那么多好东西埋进去的，现在又过来刨，简直就跟个傻逼一样。算了，都到这一步了，我还在犹豫什么？林峰吐出一口浊气，直接打开了棺木。然而下一刻，他的瞳孔就骤缩起来。WWW， 偌大的棺木之中竟然空无一物，什么情况？林峰整个人都傻了。自己当初明明将老头子以及那个乾坤袋一起放进了棺材中，然后亲手陪葬下去，现在怎么会没有了呢？难道是被人盗了？林峰神色冰冷，探出神识将道观四周扫了一遍，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也就是说，从自己走后，应该是没有其他人来过。既然如此，那棺材里面的尸首和乾坤袋呢？林峰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浑身骤然发冷起来。难道说老头子跟自己的父母都没死？如果真是这样，那老头子装死的目的是什么？林峰站在墓前，左思右想，只觉得脑袋都要裂开了。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破旧的道观里面竟然传来一丝细微的波动。林峰一个瞬移来到道观之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的令牌，令牌上面散发着微弱的灵气。这个令牌之前没有的，难道是老头子故意留在这里的？林峰细细查看令牌，发现令牌之上竟然有一幅地图若隐若现，地图所指更是横断山脉中的一座小山。第114，神秘得令牌。115，隔绝神识的山。揍了我10年，然后又搁这里打哑谜，我真后悔当时买你的时候没抽你2个大嘴巴子了，看你能不能装得下去。看着手中的黑色令牌，林峰心中真是莫名火大。其实下山之后，他对老头子的印象已经渐渐改变了，觉得老头子其实也挺可怜的。可没想到老头子竟然装死，给他来了一个回手掏，真是让他恨得牙痒痒。呼！林峰吐出一口浊气，压下心中的愤怒，开始探出神识扫视附近的山脉。他现在是元婴期，神识约莫能探查方圆200里的地域，而只要找到黑色令牌上所指的山峰，或许就能知道老头子留下这个令牌的目的，甚至他怀疑自己失踪的父母是不是跟老头子也有一丝关系。很快，林峰就在离自己约莫120多公里的地方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有一座山竟然将他的神识都给阻挡住了，让他看不到山里面的情况。这显然很不对劲。虽然他现在的神识不算多强，但是能防住他的神识探查，说明那座山很有可能被高人布置下了禁制。除此之外，林峰还在山下看到了不少武者，这些武者3两成群分散在山体四周，鬼鬼祟祟。难道这里就是叶天星所说的仙人墓葬所在之地？林峰心中思索了片刻，整个人一缕流光向着那座山飞去。另一边，月如银盘，星辰点点，横断山脉深处正有着一群武者在附近摸索着。这些武者皆实力不俗，步伐沉稳，气血旺盛，最低的都是地境，甚至是天境武者也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被仙人墓藏所吸引而来，毕竟只吃一颗丹药就能让一位地境武者一举跨越一个大境界。
哪个武者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而此刻，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正站着2个人，其中一位正是金陵城武道联盟盟主王月轩，另一位则是一个丰腴妇人。丰腴妇人身穿华裳，头戴金钗，体态圆润，红唇微张之间，别样风情。没想到这么晚了，竟然还有如此多的高手在这里寻觅。看来此次仙人墓藏的消息比我们想象的要轰动啊！王哥，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丰腴妇人将目光移向王月轩，低声说道。王月轩似乎在想什么事情，没有回话。丰腴妇人一双手晃了晃王月轩的胳膊，用一股撒娇的语气说道：王哥你怎么了？这一路上你总是时不时发呆一下，也不理人家，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对人家的。别闹，我在思考一些事情。王月轩回过神来，低声说道。金陵城与云川横断山离的1000多公里，正常情况下，王月轩既然不可能来这里找什么虚无缥缈的仙人墓藏，这一次实在是被老相好各种威逼利诱拖来的。他的老相好名为林小红，乃是金行林家的一位少妇，用3个词概括就是漂亮、活好、人妖娆。林小红是一位地境巅峰武者，因为久久不能踏入后天境，在听到仙人墓葬的消息之后，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就拉着他过来了。可王月轩此刻哪有心情找这个？他正为林峰的事情头疼呢。林峰说了3天内如果不能找出请那位枪炮师的幕后真凶，就要血洗金陵城。而现在已经过去1天半了，还没有什么头绪，也不知道云老那边怎么样了。王月轩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脸上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你在想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比我突破还要重要？你再这样，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你一个都别想实现。林小红顿时不乐意了，很是生气地说道。随便你吧。王月轩不在意地说道。再好的东西，玩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穿酷无情。林小红闻言，眼中一丝冷意。她能感受到王月轩的态度明显变了，开始渐渐超出了她的掌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她还指望着王月轩帮她搞一粒神丹妙药。毕竟云川可不比江南，云川多山，武道之风盛行，古武世家数不胜数。在江南地域，后天境就已经算是一方豪杰，而在云川地域，后天境却很常见。他一个地境巅峰，如果没有王月轩帮忙，想要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谋取机缘，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就在这时，一道轻笑声传到了2人耳边。哎呦，这不是林大美女吗？怎么，你也对这个仙人墓葬感兴趣？林小红和王月轩目光一去，发现有一群人正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位身穿灰袍的中年人。此刻，中年人嘴角挂着笑意，一双眸子肆意地在林小红的身上打量着，像是能看穿林小红身体一般。林小红见到此人，一双丹凤眼中划过一缕异色，随即掩嘴娇笑道：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荀哥哥呀。中年人名为南宫荀，与他一样，皆是来自金航城。不过2个人的身份地位可是差多了，他只是林家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寡妇，而南宫荀可是南宫家的大人物，是后天6层的超级强者，放眼整个金航城都是绝对的强者。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仙人墓葬的事情竟然将南宫荀都给吸引过来了。而且看南宫荀身后的几个人，个个都是后天境，实力要比王月轩强多了。115隔绝神识的山，第116又遇王月轩。林大美女，这一声荀哥哥可真是叫我的心都软了。南宫荀笑眯眯地说道。南宫荀，你放尊重一点。王月轩看不下去了，将林小红挡在身后，沉声说道。不管如何，林小红现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女人，他又不是绿帽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南宫荀如此放肆调戏自己的女人？放尊重？我哪里不尊重了？王盟主。南宫荀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你自己心里清楚，别跟我装小红是我的女人，收起你那龌龊心思。王月轩冷笑一声。王月轩，我叫你一声盟主，你还真把你自己当个人物了？别跟我在这里摆谱，这里可不是金陵城，没有云中天护着你，你信不信我可以随手捏死你？南宫荀神色不屑，随即又冷冷道：我弟弟南宫问天在你们金陵城出了事，我还没找你呢，你倒是先狂起来了。你……王月轩面色难看，可看到对方人多势众，而且南宫荀实力比自己强得多，他只能强忍下来。小红，我们走。王月轩拉起林小红的手，不愿意在这里待着了。林小红犹豫了片刻，直接甩开了王月轩的手，走到了南宫荀的身边。林小红，你什么意思啊？王月轩一脸难以置信。你刚刚不是说随便我吗？林小红淡淡说道。在看到南宫荀的那一刻，他心中的想法就变了。反正给谁都是睡，为什么不找一个更强的男人？而且他从南宫荀的反应中也知道南宫荀对自己有意思，所以毫不犹豫就甩掉了王月轩。说到底他和王月轩也没什么感情，王月轩惦记他身体，而他利用的是王月轩的实力。
这只是一种交易行为罢了。他很看得开，在他眼中男人只是提升自身价值的附属品而已，一旦没有价值了，就可以随时丢掉。哈哈，秦鸟则良木而栖。林大美女这种干脆利落的性格，我喜欢。南宫寻在林小红身上捏了一下，笑眯眯地说道。王月轩见到这一幕，气得都要吐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林小红竟然这么绝情，浑然不顾及两人之间1年多的感情，这让他很痛心。王月轩看你这目光，难不成还是想打我？南宫寻看向王月轩，不屑说道。此话落下，他身后的几个天境武者立即冲了过来，将王月轩包团团围住。王月轩握紧拳头，神色略显狰狞。他何曾受过如此大辱？就算是之前林峰，也不过只是打了他几顿而已，并没有这般侮辱他。南宫寻，我可是武道联盟的盟主，你敢这般欺我？王月轩红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若是金航城武盟盟主，我倒是忌惮你3分。可惜你是金陵城的，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武盟的情况？当初选派金陵城武盟盟主的时候，没一个人愿意去，就你这么一个废物，想着去穷乡僻壤作威作福，真是活在梦里的垃圾。天天跟人说自己无敌，其实屁也不是。南宫寻一脸不屑，又道：还不赶紧给我滚，信不信我把你3条腿都打断？王月轩，你还是走吧，没什么实力就不要在这里倔强了。林小红也是淡淡说道。在看到眼前这一幕，她愈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跟着王月轩这种废物能有什么前途？王月轩吐出一口浊气，正准备说话，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个白衣青年朝着这个方向走了过来。其实林峰早就注意到这边的事情了，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而是根据令牌上的地图一步一步地摸索着。他发现这座山的确有古怪，不仅能隔绝他的神识，而且在走进这片山之后，四周竟然安静的可怕，这显然很不正常。9月份的时节，山林间正是各种小虫子、鸟兽闹腾的时候，怎么可能会一片寂静？很快林峰就发现了原因，这座山除了四周的苍天古树以及一群忽然到访的武者之外，竟然没有一个活物。是隐藏有阵法的原因，还是说这附近有什么恐怖的生物，让的虫鸟走兽不敢靠近？林峰心中思索，可是他一直走到这里，并没有感受到阵法的气息，也没有感受到了什么其他生物的气息，这就显得很诡异。林少！就在这时，王月轩激动的话语打破了林峰的思考。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看到了林峰，心中激动的万分。只要林峰愿意帮忙，自己绝对可以洗刷刚刚的耻辱。林少！南宫寻、林小红等人的目光也是纷纷移向了林峰，可左看右看，也没看出林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长得帅了一点。小子，你是谁？大晚上一个人跑这深山老林内，也不怕被猛兽吃了吗？南宫寻淡淡问道。你有意见？林峰说道。南宫寻面色一正，随即眼睛微眯起来。这个小子是在装，还是真的很淡定？联想到刚刚王月轩的表现，他决定还是不要和眼前这个青年起不必要的冲突。毕竟双方之间也没有什么仇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哼，小兄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下而已。南宫寻轻笑一声。那可太谢谢你了。林峰看了一眼南宫寻，然后绕过众人，向着深处走去。林少！王月轩忍不住又喊了一声，可林峰像是没听见一般，很快就消失在了茫茫黑暗之中。王月轩心中发堵，自己好歹也是林少揍过几次的人，林少竟然看都不看自己一眼，真是个废物，竟然叫一个普通人林少，关键人家还不搭理你。南宫寻不屑地看了一眼王月轩，然后抱着林小红的腰，带着一群手下也向着深处走去。他们这么多人今晚过来是想要搜寻仙人墓藏的，可没太多时间和王月轩浪费。一群狗东西！王月轩目送南宫寻等人离去的背影，咬了咬牙，跟了上去，准备伺机而动。第116，又遇王月轩。第117，莫名生物。寻哥哥，刚刚那个白衣青年语气那么冲，你为什么放他走啊？林小红娇滴滴地说道。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南宫寻笑眯眯地捏了林小红一下，然后才是说道。刚刚那个白衣青年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一无是处，但既然敢一个人来这深山老林之中，肯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而且王月轩这么装逼的人，对他这般恭敬，你就不觉得不对劲吗？林小红闻言皱眉问道。难道此人是个高手？不是，我没有从他身上高手到一丝一毫的武道气息，他应该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过我怀疑暗中有人保护他，一些大家族的子弟可是都有护道者的。南宫寻说道。林小红点了点头，他也只是随口问一下，对林峰兴趣并不大。林大美女，听说你很擅长乐器，晚上回去给我演奏几曲。南宫寻忽然说道。林小红面色一正，随即反应过来，掩嘴轻笑道。只要寻哥哥能帮我找到1枚2枚的丹药，我给你演奏一晚上。另一边，林峰越往里走，越感觉有些不对劲。
深处的温度竟然比外面的温度低了有10几度，一些树叶上竟然都开始结霜了。这山里的阴气有些重啊，难不成还有什么邪秽之物不成？林峰喃喃自语。他根据令牌的指引，继续往里面走去。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峭壁之下，这处峭壁足有100多米高，岩壁光溜溜的，竟然没有一点杂草生长。除此之外，峭壁之下竟然还有着10几滩血迹，这些血迹还很新鲜，显然是刚刚才诞生的。也就是说，适才有10几个武者死在了这里。这里应该就是仙人墓葬的入口了，只是外表布置有禁制。这10几个武者走了过来，想要强行闯入，被禁制干掉了。林峰思索了片刻，将手轻轻地往前伸去，看似坚硬无比的岩壁竟然波动起来，犹如水面一般，荡起淡淡的涟漪。紧接着，一股恐怖的能量袭来，像是要毁灭一切。林峰神色不变，运起丹田内的灵气，嗡！整个峭壁顿时扭曲起来，出现裂痕，像是要崩溃掉一般。不对，这样强行破开，可能会毁掉这里。林峰思索了片刻，将黑色令牌轻轻地放在了峭壁之上。哗！峭壁瞬间散发出绚丽的光泽，照亮了附近100米的地域。一丝裂缝在峭壁之上浮现，像是有一道门要被打开了一般。可裂缝刚出现4、5公分，竟然就停了下来，随后又缓缓闭合了。林峰皱了皱眉，这种情况证明了黑色令牌肯定是钥匙。至于为什么打不开，可能是因为钥匙不止一块，只是其他钥匙在谁手中？林峰想起之前叶天星提到的曾三水，曾三水这个人是个关键点，仙人墓的事情就是此人传出来的，这说明曾三水手中很可能也有一块令牌，看来还得去城里面一趟。就在这时，轰！远处的山林中竟然传来了一道激烈的打斗声，即使离了几公里，林峰都能感觉到脚下的地在不停的震动，像是发生了地震一般。除此之外，那茂密的山林之中还隐约传来莫名生物的吼声以及诸多武者的惨叫声，阴气好重，不是煞气，难不成此地还真有什么邪恶生物不成？林峰心中思索。第117莫名生物，118黑色异兽。山林中，一处地势稍微平坦的地方，云川武道界各大势力的武者正围成一圈，神色凝重地看着中间的战场。战场中间地带，正有2个后天境1层的强者带着10几个地境巅峰武者在围攻一只不知名异兽。异兽通体漆黑，如虎似豹，体长足有4、5米，且浑身上下竟然散发着淡淡黑气，看起来极为凶狠。砰！轰！人兽之间剧烈对碰，爆发惊天巨响。刹那之间，古树折断，土地坍塌，产生的可怕波动将方圆几百米都夷为了平地。准确来说，是单方面的屠杀。那10几个武者根本就不是黑色异兽的对手，几个回合之间便伤亡过半，就连一位后天境1层的高手都惨叫一声，陨落在黑色异兽的口中，被黑色异兽给叼在嘴中，大口咀嚼。咯吱咯吱，黑色异兽锋利的牙齿啃食着武者残骸，发出磨牙般的恐怖声音，嘴角更是哗哗地流下了一连串的鲜血，看得在场众多武者皆是毛骨悚然。这究竟是什么怪物？竟然这么厉害！